穿越成活不过10岁的短命女配，本想躺平摆烂安度余生，谁知竟被霸道皇太子盯上，不仅逼他喝下诡异怪药，甚至还要带他去雪山打怪物。一碗黏糊糊的紫色怪药直接递到了嘴边，艾瑞琳满脸写着抗拒，她怎么也想不通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逼他喝药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皇太子佩西恩。他端着诡异的药水，冷冰冰地质问：“这可是他好不容易弄来的宝贝，他居然敢不喝？”面对这位惹不起的皇太子，艾瑞琳只能弱弱的往后缩。他只想安安静静的度过余生，怎么就这么难呢？为了让他喝药，佩西恩开始打起感情牌，说这是他去雪山猎杀怪物，挖出心脏熬制的心意。艾瑞琳实在受不了他的碎碎念，只能硬着头皮一口闷了下去。这碗怪药差点让他把胆汁都吐出来，佩西恩却高兴坏了，直夸他厉害，还保证喝了这药以后绝不会轻易晕倒。不仅如此，佩西恩还霸道地宣布，以后没有他的允许，艾瑞琳连晕倒都不行。这霸道逻辑简直让人无语。佩西恩突然打了个响指，说要开始办正事，一群自称健康委员会的人瞬间围了上来。佩西恩竟然召集了99位专家，全都是为了艾瑞琳一个人准备的，现场甚至还拉起了横幅。艾瑞琳整个人都傻了，问他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佩西恩理直气壮地回答，必须测试药效发挥了多少。说完把将艾瑞琳举了起来。紧接着魔鬼训练正式开始，佩西恩宣布要进行3组力量训练，甚至让人拿来特制的杠铃，让娇弱的艾瑞琳举起来，这谁能吃得消？力量训练刚结束，佩西恩又吹起哨子，说有氧运动也不能少，直接命令艾瑞琳绕着庄园跑10圈。艾瑞琳感觉自己快要当场去世，没跑几步，艾瑞琳就彻底瘫倒在椅子上。佩西恩走过来，一脸嫌弃的吐槽她身体太差。艾瑞琳有气无力的求饶，佩西恩却不依不饶，说他必须快点好起来，这样才能陪他去爬山打怪物。看着佩西恩灿烂的笑容，艾瑞琳在心里疯狂呐喊，求求谁来把这个恶魔带走。其实故事还要从最初说起。艾瑞琳的前世是一个19岁的小提琴神童，结果在某一天她遭遇了意外，而且还不是被老套的咖车撞飞，而是被一辆豪车给撞了。等她再次睁开双眼，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不仅如此，他还发现自己穿越到了小说里，这可把周围的仆人吓了一跳，纷纷围上来询问他的状况。其实他前世没读过几本书，偏偏就穿进了其中一本，成了大公爵的独生女，也是家族唯一的继承人。这身份妥妥是投胎界的天花板。本以为能当个快乐的富婆，好好享受荣华富贵，结果还没高兴多久，这具身体就出了状况，直接当场晕了过去。这身体简直弱得离谱，走2步就喘得不行。更糟糕的是，他拿的根本不是爽文剧本，而是一个身患绝症的短命配角。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庄园里的闲言碎语就传进耳朵，仆人们都在私下议论，说她是身份不明的私生女，根本不配继承家族。在原著的剧情里，大公爵把她带回来丢给摄政王后，就直接去了北方前线，而这个可怜的小女孩还没满10岁就病死了，在整本书里只出场过2次。一个注定早逝的绝症患者，连能不能顺利长大都是个问题，更别提什么改变未来或者搞钱创业。既然什么都做不了，他索性在床上躺平摆烂了整整1周，直到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他知道是自己唯一的监护人梅亨来了，门外的仆人们一看到他，吓得赶紧溜走。艾瑞琳叹了口气，让他进来。门一开，梅亨一开口就是公事公办的问候。听说艾瑞琳这几天一直闷在房间里，梅亨便过来询问他有什么需要，那语气简直像个受理投诉的公务员。看着眼前这个冷淡的男人，艾瑞琳不禁想起了他的背景。他虽然是平民出身，却是个难得一见的天才，年纪轻轻就成了大公爵的首席助手，还帮着管理整个庄园。在艾瑞琳恢复记忆之前，因为他整天冷着脸，他其实非常怕他。不过现在看着他，艾瑞琳只觉得他像个被黑心公司压榨干净的打工人。面对梅亨的询问，他主动笑着打了个招呼，这突如其来的热情直接把梅亨给整不会了。艾瑞琳赶紧解释，说自己一切都好，但梅亨还是有些怀疑，毕竟报告里说他最近根本不出门。艾瑞琳笑着反问，以前不是你最反对我出门的吗？毕竟他这破身体稍微动一下心脏就受不了。艾瑞琳笑着让他放心，自己绝对会乖乖待在房间里。梅亨听完也没多说什么，行了个礼就退了出去。可一走出房间，梅亨就觉得有些不对劲。虽然有3个月没见，但艾瑞琳今天的态度实在太反常了。他越想越觉得事情有蹊跷，一回到办公室就立刻叫来了侍从迪伦。看来不能再拖了，梅亨决定立刻召集监护人委员会，重新商讨对策。梅亨立刻下达了命令，让所有人集合。说起来，梅亨虽然管理庄园是一把好手，但在带娃这方面确实是个外行。于是他用大公爵的资金，请来了最顶尖的专业团队，专门负责照顾艾瑞琳，也就是所谓的监护人委员会。没过多久，大家就在会议室里坐齐了。梅亨开门见山地表示，看来大家都察觉到了不对劲。管家艾伦率先开口说，艾瑞琳最近实在太反常了，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个人看起来一点活力都没有。女仆长丽娜补充说，虽然饭是按时吃了，但她现在连笑都变少了，以前开个玩笑他都能乐半天。这话一出，底下的员工们纷纷议论起来。梅亨又追问起他的身体状况，可医生那边也说一切正常。大家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毕竟以前为了拦着他出门，全庄园的人都得跟着折腾，现在却反常的天天闷在屋里。梅亨有些头疼，得想个办法让他从房间里出来才行。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丽娜突然一拍脑门，说明天刚好有个绝佳的机会，因为明天就是艾瑞琳进宫的日子。
到了进宫的这一天，管家艾伦帮他收拾好行李。艾瑞琳心里很清楚，今天就是他去见男主角的日子，也就是皇太子和贵族子弟们的聚会。艾伦在身后热情地跟他告别，祝他今天能玩得开心。一进到皇宫里，眼前的景象确实把艾瑞琳震撼到了，到处都是高级的魔法科技景观，不愧是皇室的大手笔。可还没威风多久，这娇弱的身体就有点吃不消了，才走了几步路就累得够呛。就在这时，带路的侍从在前面招呼他，大门缓缓推开。艾瑞琳看着屋里的这群孩子，心里忍不住直犯嘀咕：原来这些小家伙就是帝国未来的顶梁柱啊！看着眼前这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他甚至有种在追星的奇妙感觉。毕竟他很清楚这些人的未来，那个小子长大后会变成花花公子，而另一个则会成为疯狂的剑术大师，甚至以后还会上演一场轰动整个帝国的三角恋大戏。艾瑞琳找了个位置坐下，提前知道剧本的感觉确实有点微妙，不过反正自己也活不到那个时候，倒也无所谓了。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呼喊，有人在叫佩西恩殿下。艾瑞琳顺着声音看过去，终于见到了那个传说中的人，也就是这本小说的男主角。看着那个缓缓走来的白发小男孩，艾瑞琳整个人都看呆了，这颜值也太逆天了吧！一个7岁的小孩怎么能长得这么好看？这个白发红眼的小男孩正是佩西恩，他笑着跟大家打了个招呼，这下可把在场的人都给迷住了。聚会刚刚开始，佩西恩就让大家出主意，看看今天玩点什么。结果旁边的双胞胎直接表示脑子一片空白，有人提议去外面玩，甚至还想再玩一次寻宝游戏。艾瑞琳虽然心里不太情愿，但也只能无奈地跟着附和。看着这群精力过剩的小鬼，她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转眼间，屋里的人就跑了个精光。艾瑞琳看着这一幕，若有所思。虽然贵为大公爵家的独生女，听起来风光无限，但现实却远比想象的要冷清。在这个大的离谱的庄园里，根本没人真正关心她，上上下下所有的仆人几乎都把她当成透明人，平时甚至连看都懒得看她一眼。起初刚穿越过来的时候，他心里还抱有一丝奢望，以为这次终于能拥有一个真正疼爱自己的温暖家庭。结果到了最后，才发现在这个新世界里，这个愿望依然落空了。看着眼前热闹的场景，艾瑞琳觉得没必要自讨没趣，索性站起身准备离开。旁边的女仆见状，赶紧上前想要送她出去，却被艾瑞琳笑着拒绝。她只想一个人清静清静，直接把女仆晾在了原地。走在安静的走廊上，艾瑞琳不禁开始琢磨，在原本的小说剧情里，这个角色因为身体太差，根本没办法融入其他孩子。即便如此，原主以前还拼了命地讨好大家，就为了不被孤立。可现在的他根本不想费心思去迎合别人。艾瑞琳一个人溜了出来，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消磨时间，直到聚会结束。比起去迎合那些小屁孩，坐在树荫下吹吹风，显然要舒服得多。他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就在他享受清闲的时候，旁边的草丛里突然传来一阵动静，仔细一看，居然是一只白色的猫咪在摇尾巴。艾瑞琳心里直犯嘀咕，这小家伙到底是皇帝养的还是皇后养的？他蹲下身子，笑着跟猫咪打了个招呼。谁知道这小家伙根本不认生，可还没等他多亲近一会儿，猫咪突然一跃而起，直接钻进了旁边的灌木丛里。艾瑞琳赶紧跟了上去，在草丛里四处寻找。就在他拨开草丛的时候，一只手突然伸过来，一把抓住了他。艾瑞琳抬头一看，抓住他的居然是皇太子佩西恩。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佩西恩就冷冰冰地质问：你到底是谁？艾瑞琳心里直打鼓，怎么偏偏碰上了这位祖宗？他只能硬着头皮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哈尔伯恩家的人。佩西恩有些好奇地追问：大家都去那边玩了，你一个人躲在这儿干嘛？艾瑞琳赶紧找了个理由，说自己身体太弱，根本玩不来。佩西恩显然没听过这种说法，艾瑞琳连忙解释，自己稍微跑2步就会晕过去。这话一出，佩西恩直接盯着他没了声音，现场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艾瑞琳在心里祈祷，希望这位爷赶紧离开。谁知道佩西恩根本不信，直截了当的反问：哪有人跑步就会晕倒的？这下可好，非但没把人劝走，反而还把他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艾瑞琳赶紧点头，表示自己绝对没有撒谎。谁知道佩西恩根本不按套路出牌，直接命令他跑2步试试。这下艾瑞琳彻底懵了，这人怎么不听人劝？佩西恩还在旁边催促，既然没撒谎，那就跑起来证明一下。看者不依不饶的皇太子，艾瑞琳叹了口气，知道今天这关是躲不过去了。既然他非要看，那就别怪自己不客气。他在心里把这个疯子骂了100遍，接着他深吸一口气，直接迈开腿跑了起来。反正这具身体弱得离谱，今天他就打算直接在皇太子面前晕倒。艾瑞琳刚跑了没2步，他就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人直接失去了平衡。佩西恩在后面看得一惊，没想到他居然真的没撒谎。眼看艾瑞琳就要摔倒，佩西恩眼疾手快，直接冲上去一把将她接住。这一幕刚好被赶来的女仆撞见，她整个人都吓傻了，急得大喊：快叫医生！艾瑞琳这下是真的彻底晕了过去，连呼吸都变得十分微弱。今天本来是皇太子和贵族子弟们的社交聚会，按理说这应该是整个帝国最安全的地方，可谁能想到艾瑞琳居然直接在聚会上晕倒。皇室那边居然连个合理的解释都没给。梅亨推门走进来，心里显然压起火，连哈尔伯恩家族都敢这么敷衍，看来这次的事情绝对有皇室成员在背后撑腰。庄园里的人都气炸了，觉得这就是对家族的挑衅，必须找皇室要个说法。不过梅亨现在根本顾不上这些，他最关心的还是艾瑞琳的身体。他急忙询问艾瑞琳的情况。丽娜有些为难地回答说：小姐，
虽然已经醒了，但却下令不让任何人进去打扰。与此同时，皇宫里的气氛却有些紧张。皇后把佩西恩叫到跟前，语气十分严肃。皇后问他是不是对哈尔伯恩家的小姐无礼了，还质问他平时的教养都去哪了。佩西恩老老实实的回答说，母亲教导要对每个孩子都友善。皇后听完冷哼一声，说既然知道还明知故犯，那罪过就更大了。接着皇后直接下了命令，让佩西恩立刻去哈尔伯恩庄园，亲自向艾瑞琳赔罪。艾瑞琳独自坐在阳台上，一边吃着点心一边叹气。她知道这具身体虚弱，却没想到跑2步就会晕倒。原本计划好的事情全被这破身体耽误了。此时门外的几个女仆正聚在一起嚼舌根，她们觉得艾瑞琳闭门谢客纯粹是为了博取关注，甚至还替梅亨打抱不平，觉得她天天围着小孩转，实在是太委屈了。听到门外的闲言碎语，艾瑞琳一点也不意外，毕竟这种事情她早就习以为常了。这让她想起自己的前世，那时她是个小提琴手，身边的人表面和气，背地里却全是嫉妒诅咒，甚至恨不得弄断她的手。在那些人眼里，根本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明争暗斗的对手。看着眼前的茶杯，艾瑞琳自嘲地叹了口气。看来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身边的人永远都是这副德行。其实易瑞琳要的并不多，她只是渴望得到母亲的爱。另一边梅亨在书房发愁，他忍不住叹了口气，养个孩子居然会这么难。看着艾瑞琳懂事的样子，梅亨心里也开始犯嘀咕，是不是平时关心不够？毕竟艾瑞琳是他带大的，从他还是个小婴儿开始，梅亨就一直守在他身边。就算后来送去育儿会，梅亨也始终放不下心，总是默默关注着他，看着他从甜甜喊他名字，变成现在这副心事重重。梅亨心里五味杂陈，因为自己只是临时监护人，梅亨刻意和他保持距离，就怕这孩子对自己太依赖。可看着艾瑞琳现在的样子，他觉得他最需要的还是真正的家人。为了艾瑞琳的以后，梅亨决定联系大公爵，结果对方根本不接电话，气得梅亨在一旁直咬牙。看着焦虑的梅亨，旁边的迪伦忍不住开口，觉得梅亨有些想太多了，毕竟艾瑞琳长这么大，连大公爵的面都没见过，怎么会想念一个陌生人？迪伦觉得比起大公爵，一直陪伴在身边的梅亨才更像是艾瑞琳的家人。这个年纪的孩子不在乎什么身份和财富，要的只是陪伴和温暖。听了这话，梅亨有些动摇。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女仆急匆匆地推门进来，说皇太子居然亲自找上门。这话一出，梅亨整个人愣住，联想到艾瑞琳晕倒的事，梅亨一下子全明白了，原来罪魁祸首就是皇太子。佩西恩来到庄园后，有些局促地坐着，小声提出想见见艾瑞琳，结果梅亨想都没想，直接一口回绝了。梅亨冷冰冰地表示，医生交代艾瑞琳需要静养，直接下达了逐客令，让皇太子请回。这下佩西恩急了，要是见不到人，自己这辈子都别想吃甜食。旁边的随从赶紧捧出一大箱亮闪闪的珠宝，佩西恩急切地喊着，至少让他把礼物送给艾瑞琳。看着这一箱子宝贝，梅亨只是叹了口气，虽然收下了礼物，但对皇室的态度依然冷淡。梅亨态度非常强硬，警告皇室必须给个交代，随后直接把两人赶了出去。看着紧闭的大门，随从劝佩西恩先回宫，可佩西恩哪里肯走，见不到艾瑞琳，他的甜食可就彻底泡汤了。想到这，佩西恩决定豁出去，他让随从留下来打掩护，自己转身往庄园深处跑去。随从还没来得及阻止，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凉意，梅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冷冰冰地质问他怎么没走。这下随从彻底吓傻了，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皇太子自求多福吧。与此同时，佩西恩已经悄悄溜进庄园，走在空旷的走廊上，他总觉得这里有些不对劲，整个庄园安静的诡异，甚至连个仆人都看不见。这和皇宫完全不同，在皇宫里，不管走到哪，身边总是围满了嘘寒问暖，到处都热热闹闹的。可在这个地方，空气里却只有冷清。佩西恩一边往前走，一边盘算着必须在被梅亨抓到前找到艾瑞琳。他回想起艾瑞琳晕倒的场景，早知这丫头身体这么差，当时就不该逼她跑步。不过现在后悔也晚了，为了能早点吃上甜食，今天无论如何也要道个歉。就在他四处寻找时，突然注意到前面有一扇门正虚掩着。佩西恩走上前，轻轻推开了这扇门，里面的布置显然不普通。还没等他仔细看，一阵微风夹杂着花香扑面而来，顺着风吹来的方向看去，窗前正站着一个女孩，那头耀眼的浅金色长发在阳光下格外显眼。佩西恩定睛一看，这不正是自己找了半天的艾瑞琳吗？艾瑞琳一回头，发现来人居然是皇太子，连忙询问他怎么会在这里。佩西恩看着眼前的女孩，突然觉得整个人都不对劲，这种奇怪的感觉让他有些不知所措。看着有些反常的佩西恩，艾瑞琳试探着又叫了一声，这下可好，原本是来道歉的，结果人还没开口，气氛反而变得有些微妙了。佩西恩整个人手忙脚乱，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平时天不怕地不怕，怎么一见到这丫头就紧张成这样。为了掩饰尴尬，他赶紧清了清嗓子，大声说自己是来道歉的。佩西恩别扭的把头扭到一边，小声嘟囔着，说自己真没想到他会晕倒，以后再也不逼他跑步了。看着平日里高高在上的皇太子，居然会主动跑来认错，艾瑞琳倒是一脸平静，淡淡的表示自己并没有放在心上。这反应反而让佩西恩愣住了，他有些不敢相信对方居然这么轻易就原谅了自己。艾瑞琳叹了口气，其实他自己心里最清楚，这具身体
弱成什么样，就算那天不跑步，迟早也是要晕倒的。艾瑞琳根本不想纠结这件事，直接从佩西恩身边走了过去，淡淡的表示他不用放在心上。这冷淡的态度让佩西恩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艾瑞琳可没那么好糊弄，直接指出他是偷偷溜进来的，毕竟以梅亨的脾气，是绝对不可能放他进来的。为了不把事情闹大，艾瑞琳直接下了逐客令，表示自己身体还没好，需要休息，让他赶紧离开。面对这毫不客气的逐客令，佩西恩也只能尴尬的答应，乖乖的退了出去。随着房门关上，他直接被隔绝在了门外，站在空荡荡的走廊上。佩西恩整个人看起来有些心神不宁。走廊上，管家艾伦叫住了准备去送药的女仆尤妮，告诉她皇太子已经走了，现在可以进去伺候了。不过一想到梅亨最近的状态，大家心里都有些犯嘀咕。毕竟因为艾瑞琳生病的事，梅亨整天都紧绷着一张脸，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去招惹他。为了保险起见，艾伦建议还是明天再把药送过去，免得撞在枪口上。其实梅亨心里也一直在纠结，他想起了之前别人对他说的话，在这个年纪的孩子最需要的就是家人的陪伴，既然大公爵不在，那自己就必须担起这个责任。想到这，梅亨推开了艾瑞琳的房门，而屋里的艾瑞琳一看到他，心里顿时暗叫不好。艾瑞琳极力掩饰着，连忙表示自己一切都好，绝对没有隐瞒任何事情，就怕皇太子溜进来的是穿帮。看着艾瑞琳这副紧张的模样，梅亨突然有些自责，觉得自己刚才的态度可能太严肃了，连忙向他道歉，解释自己并没有审问他的意思。看着有些慌乱的梅亨，艾瑞琳心里却泛起了一阵苦涩。在他看来，自己不过是梅亨不得不承担的累赘，只是因为大公爵的命令，他才不得不照顾自己。他们之间根本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说到底也只是冷冰冰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罢了。艾瑞琳看着眼前的梅亨，主动开口问他最近是不是很忙。还没等梅亨回答，他就懂事的表示不用担心自己。艾瑞琳甚至还保证自己会乖乖待在房间里，绝对不会给他添任何麻烦。这话一出，梅亨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张了张嘴想解释什么，可看着艾瑞琳那副冷淡的模样，那些话最终还是卡在了嗓子眼里，根本说不出口。既然艾瑞琳都这么说了，梅亨也只能妥协，顺着他的意思退了出去。随着房门轻轻关上，屋里又只剩下艾瑞琳一个人了。走在空荡荡的走廊上，梅亨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在他看来，艾瑞琳刚才那番懂事的话，分明是在提醒他认清身份，别再自作多情去扮演什么监护人了。可一想到艾瑞琳那张冷冰冰的脸，梅亨心里就阵阵发酸，那样麻木疏离的眼神，怎么也不该出现在一个孩子身上。另一边，侍女端来了刚熬好的汤药，提醒该按时服药了。这药苦得让人发慌，艾瑞琳硬着头皮喝了下去。没办法，从打小记事起，这苦药就一天也没断过。虽然不知道这药是谁配的，但好在能压制住病情，让他稍微恢复些精力。艾瑞琳随口问起平时伺候的尤妮，女仆笑着解释说对方有急事，自己是来顶班的。看着眼前这个满脸堆笑的女仆，艾瑞琳心里直冷笑，这不就是平时在背后嚼他舌根最起劲的那个人吗？现在倒装的挺恭敬。艾瑞琳懒得和他演戏，直接冷冷低下了逐客令。等女仆退出去后，屋里总算清静了下来。皇太子的侍从官格里亚姆最近正为了退休的事情愁得不行，要问格里亚姆为什么急着写辞职信，那是因为皇太子佩西恩现在整颗心都挂在艾瑞琳身上了。自从上次见面之后，佩西恩就天天琢磨艾瑞琳的事，一会儿纳闷她身体怎么那么弱，一会儿又琢磨她临走前说的话。这还不算完，他整天缠着格里亚姆问东问西，一会儿问艾瑞琳现在在干嘛，一会儿又催着他去打听人家的身体状况。到了今天，佩西恩更是兴奋地追问艾瑞琳是不是要来参加聚会了。面对这个彻底魔怔的皇太子，格里亚姆真是欲哭无泪，难怪他做梦都想赶紧退休。格里亚姆信誓旦旦地保证说艾瑞琳身体已经好多了，今天肯定会出席聚会。结果大门一开，现场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艾瑞琳根本就没来。佩西恩直接冷下了脸，对格里亚姆说自己真是信错了人。这下格里亚姆彻底崩溃了，心里只想赶紧递交辞职信，这差事真是一天也干不下去了。面对佩西恩连珠炮式的质问，格里亚姆只能委屈的解释自己也是听别人说的，真不是故意要骗人。可佩西恩根本听不进去，他开始自我反省，是不是因为上次非要拉着他跑步，才把人折腾成这样的？想到这，佩西恩忍不住叹了口气，觉得艾瑞琳就像只娇弱的小猫，确实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佩西恩叹了口气，看来今天又是见不到艾瑞琳的一天。就在这时，他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旁边的格里亚姆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佩西恩笑着说，既然艾瑞琳不能来见他，那他直接过去找他不就行了？这下可把格里亚姆吓得够呛，这位小祖宗又准备折腾出什么幺蛾子来？说干就干，佩西恩直接带着人找上了门，这可把门口的守卫给吓了一跳。佩西恩可不管那么多，直接命令守卫开门。旁边的格里亚姆头疼的要命，只能硬着头皮问要不要先通报一声。佩西恩刚想答应，突然又改了主意，要是直接闯进去，说不定还能给对方一个惊喜。想到这，他拔腿就往里跑，这下可把格里亚姆给累坏了，只能在后面一边追一边祈祷这位小祖宗别再惹祸。进了大楼，佩西恩凭着记忆在前面带路，他突然察觉到不对劲，以前这里总是冷冷清清的，今天怎么感觉气氛这么紧张？
他顺着声音摸了过去。格里亚姆刚想开口询问，就被佩西恩一把拦住，示意他别出声。原来是前面的女仆正在背后嚼舌根，语气里满是嫌弃和嘲讽。女仆越说越难听，直言艾瑞琳不过是个私生子，要是没有梅亨撑腰，她根本什么都不是。听到这些话，佩西恩整个人都懵了。眼看佩西恩要出声，格里亚姆眼疾手快，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女仆们不仅嫌弃艾瑞琳的出身，还嘲笑他对梅亨态度冷淡，甚至恶毒的诅咒他活不了多久，说他根本就是个没用的累赘。听到这些话，佩西恩再也忍不住了，他冷冷地盯着这两个女仆，质问他们到底是谁不认清分寸。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把女仆们吓得够呛，看着眼前这个气场强大的贵族男孩，他们一时间根本没认出来是谁。格里亚姆冷着脸走了出来，厉声喝道：“还不快跪下行礼！这位可不是你们能编排的人！”两个女仆吓得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上。格里亚姆这才恭敬地退到一旁，请身后的皇太子上前。听到皇太子殿下这几个字，女仆整个人都傻了，结结巴巴地想套近乎，问皇太子怎么会来这里。佩西恩冷着脸走了过来，根本不给他们好脸色，冷冷地反问：“你觉得你有资格质问我吗？”佩西恩居高临下地盯着他们，问他们刚才到底在说谁。这下两个女仆彻底慌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私底下的那些恶意和诅咒，居然全被皇太子听了个正着。佩西恩心里满是怒火，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心思这么恶毒的人。他冷冷地盯着跪在地上的女仆，质问他们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怎么现在全哑巴了？周围的人听到动静，也开始在一旁小声议论起来。就在这时，梅亨突然走了过来，直接挡在了女仆身前。他冷冷地看着佩西恩，质问皇太子在这里闹事到底是什么意思。看到梅亨出现，女仆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结结巴巴的想要解释。就在这时，他们一眼瞧见了走过来的艾瑞琳，女仆猛地扑了上去，死死拽住艾瑞琳的衣服，哭喊着求小姐饶他们一命。可还没等艾瑞琳说话，佩西恩就冷冷地打断了他们。他看着跪地求饶的女仆，眼里全是嫌弃。现在知道求饶了，早干嘛去了？背地里作践主子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然而谁也没想到，艾瑞琳却在一旁小声嘀咕了一句：“这有什么不对吗？”女仆尤妮心疼地拉着艾瑞琳，问她以前是不是也经常听到这些难听的话。艾瑞琳轻轻点了点头。这下尤妮更难受了，追问她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可艾瑞琳却把手抽了回去，淡淡的表示其实那些人说的也没错。这话一出，尤妮整个人都傻了。眼看气氛越来越不对，梅亨直接出声打断了对话，命令所有人立刻回到岗位上去。迪伦赶紧上前请示这两个嚼舌根的女仆到底该怎么处置。梅亨冷着脸转过身，直接下了死命令，把人先关进地牢，他要亲自审问。佩西恩一看到艾瑞琳，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关切地问她最近过得怎么样。这让艾瑞琳有些后悔出门。佩西恩还在那喋喋不休，担心她身体没恢复好，不应该站太久。艾瑞琳有些无奈，直接问她到底来干嘛。佩西恩这才解释说是因为她没去参加聚会，自己担心她生病，所以特意跑来看她。可这反而让艾瑞琳更纳闷了，像佩西恩这样的人，怎么会突然关心起她这个病秧子？虽然眼前的男孩子确实很可爱，但艾瑞琳现在实在没精力应付他。不过出于礼貌，艾瑞琳还是主动道了谢，谢谢他替自己出头生气。佩西恩有些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解释说自己只是没办法做事，不管。艾瑞琳虽然心里感激，但还是认真地提醒他，以后这种事还是让他自己处理，免得把他也给卷进麻烦里。这话一出，佩西恩整个人直接僵在了原地，像只被雨淋湿的小狗一样，委屈地问自己是不是越界了。看着有些失落的皇太子，艾瑞琳叹了口气，再次为刚才的混乱向他道歉，也谢谢他特意跑来替自己出头。只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多站一会儿都觉得头晕目眩。艾瑞琳直接下了逐客令，自己实在没精力招待他。佩西恩虽然有些懵，但也只能乖乖点头答应。佩西恩被格里亚姆强行拉走，临走前还不忘大声跟艾瑞琳告别，叮嘱他一定要好好保重。送走了这位难缠的皇太子，艾瑞琳在尤妮的陪同下往回走。尤妮心疼他折腾了一整天，劝他赶紧回房间躺下休息。可还没等走到房间，艾瑞琳就觉得整个人晕得厉害，视线也跟着模糊起来。这虚弱的身体终究是撑不住了，艾瑞琳脚下一软，直接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梅亨把总管家叫到跟前，冷着脸厉声质问：“难道下人嚼舌根的烂事也需要他亲自操心吗？”总管家吓得赶紧低头认错，梅亨却不打算轻易放过，直言今天的这场闹剧已经让整个家族丢尽了脸面。总管家赶忙惶恐表态，保证会亲自处理干净。梅亨冷冷地警告他，最好能办得漂亮点，否则他不介意换个管家。等管家退下之后，梅亨独自站在空荡的房间，忍不住深深叹了口气。他不得不承认，因为艾瑞琳的态度转变，自己确实有些心神不宁，甚至连庄园都跟着乱了套。他本意只是想好好照看他，可结果却变成了这样。梅亨还在为之前的事自责，觉得是自己没保护好艾瑞琳。还没等他想明白，侍从迪伦就慌慌张张闯了进来。梅亨本想训斥他没规矩，可迪伦根本顾不上这些，直接喊出艾瑞琳晕倒的消息。这下梅亨彻底慌了神，整个庄园瞬间乱成一锅粥，找医生的联系魔塔的，所有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艾瑞琳躺在床上，情况看起来非常糟糕，甚至开始痛苦地抽搐起来。梅亨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一进门就急切询问情况。女仆尤妮有些不知所措，解释说小姐是突然晕倒的，现在情况很不乐观。
梅亨急得不行，质问医生到底在干什么。尤妮无奈地表示，医生已经来看过了，但说小姐今晚怕是很难熬过去。听到这个消息，梅亨整个人都快崩溃了，追问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尤妮叹了口气，说可能是因为今天受了太大刺激，加上他本来身体就弱，平时全靠药物吊着命。梅亨突然想到了什么，急忙追问他今天有没有按时吃药。尤妮被问得结结巴巴，还没等把话说完，他就急匆匆跑了出去。就在这时，病床上的艾瑞琳突然微弱地喊了一声妈妈，这一声无助的呼唤让梅亨整个人直接僵在原地。在艾瑞琳的噩梦里，永远都是那个熟悉的舞台，华丽的钢琴，紧握的小提琴，还有坐在台下唯一的审判者，那是他的母亲。在所有人眼里，母亲优雅又耀眼，而他就像是母亲的复制品。可母亲这一生只有一个执念，那就是把未完成的梦想全都压在他的身上。母亲一遍遍鼓励他，要他做最出色的那个人，说相信他能替自己实现愿望。可这些无比沉重的期望，对艾瑞琳来说却成了压得他喘不过气的枷锁。母亲的话音刚落，舞台上的钢琴就响了起来，熟悉的旋律在空旷大厅回荡。可是艾瑞琳却发现自己根本抬不起手中的琴弓，母亲坐的实在太远了，远到她根本看不清母亲的表情。梦境里的压抑感牌山倒海袭来，艾瑞琳痛苦地呼喊着妈妈。她想不通为什么母亲要这样对待自己，自己在母亲眼里到底算什么？这一声声无助的质问，却注定得不到任何回应。艾瑞琳在心底一遍遍地问：你真的爱过我吗？哪怕是现在，你还爱着我吗？看着母亲决绝离去的背影，艾瑞琳只能无助地哀求，求她不要丢下自己一个人。可是无论她怎么呼喊，母亲都没有回头，连手中的小提琴掉落在地，她也顾不上了。艾瑞琳拼了命地往前追，却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梦境的黑暗彻底将她吞没，一只手突然伸了过来，紧接着她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迷迷糊糊中，艾瑞琳还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对方没有说话，只是温柔地拍着她的背，像是在安抚她受惊的灵魂。听着耳边轻声的安慰，艾瑞琳终于支撑不住，靠在对方怀里沉沉睡去。谁能想到，这个在他最脆弱时出现，给他安全感的人，居然会是梅亨。看着安稳睡去的艾瑞琳，梅亨的眼神里满是心疼。明明是个从未见过的母亲，他却想念得如此深切。在这空旷冷清的府邸里，他连个能倾诉的人都没有，只能把委屈全憋在心里。看着艾瑞琳不安地翻身，嘴里还在迷迷糊糊的呓语，梅亨轻声向他承诺，以后自己会一直守在这里。不知过了多久，外面的天色渐渐亮了起来，鸟鸣声唤醒了沉睡的府邸。艾瑞琳缓缓睁开眼睛，只觉得这一觉睡得格外沉。等她彻底清醒过来，才发现床边似乎坐着一个人，大概是烧得太厉害，脑子还不清醒。她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声妈妈，可等她看清眼前的人，哪里是什么妈妈，守在她床边的居然是梅亨。这可把梅亨彻底整不会了，只能尴尬解释自己是个大男人。可刚退烧的艾瑞琳根本听不进去，仍然委屈巴拉的想要妈妈。看着眼前随时要大哭的小家伙，梅亨僵在原地，完全不知所措，只能叹气看着这个娇小的女孩，思绪不知不觉飘回了过去，想起了大公第一次带她回家的那天。当年大公把艾瑞琳抱回庄园时，整个府邸都在背后嚼舌根，大家都在揣测这孩子的生母是谁。外部流言蜚语漫天飞，但有一点无人能够否认，守护使只对他的血脉有反应，证明他确实是公爵家族的骨肉。听着仆人议论大公是否遇到真爱，梅亨只觉得荒谬透顶。冷酷的大公怎么可能会懂爱？可他当时根本没料到，流言对年幼的艾瑞琳是何等伤害。身处舆论风暴的中心，艾瑞琳却从没问过关于母亲的事。梅亨甚至提前准备好了完美说辞，可这些话根本没派上用场。他对这个话题总是避而不谈。梅亨便理所当然以为他并不在乎，直到今天听见梦里的哭喊，梅亨才明白自己错得离谱。他不是不想问，而是一直在死死压抑心中的渴望。从回忆中回过神来，看着眼前哭红双眼的小女孩，梅亨再次柔声安抚她的情绪。可刚清醒过来的艾瑞琳并不买账，她紧紧抓住被角，委屈地瞪着梅亨，甚至怀疑梅亨想找机会甩掉自己这个麻烦。面对艾瑞琳的质问，梅亨一时不知该如何解释。他顺势摸了摸艾瑞琳的头，这才吐露了自己的秘密。原来他从小就是个孤儿，连亲生父母的长相都没见过。梅亨坦言自己从未感受过爱，所以根本不知该如何去爱别人。面对突然出现的艾瑞琳，他一直都手足无措，但他向艾瑞琳郑重保证，自己绝没有嫌弃她的意思，更不会丢下她不管。看着落泪的艾瑞琳，梅亨温柔擦去她的泪水，艾瑞琳也终于释怀，轻声安慰她，这不是她的错。可随后她又小声嘟囔了一声妈妈。梅亨还没反应过来，艾瑞琳直接语出惊人，既然你觉得心里愧疚，那就来当我的妈妈好了。梅亨这下彻底哭笑不得，再次强调自己是个男人。可看着艾瑞琳死死拽着的衣角，梅亨终究还是心软了。他郑重承诺，以后会尽全力好好照顾她。艾瑞琳直接看傻了眼，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理智温柔的人会是梅亨。他心中的委屈终于烟消云散，露出了久违的笑脸。在神官稳住艾瑞琳的病情后，梅亨沉着脸走出房间，必须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他冷声质问守在门外的尤妮，尤妮吓得脸色发白，吐露出一个惊人秘密：艾瑞琳每天必吃的救命药居然被人给偷了。尤妮慌张地解释，原本送药那天梅亨一直守在房里，自己没找到机会送进去。第二天另一个女仆声称药已送到，
可还没等尤妮去地牢审问，那名女仆就突然在牢里上吊死了。梅亨闻言心里一沉，这分明是幕后黑手在杀人灭口。为了不打草惊蛇，梅亨命尤妮将死因压下，对外宣称自杀，并严厉警告他封锁消息，全力照顾好艾瑞琳。尤妮退下后，梅亨独自站在空荡的走廊里，脸色阴沉的可怕。在他亲自管辖的庄园内，竟然有人敢如此胆大妄为，不仅敢偷药暗害艾瑞琳，甚至敢在眼皮底下杀人灭口，这简直是没把他放在眼里。他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医生检查完艾瑞琳的身体，告诉梅亨她的情况已经好多了，不仅心跳和脉搏恢复了正常，情绪也变得非常稳定。看着好转速度惊人的艾瑞琳，医生忍不住好奇地询问：这几天到底对她做了什么？梅亨却只是淡淡的回答，自己其实什么都没做，只是这几天一直守在她的床边。可紧接着，医生却叹了口气，说出了自己最担心的事情：艾瑞琳的身体其实一直在逐渐衰弱，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还没等他把残酷的后果说出口，梅亨就冷冷地打断了他，示意他不要再继续往下说了。医生也只能无奈的闭嘴道歉。梅亨并没有责怪医生，只是叮嘱他要多留意艾瑞琳的身体。医生恭敬的答应下来。在梅亨看来，艾瑞琳现在还能说话和活动，这本身就已经是个奇迹了。他本希望大公能来看一眼这孩子，可那个冷酷的父亲却始终没有出现。等医生走后，梅亨坐到床边，温柔地问艾瑞琳今晚想吃点什么。听到可以随便点餐，艾瑞琳脸上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看着眼前这个脆弱又懂事的女孩，梅亨心里满是心疼。他轻声问艾瑞琳需不需要自己牵着她的手。梅亨心里满是庆幸，幸好自己在一切都太迟之前终于想明白了。艾瑞琳开心地把手递了过去，梅亨在心里暗暗发誓，自己一定要守护好这个孩子，以后绝对会全心全意地照顾他。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皇室聚会上，气氛却显得有些沉闷。佩西恩独自坐在一旁叹气，这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让周围的人都忍不住小声议论起来。谁也不知道这位皇太子到底怎么了，大家都看出来皇太子今天心情很差，而这一切的起因全是因为刚刚收到的一封信。信上说艾瑞琳又晕倒了，今天根本无法来参加聚会。佩西恩看着信只觉得难以置信，怎么会有人身体弱成这样？难道他是玻璃做的吗？一想到他现在可能正承受着痛苦，佩西恩就忍不住叹了口气，整个人显得更加烦躁了。旁边的贵族孩子们想过去搭话，却又互相推推搡搡不敢上前，最后还是有2个胆大的双胞胎凑了过去，关切地询问他为什么不高兴，结果却只换来佩西恩冷冷的一句让他们立刻走开。可双胞胎却笑嘻嘻地追问个不停。佩西恩叹了口气，终于坦白自己心里确实有件事。他有些别扭地问双胞胎，如果自己前几天刚去探望过一个病人，现在还能再去一次吗？双胞胎一听，立刻理所当然地表示想去就去。听到这话，站在一旁的格里亚姆整个人都不好了，在心里疯狂呐喊，求他们别再鼓励了。可佩西恩显然已经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他是一刻也等不及了，直接在聚会上跟大家告别，说自己有急事得先走一步。身后的双胞胎一脸懵，完全想不通这位殿下到底是要急着去见谁。而另一边，艾瑞琳刚把房门打开，整个人就直接愣住了。门外站着的居然就是佩西恩，他一脸灿烂地看着艾瑞琳，关心起她的身体来。佩西恩凑得极近，好奇地问他是不是经常晕倒。看着眼前这个闪闪发光的家伙，艾瑞琳只觉得头疼。见他半天不说话，佩西恩顿时有些慌乱，急忙追问自己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艾瑞琳有些纳闷，今天明明是贵族聚会的日子，他怎么会出现在这？佩西恩一听，顿时得意地笑了起来，说自己一听说他病了，就直接丢下聚会跑了过来。听到这个回答，艾瑞琳整个人都傻了。这位尊贵的皇太子放了所有人的鸽子，就为了跑来看他，这要是传出去，自己绝对会成为全城八卦的焦点。他有些头疼地问佩西恩，来这难道就没有别的事了吗？结果对方却回答得理直气壮，说自己就是专程来看他的。艾瑞琳追问佩西恩为什么非要特意跑这一趟，佩西恩有些无辜地回答，说自己只是单纯想见他。艾瑞琳有些犹豫，劝他不用因为之前的事感到内疚，更没必要特意跑来照顾他。可佩西恩却坚持认为是自己的错，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会照顾他到痊愈为止。看着眼前这个热情的皇太子，艾瑞琳心里却叹了口气。他很清楚自己和佩西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这种突如其来的温柔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施舍，一旦习惯了，等对方抽身离开时，痛苦的只会是自己。这种甜言蜜语或许能打动别人，但对他来说只会让他更加警惕。艾瑞琳觉得自己连呼吸都累，实在没精力去迎合这位皇太子的心血来潮。在他眼里，佩西恩不过是个小孩子，现在的热情迟早会消退，所以他决定和对方保持距离。为了打破尴尬，佩西恩好奇地问他是不是整天都闷在房间里。艾瑞琳淡淡的回答，说自己就喜欢待在屋里，什么都不干。听到这个回答，佩西恩整个人都愣住了。为了迎合艾瑞琳的喜好，佩西恩也学着他一动不动。可他本来就是个好动的性格，没一会儿就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看着他这副抓耳挠腮的模样，艾瑞琳一个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这下可把佩西恩给高兴坏了，指着他兴奋的大喊，说他终于笑了。艾瑞琳却有些摸不着头脑，实在搞不懂这家伙到底在瞎高兴个什么劲。梅亨正通过魔法水晶和远在前线的杰伦联络，杰伦一露面就热情的打招呼，可梅亨显然没心思叙旧。他有些纳闷的问杰伦为什么会突然联系他。
杰伦无奈的解释，前线那边突然出了状况，甚至还出现了伤亡，大公已经亲自赶过去处理了。听到这个消息，梅亨心里顿时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前线的事情绝对没那么简单。梅亨本想把话咽回去，可杰伦却是个急性子，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甚至还拿骑士的荣誉担保，保证一定会把话带到。既然对方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梅亨也就不再客气，直接让杰伦帮自己带个话。可谁能想到，梅亨一开口就是重磅炸弹，他让杰伦转告大公，说他根本就是个垃圾父亲。听到这话，杰伦整个人都傻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梅亨就直接切断了联络。这下耳根子总算清净了，只留下前线的杰伦在风中凌乱。艾瑞琳身边有一支精英照料团队，有调配药剂的，也有准备膳食的，还有女仆长丽娜和管家艾伦。今天这帮人却显得格外反常。艾瑞琳不过是早上自己醒来，大家居然感动地围着她拼命鼓掌，甚至还肉麻地表起忠心。看着这群戏精，艾瑞琳忍不住问他们是不是病了。结果这一开口，反而让艾伦和丽娜更加激动，直呼大小姐终于肯跟他们说话了。面对这群脑回路清奇的仆人，艾瑞琳只觉得一阵头疼，她直接冷冷滴下了逐客令，让他们立刻出去，别打扰自己看书。管家艾伦直接拿走了艾瑞琳的书，劝她多去外面晒晒太阳，但艾瑞琳根本不领情，直接回绝。女仆丽娜也在一旁深情表白，这突如其来的热情让艾瑞琳头疼不已。就在这时，梅亨冷着脸走了进来，质问这群仆人到底在干什么。丽娜吓得赶紧解释，只想和大小姐亲近。梅亨冷冷警告大家别来打扰艾瑞琳，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艾瑞琳却突然伸手抓住了他的衣角。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艾瑞琳看着梅亨，甜甜的喊了一声妈妈。这一声妈妈让房间瞬间安静的诡异，艾伦和丽内的下巴都快惊掉了，梅亨更是尴尬的不知所措。谁知这群仆人的脑洞一个比一个大，艾伦甚至开始跟旁边的人咬耳朵，怀疑这是梅亨和大公禁忌之恋的结晶。其他仆人一听也跟着疯狂脑补，直呼这两人长得还真有点神似。眼看谣言越传越离谱，梅亨黑着脸打断了大家的胡思乱想，他无奈解释艾瑞琳只是太想妈妈了，才会一时糊涂认错人。丽娜的脑洞根本停不下来，居然怀疑梅亨想借机上位当妈妈，好趁机卷走家族的财产。梅亨听完一脸无语的冷冷提醒，自己本来就是管账的，根本不需要多此一举。丽内吓得赶紧认错道歉，尤尼小声抱怨说梅亨现在和大小姐关系最好。梅亨冷着脸警告他们别给艾瑞琳添乱。看着梅亨离去的背影，仆人们在后面小声嘀咕，大家都盼着能早点得到大小姐的认可。梅亨一边整理文件一边无奈摇头，虽然这帮人平时看着不太靠谱，但在照顾艾瑞琳上确实最尽心。艾瑞琳身体好转后，梅亨立刻整顿庄园，清理了所有底细不干净的仆人，甚至亲自排查每个角落确保安全。忙完这一切，梅亨觉得身心俱疲，忍不住抱怨大公惹出这么多麻烦。他对着魔法水晶里的杰伦大骂，直言大公根本就是个垃圾父亲。谁知这句冲动的话很快收到了回信，大公在信里冷冷质问他是不是想被开除。梅亨直接回信表示自己早就想退休了。看来杰伦还真把脏话一字不漏带给了大公。没过多久，信哥送来了大公的新信件，上面写着让梅亨用工作弥补这次无礼。梅亨忍不住冷笑，觉得大公还真是死要面子。转眼到了下周的皇家聚会，佩西恩今天心情格外好，甚至比平时来的还要早。仆人们都在小声议论他遇到了什么喜事。其实佩西恩心里一直在盼着艾瑞琳，只要门口一有动静，他就忍不住看过去。结果进来的根本不是他想见的人。佩西恩有些坐立不安，看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他担心艾瑞琳今天是不是又不能来，甚至发誓如果不来就天天去他家拜访。就在他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房门被轻轻推开，艾瑞琳终于出现在了门口。佩西恩一看到艾瑞琳就兴奋地扑上去，却被艾瑞琳一个侧身直接躲开。不仅如此，佩西恩还开始疯狂投喂，精致的甜点瞬间堆满了桌子。艾瑞琳看着这一大堆吃的，只觉得头大。其实他今天之所以选择出门，完全是因为在家里受够了粘人的仆人，整天被丽娜和艾伦围着转太烦人。加上这个世界既没有电视也看不了漫画，除了出来走走，他实在找不到别的消遣。看着过分热情的皇太子佩西恩，艾瑞琳心里直叹气，本以为对方只是一时新鲜，没想到这股热情劲居然还没过去。看着桌上堆成小山的甜点，佩西恩还一个劲的劝他多吃点。为了从甜点折磨里解脱，艾瑞琳决定主动出击。他端起一盘蛋糕递了过去，笑着对佩西恩说：“殿下，你也吃点吧，光顾着照顾我，您都累坏了。”这一招借花献佛效果拔群，佩西恩感动的直夸艾瑞琳是天使，表示既然是他亲手递的，绝对全部吃光。艾瑞琳总算松了一口气，看着佩西恩大口吃着甜点，艾瑞琳心里直犯嘀咕，幸好这家伙脑子不太好使，不然还真不好糊弄。佩西恩好奇地问他是不是学会了字母表，艾瑞琳为了省去麻烦，只能随口敷衍，说自己只是平时学习比较努力。佩西恩一听，顿时满脸崇拜地夸他厉害。艾瑞琳也顺势客套说殿下以后肯定也行。可这温馨的一幕却惹来旁人的嫉妒，贵族小孩们在私底下交头接耳，打听这个艾瑞琳到底是什么来头，凭什么能让皇太子对他百依百顺。看着周围那些嫉妒的目光，艾瑞琳这才感受到佩西恩有多受欢迎。平时看佩西恩总是笑嘻嘻的像个小狗，可一旦他收起笑容，整个人就显得格外冷淡。
艾瑞琳在心里直犯嘀咕，这小屁孩可一点都不像小说里的男主，反正他迟早会和女主在一起，自己这个配角迟早要退场，千万别自作多情。正当他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时，佩西恩突然凑过来，轻声叫了他的名字。艾瑞琳有些疑惑地应了一声，结果佩西恩却有些别扭地开口，让艾瑞琳以后直接叫他的名字。这话一出，艾瑞琳直接被整不会了，他有些不敢相信地问：“殿下，您刚刚说什么？”佩西恩非常坚持，非要纠正艾瑞琳的称呼，要求他直接叫自己佩西恩。艾瑞琳刚想开口解释，又被对方打断。佩西恩甚至催促叫西恩也行。看着对方这副不依不饶的架势，艾瑞琳也只能妥协，叹了口气，有些别扭的叫了他的名字。听到这一声称呼，佩西恩整个人乐开了花，甚至还缠着他要再听一次。艾瑞琳虽然无奈，但觉得只是个称呼，于是只能耐着性子又叫了一遍。好不容易把这位难缠的皇太子送走，艾瑞琳整个人都松了口气，总算能清静了。结果还没走几步路就被死死挡住，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来人就恭敬地表示皇后陛下要召见他。听到这个消息，艾瑞琳整个人都愣住了，皇后怎么会突然找他？在这个庞大的帝国里，最传奇的人物就是阿泽尼皇后，她不仅美貌倾国倾城，更是个极具智慧的统治者，连皇太子佩西恩那正直的性格也是在她的悉心教导下养成的。艾瑞琳深吸了一口气，轻轻推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门。皇后微笑着说：“快进来吧，这一路过来没少折腾吧？”艾瑞琳赶紧回答：“一点也不麻烦。”她心里其实直打鼓，不知道对方这次突然召见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皇后笑着解释说：“今天天气不错，才特意把他叫来这里喝茶，而且听说他今天累坏了，还特意准备了满桌的甜点。”看着这一桌子好吃的，艾瑞琳其实有点纠结，虽然刚才被佩西恩喂得很饱，但甜食的诱惑谁能挡得住？不过出于礼貌，她还是老老实实的坐着，想等皇后先动口。皇后被她这副小心翼翼的模样逗笑了，让她不用拘束，想吃什么自己拿就行。艾瑞琳这下总算放了心，伸手拿了个马卡龙，可还没等她塞进嘴里，皇后却突然聊起了以前的事，说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艾瑞琳还只是个小不点，估计现在早就没印象了。听到这话，艾瑞琳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她哪有什么以前的记忆？这要是接不上话，可就麻烦了。没办法，她只能选择装傻充愣，一边默默地啃着马卡龙，一边在心里祈祷对方可千万别再继续问了。皇后看着眼前的艾瑞琳，感叹她长得越来越漂亮了，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了句：“她和那个孩子长得真像。”听到那个孩子这几个字，艾瑞琳心里顿时警惕起来，脑子里已经开始疯狂脑补了，该不会是皇后和自己的亲生父亲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过去吧？这在原著小说里可压根没写过呀。看着艾瑞琳一脸纠结的样子，皇后笑着问她是不是有什么想问的。艾瑞琳赶紧转移话题，问皇后今天特意叫她来到底是为了什么。结果皇后却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只是因为想见她呢？”看着艾瑞琳被逗得一愣一愣的，皇后这才笑着安慰她别紧张，其实今天找她来是为了替儿子佩西恩道歉。皇后一边无奈地数落着佩西恩那毛躁的性格，一边又往艾瑞琳面前塞了一大堆甜点。看着眼前这堆成小山的马卡龙，艾瑞琳在心里疯狂呐喊，真的已经够了。不过让艾瑞琳感到奇怪的是，这位传闻中高冷的皇后对自己似乎有些热情的过头了，那股温柔和喜爱根本藏都藏不住。可问题是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做啊，怎么就突然成了皇后的心头好？就在艾瑞琳纳闷的时候，皇后突然关切地问起她在社交圈里是不是受了委屈，为什么不和别的小孩一起玩？艾瑞琳赶紧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只是因为身体太弱，才没办法融入大家。听到艾瑞琳的解释，皇后温柔地表示理解，甚至还主动承诺以后要是遇到什么麻烦，尽管来找她帮忙。这话一出，艾瑞琳心里顿时一乐，这不就等于多了一个靠山吗？既然皇后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艾瑞琳决定顺杆爬，试探着问能不能帮个忙，让她以后不用再来参加这种聚会了。结果皇后想都没想，直接一口回绝，表示这绝对不行。艾瑞琳顿时有些泄气，合着刚才那些客套话根本不能当真啊！看着艾瑞琳有些失望的表情，皇后还以为她是在外面受了委屈，关切地问是不是有人欺负她。艾瑞琳赶紧摇头否认，表示大家都挺好的，当然了，除了皇后那个整天缠着她的儿子。皇后这下总算放了心，又笑着问她还有没有别的要求。看着眼前的皇后，艾瑞琳一时间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犹豫了半天，艾瑞琳终于忍不住问出了心里的疑惑，为什么要把我安排在皇太子的社交圈里？在艾瑞琳看来，自己既不是什么绝世神童，继承人的位置也还没稳固，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能得到这种特殊待遇。皇后听完微微一笑，你真的想知道吗？一转眼几天过去，又到了皇家聚会的日子，艾瑞琳拖着疲惫的身体，只觉得这日子简直就是折磨。明明一周才来2次，可每次来都像是在上刑。更要命的是，佩西恩那个粘人精又在后面追上来了。不管艾瑞琳怎么努力和佩西恩保持距离，对方的注意力还是死死粘在她身上。她本来只想当个安静的吃瓜群众，根本不想掺和进这些麻烦事里。更让她头疼的是皇后的态度。皇后神秘兮兮地表示，把她放进社交圈其实是个秘密，既然不打算说，干嘛还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不过皇后的眼神却让艾瑞琳有些起疑，那感觉就像是透过她在看着另外一个人。难道大公和皇后之间以前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过去？还没等艾瑞琳琢磨出个所以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欢呼，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兄弟希尔和诺尔突然蹦了出来。
艾瑞琳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溜，可还没等她迈开腿，就被这两个难缠的家伙给堵了个正着。艾瑞琳只觉得一阵头大，她有些尴尬的开口问他们到底叫什么名字。这话一出，双胞胎顿时露出一副受伤的表情，显然没料到自己居然这么没有存在感。为了加深印象，两人开始热情的自我介绍，左边活泼的是希尔，右边开朗的是诺尔，还自封为天使双胞胎。但在艾瑞琳眼里，这两个家伙简直就是恶魔的化身。为了赶紧把他们打发走，他只能凭着记忆叫出他们的名字，甚至还准确说出诺尔比希尔晚出生5分钟。双胞胎满意的笑了起来，叮嘱他以后可千万别再忘了。虽然艾瑞琳已经报了名字，但这两个家伙根本不打算好好叫，反而故意给他起各种奇奇怪怪的外号。更过分的是，他们居然还一脸好奇的凑过来，问艾瑞琳是不是一跑步就会晕倒，甚至还想让他当场表演一个。这可把艾瑞琳给气笑了。为了哄艾瑞琳开心，希尔直接掏出了一枚白金币，说要送给她当零花钱。看着这枚闪闪发光的硬币，艾瑞琳在心里直犯嘀咕，这一枚可就值1000金币啊！不愧是掌控帝国财富的家族，出手就是阔绰。但艾瑞琳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冷冷的拒绝了，表示就算给100枚，自己也不会表演。看到金钱诱惑失败，双胞胎立刻换了副面孔，装出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开始撒娇。艾瑞琳忍不住在心里叹气，这俩人的肚子里全是坏水。双胞胎嬉皮笑脸的凑了过来，问艾瑞琳是不是被他们的美貌给迷住了。为了诱惑艾瑞琳，双胞胎开始疯狂展示自己的魅力，甚至还大方的表示允许艾瑞琳摸摸他们的脸和睫毛。艾瑞琳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俩小恶魔就是在等她害羞，只要表现出一丝慌乱，就会被他们当成猎物玩弄到底。艾瑞琳根本不吃这一套，整个人毫无反应，甚至连眼皮都懒得眨一下。看到这一幕，双胞胎直接被整不会了，两人对视了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不祥的光芒。这反应直接让艾瑞琳警钟大作，她一刻也不想多留，直接冷冷的开门见山，让这两个小恶魔立刻消失。可这两个小恶魔根本不听，反而直接逼了上来。他们笑得一脸坏水，觉得艾瑞琳是在故意欲擒故纵，好引起他们的注意。还没等艾瑞琳反驳，这俩人就动起了手脚。面对这两个难缠的家伙，艾瑞琳第一次恨自己身体太弱，要是自己能有力量，绝对把这两个家伙揍扁。她甚至在心里吐槽，这时候怎么没有神秘人出现，来跟他做个变强的交易。就在他快要忍无可忍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怒喝，紧接着大门被猛地推开，来人一边大喊着让他们放开艾瑞琳，一边直接冲了进来。谁能想到关键时刻赶来救场的居然是佩西恩。看着挡在身前的佩西恩，艾瑞琳第一次觉得这家伙来得太及时了，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英雄救美吗？佩西恩指着对面的双胞胎，大声警告他们别再来烦艾瑞琳，难道看不出他很讨厌这样吗？面对突然杀出来的皇太子，双胞胎一时间停下了动作。希尔有些好笑的开口问殿下，这到底是在说什么呢？双胞胎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嬉皮笑脸的凑上去问佩西恩是不是想独占艾瑞琳。被戳中心思的佩西恩一下子慌了，结结巴巴的想要否认，结果反而被双胞胎抓住了把柄，围着他疯狂起哄。趁着这3个家伙吵得不可开交，艾瑞琳赶紧猫着腰，悄悄地从旁边溜走，让他们自己折腾去吧。可还没等他跑出多远，迎面却撞上了一个人。艾瑞琳抬头一看，整个人直接愣住了。眼前这个深蓝色头发的男孩，神情冷淡的像块冰，这不就是那个男人吗？这3个人吵着吵着，突然决定把选择权交给艾瑞琳，让他自己选一个一起玩。看着这3个家伙一脸期待的凑过来，艾瑞琳只觉得一阵头大。为了能彻底摆脱这3个粘人精，艾瑞琳想都没想，直接一把拉住了哈伦的衣角。艾瑞琳笑着宣布自己要和哈伦大人一起玩。这下子在场的所有人都彻底傻眼了。谁能想到事情居然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其实，在原著小说里，艾瑞琳不过是个不起眼的路人甲，而他所在的哈尔伯恩家族虽然名义上是5大贵族之首，但实际上就是个万能工具人。不管剧情里出了什么乱子，作者都会强行甩锅给他们家，说这背后全是哈尔伯恩家族在捣鬼。比起其他那些有实权、有能力的家族，他们家简直就像是背景板一样的存在。自从和皇太子佩西恩扯上关系之后，艾瑞琳的平静生活就彻底宣告结束了。不仅佩西恩整天围着他转，连双胞胎兄弟也凑过来献殷勤。这下子支撑帝国的几个大家族继承人全都和他纠缠在了一起。看着这群难缠的家伙，艾瑞琳心里直犯嘀咕，自己以后真的能平安无事吗？不过他之所以在这些人里偏偏挑中了哈伦，其实是有原因的。哈伦不仅是穆维斯克家族的天才，更是原著小说里的深情男2号，长了这么一张帅脸，难怪原著女主会对他一见钟情。看着艾瑞琳一直盯着自己看，哈伦整个人都石化了。不过艾瑞琳可不是再犯花痴，他心里其实正打着小算盘呢。在原著设定里，哈伦可是个标准的忠犬男2号，不仅性格沉稳可靠，而且对认定的事情绝对忠诚。要是能把这位强力的男2号拉拢过来，不仅省心省力，说不定还能用他当挡箭牌，彻底甩掉皇太子和那对难缠的双胞胎。可还没等艾瑞琳把计划盘算好，耳边又传来了那2个小恶魔的声音。眼看着双胞胎又凑了过来，艾瑞琳赶紧向旁边的哈伦疯狂使眼色，希望这位靠谱的男2号能赶紧过来救场。哈伦确实注意到了他的视线，艾瑞琳还以为他终于开窍了，结果呢，这家伙直接伸手把他面前的蛋糕给抢走了。艾瑞琳整个人都傻了，他是想让人来救场，不是让人来抢食的呀。
还没等他从无语中缓过来，皇太子佩西恩又一口吃掉了蛋糕。看着旁边被抢了蛋糕，一脸委屈的哈伦，艾瑞琳只觉得一阵无力。说好的高冷冰山男2号呢？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个憨憨？眼看着佩西恩把哈伦给挤兑走了，旁边的双胞胎兄弟立刻开始起哄，指责佩西恩太小气，是不是想把艾瑞琳一个人占为己有？佩西恩被说中了心思，急得满脸通红的大喊着让他们闭嘴。可这欲盖弥彰的反应，反而让双胞胎闹得更欢了。看着眼前这乱成一锅粥的场面，艾瑞琳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看来自己精心策划的逃跑计划是彻底泡汤了。好不容易熬到聚会结束，艾瑞琳一回到家，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直接扑过去抱住了梅亨的大腿。看着疲惫不堪的艾瑞琳，梅亨有些心疼地问他怎么了。艾瑞琳只觉得今天过得无比漫长，连说话的力气都快没了。闻着梅亨身上熟悉的木头香气，他那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终于慢慢放松了下来。对于艾瑞琳来说，梅亨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亲人，虽然他脑子里多出了前世的记忆，但这一世和梅亨相处的点滴依然是他最真实的依靠。在这个人人都有所图的圈子里，只有梅亨是对他毫无保留的。只要待在梅亨身边，他就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心。艾瑞琳撒娇要抱抱，甚至还迷迷糊糊地喊了声妈妈，这让梅亨有些哭笑不得，只能无奈地把她抱了起来。梅亨关切地问起聚会上的情况，一想到那几个难缠的家伙，艾瑞琳就觉得一阵头大。粘人的佩西恩，捣乱的双胞胎，还有根本指望不上的哈伦，这要是解释起来可太麻烦了。为了省事，他只能含糊地表示一切都好。可梅亨显然看穿了他的敷衍，有些失落地叹了口气，以为是自己还没能得到他的信任。看着梅亨那委屈的样子，艾瑞琳赶紧摇头否认，他只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梅亨解释自己在聚会上经历的那场大混乱。犹豫了半天，艾瑞琳终于忍不住问出了口，能不能别去参加那个烦人的聚会了？这话一出，旁边的管家和女仆直接炸了锅，纷纷表示这绝对不行，毕竟这可是他唯一的社交机会。看着大家激烈的反应，艾瑞琳心里有些泄气，她知道这聚会是皇后亲自安排的，就算梅亨再疼她，恐怕也没办法违抗皇室的命令。可谁能想到，梅亨只是温柔地看着他，轻飘飘地说了句不想去那就不去了，至于皇室那边，他会想办法找借口应付过去。看着梅亨那坚定的眼神，艾瑞琳心里一阵感动。她很清楚要顶住皇室的压力有多难，但这个男人却毫不犹豫地替她扛下了所有。在艾瑞琳心里，梅亨就是她最坚实的后盾。这迷迷糊糊的一声妈妈，直接把梅亨给喊愣住了。可这一幕却让旁边的管家和女仆们拉响了警报，在他们看来，梅亨这是要独占艾瑞琳小姐的节奏，这绝对不能容忍。他们决定联手捍卫自己的地位，必须让小姐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专业侍从。期待已久的聚会日子终于到了，艾瑞琳却一步都不想离开被窝，能赖在房间里简直太舒服了。梅亨果然说到做到，直接写了封公函发去皇宫，说艾瑞琳需要静养推掉了聚会。这一波操作让艾瑞琳在心里大赞，梅亨果然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可惜好日子没过多久，麻烦就再次找上门来。几个仆人急匆匆地围在床边，关切地询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艾瑞琳只能无奈地表示自己没事，求求大家赶紧出去吧。仆人们根本不想走，甚至开始耍赖说要留下来看着小姐，保证连呼吸都会轻轻的。艾瑞琳只觉得头疼，冷着脸让他们赶紧出去。这无情的拒绝让仆人们委屈的直哼哼。之前在皇宫被那几个小鬼缠着，现在回了家又被过度热情的仆人包围，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清静一下？眼看这屋里是待不下去了，艾瑞琳直接翻身下床往外走。仆人们见状赶紧跟了上去。艾瑞琳停下脚步，冷冷地丢下一句：“自己现在很忙，谁都别跟着他。”谁能想到一个7岁的小娃娃说话竟然能这么有威严？既然房间里找不到清静，艾瑞琳决定直接出门避难。反正这个家大得很，仆人们只能急得在后面大喊，非要问清楚他到底要去哪里。这群仆人为了争夺宠爱，直接在走廊里吵翻了天，个个都觉得自己才是最亲近的那一个，甚至连丽娜也卷了进去，大家互相揭短，毫不留情，场面一时间乱成了一锅粥。躲在一旁偷看的艾瑞琳一阵头大，本以为能躲个清静，结果家里直接变成了战场。就在这时，管家艾伦突然出现在他身后，看着这个唯一没参与混战的人，艾瑞琳忍不住开口调侃，问他怎么不过去加入战斗，这可是争夺第一助理的绝佳机会。听到艾瑞琳的调侃，管家艾伦感动的不行，没想到小姐心里居然还有他。可艾瑞琳突然反应过来，这家伙其实也是看护人委员会的成员。不过艾伦倒是表现得很绅士，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参与幼稚的争吵，只要能像影子一样守护小姐就足够了。还没等艾瑞琳松口气，艾伦就替其他人求起情来，甚至还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说他们为了更好的照顾小姐，居然在私底下立下了血盟。听到血盟2个字，艾瑞琳整个人都懵了，这群人到底在背地里搞了些什么？艾伦直接单膝跪地，信誓旦旦地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让小姐感到孤单。看着仆人们这副热情的模样，艾瑞琳突然回想起一些往事，以前那些在背后说她坏话的女仆，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她忍不住开始怀疑，是不是梅亨在暗中出手，把那些对她不敬的人全都赶了出去？因为从那天起，她就再也没见过那些人。仔细想想，自那之后，庄园里的所有人对她都极其温柔。之前她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些，主要是因为自从她醒来以后，身边就总是围满了人，根本没有时间让她一个人静静思考。
看着眼前这群干劲满满的仆人，艾伦代表大家郑重地向他承诺，以后一定会让小姐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听到这些话，艾瑞琳心里有些触动，她终于明白过来，原来梅亨和看护人委员会的大家一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守护着她，不让她受到一丁点伤害。还没等艾瑞琳感动完，不远处的丽娜突然大喊一声，直接锁定了她的位置。紧接着，这群热情的仆人就跟饿虎扑食一样朝他冲了过来，这阵仗直接把艾瑞琳给整不会了。虽然心里很感激大家的这份心意，但面对这排山倒海般的热情，他实在是有些招架不住啊。一天折腾下来，艾瑞琳整个人直接累瘫在床上，这强度简直比应付皇室茶会还要命。谁能想到这群人连吃饭点心时间都不放过他，说好的要让他每天开开心心呢？这根本就是甜蜜的折磨啊！艾瑞琳猛地坐起身来，觉得这样下去绝对不行，好不容易才从皇宫那个泥潭里脱身，要是再这么折腾下去，自己迟早要被这沉重的爱给压垮。可看着外面那群快要失去理智的仆人，他知道自己去劝根本没用。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人的身影，也许现在只有梅亨能救他了，但梅亨正忙着处理公务。艾瑞琳虽然很想求助，还是懂事的没有去打扰他。艾瑞琳只能把目光投向最后的手段，他从抽屉里翻出了一支蓝色蜡笔。没过多久，庄园的走廊里传开了消息，仆人们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让所有人立刻去画室集合。看着这稚嫩的字迹，丽娜和尤妮一眼就认了出来，这绝对是艾瑞琳小姐写的。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家还是决定赶紧过去瞧瞧。推开画室的大门，丽娜有些疑惑地迎了上来，不知道小姐突然召集大家是要做什么。就在大家一头雾水的时候，艾瑞琳突然得意地拿出一张表格，大声宣布这就是特制的贴纸表，而且还配有专门的小红花贴纸。艾瑞琳直接公布了新规则，从今天开始，只要谁能讨得她的欢心，就能获得一张贴纸。看着仆人们愣在原地的样子，艾瑞琳在心里暗暗得意，这可是她想出来平息大家热情的绝招。只要有了这个竞争机制，庄园以后应该就能恢复和平了吧？仆人们彻底不淡定了，这哪里是什么普通的贴纸，这分明就是小姐对他们爱意的证明啊！尤其是看到表格上写着各自的名字，丽娜更是感动的直呼，这绝对要当成传家宝，一代代传下去。艾瑞琳看着干劲满满的大家，继续解释规则，只要表现好就能得到小红花。虽然这些贴纸在这个世界不好找，但用来对付这群仆人是足够了。就在大家正兴奋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个冷淡的声音，梅亨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进来，把正凑在一起的仆人们吓了一跳。艾瑞琳有些意外，自己明明听说他今天有很多公务要忙。梅亨虽然神情冷淡，但说出来的话却无比温柔，就算再忙抽空来看看，他也是必须的。看着艾瑞琳手里的贴纸表，梅亨有些好奇的接了过去，他在大老远就听到这边的动静了。听完艾瑞琳的解释，梅亨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还以为是这群仆人又在纠缠小姐。艾瑞琳赶紧摆手解释，自己真的只是觉得好玩而已。为了安抚梅亨，艾瑞琳直接拿出一张贴纸表递给他，笑着宣布，因为梅亨的存在，所以要给他一个大大的奖励。看折表上那朵鲜艳的小红花，梅亨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艾瑞琳得意地表示，这就是贴纸表的正确用法。这一幕落在后面的仆人眼里，那可真是让人羡慕的直咬牙。谁能想到梅亨居然这么快就拿到了第一张贴纸？几天的时间过去，庄园里总算安静了下来。艾瑞琳整个人瘫在床上，只觉得浑身轻松，终于能享受一下这难得的清静了。自从贴纸表融入了仆人们的日常生活，庄园里确实和平了不少。丽娜和大家每天都在暗暗较劲，比着谁拿到的贴纸更多。就连平时冷淡的梅亨，偶尔也会用那种渴望的眼神盯着看。不过只要给他一张表扬贴纸，就能轻松搞定一切。就在艾瑞琳哼着歌放松警惕的时候，房门却突然被人轻轻推开。佩西恩扯着嗓子大喊他的名字，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把艾瑞琳吓得直接坐了起来。这个最让人头疼的皇太子居然直接找上门来了。听说艾瑞琳今天又不来聚会，佩西恩顿时气急败坏，大声质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格里亚姆只能在一旁无奈解释，说是对方管家送来的消息，艾瑞琳身体不是需要静养。可佩西恩根本不信这套说辞，毕竟上次也是这个借口，没有艾瑞琳的聚会索然无味。不管旁人如何吵闹，佩西恩都完全提不起劲，他满脑子都是艾瑞琳的影子。最后实在憋不住了，直接抓狂的大喊着想见他。格里亚姆只能继续耐心劝阻，既然人家生病了，就不好过去打扰。佩西恩虽然嘴上应着，心里却委屈的不行，见不到艾瑞琳的日子，他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其实在格里亚姆看来，艾瑞琳不来反而是件好事，毕竟之前佩西恩对他太粘人，其他小贵族也整天围着他转，现在正好能让聚会恢复秩序。于是格里亚姆试着提议让佩西恩去跟别的小朋友玩，结果佩西恩根本听不进去，整个人直接陷入了自闭，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让格里亚姆毫无办法。佩西恩一个人在一旁嘀咕，明明上次见面时还好好的，要是今天见不到，以后是不是就更难见到了？一想到可能再也见不到艾瑞琳，他心里就一阵发慌。这种事情他绝对无法接受，对他来说，哪怕不在一起玩游戏，只要能和艾瑞琳待在一起，他就已经觉得无比满足了。佩西恩甚至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担心艾瑞琳是不是又像以前那样，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窗前发呆。虽然他知道艾瑞琳喜欢独处，但他就是没办法放任不管。
因为他真的很害怕，如果自己不主动去找他，他会不会在某一天就这么突然消失不见了？想到这里，佩西恩突然转过头问格里亚姆到底什么是孤独。还没等格里亚姆回答，佩西恩又自顾自地看向窗外，小声地嘟囔着，对他来说，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艾瑞琳能立刻出现。佩西恩脑子一转，直接有了新主意，这下连格里亚姆都懵了。看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佩西恩，艾瑞琳整个人都无语了，问他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才跑来的。佩西恩道：“是一脸里所当然，大方承认自己就是来找他的。”这皇太子的行动力简直让人叹为观止。艾瑞琳现在是彻底没脾气了，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本以为躲在家里能图个清静，谁能想到这麻烦的源头居然自己送上门了。还没等他缓过神来，佩西恩又兴冲冲的提议要带他一起去锻炼。这突如其来的邀请直接让艾瑞琳当场呛到。佩西恩道是一脸兴奋，说自己发现了个大秘密。原来就在几天前，佩西恩特意跑去找杰德请教，问他怎么才能让人变得更健康。身为侍卫的杰德一听这话，还以为是皇太子身体不舒服，急忙关切地询问起来。佩西恩赶紧摆手解释，说自己身体好得很，只是有个朋友身体太弱了，如果对方能强壮起来，他们就能天天在一起玩了。杰德听完忍不住笑了起来，觉得这位小殿下还挺重情义，于是便开始给他出谋划策。第一步就是作息规律和充足睡眠，接着就是1日3餐营养均衡。虽然艾瑞琳平时挑食不爱吃，但最关键的还是运动。杰德一边展示着结实的肌肉，一边解释适度运动的好处。这道理其实比想象中要简单得多。看着杰德在训练场上活力满满，旁听的佩西恩听得十分认真，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秘诀。说白了，只要多运动就能变得更健康。佩西恩兴高采烈的炫耀，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了不起的真理。看着佩西恩这副自豪的模样，艾瑞琳在心里忍不住疯狂吐槽，这算哪门子惊天大发现，简直就像在说只要呼吸就能活着。佩西恩还在那滔滔不绝的总结，只要吃好睡好再加上运动，艾瑞琳的身体就一定能好起来。艾瑞琳听得直翻白眼，亏他刚才还以为这家伙是有什么正经事才跑来的，结果根本就是闲得无聊来找茬。佩西恩兴冲冲地发出邀请，要拉着艾瑞琳一起去锻炼。艾瑞琳想都没想，直接拒绝，说自己太累了，根本动弹不得。可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强壮。佩西恩没往心里去，反而兴致勃勃地凑过来，要跟他分享自己今天的训练成果，这让艾瑞琳很是无语，根本没人想听好吗？不过看着这家伙唠唠叨叨的样子，其实还挺可爱的。艾瑞琳决定还是配合他一下。佩西恩突然凑得很近，好奇地问起艾瑞琳最近在忙什么。艾瑞琳实在有些吃不消，赶紧让他往后退。佩西恩这才反应过来，有些不好意思的连声道歉。不过这家伙的嘴是真甜，一转头就盯着艾瑞琳的眼睛夸奖，说这粉色亮晶晶的真好看。艾瑞琳有些无奈的解释，这叫玫瑰石英色。结果佩西恩顺杆爬，笑着说这颜色跟他最配了，要是能多笑笑肯定更好看。听到这番话，艾瑞琳在心里直犯嘀咕，这小鬼到底是从哪学来的甜言蜜语？不过看他那一脸真诚的样子，倒也让人气不起来。佩西恩来了兴致，非要今天把艾瑞琳逗笑不可。不管艾瑞琳怎么拒绝，这家伙根本不听，直接当场做起了鬼脸。这幼稚的举动让艾瑞琳只觉得一阵头疼。而此时在庄园的另一边，气氛可就没这么轻松了。格里亚姆正尴尬地陪着笑，因为在他面前站着的是正散发着低气压的梅亨。梅亨冷冷地盯着他，语气里满是不善，说他总是挑最忙的时候不请自来，这简直就是越界。格里亚姆在心里直叫苦，这根本不是他的本意啊！可谁让他是皇太子的侍从官呢？面对梅亨的步步紧逼，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在中间受气了。格里亚姆努力保持着微笑，引导殿下走上正轨，也是他的职责所在。他只盼着殿下总有一天能明白他的这番苦心。佩西恩兴高采烈地问艾瑞琳：“今天玩得开心吗？”艾瑞琳虽然嘴上应着，但其实早就累瘫了。这家伙居然折腾了整整2个小时，他现在只想赶紧送客，于是礼貌地表示自己需要休息了。听到这话，佩西恩顿时有些失落，这副委屈的模样让艾瑞琳在心里直犯嘀咕。佩西恩有些难过的转过身，说不知道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祝他一切安好。可还没等艾瑞琳走开，佩西恩突然又转过头，大喊了一声他的名字。这突如其来的大喊让艾瑞琳整个人都懵了。佩西恩一脸认真的表示，要是艾瑞琳一直不去参加聚会，他会非常难过的，而且他之前就承诺过要一直照顾他到康复为止。听到这番话，艾瑞琳心里顿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果不其然，佩西恩一脸兴奋地宣布，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以后要主动来庄园找他。这消息对艾瑞琳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为什么自己的直觉每次都这么准？他赶紧开口拒绝，表示自己真的没事，让他千万别为自己操心。可佩西恩根本不听劝，反而更加坚定地表示，既然艾瑞琳是因为他才生病的，那他以后每天都要来看他。这下艾瑞琳彻底绝望了，平时偶尔应付一下就够累了，要是这家伙天天都来，那他以后还怎么清静？艾瑞琳仔细想了想，觉得对方好歹也是帝国的皇太子，每天跑来根本不现实。等明天一到，他肯定会被堆积如山的公务淹没，把承诺忘得一干二净，自己完全不用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本以为事情会像他预想的那样发展，结果现实却狠狠打了他的脸。这熟悉的大喊声直接打破了他的幻想，什么忘记，根本就是做梦。佩西恩兴高采烈地跑了进来，大喊着自己又来了。整整1个星期过去，
这家伙居然一天都没有缺席。当初佩西恩说要天天过来，艾瑞琳根本没放在心上，毕竟对方可是高贵的皇太子，怎么可能有空天天往这跑？可谁能想到这家伙居然是认真的，一见面就凑过来嘘寒问暖，每天准时打卡送来健康常识。今天拉着他出门散步，明天又盯着他必须好好吃饭，这哪里是来做客的贵宾，简直是请了个甩不掉的养生教练。看着眼前活力满满的皇太子，艾瑞琳只觉得一阵头疼。这里可是哈尔伯恩庄园，难道就没人能站出来管管他吗？本以为家里的仆人会出面阻止，结果这群人不仅没有感人的意思，反而笑眯眯的拜托佩西恩，让他以后多照顾自家小姐。看着这群当场叛变的家伙，艾瑞琳简直要气炸了。偏偏佩西恩还答应的特别痛快，这下整个庄园都没人站在他这边了。自从佩西恩开始频繁造访，艾瑞琳的作息和伙食被彻底打乱。最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平时冷淡的梅亨居然也默许了这一切。餐桌上，佩西恩又开始唠叨营养均衡，艾瑞琳随口回了一句专业术语，直接把这位皇太子给听懵了。看着他像个好奇宝宝一样追问，艾瑞琳只觉得一阵心累。更糟糕的是，旁边的仆人还在小声起哄，觉得他们俩看起来特别般配，谁能来救救他啊？还没等艾瑞琳缓过神来，佩西恩又兴冲冲地跑了过来，非要拉着他去外面散步。艾瑞琳实在是有些受不了了，她无奈地看着眼前这个小鬼，直接开口质问他：身为皇太子，难道就一点都不忙吗？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直接把佩西恩问懵了。在艾瑞琳看来，佩西恩作为未来的帝国继承人，每天的日程绝对排得满满当当，他能天天往这儿跑，估计是把仅有的休息时间都挤出来了。想到这，艾瑞琳主动开口劝他，以后不用天天来看他了。谁知佩西恩一听这话，反而理直气壮地宣布：因为我们是朋友啊。他拉住艾瑞琳的手，笑着表示，天天往这儿跑，纯粹是因为他自己想来。佩西恩说自己最喜欢和他一起玩了，接着便兴冲冲地拉着他往外走。被拉着走的艾瑞琳脑海中却因为朋友这个词陷入了沉思，在他的记忆里，自己似乎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朋友。回首过去，他满脑子都只有证明自己的价值，根本没有心思去和别人社交。对那时候的艾瑞琳来说，提升实力远比社交要重要得多。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身边的人开始对他指指点点，觉得他是在故意炫耀，瞧不起人。等那些心怀嫉妒的人走后，围上来的又全是想利用他的人。久而久之，他彻底关上了自己的心门。在艾瑞琳的梦境深处，一直藏着他最渴望的温暖。可现实却无比残酷，耳边不断有冰冷的声音在提醒他，他早就被抛弃了，注定要孤独终老。艾瑞琳猛地从梦中惊醒，她疲惫地翻了个身。如果能忘掉过去，或许还能轻松一些。可就在这时，佩西恩的身影却突然浮现在脑海中。艾瑞琳心里很清楚，自己迟早是要离开这里的。既然注定没有结果，那从一开始就不要有任何交集。梅亨看着窗外，突然询问身后的迪伦：就这么任由皇太子每天进出庄园，真的合适吗？听到梅亨这么问，迪伦在心里直犯嘀咕，真没想到这位冷酷的大人居然也会有操心这种事的时候。以梅亨的脾气，明明可以直接拒客，这次却放任皇太子天天跑来。原来他嘴上说着嫌麻烦，心里其实比谁都心疼艾瑞琳。迪伦笑着戳穿他的心思，说艾瑞琳现在最需要同龄的玩伴，劝他放宽心。梅亨被说中了痛处，有些尴尬的转过头，嘴硬的吐槽迪伦明明没成家，倒听懂怎么带孩子。迪伦笑着解释说，这都是因为自己家里孩子太多了。皇宫的温室里，皇后关切地询问佩西恩，今天是不是又去庄园了？佩西恩一脸兴奋地承认，还得意地炫耀自己功课一点没落下。皇后温柔地打听起艾瑞琳的近况，一提到艾瑞琳，佩西恩顿时来了精神。看着孩子这副模样，皇后叹了口气，她一边温柔地抚摸着佩西恩的头，一边轻声唤着他的名字。可紧接着，她却说出了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她叮嘱佩西恩不要对艾瑞琳太好了。听到这话，佩西恩整个人都愣住了。皇后严肃地警告他，喜欢对方可以，但绝对不能再跟他有更深的接触了，只有保持好距离，等到以后必须要放手的时候，才不会陷得太深。佩西恩独自走在长廊上，脑海中不断回想着母亲的警告，母亲让他绝对不能和艾瑞琳走得太近。当时他还不解地追问原因，母亲却只是冷淡地告诉他，只有现在保持距离，以后放手时才不会那么痛苦。佩西恩突然停下脚步，他怎么也想不通，母亲难道不喜欢艾瑞琳吗？他用力甩了甩头，试图驱散这个可怕的念头。他在心里默默安慰自己，只要等艾瑞琳的身体好起来，母亲就一定会改变心意的。佩西恩暗自下定决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一定要让艾瑞琳彻底康复。然而在另一边，艾瑞琳正坐在露台上发呆，心里觉得十分纳闷。按理说那个家伙早就应该知难而退了才对，为了让他彻底放弃，艾瑞琳这段时间想尽了办法，不仅对他态度极其冷淡，甚至直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闭门谢客。可谁能想到，那家伙居然完全没有放弃的意思。清晨，佩西恩又兴冲冲地赶来，一进门就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艾瑞琳躲在门后冷眼旁观，心里只觉得一阵无语。佩西恩一进屋就四处张望，急切地打听易瑞琳的下落。女仆丽娜有些为难地解释，自家小姐今天也待在房间里。谁知佩西恩根本不在意，反而兴高采烈地表示自己直接去房间找她打招呼就行。看着皇太子这腹热忽尽，丽娜只觉得这位殿下真是太贴心了。看着在外面谈笑风生的佩西恩，艾瑞琳心里直犯嘀咕，这家伙的社交能力也太强了，居然这么快就收服了庄园上下。
还没等他感慨完，佩西恩突然转过头来，一眼就锁定了躲在门后的他。佩西恩兴奋地大喊：“艾瑞琳，原来你躲在这里啊！”艾瑞琳吓了一跳，刚想把房门死死关上，结果对方的动作更快，一把就扣住了门板，那惊人的力道硬生生将门给拽了开来。佩西恩笑嘻嘻地凑上前，问他是不是赊得出来了，还说今天能见到他真的很开心。看着眼前这个力大无穷的小鬼，艾瑞琳彻底没了脾气，看来他的闭门计划是彻底失败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佩西恩又开启了碎碎念模式，拉着他一边走一边唠叨，问他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睡觉。被强行拉走的艾瑞琳叹了口气，如果这家伙是个讨厌的坏脾气，事情反而简单多了，可偏偏他好的让人根本无法讨厌。佩西恩指着外面兴奋的大喊：“艾瑞琳，你快看今天天气多好啊！”看着他那毫无防备的笑脸，艾瑞琳心里却满是担忧。他既不是家人，也不是监护人，和梅亨他们完全不一样。如果继续这样相处下去，等到了不得不分开的那天，这家伙只会伤得更深。见他一直沉默不语，佩西恩有些担心的凑过来，问他是不是身体又不舒服了。听到这话，艾瑞琳突然停下了脚步。他实在想不通，像佩西恩这样尊贵的身份，以前肯定没受过这种冷落，他为什么就一点都不生气呢？看着一脸茫然的佩西恩，艾瑞琳终于忍不住了，直接转过身去直面他。他真的很想问个明白，这家伙到底为什么要为他做到这一步？艾瑞琳突然冷冷的开口：“喂！”这突如其来的一声，直接把佩西恩给喊愣了。他有些不敢相信的指着自己，问是不是在跟他说话？既然躲着不见，根本没用。艾瑞琳索性决定主动出击，他冷着脸回了一句：“对，就是你，难道你耳朵聋了吗？”这话一出口，周围的仆人们全都吓傻了。要知道对方可是高贵的皇太子，就算平时表现的再怎么平易近人，两人的身份也是天差地别。换做平时这种大逆不道的话，足够让他掉脑袋了。不过现在大家都是小孩子，估计也只会被当成童言无忌。看着佩西恩站在原地没有说话，艾瑞琳心里其实很清楚，这家伙现在肯定气炸了，恨不得立刻教训他一顿。既然如此，那就干脆趁这个机会把话彻底说清楚好了。结果佩西恩不仅没生气，反而兴奋的不行，他激动的大喊：“你终于肯对我敞开心扉了！”这反应直接把艾瑞琳给整不会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佩西恩就开心的扑了上去，嘴里还一直念叨着太好了，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艾瑞琳赶紧把人推开，一脸严肃地质问他，自己这么无理的说话，难道他一点都不觉得被冒犯吗？结果佩西恩却理直气壮地回答，他高兴还来不及呢，甚至希望艾瑞琳以后一直这样。看着眼前这个油盐不进的家伙，艾瑞琳彻底没脾气了，这家伙到底图他什么啊？绝对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为了拉开距离，艾瑞琳直接换回了冷冰冰的敬语，表示以后还是叫他殿下。这态度180度大转弯，直接把佩西恩给整懵了。他直接开始耍赖，非要他像之前那样说话。可艾瑞琳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下了逐客令。这下好了，两个人直接在走廊里闹成了一团，谁也不肯让步。看着眼前这个甩不掉的牛皮糖，艾瑞琳只觉得一阵头疼。这招怎么偏偏对他没用呢？按照正常人的逻辑，被这么冷脸，相对早就该知难而退了。可佩西恩却像个没事人一样，看来普通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必须得想个更绝的招数，才能让这家伙彻底死心。哈尔伯恩庄园的书房里，艾瑞琳正毫无形象地瘫在地上，死死抱住梅亨的大腿。看着脚边这个彻底摆烂的小家伙，梅亨也是一脸的无可奈何。相处了这么久，他早就摸清了艾瑞琳的规律，只要这丫头累到极限，就会自动开启这种抱大腿的充电模式。看来今天皇太子确实把他折腾得够呛。可还没等梅亨开口安慰，艾瑞琳突然小声嘟囔了一句：“妈妈。”这一声直接把梅亨给喊懵了，他有些不敢相信的低头确认。而艾瑞琳却只是调皮的吐了吐舌头。梅亨心里其实很清楚，这小家伙绝对是故意的，每次想撒娇或者提要求时就会来这一套。不过好在他也只会在私底下这么叫，要是让外人听见，那可就真解释不清了。梅亨顺势将他抱了起来，艾瑞琳趁机开始讨价还价，表示自己今天表现这么好，应该得到一个愿望作为奖励。听到这话，梅亨有些哭笑不得，明明自己才是那个每天努力攒贴纸的人，怎么反倒要满足他的愿望了？看着艾瑞琳有些失望的小表情，梅亨最终还是妥协了，温和地问他到底想要什么。这下轮到艾瑞琳有些犯难了，她一时间还真想不出自己缺什么。本以为艾瑞琳会要什么贵重礼物，结果她只是小声嘟囔着，想让梅亨给她讲个睡前故事。这要求简单的让人有些意外，甚至让梅亨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看着艾瑞琳小心翼翼的样子，梅亨心里突然有些不是滋味。这孩子平时到底有多懂事，才会连听个故事都觉得是奢求？他赶紧答应下来，抱着他往房间走去，心里却忍不住开始反思，自己这个监护人当的还是不够称职，平时给的关心实在太少了。听到梅亨答应的这么痛快，艾瑞琳顺杆爬地问，以后能不能每天都许一个愿望？这要求可把梅亨给难住了。虽然每天都满足有点不切实际，但他还是温柔的表示自己会尽力。梅亨主动关心起艾瑞琳，问他最近和皇太子相处的怎么样。谁知道艾瑞琳直接一口否决，甚至还求梅亨把对方赶走。这可把梅亨给整糊涂了，毕竟手下汇报的情况可不是这样。他只能试探着问艾瑞琳是不是讨厌皇太子。艾瑞琳赶紧摇头否认，他坦白说是因为佩西恩太温柔了，这种好意反而让他觉得沉重，甚至觉得自己像个坏人。看着眼前这个懂事的让人心疼的孩子，梅亨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虽然年纪
还小，心思却比谁都敏感。原来艾瑞琳心里一直有个秘密，她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所以才拼命推开身边的人，不想让佩西恩以后为她伤心。看着艾瑞琳这副自暴自弃的样子，梅亨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轻声劝艾瑞琳别说这种傻话，毕竟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准。可艾瑞琳只是低着头，显然并没有把他的安慰听进去。看着眼前这个心思沉重的孩子，梅亨只觉得心里堵得慌。他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本该无忧无虑的小女孩会承受这么多不该承受的压力。就在梅亨暗自神伤的时候，艾瑞琳却突然像个没事人一样，抱着一本书凑了过来，甜甜的撒娇让他讲故事。为了培养帝国未来的继承人，皇后特意组织了一场贵族聚会，作为全场焦点的皇太子佩西恩，周围照例围满了巴结的人。可另一边的希尔和诺尔却彻底坐不住了，大喊着实在太无聊了。两人对视一眼，心里比谁都清楚，今天之所以毫无兴致，全是因为那个核心人物没有出场。这两个小家伙提不起劲，完全是因为艾瑞琳今天缺席了。在他们眼里，只有艾瑞琳在场时才算好玩，尤其是大家一起捉弄皇太子的时候。这时诺尔突然凑了过来，神秘兮兮地透露了一个大秘密。原来皇太子最近一直偷偷跑去和艾瑞琳见面。听到这个消息，希尔当场被震惊到了，直呼这简直就是背叛。既然皇太子敢背着大家吃独食，那就别怪他们不客气了。双胞胎当即达成共识，必须偷偷跟踪皇太子，看看他到底在搞什么鬼。到了第二天，这两个行动派迅速换上斗篷，他们决定今天一整天死死盯住皇太子的每一个动作，身后的随从只能不停地跟在后面道歉。此时的佩西恩还浑然不知，依然按部就班地上课。看到皇太子连午饭前都被排满课程，躲在暗处的双胞胎忍不住吐槽，但想到自己回去也逃不过，心里反而平衡了不少。接下来的行程是陪皇后享用下午茶，母子俩温馨互动的画面被双胞胎看得津津有味。不过随后迎接佩西恩的是更硬核的剑术训练。训练场上，佩西恩正与护卫家族继承人激烈对练。看着高强度的训练，希尔和诺尔在旁边直叹气，好奇这家伙究竟什么时候才去见艾瑞琳。久等不见异常，希尔困得直打哈欠，甚至想缩在木桶后面睡觉。诺尔赶忙提醒他不要暴露，可他们自以为隐蔽的跟踪早就被身旁守卫尽收眼底。就在双胞胎打闹时，场上局势突变，佩西恩一个失误，手中的长剑被对方瞬间挑飞，杰德有些疑惑，询问皇太子今天为何心不在焉。佩西恩终于道出了实情，他之所以魂不守舍，完全是在担心艾瑞琳虚弱的身体，他迫切希望艾瑞琳能早日康复。杰德立刻建议让艾瑞琳多做运动，他头头是道地分析着，认为只有动起来才能提振精神。佩西恩无奈叹气，表示艾瑞琳平时走几步路就会头晕，根本无法承受正常运动。他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还没等格里亚姆反应过来，佩西恩已经一路小跑冲向艾瑞琳的房间。此时的艾瑞琳正独自待在室内，突然听到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佩西恩直接冲上前一把拉住他，兴奋地大喊要带他去锻炼。艾瑞琳瘫在地上拼命挣扎，大声抗议让他赶紧离开，并警告自己随时可能晕倒。可佩西恩充耳不闻，反而兴致勃勃地提出先从散步10分钟开始。他拍着胸脯保证绝不会让艾瑞琳摔倒。还没等艾瑞琳反应过来，佩西恩直接一个公主抱，轻而易举地将她抱了起来。这份惊人的臂力让艾瑞琳彻底惊呆，甚至怀疑这个世界7岁小孩的身体素质是否都如此夸张。看着佩西恩得意的笑容，艾瑞琳明白今天的这场运动是彻底逃不掉了。她实在想不通佩西恩为何要对自己如此上心。她明白必须想出更彻底的办法，才能让对方知难而退。两人漫步在花园中，走着走着，佩西恩有些好奇地发问，为何艾瑞琳身边只有随从，却从未见过她的家人。艾瑞琳感到纳闷，反问他是不是指梅亨。佩西恩摇了摇头，解释梅亨并非他的亲人，自己问的是他的亲生父母。听到这个问题，艾瑞琳心中百感交集。在他眼中，梅亨早已是母亲般的存在，但这种关系无法向佩西恩解释，否则会给梅亨引来麻烦。想到这里，艾瑞琳冷冷的回应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家人。得知艾瑞琳没有家人，佩西恩猛地停下脚步。艾瑞琳有些局促的解释，自己虽然有父亲，但也从未谋面。看着艾瑞琳异常平静的神情，佩西恩反而手忙脚乱起来。艾瑞琳心生疑惑，觉得对方表现得未免过于夸张。还没等他想明白，佩西恩突然死死握住他的手，无比认真地安慰他，让他千万不要难过。佩西恩大声许下承诺，表示今后会永远守护在他身边，甚至直言只要有他在，艾瑞琳根本不需要其他家人。这番誓言让艾瑞琳当场愣住，这家伙到底知不知道这样的许诺有多么沉重？面对嘲弄与敌意，他能筑起坚硬的防线，可面对佩西恩毫无保留的温暖与善意，他却完全无力抵挡。看着眼前这颗炽热的心，艾瑞琳终于卸下了心防，脸上绽放出难得的笑容，这让佩西恩喜出望外，兴奋地指着他大喊：“你终于笑了！”然而这股暖意尚未散去，一道冰冷阴暗的声音突然在艾瑞琳的脑海中响起：“你居然真的相信他？难道你还想再体验一次依赖别人的代价吗？自己的命运必须自己掌控，绝不能像个懦弱的孩子那样去依赖佩西恩。毕竟那种被遗弃的绝望，你早已深刻体会过。佩西恩终究会对你失望，最终头也不回地离去。”
这番话如同一记重锤，将艾瑞琳瞬间拉回残酷的现实。看着突然失态的艾瑞琳，一旁的佩西恩焦急地呼唤她的名字。艾瑞琳紧紧揪住衣角，在心中默默承认，自己其实比谁都清楚，这一切不怪任何人，完全是自己的问题。即便拥有前世记忆，自己也无法扮演旧世的主角，更无法真正融入这个世界。他终究是个多余的麻烦，反正自己的生命所剩无几，又何必去拖累别人？面对满眼关切的佩西恩，艾瑞琳却始终无法吐露半个字。他深信只要自己这个麻烦彻底消失，一切混乱就会画上句号。他深吸一口气，冷冰冰的对佩西恩开口，让他以后再也不要来找自己。艾瑞琳心中明白，像佩西恩这样被爱包围着长大的男孩，根本无需体会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为了让他彻底死心，艾瑞琳甚至换上了客气的敬语，坚决表示再也不想见到殿下。佩西恩顿时慌了神，急切地追问缘由，可艾瑞琳决绝地转过身去，不再看他一眼。他在心中暗自思忖，即使解释再多也是徒劳。被众人捧在手心的皇太子，又怎会理解被抛弃的滋味？看着艾瑞琳绝情离开的背影，佩西恩僵立在原地，伸出双手想要挽留，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口。而这一切全被躲在暗处草丛中的双胞胎尽收眼底。他们按捺不住小声讨论，现在究竟该怎么办？眼下的气氛过于窒息，最好赶紧溜之大吉。然而还没等两人有所行动，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二人当场目瞪口呆。谁能想到，平时高高在上的皇太子佩西恩，竟会委屈崩溃到如此地步？皇宫里早已是人心惶惶，仆人们聚在一起，交头接耳，议论着皇太子。最近整个人都无精打采，不管大家送去什么，他都毫无反应，甚至连格里亚姆去问，他也不肯透露半个字。大家私底下偷偷八卦殿下是不是哭了，不过格里亚姆却坚称殿下绝对没有哭。但看着佩西恩这副样子，格里亚姆心里也愁得不行。以前只要佩西恩心情不好，送礼物或者看杂耍，很快就能高兴起来。可这一次所有的招数显然全都失效了。佩西恩反常得很，只是抱着猫坐在椅子上发呆。格里亚姆走上前去试探着询问，在哈尔伯恩庄园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不管怎么问，佩西恩都只是沉默。看着皇太子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格里亚姆也有些束手无策。他怎么也想不通，出门前还兴高采烈的殿下，怎么一回来就变成了这样？格里亚姆隐隐觉得，这次的事情恐怕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就在皇宫里，因为皇太子乱成一团时，哈尔伯恩庄园这边却安静的有些可怕。自从被皇太子拉出去之后，艾瑞琳就独自回了房间，并且已经把自己关在里面整整3个小时。底下的仆人们也是一头雾水。丽娜忍不住跟同伴嘀咕说，之前看到皇太子和双胞胎在一起，而且大家的表情都很不对劲。现在唯一能进去找艾瑞琳的就只有梅亨了。梅亨沉着脸从房间走出来，路过艾伦身边时，冷冷丢下一句话，立刻召开紧急会议。随着梅亨的一声令下，庄园里的所有骨干成员立刻放下工作，急匆匆地往会议室赶去。等大家都到齐了，梅亨却只是头疼地揉着太阳穴。他无奈地表示，刚刚收到了皇宫送来的紧急信件，直觉告诉他出大事了。可更让他揪心的其实是艾瑞琳的状态。刚刚他推开房门的时候，发现平时坚强的艾瑞琳正缩在床上，整个人看起来微曲极了。梅亨也是彻底没辙了，忍不住深深地叹了口气。他神情严肃地表示，艾瑞琳现在正经历着难关，他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看看有什么办法能让她开心起来。丽娜第一个举手提议，说可以请个剧团来庄园表演。艾伦也赶紧出主意，说可以多准备一些纪录片和小说。大家七舌地讨论着，甚至连绘本和童话书都列入了清单。就在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时，尤尼突然开口提议，要不还是由梅亨先生亲自去陪他一整天。这话一出，整个会议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气氛变得有些微妙。看到大家都不说话，尤尼赶紧摆手解释，说自己绝对不是在偷懒，因为在他看来，艾瑞琳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和梅亨待在一起。这话一出，梅亨直接沉默了。旁边的艾伦赶紧打圆场，说这个提议太不切实际了，他们会再想别的办法。可没想到梅亨并没有生气，反而淡淡的表示没关系，接着就直接宣布散会，转身离开，留下大家在原地一头雾水。其实梅亨只是被触动了，走在走廊上，他忍不住开始反思，自己平时虽然很疼爱艾瑞琳，但真正陪她的时间却少得可怜。他突然想起以前艾瑞琳曾软糯的求他讲个睡前故事，可那时候的自己又在忙些什么呢？梅亨越想越觉得自责，当初自己答应给艾瑞琳一个愿望，他想要的居然只是能多陪陪她，自己以前怎么能这么糊涂？不过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梅亨下定决心，直接转身往回走，他要去找艾瑞琳。而此时的房间里，艾瑞琳正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床上，周围安静的有些可怕，让他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就在这时，紧闭的房门突然被推开，一道亮光直接照了进来。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艾瑞琳有些意外。其实易瑞琳之所以抗拒别人的好意，是因为他一直被前世的噩梦纠缠着。在他的记忆里，母亲总是用那种近乎疯狂的眼神看着他，口口声声说他是自己唯一的希望，逼着他去实现那些未完成的梦想。其实母亲以前并不是这样的，她曾是个很有前途的小提琴手，可因为父亲造成的一场意外，母亲再也无法拉琴了。从那以后，这个家就彻底变了。母亲整天歇斯底里的抱怨，父亲也因为愧疚而变得百依百顺。可谁能想到，他们后来偏偏生下了艾瑞琳，而且他还继承了极高的小提琴天赋，这对于这个家来说，简直就是另一场灾难的开始。
那时候母亲总是手把手的教他拉琴，嘴里还不断重复着要他像自己一样优秀。母亲甚至把他当成了唯一的寄托，不停的在他耳边念叨，千万不能像他父亲那样毁掉所有梦想。为了不让母亲失望，艾瑞琳只能拼了命地练习。可他心里其实很清楚，母亲根本就不是真的爱他，只是需要一个替自己实现梦想的工具。一旦自己没能达到要求，母亲那冰冷又疯狂的眼神就会像噩梦一样死死缠着他。在那场至关重要的比赛上，他连琴弓都拿不起来了。这下母亲彻底失望了，毫不犹豫地转身走了，把他一个人丢在聚光灯下。2个月后，父亲终于露面了，可他一开口却是在帮母亲说话，劝他去体谅母亲的痛苦。这话听着好听，其实就是变相的放弃。从那以后，不管他做什么，父母都再也没管过他。直到有一天，事情又发生了变化。电视里正播着大赛的颁奖礼，主持人兴奋地宣布着冠军得主，还祝贺他终于帮导师圆了梦。看着屏幕上笑得无比灿烂的母亲，艾瑞琳有些不知所措地喃喃自语。她不明白自己明明还活着，为什么母亲身边的人却换了。还没等她想明白，黑暗中突然伸出一只手，狠狠地将她推了下去。那个冰冷的声音还在耳边回荡，说她早就被家里人抛弃了，根本不会有人在乎她的死活。伴随着这股失重感，艾瑞琳猛地从噩梦中惊醒。她觉得这真的很讽刺，脑海里不断闪过佩西恩对她许下的诺言，那些说要永远陪着她，说她不需要家人的话语。可偏偏是在她学会放弃之后，才遇到了这个给她温暖的男孩。而现在她却不得不面对自己即将死去的现实。躺在床上的艾瑞琳默默下定决心，就算生命走到了尽头，她也绝对不要像前世的母亲那样，为了自己的私欲去伤害任何人。就在她思绪万千的时候，梅亨轻声唤着她的名字。看着推门进来的梅亨，艾瑞琳心里有些纳闷，他刚才不是才走吗？怎么这么快又折返回来了？梅亨走到床边坐下，轻轻拉起艾瑞琳的手，温柔地唤了她一声小姐。接着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说明天要带她出去散散心。听到这个消息，艾瑞琳有些意外。到了第2天，阳光洒满整座城堡，新的一天开始了。看着桌上的东西，迪伦整个人都傻了。昨天这里还堆满了严肃的公文，今天却全变成了花花绿绿的旅游手册和甜点清单。看着一反常态的梅亨，迪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还是那个冷酷的梅亨先生吗？梅亨一本正经地问他，到底带艾瑞琳去哪里散心比较好？迪伦只能硬着头皮推荐了风景优美又安全的沙里特。结果梅亨听完，直接拿出了做商业企划的架势，甚至连艾瑞琳身体不适时的撤退路线都考虑好了。看着如此严阵以待的梅亨，迪伦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真的只是去郊游吗？梅亨决定立刻动身。迪伦虽然有些意外，但还是恭敬地送上了祝福，希望他们这趟能玩得开心。看着梅亨离去的背影，迪伦忍不住在心里感慨，真没想到那个被称为幽灵的冷酷男人，居然会为了艾瑞琳小姐做到这一步。不过多想也没用，迪伦摇了摇头，重新坐回办公桌前准备工作。既然决定了要带艾瑞琳出去散心，梅亨便不再耽搁。伴随着清脆的马蹄声，马车缓缓驶出了庄园。艾瑞琳换上了精致的裙子，和梅亨一起踏上了旅程。看着车窗外不断倒退的风景，梅亨忍不住在心里感慨，自己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有因为工作以外的事情出门了。虽说这次是为了陪艾瑞琳，但对他自己来说，又何尝不是一次难得的放松呢？艾瑞琳拉了拉梅亨的衣角，开心地向他炫耀，说他们今天穿了亲子装。梅亨在一旁小声嘀咕，说这只是颜色一样而已。结果艾瑞琳一听，立马气鼓鼓地戳了戳他。看着孩子这副模样，梅亨只能无奈地妥协，顺着他的话承认了，还附和说连帽子也是一样的。两人一边聊着，一边走进了热闹的街区。看着周围人山人海的景象，艾瑞琳忍不住发出了感叹。梅亨有些担心他会不适应，特意问他会不会觉得人太多。艾瑞琳摇了摇头，表示没事。可走着走着，艾瑞琳突然停下了脚步，有些疑惑地看着地面，说自己脚底下好像有水。看着脚底下泛起的水花，艾瑞琳有些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梅亨在一旁解释说，他们现在是通过魔法结界在看湖，整个沙里特城其实都是建在湖面结界上的。传说这里还沉睡着一只古老的魔兽。艾瑞琳踩着冰凉的湖水，觉得新奇又好玩。就在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一阵欢声笑语，一个小孩正黏在父母怀里撒娇，看起来温馨极了。梅亨心里泛起了嘀咕，既然是出来玩，自己是不是也该把艾瑞琳抱起来？想到这，梅亨有些迟疑地唤了他一声，可艾瑞琳却只是低着头，半天没有回应。艾瑞琳主动牵住了梅亨的手，轻声说自己没事，因为现在有他在身边。接着他又提起梅亨之前答应过要当他妈妈的事。这话一出，梅亨顿时有些哭笑不得，他忍不住问艾瑞琳，为什么非要叫自己妈妈而不是爸爸呢？艾瑞琳的回答倒是有理有据，说自己已经有爸爸了，虽然从来没见过，但那个人确实是存在的。面对逻辑这么严密的小家伙，梅亨也是彻底没脾气了，总不能强行去抢人家亲爹的位置吧。他无奈地笑了笑，一把将艾瑞琳抱了起来。趴在梅亨肩上的艾瑞琳小声地补充了一句，其实比起那个没见过的爸爸，他更喜欢梅亨。听到艾瑞琳说最喜欢自己，梅亨一脸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接着他提议带艾瑞琳去吃点东西，艾瑞琳也乖巧地答应了。看着怀里的小家伙，梅亨心里忍不住暗暗较劲，自己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绝对不能输给那个没尽过责任的亲爹。吃完饭出来，梅亨又提议带他去看喷泉表演。就在这时，路边传来了卖花声，梅亨顺口问他想不想买束花，艾瑞琳开心地直点头。拿到花后，艾瑞琳捧着花，甜甜地
向梅亨道谢。梅亨趁机问他心情有没有好一点，结果艾瑞琳却傲娇地表示，既然梅亨都这么努力了，那他也只能勉为其难地配合一下了。这回答让梅亨顿时有些哭笑不得。艾瑞琳像个小大人一样摸着梅亨的头夸她是好妈妈，这让梅亨只能无奈地叹气。随着远处的喷泉表演开始，梅亨看着心情好转的艾瑞琳，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艾瑞琳也轻声向他道谢，说多亏了有他在身边。可还没等梅亨高兴太久，艾瑞琳看着怀里的百合花，突然平静地交代起了后事。她说等自己死后，不用为他修建什么墓碑，只要在路边撒上这种百合花就好，因为这是梅亨送他的第一束花。听到这番话，梅亨整个人都懵了，急忙问他到底在胡说什么。可艾瑞琳却只是淡淡的打断他，说自己其实什么都知道，病根本治不好，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他甚至猜到了梅亨的心思，问他是不是因为知道这个，之前才故意和自己保持距离。听到这话，梅亨急忙开口否认，说自己绝对没有这么想过。艾瑞琳虽然嘴上说相信他，但还是坚持不要为他修建墓碑，因为他实在不想死后还要一个人孤零零的待在冷清的地方。看着艾瑞琳那落寞的神情，梅亨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就在气氛压抑到极点的时候，路边突然蹦出来一个戴着狗耳发箍的店员，热情地邀请这对父女参加游戏。梅亨正烦着呢，一口回绝说现在没空，可没想到艾瑞琳却直接答应了下来，这让梅亨顿时有些措手不及。看着艾瑞琳那期待的眼神，梅亨整个人都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孩子居然会对这种游戏感兴趣。既然艾瑞琳都开口了，梅亨也只能硬着头皮填了表。原来这个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家长们要扮演被困在塔里的公主，而孩子们则要化身英雄，去解开庄园的秘密，来拯救父母。很快游戏就开始了，家长们被集中在一个房间里，通过水晶球观察外面的情况。看着画面里干劲满满的孩子们，其他家长都兴奋的不行，唯独梅亨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心里别提有多郁闷了。他到现在都还没缓过神来，这孩子刚才还在交代后事，怎么一转眼就跟没事人一样跑去玩游戏了？梅亨正琢磨着，是不是又有哪个不长眼的仆人在艾瑞琳面前嚼舌根，他非要去好好谈谈不可。可还没等他多想，水晶球里闪过的画面让他猛地站了起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皇太子怎么会跑到这儿来？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只听见咔嚓一声，眼前的监测水晶球居然直接碎成了渣。而此时的走廊里伴随着推门声，艾瑞琳有些诧异的抬起头，迎面走来的居然是佩西恩。这下子两个人都彻底愣在了原地。游戏的目标是救出父母，谁能想到这地方居然藏着怪物？一只巨大的狼人突然扑了出来，本想吓唬一下眼前的艾瑞琳，结果艾瑞琳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一脸淡定的拆穿了扮演者。这下轮到扮怪物的员工尴尬了。艾瑞琳只是为了躲避梅亨的纠缠，才顺口答应来玩这个解密游戏，没想到体验还挺不错。他拿着刚找到的钥匙插进锁孔，伴随着清脆的响声，大门被打开。可门刚一打开，两人就这么在门口撞了个正着。艾瑞琳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试探着叫出了佩西恩的名字，而对方也同样有些迟疑的看着他。确认是艾瑞琳之后，佩西恩脸上立刻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可还没等他把名字喊完，艾瑞琳却唰的一下把门给关上了。这家伙现在不是应该在皇宫里吗？怎么会突然跑到这儿来？任凭门外的佩西恩怎么敲门，他也根本不敢开门。既然已经把门给锁上了，艾瑞琳觉得只要离这远点就安全。他猫着腰准备偷偷溜走，可还没等他走出2步，伴随着一声剧烈的轰鸣，整扇木门居然直接被暴力砸烂。佩西恩大声喊着他的名字，直接强行闯了进来。艾瑞琳吓得拔腿就跑，躲在沙发后面直发懵。这家伙到底是怎么破门的？还没等他喘匀气，佩西恩就一下子扑到了他面前，兴奋地问他为什么要跑。艾瑞琳气得大喊：搞成这样换谁不跑啊？好在艾瑞琳反应够快，一个闪身挣脱开来，顺势溜进旁边的房间，反手就把房门给锁死了。看着眼前黑漆漆的房间，艾瑞琳心里也直犯嘀咕，要不是这具身体实在太弱，她才不想躲进这种鬼地方。艾瑞琳躲在门后直喘粗气，她怎么也想不通，前几天明明已经把佩西恩赶走了，这家伙怎么还能这么死缠烂打？还没等他缓过神来，门外就传来了佩西恩的询问声，紧接着门把手就被拧得咔咔作响。眼看这扇门又要保不住了，艾瑞琳急得大喊让他住手，质问他是不是还想再拆一扇门。好在外面总算安静了下来，艾瑞琳没好气地质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难不成是一路跟踪自己过来的？面对艾瑞琳的质问，佩西恩居然大方地承认了，这理直气壮的态度让艾瑞琳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佩西恩还一脸无辜地问他自己表现的有那么明显吗？艾瑞琳没好气地吐槽，一见面就拔腿狂追，傻子才看不出来。佩西恩有些委屈地解释，因为艾瑞琳之前警告过他不许去哈尔伯恩庄园找他，所以他才只能在外面跟着。艾瑞琳叹了口气，再次冷冰冰地赶他走，让对方以后别再来打扰自己。艾瑞琳本以为把话说到这份上，对方总该放弃了，可没想到佩西恩却一口回绝了他。看着突然强硬起来的佩西恩，艾瑞琳有些诧异，只听见佩西恩认真地追问他为什么非要一个人待着。佩西恩站在门外，语气里满是失落。他说如果艾瑞琳真的想一个人，那他以后绝对不会再来打扰，但在彻底放弃之前，他还是忍不住追问了一句，这难道真的是他想要的结果吗？听到这个问题，门内的艾瑞琳彻底沉默了，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这家伙非要为自己做到这一步。佩西恩轻声回答，因为当艾瑞琳叫他
别再来的时候，他看到了他眼里的悲伤。佩西恩脑海里全是艾瑞琳当时说那些狠话的画面，虽然他嘴上说着不想再见，但那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根本就骗不了人。在艾瑞琳眼里，像佩西恩这样备受宠爱的人根本无法理解他的痛苦。可他不知道的是，他越是装作冷酷无情，反而越是暴露了内心的脆弱。佩西恩终于想明白了，原来艾瑞琳一直都在害怕被抛弃，他所有的抗拒和冷漠不过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伪装罢了。佩西恩只觉得心里一阵揪痛，他从小到大顺风顺水，确实没尝过被拒绝的滋味，但这一次他绝对不想就这么放弃。佩西恩站在门外，语气里满是执着，他说自己只是想确认他平安无事，因为他实在放心不下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艾瑞琳在门内听得直摇头，她实在想不通，自己既没有利用价值，也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他明明可以去交别的朋友，为什么非要缠着自己不放？面对艾瑞琳的质疑，佩西恩的回答却无比坚定。他说，因为那个人必须是他，他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唯一想交的朋友就只有他。这番话直击艾瑞琳的心底，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甚至觉得鼻子发酸。要是这家伙再这么说下去，他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可就真的要动摇了。为了不让自己心软，艾瑞琳只能继续嘴硬，说他根本不是真心喜欢自己，然后再次冷冰冰地赶他走，让他立刻离开这里。佩西恩的语气无比真诚，他说自己就是喜欢他，总是忍不住想知道他在做什么，甚至会期待他也能想起自己。在佩西恩的世界里，好像到处都是艾瑞琳的身影，不管走哪条路，最后都会绕回到他身边。佩西恩把姿态放得很低，他说就算艾瑞琳不相信他，甚至讨厌他都没关系，但他唯一的请求就是希望他别再躲着自己了。听着门外那颤抖的声音，艾瑞琳彻底动摇了，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她本能的想要逃跑，躲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她明明在心里警告自己，可握着门把手的手却怎么也松不开。她终究还是没能逃掉，而是选择去面对那个满眼都是他的人。艾瑞琳委屈的抽泣着，她小声的问佩西恩，为什么自己总是会忍不住想要见到他的脸。听到这话，站在门外的佩西恩整个人都愣住了。艾瑞琳说出了心底的顾虑，她害怕因为自己的厄运会让对方也陷入不幸。可佩西恩根本不在乎这些，他的回答斩钉截铁，只要能和他在一起，自己就绝对不会不幸。就算艾瑞琳警告他会被孤立，佩西恩也完全没有退缩，甚至直接说出了最重要的话，因为他喜欢他。这句话让艾瑞琳彻底愣住了，可他心里还是没底，毕竟时间会冲淡一切，谁能保证几年之后他不会把今天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在艾瑞琳眼里，自己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人，而佩西恩则是注定要闪闪发光的焦点。这种身份的悬殊让他比谁都清楚现实的残酷，可看着那个执着的身影，他还是决定任性一次，去相信他的真心。艾瑞琳缓缓走了出来，看着眼前的佩西恩，他明明心里已经动摇，嘴上却还是别扭的嘟囔着，说自己讨厌他。听到这话，佩西恩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得更加开心。他温柔的回应，没关系，反正他喜欢他就足够了。在艾瑞琳眼里，佩西恩的笑容就像夏日烈阳，炽热的让人害怕，却又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他突然开始怀疑自己一直以来的抗拒是不是只是在逃避这一刻。闹了这么一出之后，两人终于并排走在一起，只是刚刚还哭得稀里哗啦，现在突然安静下来，气氛反而变得有些尴尬。就在艾瑞琳不知道该说什么时，旁边的佩西恩却突然转过头，再次对他露出招牌式的灿烂笑容。艾瑞琳双手抱胸，开始盘问这个不请自来的家伙，质问他是不是又逃课跑出来的。佩西恩有些心虚的缩了缩脖子，小声承认了，但马上保证明天一定会加倍努力。艾瑞琳可没那么好糊弄，接着追问他是怎么知道自己行踪的。佩西恩老老实实的回答是有人告密，这让艾瑞琳气不打一处来，心想到底是哪个家伙敢把他的情报卖给皇太子？至于怎么知道他会来玩这个游戏，佩西恩居然想用一个无辜的微笑糊弄过去。艾瑞琳也懒得跟他计较，直接指使他去开旁边的箱子。佩西恩倒是干劲十足，一边干活还一边调侃艾瑞琳，说他平时最讨厌走路，今天怎么这么有精神？艾瑞琳假装没听到，自顾自的在旁边翻找线索。佩西恩却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兴奋地追问他是不是因为玩得开心才不觉得累。结果他一激动，手上的力道没控制住，直接把手里的木箱子给捏碎了。看着碎成几瓣的箱子，佩西恩自己也懵了，还一脸无辜的嘀咕，说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干。随着清脆的开锁声，艾瑞琳成功打开了箱子。佩西恩在旁边看得一脸崇拜，直夸他厉害。艾瑞琳从箱子里拿出一张地图，有了这个，他们就能去找需要解救的公主了。佩西恩有些好奇地问他，这次要救的公主到底是谁？是不是和他一起来的梅亨？艾瑞琳点了点头，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梅亨和格里亚姆穿上公主裙的滑稽模样。佩西恩也跟着兴奋起来，嚷嚷着自己也要去救格里亚姆公主。就在两人聊得正起劲时，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异响。佩西恩有些警惕地看向角落，小声嘀咕着，说自己好像看到那尊雕像动了。艾瑞琳只觉得后背发凉，没好气的让他别开这种吓人的玩笑。佩西恩看着那尊雕像，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而且仔细想想，从刚才开始，周围就安静的有些诡异，连其他参加游戏的孩子都不见了。这一下，四周的温度就像降了几度，气氛变得越来越不对劲。艾瑞琳虽然嘴上说着不怕鬼，但心里其实已经开始发毛了。她一把拉住佩西恩，催促他别再自己吓自己，咱们还是赶紧去终点吧。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电流声，一股强烈的不安感一下子涌上心头。看着突然停下脚步的艾瑞琳，佩西恩也有些慌乱，连忙关切地询问他怎么了。艾瑞琳根本来不及解释，因为她的直觉正在疯狂预警，伴随着一阵剧烈的震动，眼前的空间竟然直接裂开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艾瑞琳根本没有犹豫，直接一把将佩西恩推了出去。这一下来的太突然，佩西恩整个人都懵了，他拼命伸出手想要抓住他，可终究还是慢了一步。从裂缝中甩出来后，佩西恩跌倒在地上，四周乱成了一团。还没等他理清头绪，格里亚姆就慌慌张张地冲了过来。看着迎面跑来的格里亚姆，佩西恩根本顾不上叙旧，直接冷冷地质问对方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格里亚姆连忙解释，说是庄园里的保护魔法出了大问题，监视画面突然全断了。大人们这才慌了神，赶忙跑出来找人。见佩西恩平安无事，他这才松了一口气。可佩西恩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艾瑞琳还困在里面。听到这话，刚赶过来的梅亨彻底愣住了。而另一边，被裂缝吞没的艾瑞琳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看着周围这片陌生又黑暗的地方，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是真的被卷进未知空间了。之前有佩西恩在身边，他还没觉得有多害怕，现在只剩自己一个人，他只觉得每走一步都像是在玩命。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动静，艾瑞琳觉得这个庞然大物绝对不是人类，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明明只是个普通人，怎么会倒霉到要替别人承受这种考验？这地方根本就不是他该来的。还没等他想出逃跑的办法，门外突然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而此时的庄园里，大人们已经彻底乱了套，愤怒地质问负责安全的人到底去哪了。梅亨直接找上了魔塔的魔法师，逼问对方到底在搞什么鬼。对方被问得哑口无言，他突然发现了不对劲，指出庄园里有2个结界正在重叠，这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手段。梅亨有些听不懂，连忙追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魔法师神色凝重地解释，结界重叠根本起不到加固的作用，所以正常情况下没人会这么做，除非是遇到了最糟糕的情况，那就是在同一个位置强行降临了另一个世界。简单来说，艾瑞琳现在正被困在庄园的平行空间里，而此时在那个诡异的平行空间中，艾瑞琳正躲在桌子底下。突然一阵脚步声传来，一个黑发黄眼的神秘男子走了过来。他看着躲藏的艾瑞琳，笑着问他是不是能看见自己。魔法师解释道，平行世界与庄园正处于同一位置，但那里却属于完全不同的维度，生存着极其恐怖的高阶魔兽。听说结界重叠是有人蓄意制造。梅亨的神情彻底变了，他根本没心思继续听这些理论分析，直接打断对方想确认核心问题，到底能不能把艾瑞琳安全救出。面对询问，魔法师面露难色，根本拿不出明确的救人方案。还没等众人商讨出结果，保护庄园的结界突然剧烈一变，伴随着刺耳的魔力波动，庞大的结界竟然凭空燃起熊熊大火，庄园内部彻底陷入一片混乱。众人急忙寻找安森大师主持大局。而在凶险万分的平行空间里，躲在桌底的艾瑞琳一头雾水，恐怖的压迫感瞬间席卷全场。艾瑞琳仿佛被凶残巨兽死死盯上，连逃跑的力气都被剥夺。头顶突然传来清脆的敲击声，神秘人弯下腰露出玩味的笑容，疑惑地询问这个小丫头，明明应该看不见自己，为什么现在却直勾勾地盯着她看。只见神秘人轻轻打了个响指，笼罩在四周的无形束缚应声碎裂。艾瑞琳瘫坐在地，才猛然醒悟，刚才动弹不得并非因为恐惧，而是早就中了对方施加的禁锢魔法。看着惊魂未定的艾瑞琳，神秘人态度轻松，劝她不必害怕，声称自己现在还不想动杀手。艾瑞琳强忍恐惧，大着胆子询问对方身份，甚至颤声嘀咕对方是不是恶鬼。听闻此言，神秘人微微一愣，随即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般肆意大笑。接着他缓缓蹲下身子，调侃自己可不是那种低等的怪物。神秘人一边戳着艾瑞琳的脸颊，一边纳闷，明明已经清空了所有活人，为何唯独留下了这个小丫头？况且普通人看一眼这里就会昏死，他竟然能撑到现在。神秘人原本轻松的面孔骤然沉下，冷冰冰地质问要不要现在就直接动手。四周温度瞬间降至冰点，艾瑞琳陷入绝望，甚至想留遗书给梅亨，可神秘人却再次玩味地笑出声来，感慨这或许就是命中注定的相遇。起身之后，神秘人主动向他打听消息，询问这附近是否有巨大奇怪的异类。艾瑞琳不敢隐瞒，老实指出通往大厅的走廊尽头确实存在。神秘人满意的笑了起来，随手将一颗带着翅膀的小彩蛋塞给艾瑞琳，并留下了最后的冷酷忠告，警告他拿好彩蛋赶快向反方向逃跑，否则只会被白白卷进来送死。未等艾瑞琳细问，伴随着强烈的蓝色光芒，神秘人直接在他面前凭空消失。艾瑞琳整个人彻底凌乱，还没等他迈开脚步逃跑，手里的彩蛋瞬间亮起激光，直接张开了一道坚固的蓝色防护罩。下一秒，剧烈的震动伴随轰天巨响，整间房屋直接被狂暴的爆炸炸成粉碎。若非防护罩庇护，他早已当场丧命。还没等他喘一口气，脚下的地面突然剧烈晃动坍塌，艾瑞琳连同防护罩一起坠入深渊。不知过了多久，他从昏迷中悠悠醒来，可耳边突然响起的清脆碎裂声，再次让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艾瑞琳连忙低头查看，发现手里的彩蛋早已彻底碎成粉末。还没等他弄清楚原委，手背上传来一阵炽热的温感，一个耀眼无比的金色的星星印记就这样在他手背上缓缓浮现出来。
庄园外的结界终于暂时稳定，疲惫不堪的魔法师示意大家进去。话音刚落，佩西恩就急不可耐地冲了出去，他大声呼喊着艾瑞琳的名字，身后的格里亚姆根本拦不住，只能急忙跟了上去。佩西恩在走廊里一路狂奔，猛地推开一扇又一扇房门，可房间里全都是空荡荡的，根本没有艾瑞琳的身影。他彻底慌了神，艾瑞琳到底去哪儿了？艾瑞琳还没想明白自己身处何地，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呼喊声，梅亨和佩西恩急匆匆地冲了进来，看到艾瑞琳安然无恙，两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梅亨完全搞不懂这里发生了什么，而此时的艾瑞琳只觉得浑身力气被瞬间抽干，无尽的疲惫感排山倒海般袭来，他来不及回答，就直接晕倒在佩西恩的怀里。此时庄园的另一边，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女仆尤妮看着窗外满脸担忧。艾瑞琳和梅亨一大早就出发了，可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消息。丽娜在一旁无奈地叹了口气，虽然她很不情愿承认，但现在看来也只有梅亨大人能解决这个麻烦了。尤妮还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艾瑞琳能平安回来，可等来的却是她昏迷不醒的消息。庄园立刻请来神殿的神官、魔塔的治疗师以及医生，对艾瑞琳展开紧急救治。随着治疗魔力渐渐散去，神官转过身示意大家放心。一旁的梅亨急忙追问情况，神官解释说，艾瑞琳的生命力并没有受损，现在只是陷入了深度睡眠。魔塔的治疗师也跟着证实，他体内的魔力反应一切正常，并没有受到任何奇怪的诅咒。医生也赞同这个看法，认为艾瑞琳只是消耗过度睡了过去。可梅亨心里怎么也踏实不下来，明明倒下时那么虚弱，怎么可能只是睡熟了？他忍不住追问，艾瑞琳到底什么时候能醒来？几人无奈地摇了摇头，说谁也说不准他什么时候能醒。听到这个回答，梅亨的心彻底沉了下去，他挥手让大家都退下。梅亨无力地趴在床边，看着昏迷不醒的艾瑞琳，心里满是自责。他紧紧握住艾瑞琳的手，小声地向她道歉，怪自己没能保护好她。女仆尤妮看着消沉的梅亨，想说些话让他打起精神，可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一旁的丽娜连忙安慰尤妮，说大小姐肯定很快就会醒来。大家都在默默祈祷，希望奇迹能够快点出现。然而事情并不顺利，3天时间一晃而过，躺在床上的艾瑞琳依然没有任何醒来的迹象。门外的魔塔治疗师急得团团转，明明所有检查结果都正常，可艾瑞琳为什么就是醒不过来？一旁的神官也只能无奈摇头。大家乱成一锅粥，小声议论着，要是艾瑞琳再这样昏迷下去，皇太子一发怒，所有人恐怕都得跟着遭殃。因为此刻佩西恩正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外头早就传开了，这两人的关系绝不简单。要是艾瑞琳真出了意外，没人能承受得起这个后果。格里亚姆走了进来，劝佩西恩必须回皇宫一趟，毕竟他的身份摆在那里，一直耗着也不是办法。可佩西恩根本不听，直接冷冷地拒绝了。格里亚姆还想再劝，说只是回去处理一下就回来，但佩西恩根本不敢赌，万一他前脚刚走，艾瑞琳后脚就出了意外怎么办？格里亚姆叹了口气，知道再劝下去也没用，既然连皇宫的人都拿他没办法，自己也只能由着他去。房门关上后，屋里重新安静了下来。佩西恩静静地看着艾瑞琳，忍不住轻声唤着她的名字。他突然涌上一个不祥的预感，猛地伸出手去确认艾瑞琳的情况。好在人还有呼吸，这让他稍微松了口气。看着昏睡不醒的艾瑞琳，佩西恩心里一阵发慌。他根本无法想象没有艾瑞琳的世界会怎样。虽然一直以来艾瑞琳总是防着他，甚至想方设法把他推开，但佩西恩总觉得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他迟早会接纳自己。可现实却根本不是这样，他越是想要靠近艾瑞琳，反而离他越远，甚至像现在这样，随时都可能彻底消失。佩西恩第一次感到害怕，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他根本无法承受。他开始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那么蠢，没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死死抓住他的手。看着病床上毫无生气的艾瑞琳，佩西恩只能一遍遍呼唤他的名字，求他快点睁开眼睛。他紧紧攥着衣角，在心里暗暗发誓，这种无能为力的痛苦，他绝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下一次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一定会拼尽全力保护他。昏迷中的艾瑞琳意识飘进了一个温暖的梦境，柔和的光芒中，她被一个无比安心的怀抱紧紧搂着。她缓缓睁开双眼，对上一双和自己相同的玫瑰色眼眸，眼前的女人温柔地看着她，轻声唤她我的孩子。女人微微笑着在她耳边低语，要她一定要记住自己的身份。那个女人最后说的话，艾瑞琳根本无法听清。她猛地睁开眼，从梦中惊醒，看着熟悉的天花板，有些恍惚。刚才那一切真的只是个梦吗？虽然记不清梦境的细节，但她觉得那是绝对不能忘记的大事。还没等她理清思绪，耳边突然传来一声轻唤。艾瑞琳转过头，发现佩西恩正守在床边。看到艾瑞琳终于醒来，佩西恩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应过来后，顿时激动地大喊起来。艾瑞琳醒来后才知道，在她昏睡的这几天里，佩西恩居然一步都没有离开过，甚至连皇宫都没回过一次。看着佩西恩理所当然的样子，艾瑞琳简直有些哭笑不得。这家伙到底在想什么？佩西恩却觉得委屈极了。当时艾瑞琳病得那么重，他怎么可能安心离开？艾瑞琳无奈地反驳，自己只是睡了一觉，根本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可佩西恩却越说越委屈，他是真的害怕，万一自己离开的时候，艾瑞琳出了什么意外该怎么办？看着佩西恩那副委屈的模样，艾瑞琳一时间有些语塞。在他看来，这可是自己家，能出什么意外？但佩西恩却固执地认为凡事都有万一。见艾瑞琳沉默不语，
佩西恩整个人都蔫了下去，小声问他是不是讨厌自己守在这里。艾瑞琳赶紧出声否认。一听这话，佩西恩立刻来了精神，他直接凑到跟前，满眼期待地问他是不是想让自己留下来。面对突然凑近的俊脸，艾瑞琳有些招架不住，虽然心里不排斥他留下来，但看着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艾瑞琳还是觉得有些害羞，那些肉麻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还没等两人多说几句，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响动，紧接着梅亨推开门走了进来。看到艾瑞琳终于醒了，梅亨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跟在后面的尤妮更是直接哭出了声。这几天大家真是被吓坏了。梅亨快步走到床边，连声询问艾瑞琳感觉怎么样，身体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艾瑞琳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没事。梅亨伸手试了试她额头的温度，确认没有发烧才放下心来。看着梅亨满脸的疲惫，艾瑞琳心里一阵心疼，这家伙怕是好几天都没合眼了。自从梅亨答应做自己的妈妈后，脾气确实温和了不少，但真没想到他会焦虑成这样。就在两人互动的时候，旁边被冷落的佩西恩终于忍不住了，他双手抱胸，一脸不爽地打断他们，直接质问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在佩西恩看来，这两人怎么看都不像普通主仆。艾瑞琳转头看了看梅亨，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没那么死板，于是他理直气壮地给出了答案：梅亨就是他的妈妈。听到这个回答，佩西恩整个人都懵了，一个大男人怎么就成了妈妈？可偏偏艾瑞琳还一脸认真，朝他点头表示事实就是这样。听完艾瑞琳的解释，佩西恩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总算勉气接受了这个奇特的设定。可谁能想到，他脑回路一转，突然一拍胸脯，大声宣布自己要当艾瑞琳的爸爸。这突如其来的认亲发言，直接把艾瑞琳和梅亨给整不会了。两人坐在床边面面相觑，满脑子都是问号。面对佩西恩满是期待的眼神，艾瑞琳毫不犹豫的一口回绝。在这之后，佩西恩又在庄园里赖了好一阵子，直到医生反复确认艾瑞琳的身体确实没有大碍，他才依依不舍地动身返回皇宫。这可是5天来佩西恩第一次离开庄园，临走前他还在马车旁大喊，让艾瑞琳一定要等他回来。不过他可不是自己想回去的，佩西恩直接被像拎小鸡一样拖回了皇宫。看着佩西恩被强行带走，艾瑞琳忍不住询问梅亨，刚才那个可怕的男人到底是谁？梅亨解释说，那是专门负责皇子教育的负责人，平时艾瑞琳基本碰不到他。虽然那人看起来凶神恶煞，但佩西恩在他手下应该能学到不少东西。听到这，艾瑞琳半信半疑，结果梅亨自己也有些心虚，改口说其实佩西恩估计得吃不少苦头，这让艾瑞琳一阵无语。他还是有些担心佩西恩会不会有事。梅亨看着艾瑞琳，坦言自己这几天真的快要担心死了。看着梅亨那副自责的样子，艾瑞琳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她知道梅亨这几天为了她，肯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为了让梅亨放松下来，艾瑞琳突然张开双手，像个小孩子一样撒娇要抱抱。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直接把梅亨给整不会了。他忍不住笑出声来，调侃艾瑞琳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幼稚。艾瑞琳可不管那么多，直接扑进他怀里，理直气壮地表示谁让梅亨是他的妈妈呢？看着怀里撒娇的艾瑞琳，梅亨真是哭笑不得，心想这丫头以前到底是怎么把这一面藏得这么严实的。艾瑞琳靠在梅亨怀里，小声嘟囔说，大家其实都只喜欢他懂事的样子，要是他以前敢哭敢闹或者耍小脾气，大家肯定早就嫌他烦，离他远远的了。听到这番话，梅亨心里猛地一揪，他下意识地把怀里的人搂得更紧了，低声跟他说了句对不起。艾瑞琳有些不解，不明白梅亨为什么要道歉。梅亨叹了口气，说自己要道歉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以前总是把他一个人丢在庄园里，只顾着忙自己的工作，根本没有好好陪过他，甚至连他心里有多难受，自己都从来没有注意到过，这才让他受了这么多委屈。艾瑞琳心里涌起一股暖意，她轻轻拍了拍梅亨的后背，温柔地安慰着他。他告诉梅亨自己从未怪过他，相反他很感激梅亨一直以来的守护。为了缓和这有些沉重的气氛，艾瑞琳故意吸了吸鼻子，露出了一个无比灿烂的笑容。他再次直接扑进了梅亨的怀里，这一下扑得可不轻，梅亨赶紧伸手接住，嘴里还念叨着让大小姐小心点。虽然这次出门遇到了不少波折，但艾瑞琳心里其实特别满足，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出来。他抬起头笑着问梅亨，以后还能不能再带他出来玩？看着怀里满眼期待的艾瑞琳，梅亨温柔地答应了，只要他想去，去多少次都行。梅亨沉着脸找到了迪伦，直接骂他是叛徒。梅亨厉声质问，你竟敢把艾瑞琳的消息透露给皇宫？迪伦委屈得直掉眼泪，小声辩解说自己这都是为了大小姐好。看着下方被彻底封锁的湖泊，魔法师心里忍不住一阵抱怨，这种调查异常的跑腿杂活，居然要劳烦他这个大人物，要不是地方分部实在查不出原因，他才懒得大老远跑来这里。魔法师无奈地叹了口气，双脚稳稳落在了水面上，他缓缓举起手中的法杖，准备开始调查这片神秘的湖泊。伴随着一阵耀眼的蓝光，巨大的魔法阵在空中展开。魔法师仔细检查了四周的结界，发现一切都完好无损。这可是维持了几个世纪的结界，要是真出问题，城市早就沉没了。原本以为能发现平行世界的裂缝，结果却什么异常都没有。就在他准备放弃离开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低语。魔法师有些疑惑地转过身，一抬头却瞬间惊出一身冷汗。一条巨大的发光生物正无声无息地在建筑群中穿行，周围安静得有些反常。魔法师站在水面上，突然察觉到大魔兽沙里特的能量居然在瞬间彻底消失了。
不远处的阴影里传来咀嚼声，那条巨大的发光魔兽正被黑暗一点点蚕食殆尽。神秘的始作俑者看着艾瑞琳留下的气息，他嘴角微微上扬。这个小姑娘真是太有趣了，既然最近的日子这么无聊，那就把她当成新玩具吧。此时的庄园里，艾瑞琳正盯着自己的手背发呆，那里不知何时多了一个金色印记。这个奇怪的印记似乎只有他能看见，因为当时梅亨离得那么近，却对这个印记视而不见。虽然梅亨问过他有没有遇到怪事，但显然不是因为发现了印记。艾瑞琳直觉这个印记会带来麻烦，她决定把这个秘密藏在心底，但她很清楚这绝对和那个男人有关。可原著小说里根本没这号人，她只希望别再卷入什么麻烦，毕竟光是应付佩西恩就够头疼了。如今大家把他看得死死的，他只能等以后再找机会调查。就在这时，梅亨突然走了过来，说自己到处都在找他。艾瑞琳好奇地询问工作进展，梅亨笑着表示一切顺利。看着梅亨轻松的样子，艾瑞琳知道他肯定把怨气撒光了。原来在艾瑞琳昏迷醒来后，梅亨就对魔塔发起了疯狂的起诉，那架势简直要把对方生吞活剥，连送来的求饶信上都沾着血迹。最终哈尔伯恩家族毫无悬念胜诉。看着那一箱箱送来的赔偿金，艾瑞琳总算明白梅亨为何这么高兴。梅亨表示赔偿金已全部打入他的账户，但他还要继续去处理一些细节。艾瑞琳有些不解地问他为什么，梅亨笑着表示这笔钱是给他的零花钱。看着整箱金灿灿的财宝，艾瑞琳整个人都傻眼了。谁家零花钱是暗箱给的？梅亨问他有没有想买的东西，艾瑞琳盯着金币陷入了沉思。还没等梅亨把话说完，艾瑞琳突然一把抱住那箱金币，一脸认真地对梅亨说他想用这笔钱给梅亨发奖金。听到这个回答，梅亨直接愣在原地，旁边的管家和女仆也彻底石化了。艾瑞琳一脸认真地解释，大家平时工作实在太辛苦了，所以他想用最直接的方式犒劳大家。梅亨最先反应过来，转头问管家刚才那一幕录下来没有。管家艾伦立刻表示已经录好了。梅亨开玩笑说要永久保存这一天，艾瑞琳无语地强调自己是认真的。梅亨蹲下身，温柔地拒绝了，表示只要能感受到大小姐的爱意，对他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看着梅亨那张帅气的笑脸，艾瑞琳在心里暗暗吐槽，这家伙居然用美色来糊弄他。不过他还是妥协的小声嘟囔，大家应该会收下这笔奖金吧。一听说真的要发奖金，尤妮顿时兴奋不已，甚至表示要当成传家宝留着。看着艾瑞琳恢复了往日的活力，梅亨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他决定接下来要好好调理他的身体，同时他也派人给北境的杰伦送去消息。风雪交加的北境城堡里突然传来一阵愤怒的质问。得知艾瑞琳晕倒的消息，杰伦整个人都坐不住了，旁边的士兵们也跟着慌了神。谁能想到可爱的大小姐会突然晕倒？可杰伦却说梅亨刚说完就挂了电话，再打过去对方根本不接。就在几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时，大门突然被推开，一个威严冷酷的声音打断了他们。大公冷声质问他们是不是太闲了，所有人瞬间吓得不敢喘气。杰伦在心里暗叫不好，偏偏在这时候撞上了枪口。但是关艾瑞琳，杰伦只能硬着头皮汇报说艾瑞琳在和梅亨外出时突然晕倒，而且已经昏迷了好几天。听到这个消息，大公什么都没多说，直接转身离开。杰伦在后面急得大喊还没汇报完，但大公根本不理会，他一路沉着脸回到房间，立刻启动了联络器，主动联系了远在庄园的梅亨。联络器那头的梅亨有些意外，毕竟这位大人平时极少主动联络。还没等梅亨把话说完，大公便冷冷地打断了他，直接命令梅亨把艾瑞琳晕倒的事情解释清楚。随着联络器蓝光熄灭，梅亨挂断了通话，看着按下去的屏幕，他忍不住冷哼一声，不明白对方今天发什么神经。在他的印象里，大公对艾瑞琳的事情向来是漠不关心，可刚才在通话中，对方不仅为艾瑞琳醒来而高兴，甚至还特意叮嘱，如果艾瑞琳再次晕倒，必须立刻向他汇报。这反常的态度让梅亨有些捉摸不透，这到底是一时兴起，还是真的开始关心女儿了？他本以为自己足够了解那个男人，可现在看来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梅亨烦躁地靠在椅背上，忍不住低声抱怨，要是没摊上这么个难伺候的主子，日子肯定能轻松不少。不过抱怨归抱怨，有些往事一旦被勾起，就再也压不下去了。他的思绪飘回很久以前，回到了他刚来庄园的那天。那时候他还是个流浪，每天在街头无家可归。就在他最无助的时候，一个身份尊贵的小男孩毫不犹豫地朝他伸出了手。年幼的大公看着他，主动发出邀请，问他要不要跟自己一起走。那一刻的声音，梅亨至今记忆犹新。也就是从握住那只手开始，他正式踏入哈尔伯恩庄园，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庄园的生活并不轻松。作为一个被带回来的平民，梅亨从进门第一天起就不得不面对各种指指点点，私底下的闲言碎语从未停过。大家都在质疑他这个所谓的天才。在那些审判的目光中，年幼的梅亨显得有些局促，他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走在前面的那个背影。想到这，梅亨忍不住自嘲一笑，既然当初非要把他带回来，现在又为什么要躲去北境？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迪伦在外面轻声呼唤。梅亨应了一声，让人推门进来。迪伦有些抱歉地递上一封信，说这么晚打扰，实在不好意思。梅亨有些纳闷，自己最近并没有等什么信。迪伦神色凝重地解释，这是来自皇宫的传唤信，而且是直接指明给梅亨的。皇宫的传唤耽误不得。没过多久，一辆马车便急匆匆地驶向了宏伟的皇宫。梅亨换上了正
正式礼服，在侍从的带领下，面无表情地走在长廊里。这趟皇宫之行，不知道又有什么麻烦在等着他。梅亨推开沉重的大门，走进华丽的会客室。坐在主位上的皇后笑着向他打了个招呼。梅亨恭敬地弯下腰，向眼前的皇后陛下行礼。皇后笑着让他坐下，顺口问起他最近的近况。梅亨客套地回答：“托陛下的福，一切都好。”皇后忍不住笑出了声，调侃自己可没给过他什么恩惠。梅亨解释这不过是句客套话。皇后有些无奈地抱怨说：“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死板。”梅亨却毫不客气地回怼，觉得是皇后太不注重礼节。皇后微微眯起眼睛，有些自嘲地感叹：“看来是自己在这个位子坐太久，连规矩都快要忘记了。”皇后笑着招呼梅亨喝茶，说特意准备了他喜欢的口味。梅亨礼貌地道谢，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心里却在琢磨对方的来意。果不其然，皇后放下茶杯，主动提起了佩西恩，问是不是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听到佩西恩的名字，梅亨立刻就明白了，难怪皇后会突然传唤他，原来是因为皇太子不肯回宫的事。不过梅亨表面上滴水不漏，客客气气地回了一句，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梅亨主动解释起来，说其实很感激皇太子的拜访，自从他经常过来之后，艾瑞琳整个人都活泼了许多，连身体也比以前好了不少。皇后听完松了口气，笑着表示之前还担心那孩子过去只会添乱，现在总算可以放心了。梅亨也客气地回应，非常感谢皇后对艾瑞琳的关心。皇后却只是淡淡一笑，说自己不过是尽本分而已。但紧接着她看着远方，自言自语，说他们两个长得实在太像了，虽然艾瑞琳和哈尔伯恩大公长得一点都不像。听到这话，梅亨顿时有些纳闷，忍不住追问了一句，难道艾瑞琳长得不像大公吗？既然艾瑞琳不像大公，那皇后指的到底是谁？梅亨能想到的也只有那一个人了，那是一个白发如雪的温柔女人。皇后和哈尔伯恩家族渊源极深，难怪一看到艾瑞琳就会想起当年的往事。梅亨悄悄打量着眼前的皇后，看着她那有些落寞的神情，似乎有些理解她眼中的悲伤。就在这时，皇后突然开口问他知不知道艾瑞琳的母亲是谁。梅亨老老实实的回答，大公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皇后接着追问，那他自己有没有什么头绪？梅亨接着解释说，当时领地内事务繁忙，大公根本没时间去见其他人。皇后却挑了挑眉，继续试探着问，难道大公就没可能私底下瞒着所有人藏了个女人吗？梅亨认真考虑了一下，表示虽然理论上有可能，但以大公那种多疑的性格，这是怎么看都不太现实。皇后点了点头，没再继续追问这个话题。见皇后打住，梅亨顺势反问了一句，不知皇后陛下这里有没有大公最近的消息，比如他为什么一直在北境，或者什么时候准备回来？皇后轻轻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完全不知情，说是大公特意要保密。这下轮到梅亨有些意外了，难道除了皇帝陛下之外，就真的没人知道大公在忙什么吗？皇后微微抿了一口茶，缓缓给出了自己的猜想。她直言，如果非要猜的话，恐怕这件事跟艾瑞琳有关。听完皇后的话，梅亨一时间没有接话。皇后笑着感叹，不管怎么说，艾瑞琳那孩子确实招人疼，光是看着就让人心情变好。她忍不住打趣梅亨，说没想到他不仅工作能力强，连带孩子都这么有一套。此时在庄园里的艾瑞琳正揉着耳朵犯嘀咕，怀疑是不是有人在背后念叨他。梅亨赶紧谦虚地表示，这都是艾瑞琳自己底子好，跟他可没什么关系。皇后接着提起另一件事，听说皇太子今天就要去庄园了。梅亨算了一下时间，表示这个点人应该已经到了。原来佩西恩这周拼命训练，就是为了能早点去见艾瑞琳。看着佩西恩这副认真的镜头，连皇后都有些意外，没想到这孩子居然会开窍。庄园里突然传来一声大喊，打破了原本的宁静。佩西恩一见面就扑了上来，死死抱住艾瑞琳不撒手，嘴里还一直念叨着有多想她。艾瑞琳被缠得一脸生无可恋，只觉得整个人都要被榨干了。佩西恩还在继续诉苦，说自己为了能早点过来，这几天拼了命地做双倍功课，还咬牙坚持了地狱般的训练，就是为了能快点见到她。艾瑞琳实在听不下去了，冷冷的让他赶紧起开，直接一把将他推到旁边。佩西恩委屈的不行，抱怨说两人都整整一周没见了。艾瑞琳却在心里暗暗吐槽，那明明是他最亲近最幸福的一周。不过看着眼前这个吵闹的家伙，艾瑞琳在心里偷偷承认，之前没见面的日子确实有点无聊。他一边帮佩西恩顺毛，一边无奈地问他现在开心了没有。佩西恩立刻像个小狗一样开心地直点头。不过闹腾完之后，佩西恩突然变得认真起来。他看着艾瑞琳，说自己这几天其实反省了很久。这反常的举动让艾瑞琳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家伙又在琢磨什么。佩西恩一脸诚恳地表示，觉得自己以前做得很不够，以后应该对艾瑞琳更体贴才对。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他神秘兮兮地从怀里掏东西，这举动让艾瑞琳心里直犯嘀咕。结果佩西恩直接掏出了一张计划表，上面赫然写着，你也可以成为剑术大师。这下可把艾瑞琳给整不会了。佩西恩德意洋洋地宣布，这是他专门为艾瑞琳定制的锻炼计划，还是找了最顶尖的专家一起研究出来的。那张计划表就像没有尽头一样，哗啦啦的在地上铺开。佩西恩还一脸认真的分析说，艾瑞琳之所以
会晕倒，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身体太弱了。他还觉得自己考虑的特别周全，甚至一脸期待地问艾瑞琳是不是觉得这个计划超级棒。艾瑞琳看着这堆废纸，只觉得荒谬到了极点。他深吸一口气，冷冷地对佩西恩说：“赶紧滚回皇宫去，别在这里发疯了。”佩西恩一脸委屈地解释：“这可是专家特意制定的计划。”艾瑞琳却根本不想听，让他自己留着练去吧。佩西恩一边跟着一边抱怨说：“艾瑞琳明明答应过要听安排，结果被艾瑞琳无情否认。”佩西恩还是不死心，劝他好歹看一眼摘要，说这都是为了他的健康着想。艾瑞琳直接停下脚步，冷冷地指出问题的关键：这计划分明是要把他训练成剑术大师，根本就不是什么强身健体。艾瑞琳忍不住吐槽，自己现在连跑步都费劲，这种离谱的计划怎么可能行得通？佩西恩却开始讲大道理，劝他人总要往高处看。他笑着把计划表递了过去，哄着艾瑞琳先看一眼，说要是看完觉得不行再拒绝。艾瑞琳半信半疑地接过来，实在想不通这家伙哪来的自信。可等他把计划表翻开一看，整个人却直接愣住了，上面写着的居然是散步和纠正体态，看起来不仅不难，反而还挺合理的。佩西恩在旁边解释说，现在最关键的是帮他打好基础，所以得先从最简单的体能训练开始，1周里有7天要进行针对性训练。艾瑞琳一听赶紧叫停，这苗头怎么越听越不对劲？他忍不住质问佩西恩：1周练7次，这不就是天天都得练吗？佩西恩理直气壮地解释说，只有这样才能锻炼肌肉耐力。这理所当然的态度让艾瑞琳彻底无语，他直接把计划表塞回佩西恩手里，转头就走，打算当作今天什么都没发生过。佩西恩在后面急得大喊，赶紧追了上去，说自己为了做这个计划熬了通宵，连自己的训练都耽误了，里面全是他的心血。看着佩西恩委屈巴巴的样子，艾瑞琳最终还是心软了，无奈的答应先试试看。艾瑞琳忍不住叹了口气，实在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每次都拒绝不了这家伙。佩西恩一听他答应了，高兴的直接蹦了起来，生怕他待会儿反悔。艾瑞琳不得不提醒他，自己的身体状况可不是靠运动就能治好的。佩西恩嘴上答应的痛快，让艾瑞琳只管相信他，可看他那副干劲满满的样子，显然根本就没听进去。不过佩西恩还是认真的保证，不管怎么样，自己一定会让他健康起来。接着他就兴冲冲地拉起艾瑞琳，准备先从最轻松的训练开始。艾瑞琳也只能无奈地跟了上去。艾瑞琳其实也想通了，最近接二连三的折腾，确实让他意识到了体力的重要性。反正自己还活着，能让自己看起来健康点也没坏处。可他怎么也没想到，打脸会来得这么快。仅仅过了几个小时，艾瑞琳就为这个决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机械地迈着步子，只觉得双腿像灌了铅一样，还没跑出多远，艾瑞琳就彻底撑不住了，整个人直接瘫倒在地上。可还没等他喘口气，佩西恩就已经追了上来。这家伙居然还戴上了墨镜，催促他赶紧起来，说着才刚走了一半路程，还拿之前的约定来堵他的嘴。艾瑞琳现在是悔的肠子都青了，谁能想到这所谓的简单锻炼居然会这么折磨人，不仅要做深蹲，还得靠墙罚站，这哪里是强身健体，这分明是要他的命啊！艾瑞琳只觉得整个人都要散架了，这绝对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可佩西恩却摘下墨镜，一脸嫌弃地看着他，吐槽他才走了几步就撑不住了。佩西恩还得意洋洋地吹嘘，说自己当年训练的时候有多拼命。艾瑞琳累得直翻白眼，在心里疯狂吐槽。看着艾瑞琳实在动弹不得，佩西恩叹了口气，主动朝他伸出了手，说今天就先到这里吧。艾瑞琳顿时感动的不行，觉得这家伙总算还有点人性。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佩西恩就露出了恶魔般的微笑，轻飘飘地补了一句，今天确实到此为止，但得先把最后2圈跑完。艾瑞琳看着眼前的佩西恩，只觉得这家伙根本不是人，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魔鬼。佩西恩直接化身魔鬼教练，拿着哨子在旁边疯狂催促，艾瑞琳只能咬着牙硬撑，累得整个人都要散架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到了第1周，天还没亮呢，佩西恩就直接闯进他的房间，一把拉开了窗帘。艾瑞琳缩在被子里崩溃大喊，不明白这家伙为什么会在这里。到了第2周，佩西恩又准时出现，开始严格监督他的饮食计划。不仅如此，佩西恩还端来了特制鸡胸肉，要求他每天必须全部吃完。接着就是无休止的腿部训练，艾瑞琳累得直接趴在地上，直呼自己快要没命了。可佩西恩却完全不为所动。到了第3周，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佩西恩甚至开始和教练商量，准备在早上再增加新的训练项目。艾瑞琳在一旁机械地嚼着食物，只觉得这日子根本看不到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脱。之前那个对自己温柔体贴的佩西恩早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现在站在他面前的简直就是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魔。艾瑞琳流着泪在心里呐喊，求求把以前那个虽然疯癫但至少活泼的佩西恩还给他。而另一边，佩西恩正得意洋洋地走着，对自己的特训成果感到非常满意。他觉得定制的锻炼计划加上特制食谱简直是完美搭配，肯定能帮艾瑞琳长出肌肉。殊不知此时的艾瑞琳已经被折磨的只剩下一具空壳，整个人都快要散架了。看着像幽灵一样在地上爬行，嘴里还念叨着没哼名字的艾瑞琳，佩西恩也开始有些犯嘀咕，怎么感觉艾瑞琳一天比一天没有精神？难道是他底子实在太差了？佩西恩开始琢磨，是不是得想个什么别的办法。看着眼前热气腾腾的汤药，他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另一边，皇宫里的气氛却显得有些凝重，侍从正在汇报着最新的战况。南部森林和西部地区都频繁出现魔兽暴动，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汇报完工作后，仆从端着药走了进来，提醒皇帝该吃药了。皇帝看着堆积如山的文件，有些疲惫地叹了口气。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伸手接过了药碗。皇帝没有多想，直接端起药碗一饮而尽。可是药刚入口，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还没等旁边的人反应过来，皇帝猛地喷出一大口。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旁边的侍从吓得够呛，急忙大喊着询问皇帝的情况。皇帝眼神里满是愤怒，他咬牙切齿地质问：到底是谁胆敢在药里动手脚？艾瑞琳端起碗，一口气把药喝了个精光，这药苦得他直吐舌头。佩西恩在旁边兴奋坏了，连忙追问他有没有觉得身体变好，是不是一下子力气变大了。艾瑞琳却是一脸嫌弃，表示自己完全没感觉，还纳闷着到底是什么神药。佩西恩得意洋洋地透露，这可是非常宝贝的补药，而且还是从他爸爸那里拿来的。艾瑞琳听完直接愣住了，要知道佩西恩的爸爸可是当今皇帝。佩西恩还在旁边傻乎乎地追问，问他有没有觉得身体变好。艾瑞琳一脸怀疑地看着他，问他是不是敌国派来的间谍。佩西恩却还笑嘻嘻地装傻。就在这时，大门突然被人猛地推开，把屋里的两人都吓了一跳。带人闯进来的居然是海因克爵士。海因克爵士先是向艾瑞琳道了歉，接着就转头看向佩西恩。佩西恩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对方就直接下达了逮捕令。这下佩西恩彻底完脱了，他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呼喊艾瑞琳的名字，可海因克爵士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直接强行把他带走，顺手还关上了大门，留下艾瑞琳一个人在房间里。整个人都傻眼了，完全没搞懂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看着桌上被一起收走的空药碗，艾瑞琳心里咯噔一下，这绝对是因为那碗补药出了问题。如果真是这样，那岂不是意味着自己喝了皇帝救命药的事情马上就要败露了？艾瑞琳这边还在暗自庆幸，觉得这下是不是能逃过训练了。另一边，皇宫里的气氛已经降到了冰点。皇帝坐在椅子上，脸色阴沉地叫出了佩西恩的名字，质问是不是他干的。佩西恩紧张地直咽口水，根本不敢直视父亲的眼睛。皇帝气得不行，大声质问他怎么敢动自己父亲的补药。平时爱胡闹也就算了，这次简直是无法无天。面对父亲的怒火，佩西恩只能委屈地低着头，小声嘀咕那根本不是在开玩笑。皇帝根本不信他的鬼话，厉声质问他到底想干什么，甚至怀疑他是不是自己把药喝了，警告他要是敢撒谎后果自负。佩西恩急忙大声否认，情急之下直接脱口而出说药确实被人喝了，但那个人并不是他。皇帝这下彻底懵了，追问他到底把药给谁了。面对父亲的逼问，佩西恩自知瞒不过去，只能老老实实交代了实情。听完解释的皇帝整个人都傻眼了，怎么也没想到这小子偷药居然是为了去救他那个生病的朋友。看着父亲难以置信的表情，佩西恩也只能硬着头皮点头承认。皇帝瘫坐在椅子上，无奈地叹了口气，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居然会这么善良正直，本以为这小子是在恶作剧，甚至怀疑他走上了歪路，正准备好好教训他一顿，结果得知真相后，皇帝不仅生不起气来，反而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皇帝清了清嗓子，勉强维持住威严，说既然出发点是好的，那这次就不追究了。佩西恩一听这话，顿时喜出望外，直接兴奋地朝父亲扑了过去。皇帝笑着抱住扑过来的佩西恩，宠溺地叫他小淘气。接着皇帝话锋一转，问他那个生病的朋友是不是公爵家的女儿艾瑞琳。佩西恩顿时有些惊讶，不明白父亲是怎么知道的。皇帝无奈地笑了笑，说他整天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这事早就传遍了整个皇宫，大家都说他迷上了那个小姑娘。佩西恩一听这话，顿时有些不好意思，结巴巴的想要否认，皇帝却笑着反问他，难道不是吗？佩西恩沉默了片刻，随后非常认真地承认了。看着儿子坦率的样子，皇帝心里忍不住感慨，这小子居然已经到了会为别人脸红的年纪。不过一想到佩西恩喜欢的那个人，皇帝的眼神里却闪过了一丝担忧。艾瑞琳可是大公的女儿，难怪其他贵族现在都按兵不动，一点动静都没有。佩西恩天天往大公府跑，对那姑娘死心塌地，这事谁都看得出来。可问题是，那些不怀好意的贵族们心里恐怕都在盘算着，就算这姑娘成了皇太子妃，反正也活不了多久。皇帝看着儿子，心里满是担忧。这孩子性格随他，一旦爱上一个人，那就是一辈子不回头。这一旦陷进去以后，可就难办了。皇帝问佩西恩是不是真心想帮艾瑞琳好起来，佩西恩想都没想就点头承认了。皇帝听完也跟着笑了起来，他话锋一转，打趣说等那姑娘身体好了，是不是就能当她的皇太子妃了？这句话直接戳中了佩西恩的心思，把他整得满脸通红。皇帝在旁边笑得合不拢嘴，笑归笑，皇帝还是温柔地摸了摸儿子的头，劝他凡事都急不得，治病就像练功一样，得一步一步慢慢来。佩西恩听话地应了一声。为了帮艾瑞琳调理身体，佩西恩之前就琢磨着去弄点补药。这不，马车很快就停在了公爵府门口。艾瑞琳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佩西恩抱着个大礼盒，兴高采烈地冲了过来。后面的随从急得在后面直喊，生怕这位小祖宗给摔着了。艾瑞琳看着眼前的佩西恩，整个人都有些懵了。他本来以为这家伙动了皇帝的补药，怎么着也得被关上1个月禁闭，结果他居然这么快就放出来了。旁边的梅亨倒是一眼看穿了真相，看佩西恩这高兴劲儿，皇帝不仅没有惩罚他，反而还赏赐了这一大堆宝贝，甚至连宫里的御医都给派过来了。
指望皇帝能管管佩西恩，那是彻底没戏了。毕竟在这位宠子狂魔眼里，佩西恩连喘口气都是了不起的大事。这时梅亨告诉艾瑞琳说，又有贵族家的孩子想登门拜访。艾瑞琳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他只觉得自家快变成旅游景点了，光是一个佩西恩就已经把他的生活搅得一团糟。可就在他烦得不行的时候，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对策。只要他主动去参加聚会，佩西恩的注意力就会被其他人分散，到时候到了外面，这家伙可就没法再逼他按食谱吃饭了。艾瑞琳当即叫住梅亨，准备改变主意。他打算重新参加皇室的聚会，毕竟在社交聚会上，佩西恩就没法再逼他锻炼了，而且他也确实该去交些新朋友了。可这话刚好被跑过来的佩西恩听到了，他整个人直接僵在原地。他急切地追问艾瑞琳，那自己又算什么呢？皇室聚会这天，周围的人都兴奋地往前挤，哈伦却只觉得无聊透顶。这种虚伪的社交每次都一个样，闭着眼睛都能猜到接下来的戏码，无非是众人围着皇太子阿谀奉承，而佩西恩根本连眼皮都懒得抬，他在旁边看着都替那些人累。本来还指望那对双胞胎能闹点动静，结果最近连他们都老实了，这聚会简直就是浪费生命。哈伦正打算随便应付一下就走，却突然停下了脚步。不远处角落里的一幕让他瞬间提起了兴趣。他瞧见巨大的石柱后面正躲着一个娇小的女孩，一头标志性的浅金色长发格外显眼，这不正是艾瑞琳吗？此时的艾瑞琳也有些纳闷，没想到会在这里撞上哈伦。其实他今天特意跑来参加聚会，心里早就打好了如意算盘。他管这个计划叫朋友盾牌。第一步，先在聚会上多交几个新朋友，然后呢，就能名正言顺的用社交当借口，彻底甩掉佩西恩那个魔鬼跟屁虫。艾瑞琳本来算盘打得噼里啪啦，想只要来参加聚会，就能名正言顺的躲开佩西恩的魔鬼训练。他甚至觉得这是个堪一无缝的计划。可谁能想到，他前脚刚踏进宴会厅，后脚就发现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因为和皇太子走得太近，周围的名媛全都在用嫉妒的眼神瞪着他。这还没完，还没等他想好怎么应付这尴尬的局面，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兴奋的呼唤。一回头，居然是那对出了名的恶魔双胞胎。这两个难缠的家伙正张牙舞爪地朝他扑过来。艾瑞琳一路小跑躲在柱子后，好不容易才甩掉那两个粘人精。可还没等他松口气，一转头居然直接撞上了哈伦。艾瑞琳搞不懂这家伙为什么会坐过来，只能尴尬地把头扭向一边，假装没瞧见。没想到平时冷酷少言的哈伦居然主动开口，低声问他是不是生病了。这下可把艾瑞琳给惊到了，他忍不住在心里嘀咕，原来这家伙也是会说话的呀。他忍不住笑出了声，反过来调侃哈伦说，看起来生病的人明明是他自己。哈伦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我没事。艾瑞琳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家伙是以为自己身体不舒服才特意坐过来关心的，真不愧是尽职尽责的守护骑士。看着眼前这个面冷心热的男孩，艾瑞琳觉得他其实是个很不错的朋友人选，甚至还大着胆子伸手摸了摸他的头。但这里面却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在哈伦心里永远都会把佩西恩放在第一位。毕竟在原本的设定里，哈伦注定是皇太子的死忠守护者，他对骑士知道的死脑筋，连小说里的其他人都拿他没办法。但艾瑞琳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要是能把这家伙的忠诚分那么一点点到自己身上呢？想到这，艾瑞琳主动向哈伦伸出手，问他愿不愿意做自己的朋友。哈伦这下直接愣住了，显然没料到对方会提出这种要求。艾瑞琳赶紧解释，说自己今天来聚会就是为了交朋友，要求也不高，只要偶尔陪他玩一下就行。见哈伦半天没反应，艾瑞琳心里开始打鼓，赶紧改口说非常偶尔也行，甚至退一步表示只玩一次也行。见哈伦没有立刻拒绝，艾瑞琳觉得这是绝对有戏。为了彻底拿下他，她决定再加一把劲，直接问哈伦是不是讨厌自己。这一问可把哈伦给问懵了，最后还是红着脸妥协了，答应和他做朋友。艾瑞琳表面上客客气气地道谢，心里早就乐开了花。有了哈伦这个强力盟友，她觉得自己的逃跑计划又稳了一分，以后终于不用再受折磨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身后突然传来佩西恩的声音，质问他为什么会和哈伦在一起。艾瑞琳赶紧开口解释，说自己刚刚和哈伦达成了协议，两个人现在已经是朋友了，所以才在这里聊天。听到朋友这两个字，佩西恩整个人都僵住了，那咬牙切齿的样子，明摆着是打翻了醋坛子。这边的动静闹得可不小，连远处的双胞胎都注意到了。两人看着这修罗场一般的画面，一时间也摸不着头脑。而佩西恩的目光已经死死锁在了哈伦身上。艾瑞琳只觉得头大，这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变成了奇怪的三角关系？佩西恩冷笑着警告艾瑞琳，劝她趁自己还好说话，赶紧主动放弃。火药味越来越浓，可把旁边看戏的双胞胎乐坏了。两人一边嚼着零食一边纳闷。佩西恩和艾瑞琳各拉着哈伦一边，谁也不肯撒手。艾瑞琳大喊着哈伦是自己的朋友，佩西恩却不服气的嚷嚷，说自己认识哈伦的时间可长多了，质问艾瑞琳到底了解哈伦什么。希尔在旁边理智分析，觉得要是光比认识的时间，艾瑞琳确实一点胜算都没有。可谁能想到，艾瑞琳直接大声反驳，说自己就是喜欢哈伦，喜欢和他待在一起。这一句话直接把旁边的哈伦都给整不会了。听到艾瑞琳亲口承认喜欢哈伦，佩西恩整个人都炸毛了，大声质问自己哪里不如哈伦。艾瑞琳却根本不吃他这一套，直言哈伦就是比他更帅、更温柔，甚至还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这一句话直接给佩西恩来了个暴击，他整个人当场僵在原地。旁边看戏的双胞胎乐坏了，觉得佩西恩这回是彻底输了，再这样下去，哈伦就要被拐跑了。佩西恩干脆不装了，直接摆出皇太子的架子，命令哈伦立刻坐过去。这下连旁边看戏的都看不下去了，直呼佩西恩这是在耍赖皮。艾瑞琳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一把揪住佩西恩，质问他凭什么拿身份压人。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夹在中间的哈伦被折腾得精疲力竭，他突然爆发，直接甩开两人，拔腿就跑。看着哈伦远去的背影，艾瑞琳急得大喊，拔腿就要追上去。然而还没等艾瑞琳跑出几步，手腕就被人从后面死死拽住。回头一看，居然又是佩西恩。艾瑞琳这下是真的动了气，冷冷的命令他立刻放手。佩西恩委屈地质问，说他上次也是毫不犹豫地选了哈伦。艾瑞琳听得一头雾水，他这才反应过来，这家伙居然还在为上次的事情耿耿于怀。不过比起这个，他更担心自己的免锻炼计划要泡汤了。佩西恩咬着牙问出了心里最介意的问题：艾瑞琳是不是真的更喜欢哈伦？这突来的质问让艾瑞琳瞬间懵了，还没等他开口解释，佩西恩自己却先慌了神。他猛地松开手，大喊着别回答，甚至幼稚地捂住耳朵耍赖。接着他赌气丢下一句话，让艾瑞琳在原地等着，自己要去把哈伦找回来。说完便拔腿跑得没影，只留下哭笑不得的艾瑞琳。看着他吃醋跑远的背影，艾瑞琳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他没想到这个大大咧咧的皇太子竟然真的被自己的话伤到了。还没等他理清乱糟糟的思绪，那对难缠的双胞胎又冒了出来，嬉皮笑脸的拦住去路。他们得意的宣称早就看穿了艾瑞琳的小算盘。艾瑞琳还以为自己的计划暴露了，谁知这两个家伙脑回路异常奇特。他们得意洋洋地分析，认定艾瑞琳是为了赢得最佳朋友游戏，才把目标转向了皇太子。看着自我感觉良好的两人，艾瑞琳只觉得一阵无语。双胞胎还大方地表示可以勉为其难当他的朋友，结果艾瑞琳连眼皮都没抬，冷冷地直接拒绝，让得意的双胞胎当场傻眼。哈伦独自坐在台阶上叹气，没想到和艾瑞琳做朋友会惹来这么多麻烦，甚至只要他一靠近自己就会紧张。还没等他想明白，一转头却发现佩西恩蹲在旁边，浑身散发着阴郁的低气压。佩西恩低着头，阴沉地质问：什么时候和艾瑞琳关系这么好了？看着打翻醋坛子的皇太子，哈伦心里直犯嘀咕，只能弱弱的开口解释，两人今天刚建交。佩西恩却抛出送命题，逼问哈伦在自己和艾瑞琳之间选谁。面对皇太子的执着，头疼的哈伦最终选择妥协，给出了佩西恩想要的答案。听到哈伦选了自己，佩西恩这才松了口气，低声致谢。哈伦忍不住在心里感慨，高高在上的皇太子竟然被艾瑞琳拿捏得死死的。佩西恩说其实艾瑞琳喜欢哈伦，这一句话直接让哈伦当场脱力。看着伤心的佩西恩，哈伦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可下一秒，佩西恩却突然站直，咬牙发誓绝对不会输给哈伦。无辜躺枪的哈伦满头雾水，不明白自己怎么成了竞争对手。就在这时，双胞胎风风火火地冲进来，大喊着要分享艾瑞琳的八卦。希尔得意洋洋地宣布，艾瑞琳刚刚亲口拒绝了所有人，不仅不和他们做朋友，甚至连佩西恩也别想。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佩西恩当场傻在原地。佩西恩急切地追问双胞胎，艾瑞琳有没有答应和哈伦做朋友。双胞胎坏笑着提议帮他去问，还没等他们动身，哈伦突然自告奋勇跑去询问。没过多久，哈伦沉着脸回来，带回了艾瑞琳拒绝的回答。听到这个结果，双胞胎幸灾乐祸地欢呼起来，旁边的佩西恩更是满意点头，只要艾瑞琳没答应哈伦，他就彻底放心了。哈伦好不容易脱身松了口气，看着还在纠缠的佩西恩和双胞胎，他决定想办法让他们远离艾瑞琳。此时艾瑞琳正独自待在树下，旁边几个孩子正悄悄盯着他，商量着要不要过去搭讪。但想到他对皇太子凶巴巴的态度，大家又有些犯怵，觉得他难以接近。躲在树后的艾瑞琳听得一清二楚，顿时觉得头大无比，看来自己的社交计划要彻底泡汤了。这下艾瑞琳不仅没交到朋友，反而成了大家眼里的怪人。但他现在更头疼另一件事，等会儿佩西恩回来该怎么面对。其实他心里委屈得很，费尽心思找新朋友当盾牌，只是想逃避佩西恩的魔鬼训练。谁能想到最后搞得一团糟。艾瑞琳忍不住叹了口气，觉得自己折腾半天还是和前世一样幼稚。旁边的人小声询问莱斯利要不要去和艾瑞琳打个招呼，毕竟他和皇太子走得那么近。莱斯利却一脸不屑地表示，艾瑞琳不过是个私生女罢了。听到同伴夸赞艾瑞琳漂亮，莱斯利心里更加不是滋味。在他看来，八戒上皇太子根本无法改变艾瑞琳的身份。莱斯利死死攥着裙角，暗暗发狠，皇太子妃的位置只能是他的。莱斯利走到艾瑞琳身边，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主动搭讪，邀请艾瑞琳过去一起聊天。莱斯利是侯爵家的独生女，从小过着顺风顺水的生活，在旁人眼里，她占尽了所有好处，唯一的不完美就是父亲只是个侯爵，而不是地位更高的公爵。不过这根本不重要，因为她早就盯上了皇太子妃的位置，在这个帝国的同龄人里，没人比她更有资格坐上那个位子。母亲也经常在她耳边念叨，说她注定要成为未来的国母。在这样的灌输下，莱斯利早就把这个位置当成了囊中之物。在莱斯利眼里，自己成为皇太子妃是板上钉钉的事，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直到这一天，他迎面碰上了皇太子佩西恩。莱斯利刚想上前打个招呼，
可谁能想到，佩西恩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急匆匆的从他身边跑了过去，嘴里还大声喊着艾瑞琳的名字。这一幕直接让莱斯利彻底懵了，他怎么也想不通，高高在上的皇太子怎么会主动去找那个病恹恹的艾瑞琳？那个平时毫无存在感的公爵千金，凭什么能得到皇太子的关注？这让莱斯利的危机感瞬间拉满。眼看佩西恩和艾瑞琳走得这么近，旁人赶紧安慰莱斯利说，皇太子绝不可能看上那种傻子。莱斯利嘴上虽然附和着，但他可不打算就这么算了。作为未来的皇太子妃，他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抢走风头？他主动凑了上去，笑着邀请艾瑞琳过去一起聊天。这突如其来的热情让艾瑞琳有些摸不着头脑。面对艾瑞琳的疑惑，莱斯利脸上挂着无害的笑容，热情地邀请他一起过去喝茶。其实莱斯利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他觉得现在没有皇太子护着，艾瑞琳根本没办法在大家面前拒绝，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好好收拾他。可谁能想到，艾瑞琳一听到喝茶2个字，整个人直接开始闪闪发光，甚至一脸感动地问莱斯利是不是自己的守护天使。这反应直接把莱斯利给整不会了。虽然过程有点跑偏，但莱斯利还是把艾瑞琳带到了茶会，得意洋洋地向大家宣布自己带了一位特别的客人过来。莱斯利向大家介绍说，这位就是艾瑞琳小姐，还热情地让大家多照顾她。虽然其他人都表现得很欢迎，但艾瑞琳坐在那里只觉得浑身不自在，毕竟这还是她第一次参加这种茶会。出于礼貌，艾瑞琳还是向莱斯利道了谢，结果莱斯利尾巴直接翘到了天上，得意地表示这只是他作为未来社交界领袖的职责。艾瑞琳听完在心里直犯嘀咕，社交界的领袖不就是皇后吗？不过艾瑞琳也懒得拆穿他，反正只要能躲开佩西恩那个醋坛子，待在这里喝茶也挺好。看折满桌的精致点心，艾瑞琳甚至开始有些期待，说不定今天真的能在这里交到新朋友。莱斯利热情地招呼大家喝茶，但他心里其实另有打算，觉得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喝茶期间，莱斯利突然笑着看向艾瑞琳，说自己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他。艾瑞琳也没多想，直接让他问。结果莱斯利一开口就直奔主题，问艾瑞琳和皇太子佩西恩到底是什么关系，还说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个走得特别近。听到这话，艾瑞琳整个人都懵了，他们平时明明吵得不可开交，怎么在别人眼里就成关系亲密了？艾瑞琳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毕竟在他心里，佩西恩根本不是什么温柔的皇太子，而是一个可怕的恶魔管理员。艾瑞琳无奈地解释说，佩西恩简直就是他的人间地狱，每天从他睁眼开始就对他进行全方位的魔鬼管理。听到这话，莱斯利整个人都傻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堂堂皇太子居然会亲自照顾艾瑞琳的起居。看着艾瑞琳那一脸痛苦的样子，莱斯利只能尴尬地陪笑，觉得他们两人的关系肯定非同一般。艾瑞琳却觉得很无语，这算哪门子关系好？就在这时，旁边的一个红发女孩突然忍不住笑出声来。艾瑞琳有些莫名其妙，心想这有什么好笑的？要是让这女孩也去体验一下那种魔鬼训练，估计哭都来不及。红发女孩笑着对艾瑞琳说，你坐在这里看起来可真是格格不入。接着她又故作惊讶地表示，你身边好像没有长辈能教你这些基本的社交礼仪吧？这突如其来的冷嘲热讽直接把艾瑞琳给整懵了，她怎么也想不通，这人怎么说变脸就变脸，明明刚才气氛还挺好的，怎么一转眼就直接开始人身攻击了？红发女孩看着艾瑞琳的反应，又慢悠悠地补了一刀，说作为合格的淑女，可得学会控制好自己的表情。她还装出一副好心的样子，说自己只是好意提醒，免得艾瑞琳以后在别处丢人。还没等艾瑞琳缓过神来，红发女孩又抛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她凑上前低声问，你到底是用什么手段才让皇太子像个保姆一样，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转的？几个女孩围着艾瑞琳，你一言我一语的冷嘲热讽，说她整天只知道黏着男孩子，简直丢尽了贵族淑女的脸。艾瑞琳这才反应过来，这帮人特意把她请过来，根本不是为了聊天，而是为了合伙看她的笑话。看着眼前这群人虚伪的嘴脸，艾瑞琳心里突然升起一股强烈的既视感，这熟悉的套路和恶毒的嘴脸，简直和她前世被霸凌时的场景一模一样。那时候也是这样，那些人表面上装作要照顾她，背地里却用最难听的话来羞辱她。艾瑞琳心里冷笑了一声，看来不管在哪个世界，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都一个样。红发女孩还装出一副好心肠，说大家这都是为了她好，所以以后艾瑞琳必须得听他们的安排。看着对方那副理所当然的嘴脸，艾瑞琳直接冷冷的反问，为什么？她脸上挂着微笑，态度却彻底冷了下去。就凭这几个小丫头也配在她面前指手画脚？艾瑞琳这突如其来的反击，直接把刚才挑衅的女孩给整懵了。她半天说不出话来，见对方不吭声，艾瑞琳可没打算就这么放过她，反而步步紧逼，大声质问对方是不是在指责自己的言行。这下子周围看热闹的人都傻眼了，谁也没想到平时温和的艾瑞琳发起火来居然这么可怕。眼看同伴被逼得说不出话来，坐在一旁的莱斯利终于坐不住了，赶紧站起身想要打圆场。可还没等莱斯利把话说完，艾瑞琳直接冷冷地打断了他，你现在最好闭上嘴巴，保持安静。说起公爵家的千金艾瑞琳，大家对她的印象一直是个缩在角落里不爱说话的软弱姑娘。一开始大家碍于她的身份，表面上还客客气气的，可随着那些难听的流言传开，众人看她的眼神彻底变了，什么亲爹不疼女仆不爱，各种嘲讽让大家开始孤立她。要是换做别的大小姐，面对这种冷落早就发脾气了，
可艾瑞琳每次都只是温和的笑笑，像个傻瓜一样默默忍受。但这一次，他不打算再忍了。看着突然安静下来的茶会，艾瑞琳冷冷地质问大家：“为什么都不说话了？”这冰冷的语气直接把一旁的红发女孩给吓傻了。这哪里还是那个好欺负的受气包？艾瑞琳冷笑着扫视全场，今天倒要看看谁还敢当面侮辱她。她冷冷地盯着那个挑衅的红发女孩，直接问她叫什么名字。对方被这气势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回答自己叫奈德利。艾瑞琳可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继续逼问他父亲的爵位。得知对方父亲只是个子绝后，艾瑞琳直接走上前，一把按住了奈德利的肩膀。他居高临下地警告奈德利，今天能坐在这里说话，纯粹是因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茶会，要是换成正式的社交场合，凭你子爵千金的身份，连跟本小姐搭话的资格都没有。虽然很感谢你的建议，但我可从来没有允许过一个身份比我低的人来教我做事。看着艾瑞琳那冰冷的眼神，纳德利吓得缩在沙发上动弹不得。下一秒，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直接当场嚎啕大哭起来，嘴里还喊着要找妈妈。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奈德利，艾瑞琳只是冷冷地坐在一旁。她怎么也想不通，以前的自己为什么会削尖了脑袋，想融入这群幼稚大小姐的圈子。就在屋里哭成一片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女仆推门进来，准备送点心。她直接被屋里的画面给整不会了，这茶会怎么还把人给喝哭了？女仆看着正在大哭的纳德利，一脸懵地问发生了什么事。艾瑞琳却表现得非常淡定，说自己只是提前教了对方一个道理，那就是哭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话直接把女仆给听傻了。艾瑞琳也懒得再多待，礼貌地向莱斯利道了谢，便转过身准备离开。看来今天想交朋友的计划是彻底泡汤了，他现在只想赶紧回家。公爵府里，梅亨看着手里的报告，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因为上面写着神秘的天空之塔居然要派人来了。要知道那地方可是魔法师们的圣地，平日里神神秘秘的，甚至都没人能确定它到底存不存在。可现在这座传说中的魔塔居然主动提出要访问帝国，梅亨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这绝对和之前的沙里特事件脱不了干系，看来他得亲自去会一会那位魔塔之主了。就在他思索对策的时候，迪伦拿着一叠文件走了进来，说最近各地请求讨伐魔兽的报告又堆成山了。梅亨一边签字一边抱怨，最近这魔兽怎么就杀不完呢？迪伦还开玩笑说，可能是春天到了，魔兽都出来野餐了，结果被梅亨无情拆穿，现在明明已经是夏天了。迪伦递上最新的报告，神色有些担忧的汇报说，这是北方城堡发来的第一份增援请求，看样子那边的局势是一天比一天严重了。听到这个消息，梅亨的脸色冷了下来。那位公爵大人放着家和孩子不管，偏偏要把自己关在寒冷的北方，他到底在谋划些什么？一旁的迪伦看着梅亨的反应，心里直犯嘀咕，早知道就等他心情好点再汇报了。梅亨没再多说什么，只是翻开下一份文件，结果发现这居然是皇太子亲自下达的一份特殊远征请求。迪伦赶紧在一旁解释说，这是一项由第一骑士团执行的机密任务，因为给的赏金实在太丰厚了，骑士们个个都抢着要去，甚至有人已经借此大捞了一笔。梅亨看着皇太子的远征请求，直接丢在一边，表示没兴趣，觉得这位皇太子整天不干正事，净搞些奇奇怪怪的计划。就在这时，迪伦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说今天聚会的时候，艾瑞琳和其他贵族小姐起了冲突，甚至还把对方给弄哭了。听到这个消息，梅亨整个人都愣了一下。梅亨怎么也没想到，平时看着柔弱温和的艾瑞琳，居然还会跟人起冲突，而且还把人给气哭了。迪伦倒觉得这很正常，小孩子打打闹闹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况且动手反击总比挨打强。但梅亨却有些担心，要是艾瑞琳的脾气像他父亲，那以后指不定要惹出什么大乱子，是不是应该趁早管教一下？迪伦在一旁小声嘀咕，要是真像公爵大人，管教恐怕也没什么用，还不如顺其自然。但梅亨却不这么想，觉得该管的还是得管。结果话还没说完，门突然被推开了，艾瑞琳开心地跑了进来，嘴里还甜甜地喊着妈妈。刚才还一脸严肃的梅亨，一看到艾瑞琳，态度立马来了180度大转弯。他温柔地询问艾瑞琳晚饭吃的怎么样，还表示自己一点都不忙。这变脸速度让旁边的迪伦直接看傻了。茶会结束后，被艾瑞琳对哭的女孩还在不停抽泣，这让本就心烦意乱的莱斯利更加火大，直接大声呵斥让她闭嘴。哭泣的女孩心里害怕，小声嘀咕着要不要去向艾瑞琳道歉。莱斯利一听更生气了，觉得不过是喝茶时的几句口误，艾瑞琳凭什么发这么大火？这分明就是没教养。在莱斯利看来，艾瑞琳不过是个在家里不受宠的边缘人，就算得罪了她，也根本没人会替她出头。可最让莱斯利无法接受的是，那个平时被大家冷落的艾瑞琳，今天居然敢用那种不屑的眼神看着自己，这种被轻视的屈辱感，让莱斯利彻底记恨上了艾瑞琳。莱斯利气得直咬牙，心里暗暗发誓，无论用什么手段，都一定要让艾瑞琳好看。纳德利看着他这副样子，吓得赶紧上前安慰，生怕他当场失控。可就在这时，一个同伴主动走了过来，脸上还挂着人畜无害的笑容。他笑着对莱斯利说，自己刚刚想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主意，问他想不想听听。艾瑞琳刚刚放下餐具，女仆就走过来，轻声提醒，该到时间去运动了。一听到运动这2个字，艾瑞琳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佩西恩的身影。那天分别的时候，他看起来是那么委屈，甚至还红着眼眶问他是不是真的更喜欢别人。一想到他当时的样子，艾瑞琳心里就直犯嘀咕，觉得他今天大概率是不会来了。
艾瑞琳瞬间失去运动兴致，决定去书房看书消磨时间。女仆便牵着她朝书房走去。女仆轻轻推开书房的大门，笑着对艾瑞琳说：“这里刚送来了一本新书，她一定会非常喜欢。听说有新书可以看。”艾瑞琳顿时来了兴趣。可谁能想到，房门刚刚被推开，屋里居然已经坐着一个人。艾瑞琳定睛一看，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坐在里面的竟然是本该在皇宫的佩西恩。佩西恩一看到艾瑞琳，立刻开心地站起身来，大声招呼她过来运动。艾瑞琳彻底懵了，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这家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随着佩西恩按下怀表，今天的体能训练终于宣告结束。看着累瘫在地上直喘粗气的艾瑞琳，佩西恩笑着夸奖她最近进步很大，看来之前的补药没有白吃。听到今天终于可以休息，艾瑞琳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看着正在认真做记录的佩西恩，艾瑞琳心里却开始犯嘀咕。虽然她表面上看起来和往常一样，甚至脸上还挂着温和的笑容，但那天分别时的尴尬还在。艾瑞琳有些纠结，自己是不是也该像她一样，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她在心里疯狂咆哮，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做到完全不觉得尴尬的？但表面上她也只能无精打采地走过去，乖乖听话坐了下来。看着今天异常听话的艾瑞琳，佩西恩忍不住调侃起来，说她今天居然连求饶都没有。艾瑞琳在心里默默翻了个白眼，要不是因为面对她太不自在，她才不会表现得这么老实。就在这时，佩西恩突然话锋一转，问起了他上次参加皇家聚会时和那些贵族小姐喝茶的事情。艾瑞琳心里顿时警惕了起来，他怎么会突然提起这茬？佩西恩试探着追问，那天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艾瑞琳却不想多说，直接一口否认。看着佩西恩怀疑的眼神，艾瑞琳索性反问他，到底想听自己说些什么？佩西恩叹了口气，说自己只是担心他受了委屈。艾瑞琳心里很清楚，茶会上的闹剧肯定早就传开了。为了不惹麻烦，艾瑞琳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自己没事。看着佩西恩那充满担忧的眼神，艾瑞琳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现在的她只想离皇室远一点，因为佩西恩越是关心她，她的处境反而会变得越危险。艾瑞琳心里乱成了一团麻。虽然事情是因为佩西恩而起，但她很清楚这根本不能怪她。她刚想开口安慰对方，说这不是她的错，可话还没说完，佩西恩却突然低下了头，非常认真地向她道歉：“对不起，让你经历了那些痛苦。”看着眼前的佩西恩，艾瑞琳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忍不住在心里感叹，明明自己才是有着前世记忆的人，可有时候作为皇太子的佩西恩反而显得比他还要成熟得多。明明作为皇太子，他根本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道歉，可每次到了关键时刻，他却总是那么温柔体贴，这大概就是他骨子里的善良吧。反倒是自己以前总是对他冷冰冰的，动不动就发脾气，从来没给过他什么好脸色。想到这里，艾瑞琳突然释怀了，这一次她不想再逃避佩西恩的心意，她想试着去接受这份温柔。艾瑞琳看着佩西恩说，这根本不是你的错，你不需要向我道歉。佩西恩却还是有些自责，觉得要不是因为自己，艾瑞琳本来可以交到新朋友的。艾瑞琳却笑着打断了他，说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是他的第一个。这话把佩西恩给听懵了，完全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前世的艾瑞琳总是孤零零一个人，只会躲在小提琴后面假装享受孤独，而到了这一世，佩西恩是他有生以来拥有的第一个朋友。听到这番真心告白，佩西恩直接愣在了原地，他整个人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不过他很快就要寸进尺，居然主动提出想要抱抱。艾瑞琳当然是毫不犹豫的拒绝，可架不住佩西恩一直软磨硬泡，最后他也只能无奈的妥协。得到允许的佩西恩开心的一把将他抱住，看着佩西恩那兴奋的样子，艾瑞琳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过他心里也很清楚，佩西恩未来注定是要和原著女主角在一起的。他忍不住问佩西恩，如果有一天你喜欢上了别人该怎么办？听到这个问题，佩西恩停下了动作，非常认真地告诉他，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可艾瑞琳还是不放心，毕竟原著的剧情就摆在那里。看着一直纠结的艾瑞琳，佩西恩直接凑上前问他是不是不相信自己。面对佩西恩那真诚的目光，艾瑞琳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当然愿意相信现在的佩西恩，可未来的事情谁又能说得准呢？几天后的聚会上，佩西恩突然找到了艾瑞琳，非常大度地表示自己作为他的第一个朋友，绝对不会限制他去交新朋友，甚至还主动提出要给艾瑞琳留出足够的社交空间。结果话刚说完，佩西恩就转过身去，强行把双胞胎给拖走了。艾瑞琳站在原地，整个人都傻了。她其实并不介意一个人待着，只是回想起上次和佩西恩的对话，她心里多少有些内疚。她怀疑佩西恩今天这么做，是不是因为自己之前表现得不够信任他，所以他才急着证明自己。不过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艾瑞琳也懒得再多想，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会儿书。结果还没走两步，他就一脚踩在石头上，整个人直接失去了平衡，眼看着就要一头撞在前面的大树上。这下麻烦大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只手突然伸了过来，稳稳地扶住了他。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头顶就传来了一个温柔的声音，提醒他走路要看着点路。他抬头一看，救下他的居然是那个神秘人。神秘人脸上挂着温柔的微笑，我们又见面了，艾瑞琳。艾瑞琳警惕地往后退了一步，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神秘人却回答的理所当然，说自己当然是来找他的。艾瑞琳觉得莫名其妙，这里可是戒备森严的皇宫，他到底是怎么溜进来的？神秘人却一脸轻松地表示，这世上还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
还没等艾瑞琳反驳，神秘人突然伸出了手，看着艾瑞琳手背上的金色印记，他微笑着解释说，这个印记能让他轻松找到他。艾瑞琳这下全明白了，原来那个别人看不见的印记居然是个定位追踪器。神秘人突然凑了过来，调侃说为了找到他可费了不少劲，毕竟他所在的家族可不好惹。看着步步逼近的神秘人，艾瑞琳心里开始犯嘀咕，他为什么要费尽心思找自己？难道是因为后悔上次在沙里特湖没有直接动手，这次是特意来斩草除根的？就在艾瑞琳胡思乱想的时候，神秘人突然伸手戳了戳他的额头，笑着安慰他别害怕，说自己暂时还不打算吃掉他。艾瑞琳有些不放心的追问，那以后会不会动手？神秘人却只是模棱两可的回答，也许吧。看着眼前这个神秘的男人，艾瑞琳脑子里全是问号，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之前在庄园里见到他时，他看起来明明像个25岁的成年人，可现在仔细一瞧，他反而显得像个少年。就在艾瑞琳盯着他发呆的时候，神秘人突然笑着问他是不是看够了。艾瑞琳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盯得太入神了。神秘人站起身来调侃道，自己倒是不介意被他一直盯着，但如果他再这样自言自语下去，别人怕是要把他当成疯子了。艾瑞琳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结果神秘人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愣在了原地，因为现在除了艾瑞琳之外，根本没有其他人能看见他。艾瑞琳整个人都懵了，仔细一瞧，神秘人明明就站在大太阳底下，可周围的人却像看不见一样，根本没人往这边瞧。不过刚才被他拉住的时候，他的手明明是热的，这说明他肯定不是什么鬼魂。看着一直盯着自己的神秘人，艾瑞琳决定惹不起躲得起，转身就走。神秘人却不紧不慢地跟了上来，还调侃他换地方是个明智的决定。艾瑞琳一言不发地往前走，神秘人却像个跟屁虫一样，甩都甩不掉。神秘人有些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其他小孩子都在那边玩，他却一个人落单？接着他又补了一刀，问他是不是根本没有朋友。这话可把艾瑞琳给气坏了，立刻大声反驳说自己当然有，脑子里一下子浮现出佩西恩的脸。看到艾瑞琳生气了，神秘人赶紧解释说自己其实也没朋友。艾瑞琳冷冷地回了一句自己一点都不意外。神秘人却有些委屈地表示自己以前明明有很多朋友的，他们全都已经死了，想不想知道原因？艾瑞琳决定装聋作哑，假装什么都没听到。就在这尴尬的时刻，旁边突然传来了其他人的八卦声，那些人正在议论说艾瑞琳在上次的茶会上把别的贵族小姐给欺负哭了。那些人越说越离谱，甚至开始造谣说艾瑞琳是仗着皇太子的偏爱才在茶会上故意刁难别人。听到这些闲言碎语，艾瑞琳心里很是无奈，她虽然不在乎这些八卦，但也没想到谣言能被歪曲成这样。旁边的神秘人听了，忍不住在一旁幸灾乐祸，调侃他人缘可真够差的。艾瑞琳也懒得反驳，只能自嘲地承认自己确实不怎么招人喜欢。结果神秘人却突然凑了过来，伸手戳了戳他的脸，笑着夸他其实挺可爱的。还没等艾瑞琳反应过来，神秘人又神秘兮兮的提议，问他需不需要自己帮个忙。神秘人主动提出要帮艾瑞琳把那些说闲话的人解决掉。艾瑞琳赶紧一口回绝，他心里很清楚，这家伙所谓的解决绝对不是什么温柔的手段。这时旁边又传来那些人的议论，甚至有人恶毒地诅咒艾瑞琳，说他得了绝症，快要死了，希望他赶紧消失。听到这些刺耳的话，连神秘人都觉得有些过分了。他转头看向艾瑞琳，真的不需要自己的帮忙吗？艾瑞琳有些生气地攥紧了裙角，虽然她平时不爱计较，但这次的谣言实在太难听了，她可没大度到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双胞胎不知道什么时候凑了过来，笑嘻嘻地问贵族小姐们是不是在聊什么八卦。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把两个女孩吓了一跳，担心刚才的恶毒诅咒被人听见。双胞胎笑眯眯地问他们自己错过了什么，甚至直接点名科妮利亚，问她是不是在诅咒艾瑞琳早点死。这一下科妮利亚整个人都僵住了，双胞胎一唱一和地指责她，说艾瑞琳明明还在生病，她怎么能说出这么恶毒的话？难道就这么讨厌艾瑞琳吗？科妮利亚慌忙摆手解释，说自己只是因为朋友被欺负了，一时气不过才这么说的。结果希尔根本不是这一套，直接戳穿了谎言，说据他所知，明明是他那个朋友先找茬的。旁边的诺尔也笑着附和，说大家好像都把黑白给颠倒了。这番话一出来，科妮利亚彻底傻眼了，周围的人开始小声议论，如果真是这样，那不就意味着是科妮利亚在撒谎？艾瑞琳根本就是无辜的，眼看谎言被当众戳穿，科妮利亚只能慌忙低头认错，可希尔却根本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冷笑着提醒他，该道歉的对象可不是他们。接着希尔直接把话挑明了，建议他以后别再来参加聚会了，毕竟这种高规格的场合可不是给没教养的人准备的。这番话一出口，等于直接把科妮利亚踢出了社交圈。他一边大喊着对不起，一边连滚带爬的逃跑了。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双胞胎忍不住在一旁说风凉话，觉得他跑得还真挺快。一转头，他们就发现了站在旁边的艾瑞琳，立刻笑嘻嘻的围了上来，问他是不是一直在看热闹。看着这两个热情过头的小家伙，艾瑞琳有些纳闷，忍不住问他们为什么要帮自己。双胞胎对视了一眼，笑嘻嘻的表示他们只是说了实话，而且也是皇太子殿下特意嘱咐他们来照看他的。听到这个回答，艾瑞琳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果然皇室的人做事永远都有自己的目的。虽然知道这两个小家伙只是随性而为，但艾瑞琳的心里还是感到了一丝暖意。她主动开口问他们要不要成为自己的朋友。听到这句话，双胞胎直接愣在了原地，接着
便开始委屈地抱怨起来，说他上次明明拒绝的那么干脆。看到他们这个反应，艾瑞琳有些尴尬，说要是他们不愿意就算了。这下可把双胞胎给急坏了，立刻手忙脚乱地大喊着要当朋友。艾瑞琳忍不住笑了起来，说自己只是突然想通了而已。看着眼前的双胞胎，她心里忍不住感叹，也许自己之前寻找朋友的方向从一开始就搞错了。这两个小家伙今天看起来其实还挺可爱的。帝国3大图书馆之一，平时寂静无声。清晨，艾瑞琳独自来到这里，寻找关于古神符号的线索。女仆丽娜好奇地跟在身后，询问她是否在找上次的小说。艾瑞琳微微摇头，她要找的是能解开身上神秘印记的古老魔法书。看着手背上的星形印记，艾瑞琳叹了口气，翻遍了古籍，却找不到任何线索。在魔法世界中，星星代表着强大的星级魔法师，甚至象征着传说中的救世主。难道那个神出鬼没的神秘人，其实是一位顶级大魔法师？庄园和皇宫的顶级防线竟然对他毫无察觉。他看似年轻，却有着令人窒息的古老压迫感。他究竟是人形怪物，还是沉睡至今的古代大法师？正当艾瑞琳思绪万千时，皇太子佩西恩笑着走了过来。看到他手中的古老外文书，佩西恩忍不住惊呼：他竟然能看懂如此晦涩的索贝里亚语！艾瑞琳有些心虚，只能含糊地应付过去。佩西恩凑上前打听起上次茶会的情况，艾瑞琳这下全明白了，这家伙大清早跑来，原来是来探听消息的。当听到艾瑞琳结交了新朋友，还是那对难缠的双胞胎时，佩西恩瞬间炸毛了。他委屈地咬着牙，自己当初费尽心思才和他做朋友，凭什么那两个家伙几个小时就要成了？看着疯狂吃醋、散发怨气的皇太子，艾瑞琳一阵头疼，到底该怎么安慰这个傲娇的家伙？关键时刻，女仆丽娜悄悄走上前，提议让大小姐用摸头或拥抱来安抚。艾瑞琳听得满头黑线，对方可是高贵的皇太子，怎么能当成小孩子来哄？还没等他想出对策，佩西恩突然愤然站起，大声宣布以后再也不参加皇宫聚会了。既然他有了新朋友，自己也不想再碍眼。看着气呼呼往外走的背影，艾瑞琳暗叫不好，连忙快步追了上去。佩西恩越想越委屈，甚至想让皇后彻底取消聚会。他不希望那些闲言碎语再次伤害到艾瑞琳。在佩西恩惊愕的目光中，艾瑞琳突然伸手温柔地捧住了他的脸颊，轻声劝他冷静下来。这亲密的举动瞬间让皇太子大脑一片空白，整个人僵在原地。被捧住脸的佩西恩瞬间红了耳根，有些局促地移开视线。在艾瑞琳温柔的询问下，他才乖巧地点了点头。艾瑞琳认真地劝阻他不要取消皇宫的聚会。面对佩西恩疑惑的目光，他有些不好意地坦白，其实自己已经开始喜欢上那里的时光，也渴望和大家待在一起。听到这番真心话，佩西恩彻底愣住了。艾瑞琳轻声解释，她想和佩西恩以及双胞胎他们一起玩。听到自己在他心里的分量，皇太子的嘴角忍不住上扬，但他随即出了个馊主意，提议以后聚会只留下他们5个，把其他碍眼的人全部清空。艾瑞琳顿时满脸黑线，要是真这么干，他们绝对会被贵族们的唾沫淹没。可佩西恩却一脸无所谓，微风拂过书页，艾瑞琳趴在桌上，不知不觉沉沉睡去。佩西恩静静地凝视着他的睡颜，满眼都是心疼。他总是把疲惫藏在心底，独自承受着那些流言蜚语。看着虚弱的他，佩西恩第一次痛恨自己的无能。如果自己能像那个神秘的梅亨一样强大，是不是就能永远守护在他身边？看着熟睡的艾瑞琳，佩西恩的心中满是挣扎，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走进他的内心深处？他轻轻将头靠过去，贪婪地看着他的睡颜。他渴望了解他的一切，却又被深深的无力感包围，只能任由自己在这份感情中沉沦。佩西恩自嘲地笑了笑，他在心中一遍遍呼唤着他的名字，默默诉说着无法说出口的誓言。我是真的喜欢你。午后阳光洒落在他们身上，佩西恩只期盼着他能分给自己哪怕一丝一毫的爱意，因为这颗心早已覆水难收。在安静空旷的皇宫走廊上，西鲁亚正跟着长辈缓缓前行。巧合的是，佩西恩刚好从走廊另一端经过，西鲁亚随即停下脚步，主动搭话，询问他刚刚去了哪里。佩西恩听到声音驻足回头，态度却显得异常冷淡，反问这跟他有什么关系？西鲁亚并未在意他的冷漠，随口提起他最近频繁外出。佩西恩只是冷冰冰地回了一句，反问他是不是今天才发现。西鲁亚试探着继续追问，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在忙？佩西恩却冷冰冰地回答，自己向来都非常忙碌，甚至反问他何时开始对自己这么关心了。西鲁亚微微一笑，表示妹妹关心哥哥理所当然。可佩西恩根本不领情，冷冷丢下一句别管我，便直接转身拂袖而去。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西鲁亚只觉得有些好笑。明明大家早就心知肚明，他到底还在隐瞒什么？那个女孩就是艾瑞琳吧？他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佩西恩会偏偏对艾瑞琳如此执着。是时候该去见见母亲了。想到这里，西鲁亚的嘴角忍不住露出一抹狡黠的坏笑。艾瑞琳一边悠闲地吃着点心，一边在心中暗自感叹，人类的适应能力果然强大。因为不知从何时起，他竟然已经习惯了身后那个形影不离的跟踪狂切颜。切颜笑着调侃艾瑞琳，说他现在真是越来越淡定，甚至连躲避的动作都省了。艾瑞琳心中满是无奈，他其实根本就无处可逃。之前他还特意去请教梅亨该如何对付这种难缠的跟踪狂，结果连梅亨也无能为力，毕竟梅亨根本看不见切颜的存在。艾瑞琳忍不住直接质问切颜，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地缠着自己？切颜却理所当然地回答，因为觉得这样很有趣。艾瑞琳听后更加无语，合着自己在他眼里
只是个玩具。他没好气地质问他是不是太闲了。切言笑着表示自己目前确实无事可做，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还没等艾瑞琳松一口气，切言突然话锋一转，冷不丁地追问他背景调查进行的怎么样了。这突如来的疑问瞬间让艾瑞琳愣在原地。切言见状笑着调侃道：“你居然还特意跑去图书馆查我，如果真有什么想知道的，直接开口问我不就行了？”艾瑞琳内心有些犹豫，最终还是决定放弃这个机会。切言有些好奇地追问原因，艾瑞琳只能老老实实地回答，自己可不想因为问了不该问的秘密，就直接在这个世界上人间蒸发，毕竟他还想多活几年。听到这个回答，切言忍不住直接笑出了声，直呼艾瑞琳实在是太可爱了。切言大方地向他保证，有什么问题尽管开口提问，自己绝对不会伤害他分毫。艾瑞琳有些半信半疑，试探着询问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结果切言却笑着回答这是个秘密。艾瑞琳心中有些不甘，又追问起那天在沙里特发生的事，结果得到的依然是同样的回答。这下艾瑞琳有些动怒了，质问他是不是故意在耍自己玩。切言却耐心地解释道，如果自己真的说出了真相，恐怕就不得不对他动手了。艾瑞琳听后只能无奈选择放弃。他看着自己那只不断发光的手，要是这光芒一直无法熄灭，迟早会给自己惹来巨大的麻烦。切言则在一旁出言安慰，普通人根本看不见这道光芒，不过也许会有其他麻烦的家伙能够敏锐地感应到它的存在。艾瑞琳眼神警惕地盯着他，质问他到底想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切言却只是微微一笑，回答说自己其实也不太清楚，只是第一次对一件事如此感兴趣，既然根本无法躲避，艾瑞琳索性直接询问他的名字。切言静静地看着他，缓缓说出了切言这个名字，并告诉他以后可以这样称呼自己。艾瑞琳有些怀疑地追问，这难道真的是他的真名吗？切言的脸色瞬间发生了变化，笑着反问他，难道你真的想知道我的真名吗？这冰冷的语气瞬间把艾瑞琳吓得不敢再多说半句。切言看着他的反应，忍不住笑了起来，夸奖艾瑞琳真是个聪明的小姑娘。接着他主动提议，现在是不是该轮到自己提问了？艾瑞琳心中有些无奈，但也只能大方地示意他开口。切言盯着他，抛出了一个有些古怪的问题，询问他是否是这个庄园里唯一留下的哈尔伯恩家族成员。艾瑞琳思索片刻后回答道，应该是这样吧，虽然听说自己还有一个父亲，但他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切言若有所思的低声应允。艾瑞琳有些警惕地追问，他为什么会突然关心起这个问题？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对方就再次悄无声息地消失不见。艾瑞琳独自坐在椅子上，忍不住低声嘀咕起来，这家伙总是这样神出鬼没，有时候真让人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人类。这种无法掌控的未知感让他越想越觉得心里有些发慌，看来自己必须去见见梅亨了。按照平时的作息时间，他现在应该正在办公室里忙碌。艾瑞琳暗自打定主意，决定偷偷跑过去瞧上一眼，如果梅亨看起来非常忙碌，自己就立刻转身离开，绝不打扰。艾瑞琳轻轻推开办公室的大门，梅亨正站在里面，有些惊讶地向他打了个招呼。艾瑞琳二话不说，直接飞扑进了他的怀里，还调皮地开玩笑喊他妈妈。梅亨有些无奈地伸手抱住他，表示自己刚好也准备动身去找他，顺便询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急事。艾瑞琳心中有些好奇，这个时间段明明是他最忙的时候，怎么会突然想要主动去找自己？梅亨从怀中拿出一封信件，解释说其实是有一件事情需要提前得到他的许可。艾瑞琳疑惑地接过信件一瞧，上面竟然赫然印着皇室的徽章，这下他彻底纳闷了，这封信里到底写了什么内容？信中写到帝国的建国季即将来临，届时所有人都会变得非常忙碌，因此皇宫的聚会需要先暂停一段时间，不过在此之前要举办一场由孩子们筹备的茶会。艾瑞琳看完信后有些纳闷，这明明只是个普通的小聚会，为什么还要特意跑来征求他的同意？看着满脸疑惑的艾瑞琳，梅亨有些吞吞吐吐地解释起来，原来这次聚会有一个极其特殊的要求，那就是所有参加的孩子们都必须邀请自己的父母一同出席。听到这个苛刻的要求，艾瑞琳整个人瞬间愣在了原地。梅亨一边处理着手头的公务，一边向身旁的迪伦询问天空之塔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迪伦连忙汇报说，对方计划在建国季期间来访，但因为这是他们100年来首次造访，想求见的人实在太多，行程安排起来非常棘手。梅亨听完却态度坚决，因为他觉得天空之塔或许能治好艾瑞琳，所以无论如何都必须安排会面。迪伦虽然恭敬地答应下来，但心里却直打鼓，总觉得现在的局势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彻底失控。其实梅亨现在也是一个头两个大，哈尔伯恩大公那边一直没有音讯，皇宫却偏偏在这个时候要举办什么家庭聚会，眼看着建国季一天天临近，各种麻烦事却接二连三找上门。梅亨实在想不通，皇后这到底是在打什么算盘？梅亨把信递给艾瑞琳，说去不去的决定权在他手里，但现在的局势确实很微妙。看着手里的邀请函，艾瑞琳一时间也有些拿不定主意。梅亨主动提议说，如果他不想去，完全可以拒绝这次邀请，毕竟没有父母陪同，去了也只会让他感到尴尬。梅亨甚至直接把话挑明，说那位大公是绝对不会出席的，他宁愿直接说出这残酷的真相，也不想给艾瑞琳留下一丝虚假希望，免得他以后更加伤心。看着眼前的梅亨，艾瑞琳心里满是感动，他总是用这种有些笨拙的方式在默默地守护着他，躲在梅亨的羽翼下确实很安全，什么都不用去面对，可这样真的好吗？艾瑞琳心里很清楚，逃避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于是他下定决心，抬头看着梅亨，说自己决定去参加这次聚会。梅亨有些惊讶地看着他，还没等他开口，艾瑞琳就笑着解释起来，说自己其实并不是孤身一人，他不仅有妈妈，梅亨也是他最亲近的家人，他甚至还打算把监护人委员会以及侍从迪伦都一起邀请过去。梅亨有些担忧地对艾瑞琳说，在这次聚会上，自己可能没办法帮他挡下所有麻烦。艾瑞琳却主动拉住他的手，安慰他说没关系，因为他会一直陪在自己身边。看着梅亨那副有些难过的样子，艾瑞琳心里却觉得暖洋洋的。虽然前路未卜，但梅亨这从发自内心的关切，反而让他感到无比安心。于是他伸出手，笑着让梅亨别担心。艾瑞琳看着梅亨，非常认真地告诉他，只要有他在身边就足够了。听到这话，梅亨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把这个贴心的女孩紧紧抱住。不过感动归感动，梅亨还是有些不放心，特意叮嘱她，要是觉得不舒服，随时都可以退出。艾瑞琳也乖乖点头答应了。看着身边的梅亨，艾瑞琳忍不住在心里琢磨，难道非要在同一个户籍上才算是一家人吗？既然别人不信，那他就非要证明给所有人看。他甚至连演出的曲目都想好了，非要拉着梅亨一起给那些人来一场震撼的表演。为了这次的家庭聚会，筹备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眼看着距离聚会只剩下10天了，佩西恩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始商量具体的细节。虽然聚会的规模和名单已经定好，但装饰和着装这些琐事还得由他们自己来决定。佩西恩刚开口询问大家的意见，希尔就迫不及待地举手响应，而坐在一旁的艾瑞琳却只想降低自己的存在感。看着大家这么热情，艾瑞琳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要准备的麻烦事这么多，难怪办个聚会要花这么多钱。佩西恩继续安排着细节，表示大家可以自己带些茶点，至于其他的基本物资，皇宫这边都会准备妥当。接着他特意提醒大家，如果还有想邀请的客人，必须在后天之前把名单交上去，因为这次的邀请函可是要盖上皇室印章的。看着台上指挥若定的佩西恩，艾瑞琳却有些犯嘀咕，这家伙平时明明像个多动的小狗，怎么现在突然变得这么成熟？不过仔细想想也对，毕竟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男主角，认真起来确实有模有样。既然接下来的聚会全都要围绕着佩西恩来转，那在聚会结束之前，自己大概是很难再见到他了。此时台上的佩西恩还在有条不紊地安排着，叮嘱大家要把桌上的装饰准备充足。可看着看着，艾瑞琳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佩西恩的视线好像若有若无地扫了过来，甚至还破天荒地冲着他这个方向笑了一下。这下可把艾瑞琳给整不会了。不过佩西恩很快收回了目光，继续宣布最后的着装要求，只要衣服上带有家族或学校的徽章，大家想穿什么都行。这突如其来的美言暴击直接把艾瑞琳给整不会了，他甚至怀疑这家伙是故意的。随着佩西恩宣布散会，这场漫长的讨论终于结束了，大家高高兴兴的各回个家。艾瑞琳却还在琢磨徽章的事，打算回去问问梅亨他们。结果还没等他走出大门，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双胞胎就从后面一把抱住了他。这突如其来的热情着实把他吓了一跳。艾瑞琳有些头疼地问他们怎么还在这，双胞胎兴奋地嚷嚷着要和他一起准备聚会，毕竟大家现在已经是朋友了。看着这两个精力过剩的家伙，艾瑞琳心里一阵后悔，早知道就不该招惹他们。这两人根本不给他拒绝的机会，一边死缠烂打，一边自顾自地做决定，甚至还提议直接去艾瑞琳的庄园商量。艾瑞琳在一旁彻底无语了，这两个人完全是在自说自话，根本没人听他的意见。而这一幕全被旁边的莱斯利看在眼里，他心里酸得不行，觉得艾瑞琳不过是仗着皇太子和双胞胎对他好一点，就真把自己当成好朋友了。就在这时，身后突然有人喊了莱斯利一声，莱斯利停下脚步转过头，没想到居然是佩西恩叫住了他。莱斯利以为是自己的机会来了，兴冲冲地迎了上去，刚准备开口问好，却被佩西恩当场打断。佩西恩的态度冰冷到了极点，警告他自己只说一次，让他最好老实一点，别以为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佩西恩凑到莱斯利耳边，压低声音放下了最后的警告，看在你们家族的面子上，这是最后一次放过你。警告完这句话，佩西恩连看都没再看他一眼，直接转身离开了。被佩西恩当众警告后，莱斯利整个人都崩溃了，他一路哭着跑回了家。一见到母亲，莱斯利就委屈地扑进她怀里，哭诉自己有多讨厌艾瑞琳。在他看来，要不是因为艾瑞琳在中间作梗，佩西恩根本不会这样对他，甚至连他梦寐以求的皇太子妃之位，现在都变得岌岌可危了。他咬牙切齿地表示，一定要找机会彻底毁了艾瑞琳。听到这个名字，母亲也开始暗自盘算起来。在他的印象里，艾瑞琳不过是5大家族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小丫头罢了。既然如此，他又怎么会轻易放过这个眼中钉？虽然不敢直接去招惹皇太子，但要对付一个无依无靠的小丫头，对这位母亲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他温柔地替莱斯利擦了擦脸，轻声安慰着自己的女儿，让她别再难过了。既然那个艾瑞琳也盯上了皇太子妃的位置，那他就绝对不能坐视不管。母亲笑着向莱斯利保证，只要安心等待好消息就行，剩下的麻烦事他会亲自出手去解决。看着满屋子的华丽礼服和堆积如山的精美礼盒，艾瑞琳有些不敢置信，这些居然全都是斯菲罗姆家族送来的样品。希尔和诺尔一脸得意，声称这是特意为他准备的。现在他总该庆幸答应和他们见面了吧？艾瑞琳却有些无奈，要是自己直接去找他们，不是比这大费周章要快得多？双胞胎打着哈哈，
糊弄过去，接着才说出了真实目的。原来他们送来这么多东西，只是想借机参观一下哈尔伯恩公爵府的内部。眼看计划通，两人兴奋的手舞足蹈，只留下艾瑞琳在原地，彻底无语了。希尔和诺尔一进屋就彻底玩嗨了，在大厅里上蹿下跳，一会儿惊呼看到了名画，一会儿又发现旁边挂着大师真迹，两兄弟兴奋的大呼小叫，完全把这里当成了美术馆。看着这两个在家里撒欢的客人，艾瑞琳只剩下无奈，明明自己就在家里，却突然有种想回家的冲动。旁边的随从布朗宁更是尴尬，只能不停地向艾瑞琳道歉，为自己没能拦住这两个活宝而十分自责。不过艾瑞琳倒也没有真的生气，毕竟对那对双胞胎来说，看到这些稀世珍宝会兴奋也是理所当然。虽然在艾瑞琳看来，这些不过是挂在墙上的普通画作，但在希尔那双特殊的金色眼睛里看到的画面恐怕完全不同。在他的眼里，这些名画正散发着截然不同的光芒。自从远古神明陨落，神话时代终结之后，世间本该只剩下遗迹中的传说，可即便到了现在，依然有着堪比神明的力量存在。斯菲罗姆家族之所以能建立商业帝国，掌控整个大陆的财富命脉，全靠世代传承的黄金之眼。希尔这双眼睛能看透的正是万物真正的价值，而双胞胎里的弟弟诺尔，他的眼睛则更加特殊，能够直接看穿危险，任何潜在的威胁，在他眼里都会变成具体的数值，这简直就是作弊一样的预知能力。有着这样两双神仙眼睛，哈尔伯恩公爵府在他们看来就像是装满宝藏的幻想箱。这两个家伙拉着艾瑞琳喋喋不休，说这里居然收藏着传说中的名画，要是能集齐整套13幅画，甚至能看到原作者留下的梦幻奇景。看着这两个狂热的粉丝，艾瑞琳简直拿他们没办法，不得不出声让他们冷静一点。可这两人根本停不下来，还在兴奋地科普这些画有多罕见，连皇室都只收藏了其中4幅。面对这两个吵闹的家伙，艾瑞琳只想赶紧聊正事，催促他们快点讨论聚会的安排。双胞胎兴奋地问要不要准备茶点，艾瑞琳一口回绝不要。这下可把双胞胎急坏了，他们赶紧求着要帮他代劳，得到同意后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接着他们又聊到了现场的装饰，双胞胎极力推荐金黄色的万寿菊，因为这正符合他们家族的徽章。艾瑞琳决定用代表哈尔伯恩的白百合来装饰，双胞胎自然是满口答应。不过正事还没完，这两个活宝又抛出了下一个难题，追问他到底准备了什么礼物。面对送礼这档子事，艾瑞琳只想随便应付过去，结果直接被双胞胎无情拆穿。希尔和诺尔叹了口气，调侃他真是把敷衍发挥到了极致，平时连名字都不肯好好叫。不过吐槽归吐槽，这两个人早就做好了准备，直接搬出一大堆礼物样品让他挑。看着他们忙前忙后的张罗，艾瑞琳坐在一旁反而有些纳闷，这事实在是太反常了。要知道在之前的谣言风波里，这两个家伙可没这么热心，虽然大家名义上是朋友，但他们这态度好的实在有些过头了。艾瑞琳越琢磨越不对劲，于是他索性直接问出了口，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我？这突如其来的直球提问直接把双胞胎给问懵了。希尔和诺尔面面相觑，也开始认真琢磨起这个问题。对啊，他们到底为什么喜欢艾瑞琳呢？是因为他那显赫的家族背景，还是因为他身上藏着数不清的秘密，又或者是他那古怪有趣的性格？结果这些猜测全都不对。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双胞胎对艾瑞琳的印象简直糟糕透了。那时候的艾瑞琳数值低的可怜，危险度也只有23，看起来就是个普通又无趣的小女孩。他们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大公的亲生女儿。后来看到皇太子佩西恩居然对这个女孩产生了兴趣，双胞胎也只是抱着看戏的心态，只把她当成用来捉弄佩西恩的新玩具。可就在他们快要把她忘干净的时候，这个女孩却突然主动找上了门。而这一次见面彻底颠覆了他们所有的认知。诺尔整个人都愣住了，他通过那双能看透数值的金色眼睛看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旁边的希尔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连忙开口询问到底怎么了。要知道在他们的记忆里，艾瑞琳之前的数值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甚至低的根本不配当大公的女儿。可就在这一刻，那些原本低迷的数值突然开始疯狂跳动，唰的一下全部发生了改变。看着眼前这个神情冷淡的女孩，双胞胎彻底被震撼到了。他们活了这么大，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诺尔还是第一次遇到数值完全无法显示的情况。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他们决定要好好调查一下艾瑞琳。希尔和诺尔围在黑板前，开始认真分析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一个人的数值发生这种变化？难道只是因为性格变了？可光是性格改变，绝对不可能让金色眼睛产生这种反应。双胞胎开始回忆接触过的细节，发现艾瑞琳似乎对温柔的人完全没有抵抗力，而且她好像还挺喜欢哈伦的，这就让他们更纳闷了。既然她能接受别人，那为什么偏偏对他们这么冷淡？可仔细想想，艾瑞琳虽然态度冷淡，却也没有刻意和他们保持距离，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她其实并没有那么讨厌他们？就在这一刻，双胞胎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们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觉得活着是一件这么有趣的事，不用去考虑什么家族利益，也不用去算计什么价值和分数。对双胞胎来说，能遇到艾瑞琳这么有趣的朋友，简直是太难得了。艾瑞琳有些纳闷地问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自己。希尔和诺尔笑着凑了过去，理所当然地回答：因为我们是朋友啊。艾瑞琳听完有些无语，这算什么理由？双胞胎却反问他：喜欢一个人难道还需要理由吗？难道就不能单纯的喜欢你吗？这话一出，反而让艾瑞琳不知道该怎么接了。双胞胎一眼
就看穿了艾瑞琳口是心非的模样。希尔和诺尔忍不住凑过去疯狂起哄，非要逗得他不好意思才肯罢休。艾瑞琳被他们闹得没办法，只能赶紧转移话题，催他们挑礼物。另一边的佩西恩突然警觉了起来，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急着想去哈尔伯恩庄园看看，结果还没迈开腿，就被格里亚姆用一叠邀请函给无情拦下了。准备多时的礼物终于全部敲定，双胞胎手脚麻利地打包好了礼盒，看着手中的清单，艾瑞琳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希尔在一旁忍不住开始打趣，调侃他绝对会成为派对的焦点，甚至脑补出他被鲜花簇拥的画面，却被艾瑞琳无情的一口回绝。就在几人闲聊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艾瑞琳有些纳闷，这个时间还会有谁过来拜访？房门缓缓打开，走出来的居然是梅赫。看着他那严肃的表情，艾瑞琳在心里默默吐槽，这家伙简直像个爱操心的妈妈。梅亨一开口就询问派对的进度，艾瑞琳礼貌地表示已经准备妥当。而刚才还闹腾的双胞胎一见到梅亨出现，瞬间老实的像两只温顺的小猫。双胞胎得意洋洋地拿出计划书，非要让梅亨先睹为快。梅亨只能礼貌地表示感谢。他接过计划书仔细查看，忍不住赞叹斯菲罗姆家族的效率，同时他也暗自松了一口气，看来艾瑞琳并没有被繁琐事务压垮。就在这时，希尔突然话锋一转，笑嘻嘻地打起了梅亨的主意，问他要不要考虑加入斯菲罗姆家族。希尔甚至还爆出了惊天猛料，说他父亲为了能把梅亨娶回家，甚至不惜去修改帝国的法律。听到这番惊人的发言，艾瑞琳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双胞胎还在旁边看热闹，不嫌事大，直呼梅亨被人求婚了。面对这荒唐的挖角和调侃，梅亨只能无奈的扶额叹气。看着梅亨那副见怪不怪的样子，艾瑞琳心里有些纳闷，难道这种荒唐的求婚以前也经常发生吗？梅亨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他冷淡地表示请转告公爵大人，自己根本不需要他的好意。这下可把旁边的双胞胎乐坏了，他们笑得前仰后合，大声起哄说爸爸被拒绝了，这下肯定要伤心死了。梅亨没好气地打断他们，让他们别再胡说八道。其实梅亨心里比谁都清楚，公爵大人根本不是喜欢他，只是看中了他身上所代表的价值。斯菲罗姆公爵的那双黄金之眼能够看透世间所有人的才能，正因为有着这种特殊的能力，帝国里几乎所有有天赋的人最终都会被网罗到他的麾下。梅亨其实也搞不懂公爵到底看中了他哪一点，早在公爵还是个年轻领主时就已经开始对他围追堵截，或许正是因为一直没能得手，才让公爵更加执着地想拉拢他。不过对梅亨来说，不管去到哪里，自己都不过是个干活的工具人。以前他或许还动摇过，但现在看着眼前这个可爱又有些呆萌的艾瑞琳，他已经不需要再考虑其他退路了。梅亨转过头，温柔地叫了一声艾瑞琳，他轻轻拍了拍膝盖，示意艾瑞琳过来。艾瑞琳这下高兴坏了，直接一路小跑，一头扎进了梅亨的怀里。梅亨抱着怀里的小天使，心里忍不住犯嘀咕，自家那个像恶魔一样的主人到底是怎么生出这么乖巧的女儿。梅亨轻声问他，那对双胞胎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艾瑞琳摇了摇头，小声回答说没有。他问梅亨，要是双胞胎真的找麻烦，他会不会去教训他们？梅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容。这可把艾瑞琳高兴坏了，但旁边的双胞胎却彻底看傻了眼。他们凑在一起小声嘀咕，这还是头一次看到梅亨笑得这么温柔，甚至怀疑他以前到底会不会笑。为了确认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两个活宝开始互相掐脸，结果疼得龇牙咧嘴，这才终于相信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不知不觉到了黄昏，双胞胎终于准备启程回去。希尔和诺尔一边挥手，一边不停地给艾瑞琳起怪绰号。面对这两个活宝，艾瑞琳只是淡淡的说了声再见，可双胞胎根本停不下来，还在马车里大喊大叫，嚷嚷着让艾瑞琳别太想他们。艾瑞琳有些无奈，催促他们赶紧回去，双胞胎却全当他是在害羞，反而笑得更开心了。送走了这两位热闹的客人，门口终于恢复了清静。梅亨轻轻拉起艾瑞琳的手，提醒她该回屋休息了，体贴地问她是不是累了。艾瑞琳承认确实有点累，但能和朋友们一起做事，其实心里还挺开心的。虽然双胞胎帮了忙，但聚会的装饰和礼物都是他自己亲手挑选的。梅亨听着，温柔地回应说，听起来他今天过得很愉快。艾瑞琳转过头，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灿烂笑容，兴奋地对梅亨说，他觉得梅亨肯定也会期待这次聚会。看到艾瑞琳这副发自内心的笑容，梅亨却突然愣住了。他心里很清楚，为了这次茶话会，艾瑞琳精心准备了华丽的装饰。梅亨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他牵着艾瑞琳继续往前走，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一样，沉甸甸的。他忍不住在想，那封邀请函现在应该已经送到那个人手里了吧？毕竟是从皇宫直接送出去的，算算时间，对方现在肯定已经收到了。梅亨有些纳闷，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回信？他心里把对方骂了个遍，觉得自己真是太天真了，居然会指望那个混蛋能有点良心。此时的另一边，风雪交加的城堡里正传出阵阵急促的警报声，值班的守卫被这声音吵得不行。其中一人有些为难地问，这玩意儿到底该怎么处理？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桌上的红色联络水晶球已经堆积了整整48条未接来电。同伴赶紧出声制止他，说这可是哈尔伯恩公爵府的专线，要是还想要命就千万别碰，等骑士团的人回来再说。可问题是，那些人现在到底去哪儿了？有传闻说他们已经动身前往了深渊。听到这个消息，旁边的人都懵了，去那种鬼地方不是送死吗？
可谁也说不准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就在这时，深渊深处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嘶吼，紧接着，一头巨大的魔兽在风雪中咆哮起来，而大公正一步步走向深渊，地上满是触目地血迹。他这次去，恐怕就是为了那头传说中的巨龙。期待已久的家庭茶话会终于拉开帷幕，现场布置的华丽而精致，宾客们陆陆续续抵达现场，孩子们聚在一起，兴奋地聊天，都在炫耀着自家大人的精心安排。看着大家都有说有笑，独自坐在一旁的艾瑞琳却有些落寞。皇宫侍从把一切都准备得太完美，他这个小主人反而成了最清闲的人。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尴尬，艾瑞琳决定找点事情做。她把注意力放在了桌上的花瓶上，想着至少可以帮忙修剪一下花草。就在她小心翼翼摆弄叶子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轻轻的呼唤，这突如其来的声音直接打断了她的动作。艾瑞琳正感到有些纳闷，面前的桌子突然剧烈晃动起来，她还以为是桌角坏了，结果掀开桌布一瞧，底下居然藏着一个人。躲在桌底下的不是别人，正是皇太子佩西恩。这家伙刚一露脸，就赶紧示意艾瑞琳小声一点。艾瑞琳整个人都懵了，小声问他怎么会躲在这里。作为今天宴会的主角，他现在应该陪在皇后身边才对。佩西恩却笑嘻嘻地表示自己是特意溜过来找他的，还神神秘秘地问他有没有空。这下可把艾瑞琳给整糊涂了，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艾瑞琳稍微犹豫了一下，觉得只是聊一会儿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两人趴在栏杆旁闲聊起来，佩西恩笑着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还打趣说已经1个星期没见，难道他就一点都不想自己吗？还没等艾瑞琳回答，佩西恩突然话锋一转，问他最近有没有好好练习。这一下可把艾瑞琳问得心虚了，他眼神躲闪的小声狡辩，坚称自己确实有乖乖练习。可佩西恩一眼就看穿了谎言，笑眯眯的直接戳穿了他。看着艾瑞琳那副心虚的模样，佩西恩道也没有生气，只是温柔的安慰他，等聚会结束了再补回来也不迟。可易瑞琳心里却直犯嘀咕，总觉得等聚会一结束，自己的苦日子就要来了。佩西恩的神色突然认真起来，说自己把他叫过来，其实并不是为了开玩笑。艾瑞琳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佩西恩笑得十分灿烂，坦白说自己其实就是太想见他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悄悄凑到艾瑞琳身边，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都在想他。他每天都在担心艾瑞琳的聚会准备的顺不顺利，有没有生病，胃口有没有变好。现在亲眼看到他精神不错，他心里悬着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听到佩西恩这番直白的心意，艾瑞琳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居然会这么挂念自己。回想起上周在会议上见到他时，他看起来那么沉稳成熟，简直像变了一个人。可现在一见面，他又变回了那个熟悉的佩西恩，那个满脑子都是他，会因为见到他而露出灿烂笑容的男孩。佩西恩笑着大喊，我真的好想你。只要2个人一对视，他就又变成了那个最黏他的人。最初的时候，艾瑞琳其实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佩西恩总是一有空就来看他，还处处照顾他的感受。但到了这一刻，他心里终于彻底想通了，原来对方给他的这份偏爱根本不需要任何怀疑，只要安心接受就好。想到这里，艾瑞琳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容，轻声回答说自己这段时间过得挺好的。接着他好奇地反问佩西恩，那他那边的准备工作怎么样了？佩西恩一听，立马挺起胸膛，得意坏了。他信心满满地表示一切都准备得非常完美，今天绝对不能让客人失望。艾瑞琳看着他，心里也明白今天他才是迎接客人的主人。不过他心里也清楚，接下来的茶话会绝对不会只是一场轻松的聚会。看着眼前的重重困难，艾瑞琳这次不打算再退缩了，她决定正面迎接所有的挑战。听到佩西恩催促他回宴会厅，艾瑞琳微笑着答应，两人一起推开了大门。此时在皇太子宫殿的大厅里，家族茶话会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皇后在众人的瞩目中优雅登场，微笑着对大家说，这次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希望大家今天都能玩得开心。底下的人赶紧恭敬地回应。寒暄过后，大家便各自入座，开始享用精致的茶点。这也意味着茶话会的第一阶段顺利结束。坐在座位上的艾瑞琳看着周围，心里有些感慨，今天见到的全都是以前只能在报纸上看到的大人物。就在他四处张望的时候，大厅里突然传来一阵激动的呼喊声，有人在大声向穆维斯克公爵问好。听到这个名字，艾瑞琳整个人都愣了一下。穆维斯克公爵对行礼的人摆了摆手，表示自己今天只是个普通客人，让大家不用太拘束，玩得开心就好。旁边的人赶紧恭敬地退下。看着这位大人物，艾瑞琳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位就是哈伦的父亲，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穆维斯克公爵。虽说他脸上挂着笑容，但那股不怒自威的气场还是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就在艾瑞琳暗自琢磨的时候，公爵突然转过头来，视线正好落在了他的方向。这下可把艾瑞琳吓了一跳，他有些拿不准对方到底是不是在看自己。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公爵居然对着他微微一笑，那笑容怎么看都有些意味深长。艾瑞琳这下彻底慌了，赶紧把头扭到一边，心里直犯嘀咕，这人好端端的笑什么呢？接下来的半个小时，自己绝对不能再往那边看了。就在他努力平复心情的时候，大厅里又有了新的动静。看着那标志性的金色头发，还有那双清澈的黄金之眼，艾瑞琳一眼就认出了来人的身份，这位就是阿尔布雷希特的首富斯菲罗姆公爵，同时也是那对双胞胎的父亲。此时的公爵正被2个孩子缠得脱不开身，希尔一边搂着他的脖子，一边好奇地问他有没有拿到妈妈的离婚协议书，诺尔则兴奋地递上饮料让他尝尝。
似乎是注意到了艾瑞琳的视线。公爵突然转过头来，俏皮的眨了眨眼，这下可把艾瑞琳给整不会了。他赶紧收回目光，心里暗自决定，等会儿也绝对不能往那个方向看了。此时的座位上，梅亨正无奈地喝着饮料，而坐在他身边的正是经过监护人会议激烈讨论后，最终选定来参加茶话会的丽娜。丽娜一坐下就显得特别兴奋，她笑着对艾瑞琳表示，能收到邀请真是太荣幸了，自己绝对不会错过这么重要的聚会。接着丽娜又开始滔滔不绝，提议等回去之后要给艾瑞琳好好上一堂历史课。看着周围热闹的场景，丽娜有些好奇地问，是不是所有的客人都已经到齐了？就在这时，大厅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动静，梅亨看着门口，轻声对艾瑞琳说，这应该就是最后一位客人了。艾瑞琳有些纳闷，不知道这最后来的到底是谁。随着大门缓缓打开，侍从大声宣告，这位是皇太子佩西恩邀请的贵客。这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门口那个女孩的身上，看着走出来的女孩，那一头标志性的银色长发，还有那双红色的眼睛，简直和佩西恩一模一样。不过她身上的气场却和活泼的佩西恩完全不同，冷冰冰的让人不敢轻易靠近。这人肯定就是西鲁亚公主了。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位高冷的公主殿下进门后没有走向主位，反而径直朝着艾瑞琳的方向走了过去。这下可把艾瑞琳给整紧张了，不知道对方突然找上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西鲁亚在艾瑞琳面前站定，主动开口询问，你就是艾瑞琳吗？看着眼前的艾瑞琳，西鲁亚的脸上突然露出一抹微笑，意味深长地说了句，看来你确实值得我期待。西鲁亚在艾瑞琳面前停下脚步，他心里忍不住暗自嘀咕，为了见这一面可真是不容易。接着西鲁亚挑衅地瞥了远处的佩西恩一眼，心想这家伙之前把人藏得那么深，根本就是多此一举。不过现在亲眼见到艾瑞琳，西鲁亚总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在皇室成员面前，艾瑞琳所有的情绪都写在脸上，根本藏不住一点秘密。西鲁亚从艾瑞琳脸上看到了警惕与害怕，这让他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敢用这种眼神看他。西鲁亚笑着对艾瑞琳说，看来你确实值得我期待。还没等艾瑞琳反应过来，旁边的女官就出声催促了。西鲁亚没有多留，笑着跟艾瑞琳道别，甚至还直接叫出了她的名字。看着西鲁亚转身离去的背影，艾瑞琳彻底懵了。她明明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公主，对方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西鲁亚刚跟艾瑞琳打完招呼，佩西恩就忍不住出声拦住了她。看到佩西恩这副防备的架势，西鲁亚不仅没生气，反而觉得很有意思。他转过身，挑衅地问佩西恩，难道自己连看都不能看那个女孩一眼吗？西鲁亚还故意调侃说，佩西恩把人藏得那么紧，自己好不容易逮到机会打个招呼，他至于这么紧张吗？面对妹妹的挑衅，佩西恩彻底沉下了脸，直接警告她，自己就是不想让她靠近艾瑞琳半步，她出现准没好事。西鲁亚却装作委屈的表示，哥哥这话可真伤人心。佩西恩立刻反驳说，他根本就没当他是哥哥。就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时，皇后突然出面制止了他们，她沉着脸警告两个孩子到此为止。西鲁亚刚想开口解释，就被皇后严厉地打断了。皇后责备西鲁亚太过心急，明明以后有的是机会可以接近艾瑞琳。西鲁亚虽然有些不服气，但还是忍不住小声抱怨，要不是佩西恩像看门狗一样守着艾瑞琳，他也不至于用这种办法。这下子佩西恩又被气得够呛，西鲁亚和佩西恩还在继续斗嘴，谁也不肯退让半步。看着这两个不省心的孩子，皇后无奈地叹了口气，她其实早就觉得不对劲了。西鲁亚在宫里闷了这么久，突然主动提出要举办茶话会，肯定是有什么特殊原因。果不其然，艾瑞琳也成了西鲁亚感兴趣的对象。皇后只觉得一阵头疼，谁能想到这兄妹俩执着的对象居然一模一样。西鲁亚理直气壮地表示，母亲之前不是一直催他交朋友吗？皇后有些无语，明明之前介绍给他的名媛，他一个都看不上，结果西鲁亚却笑着说自己现在就要去和艾瑞琳交朋友了，这让皇后有些意外，没想到西鲁亚居然会这么主动。可还没等皇后表态，佩西恩就一个箭步冲了过来，大声拒绝了西鲁亚的提议。佩西恩警告西鲁亚必须离艾瑞琳10米远，西鲁亚却觉得有些好笑，自己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佩西恩却非常认真地表示，艾瑞琳温柔又脆弱，要是西鲁亚敢伤害她，自己绝对不会放过她。接着佩西恩还得意地宣布，艾瑞琳已经是他的朋友了。听到这话，西鲁亚忍不住笑出了声，反问他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既然艾瑞琳能和佩西恩做朋友，那当然也能和他做朋友。可佩西恩根本不听解释，态度非常坚决，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看着眼前吵个不停的兄妹俩，皇后抱着怀里生病的小儿子泰里恩，只觉得一阵头疼，心想就不能有一个让他省心的孩子吗？而另一边，西鲁亚还在继续挑衅佩西恩，问他是不是在嫉妒。这话一出，佩西恩整个人都愣住了。西鲁亚看着他的反应，心里别提有多得意了。以前的佩西恩对什么都无所谓，冷淡得很，可现在只要一提到艾瑞琳，他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反应大得不行。佩西恩被气得够呛，眼看自己说不过妹妹，居然转头向皇后告状，大喊着让母亲帮他说话。这下子连西鲁亚都有些无语了，没想到他居然会用这一招。他立刻大声反驳，提醒佩西恩别忘了，皇后也是他的母亲。看着这两个越吵越凶的孩子，皇后彻底放弃了调解的打算，直接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这下子两人的火药味更浓了。佩西恩咬牙切齿地警告西鲁亚，让他必须离艾瑞琳远一点。
而此时，在宴会厅的另一边，正在喝茶的艾瑞琳突然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冷战。旁边的梅亨注意到了她的异样，关切地询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还贴心地表示自己带了外套。艾瑞琳笑着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没事，但她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她有些担心地问梅亨感觉怎么样。梅亨有些纳闷。艾瑞琳看着冷清的四周，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大家都在忙着社交，结果根本没人往他们这桌走。旁边的丽娜见状，赶紧笑着打圆场，说这样安安静静的喝茶也挺好，她还挺享受这种独占的感觉。梅亨却显得很平静，淡淡的表示没关系。接着他看着艾瑞琳，温柔的解释说，他们今天过来本来就只是为了见他一个人。听到这话，艾瑞琳有些意外的抬起头。梅亨接着说道，而且哈尔伯恩家族的人向来都不怎么喜欢社交聚会。听到这话，艾瑞琳有些哭笑不得，心想这算哪门子的安慰啊。旁边的丽娜也忍不住小声抱怨，让梅亨安慰人的时候温柔一点。梅亨却一脸无辜的表示自己只是实话实说罢了。艾瑞琳有些无奈的喝了口茶，心想只要他们觉得没问题就行，而且说实话，比起去人多吵闹的地方挤着，她也更喜欢现在这样安安静静的。就在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一阵动静，似乎有人正朝着他们走过来。艾瑞琳有些纳闷的转过头去，结果这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艾瑞琳心里顿时警惕起来，以前在人多的地方，切颜可从来没有露过面，难道他这次过来是为了寻找别人？看着切颜离去的背影，艾瑞琳心里越发不安，这家伙到底在打什么算盘？脚步声越来越近，来人居然是斯菲罗姆公爵。他热情地跟梅亨打招呼，连穆维斯克公爵也跟着一起走了过来。面对穆维斯克公爵的问候，梅亨还算客气地回了礼，可对旁边的斯菲罗姆公爵，梅亨是连理都不想理。斯菲罗姆公爵倒也不尴尬，凑过去询问梅亨要不要考虑加入他们家族。结果话还没说完，梅亨就冷冰冰地丢出4个字：绝无可能。斯菲罗姆公爵尴尬地笑了笑。穆维斯克公爵问起那对双胞胎的下落，听到双胞胎3个字，斯菲罗姆公爵的语气瞬间冷了下去。他今天已经被折腾得够呛了。公爵们一到，原本冷清的桌子瞬间热闹起来。虽然哈尔伯恩家族不受欢迎，但梅亨在社交场上显然是个例外。此时丽娜正忙着跟人打招呼，根本顾不上这边。艾瑞琳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她趁着大家不注意，悄悄从椅子上溜了下来，打算去查查切颜到底在搞什么鬼。斯菲罗姆公爵还在跟梅亨套近乎，甚至提议让艾瑞琳去他们家住几天。梅亨冷冰冰的直接拒绝，表示这辈子都别想。他刚想转头安慰艾瑞琳，结果这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艾瑞琳居然不见了。此时的艾瑞琳正悄悄跟在切颜后面，她心里直犯嘀咕，切颜为什么会径直走向大厅中央？难道他这次的行动真的跟自己毫无关系吗？可奇怪的是，切颜在前面走着，却时不时的往他这边看一眼。艾瑞琳心里很清楚，切颜绝对知道自己在后面跟着，可这家伙走的实在是太快了，两人的距离根本拉不近，眼看就要把人跟丢。艾瑞琳也顾不上那么多，直接在后面喊出了声。前面的切颜突然停下脚步，慢慢转过身来，看着停在原地的切颜，艾瑞琳有些纳闷，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切颜看着眼前的艾瑞琳，突然笑着竖起了一根手指，他意味深长地表示，接下来的事情会变得很有意思。艾瑞琳听得一头雾水，还没等他琢磨明白，一只手突然从后面伸过来，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艾瑞琳被吓了一跳，刚想挣扎，身后就传来熟悉的声音，原来是梅亨找了过来。梅亨一把扶住艾瑞琳，责怪他怎么能一声不吭就乱跑。艾瑞琳自知理亏，赶紧小声道歉。梅亨非常严肃地警告他，这里可不是自己家里，想去哪必须提前打招呼。艾瑞琳只能乖乖点头，可她心里还是放不下切颜，忍不住偷偷往旁边瞄了一眼。切颜那家伙早就没影了。就在这时，大厅里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周围的人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艾瑞琳和梅亨。贝尔法特侯爵夫人用扇子半遮着脸，语气里满是嘲讽。他故意叹了口气，说在今天这种大日子里，哈尔伯恩大公居然连面都没露。周围的人立刻开始交头接耳，纷纷用同情的目光看着艾瑞琳。大家都在私底下议论，说大公已经好几年没回过首都，甚至从艾瑞琳出生起就没来过这里。有人甚至恶意揣测，大公是不是太讨厌这个女儿，宁愿一直躲在北方的荒凉城堡里。听到这些刺耳的闲言碎语，梅亨的眼神变得越来越冷，可那些人反而越说越过分，嘲笑艾瑞琳是家族的污点，大公根本就是彻底抛弃了她。看着眼前的艾瑞琳，贝尔法特侯爵夫人在暗处冷笑起来，觉得她今天简直是自寻死路。在她眼里，艾瑞琳从出生起就是个倒霉蛋，今天过后，她连公爵千金的身份都保不住，凭什么觊觎太子妃的位置？听到这些针对艾瑞琳的恶意，梅亨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他对艾瑞琳说，我们回家吧，继续留在这里已经没有意义，哪怕这样做会得罪皇室也无所谓。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大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笑着说自己刚好听到了一些有趣的事。听到这个声音，梅亨立刻转过头去，原本看热闹的贵族们脸色全变了。来人一步步走上前，直接停在梅亨和艾瑞琳面前。谁能想到，这个被传言根本不疼女儿的哈尔伯恩大公，居然在这个时候亲自现身了。大公看着眼前的梅亨，主动开口打了个招呼，我亲爱的朋友。这个红发男人叫杰伦，他是武官公爵的次子，虽然没能继承爵位，但他分到了大片领地，还有一辈子花不完的钱。可他心里一直有个执念，那就是亲眼见一件巨龙，为此他甚至跑去当了骑士。
就在他以为梦想破灭时，大公突然找到了他，让他立刻收拾行李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巨龙。等了这么多年，他的机会终于来了。杰伦本以为梦想终于要实现，却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看着眼前到地不起的巨龙，杰伦整个人彻底崩溃了。他只是想见一见活的巨龙。旁边的同僚还在鼓掌祝贺，甚至商量着怎么分割龙尸。杰伦委屈的大声抱怨：“师傅，你真是太残忍了！我只是想见见巨龙，根本没想过要杀了他。”杰伦一转头，发现大公居然不见了。同僚告诉他，大公收到重返帝都的敕令，已经先一步离开了。而此时的宴会厅里，大步走进来的人正是大公瓦勒。艾瑞琳整个人都愣住了，显然没料到他会突然出现。梅亨更是满脸震惊，忍不住质问他为什么在这里。瓦勒却只是一脸轻松，表示自己只是收到邀请函晚了点。瓦勒笑着问大家为什么突然都不说话了。原本嘈杂的大厅瞬间变得鸦雀无声，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艾瑞琳看着这个男人，注意到了他深紫色的眼睛以及和自己一样的白金发色。这一刻，艾瑞琳瞬间明白了，眼前这个男人就是他的父亲哈尔伯恩大公。作为哈尔伯恩家族的家主，他是帝国里最神秘也最让人忌惮的存在。据说他掌握的秘密足以轻易毁掉任何一个人，但他却对皇室忠心耿耿。正因如此，他成了5大公爵中唯一被授予大公爵头衔的人。可奇怪的是，就在他带回那个女婴后，他却突然动身去了北方，而且一走就是好几年。虽然他一直没有回来，但家族的势力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可怜的艾瑞琳因为被父亲独自留在帝都，直接成了贵族们的笑柄。瓦勒冷冷地扫视全场，笑着让大家继续说，他倒要看看是谁胆子这么大，敢在背后嚼家族的舌根。这下子，刚才那些说闲话的人，怕是连死的心都有了。大公身上散发的杀意，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说错一个字就会没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梅亨主动站了出来，恭敬地叫了一声主人。他冷静地劝说瓦勒，觉得今天点到为止就行，大公应该先去向皇后请安。谁能想到，刚才还杀气腾腾的瓦勒，居然真的听劝了，笑着答应了下来。大家都在心里犯嘀咕，梅亨居然能一下子把这个可怕的男人安抚住。此时艾瑞琳在旁边悄悄拉了拉梅亨的衣角，而瓦勒的目光也顺势落在了艾瑞琳的身上。艾瑞琳瞬间紧张起来，毕竟这是她第一次面对这个传闻中可怕的父亲。谁能想到瓦勒居然微微一笑，主动开口叫她女儿。这突如其来的问候反而让气氛更加微妙。艾瑞琳下意识躲到梅亨身后，梅亨见状立刻挡在两人中间，催促瓦勒赶紧去向皇后请安，别在这儿耽误时间。瓦勒有些无奈地笑了笑，调侃梅亨一见面就教训他。不过他倒也没再坚持，答应先去办正事。看着瓦勒离去的背影，梅亨轻声安慰艾瑞琳，让他不用太害怕大公，说他其实并不是个坏人。艾瑞琳乖巧地点了点头，但他心里却开始犯嘀咕，因为在原著小说里，哈尔伯恩大公明明是在他死后才回到首都的，可现在剧情却彻底偏离了轨道，这让艾瑞琳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故事的主线都还没开始，为什么一切都变了？难道是因为自己的改变，才引发了这一连串的蝴蝶效应？如果未来继续失控，朝着完全未知的方向发展，那该怎么办？艾瑞琳原本以为，只要那个女孩一出现，故事正式拉开序幕，所有偏离轨道的感情，包括佩西恩对她的执着，都会重新回到原位。这种想法虽然让人难受，但更多的却是一种解脱，因为这样一来，就算自己最后难逃一死，佩西恩也会彻底忘记他，重新回到原本的人生轨迹上。可现在看来，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了。艾瑞琳一直在心里做着最坏的打算，防备着佩西恩随时可能发生的转变。可一想到那个女孩要是真的不出现，自己可能还是难逃一死，她整个人就有些站不稳了。脑子里乱成一团的思绪，压得他根本喘不过气来。就在他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旁边的梅亨发现了不对劲，赶紧一把扶住了他。看着虚弱的艾瑞琳，梅亨急切地询问他的情况，生怕他出了什么意外。梅亨心急如焚，提议立刻带他回府邸休息。此时的艾瑞琳意识已经开始模糊，眼前的景象重叠在一起，他死死抓住了梅亨的衣角。在他心里，梅亨是他现在唯一的依靠，就算佩西恩以后变了，至少梅亨还会一直陪着他。半梦半醒之间，艾瑞琳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嘴里喃喃自语，询问妈妈是否会一直爱他。这个虚弱的孩子真是让人心疼不已。梅亨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正想仔细询问，可还没等他开口，佩西恩突然急匆匆地冲了过来。艾瑞琳心里还想着不能再给梅亨添麻烦，结果下一秒，佩西恩已经一把将他抱住，急切地呼唤着他的名字，询问他到底怎么样了，是不是生病了。艾瑞琳有些懵，心想这家伙怎么跑过来了？他现在不是应该陪着家人吗？可佩西恩根本顾不上这些，满脑子都是在担心他的身体。说来也奇怪，原本快要晕过去的艾瑞琳，在被佩西恩抱住之后，意识居然瞬间变得无比清醒。虽然他嘴上说着没事，但心里却纳闷得很，怎么一靠近这家伙，自己的状态就全恢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艾瑞琳解释说，自己只是被突然出现的父亲吓到了。佩西恩一听就炸了，觉得大公不该吓到艾瑞琳，甚至霸道的宣称没有他的允许不准生病。艾瑞琳有些哭笑不得，但他心里也明白，这其实是佩西恩独特的关心方式。看着艾瑞琳的脸色恢复过来，佩西恩这下放心了，直言刚才在远处看到他不舒服，真是把他吓坏了。就在这时，格里亚姆走过来打断了两人，提醒佩西恩注意场合，毕竟周围还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让他赶紧回座位去。
周围的贵族们开始低声议论。艾瑞琳也知道不能再惹眼了，他劝佩西恩赶紧回自己的座位去，毕竟梅亨还在旁边陪着他呢。听到这话，佩西恩虽然嘴上答应了，但那不高兴全写在脸上。临走前，佩西恩神色认真地叮嘱艾瑞琳，让他待在自己的座位上，别乱跑，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想办法保护他。这句话把艾瑞琳给说懵了，完全没搞懂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佩西恩说完便转身离开，还不忘大声约定，说自己很快就会去探望他。看着佩西恩离去的背影，艾瑞琳心里越想越纳闷，这家伙居然说要保护他，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啊？艾瑞琳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难怪刚才周围那么冷清，原来是佩西恩和梅亨这两个人一直在旁边死死盯着，根本没人敢靠近他的桌子。梅亨走过来，轻声提醒他该回座位休息了，要是身体有任何不舒服，一定要立刻告诉他。艾瑞琳乖巧地答应着，心里却有些后怕，要不是佩西恩刚才突然跑过来，他差点就让梅亨难堪了。虽然这家伙也是让他慌乱的罪魁祸首。看着佩西恩离去的背影，艾瑞琳心里五味杂陈。她本以为自己能平静地面对未来的一切，毕竟那些事情迟早会发生，可现在她发现自己错了。也许佩西恩在她心里的分量早就超出了她自己的想象。刚才的骚动渐渐平息，宴会虽然重新开始了，但大厅里的气氛却依旧冷到了极点，根本没有缓和的迹象。更让人揪心的是，皇后和哈尔伯恩大公之间似乎还夹杂着什么复杂的陈年旧怨。没过多久，大公就找了个借口动身去觐见皇帝了。这场原本隆重的宴会也就这样草草收场。哈尔伯恩府邸里有些反常，看着走廊里行色匆匆的仆人们，艾瑞琳心里直犯嘀咕，她还从来没见过大家紧张成这个样子。看来大公的回来让整个府邸都拉响了警报，整个府邸的仆人全都被紧急召集了起来，在大门两侧排成两列。这阵仗甚至比皇太子佩西恩来的时候还要隆重得多。随着沉重的脚步声传来，梅亨立刻恭敬地弯下腰迎接这位真正的主人。大门缓缓打开，哈尔伯恩大公终于现身了。看着这个男人走进来，艾瑞琳这才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一家之主的威严。大公笑着调侃梅亨居然会亲自出来迎接他，梅亨倒是一脸平静地表示，毕竟主人已经离开太久了，这都是应该的。看着梅亨那张冷冰冰的脸，大公忍不住调侃起来，说他看起来像是想揍自己一顿。梅亨根本不想跟他废话，直接催促他进屋，毕竟这几年没见，对方确实欠他一个合理的解释。可大公却完全没当回事，反而把目光投向了旁边的艾瑞琳，笑着问他，难道不打算跟自己的父亲打个招呼吗？这突如其来的点名把艾瑞琳整个人都吓懵了，他下意识地躲到了梅亨身后，这跟之前说好的完全不一样啊。梅亨明明告诉他，只要老老实实站在这里当个背景板就行了。自从上次茶会之后，艾瑞琳就一直躲在房间里不敢出门，对他来说，眼前这个所谓的父亲比8辈子见不着一次的远房亲戚还要陌生。现在突然要他开口打招呼，他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大公就这么微笑着盯着他，似乎在等着他的反应。艾瑞琳心里直犯嘀咕，不过既然他和梅亨关系这么好，应该也不是什么坏人吧。他突然从梅亨身后探出头，对着梅亨甜甜地喊了一声妈妈。这一声妈妈直接把在场的人都给整不会了。大公听到后不仅没生气，反而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坏笑。他转头调侃梅亨，说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梅亨居然成了他女儿的妈妈。梅亨无语的直扶额，根本不想搭理这个没正经的家伙。结果大公更来劲了，笑着说，既然这样，那梅亨现在就是他的妻子了。这突如其来的神展开，直接把梅亨给整无语了。大公微笑着看向艾瑞琳，说自己早就该给他一个正式的问候了。看着大公这副没正经的样子，旁边的梅亨气得不行。结果大公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当场放声大笑起来。这下梅亨彻底忍无可忍了，直接破口大骂，让这个混蛋赶紧闭嘴。看着眼前这鸡飞狗跳的画面，艾瑞琳在心里直呼妈妈呀，这个男人绝对脑子有毛病。大公这家伙真是嫌命长，还在那感叹时间过得真快。谁能想到梅亨最后会变成妈妈？梅亨眼神冰冷地警告他，要是皮痒了想挨揍，大可以继续说下去。可大公根本没当回事，反而变本加厉地抱怨起来，说梅亨对他太冷淡，甚至还一口一个甜心地叫着。梅亨强压着怒火，让他闭嘴。旁边的女仆都忍不住偷笑，结果大公更加不要脸，居然凑过去问结婚纪念日是哪天。这下梅亨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他直接抄起桌上的茶壶砸了过去，怒吼着让这个混蛋彻底闭嘴。看着这鸡飞狗跳的场面，旁边的艾瑞琳倒是一脸淡定，只管安静地吃着自己的棒棒糖。梅亨恨不得直接废了大公，不过为了艾瑞琳的心理健康，他还是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原本还指望这对父女第一次见面能有个温馨的重逢，哪怕只是简单说几句话，但他发现自己显然期望太高了，这个父亲根本就不靠谱。大公倒是一点没生气，反而觉得梅亨暴怒的样子挺有趣。梅亨皮笑肉不笑的应付着，随后找了个借口让艾瑞琳先回房间休息吃药。艾瑞琳如释重负，赶紧答应。梅亨温柔的轻声安慰她，让她不用勉强自己，现在就可以回房间休息了。艾瑞琳乖巧的答应下来，临走前还不忘甜甜地跟梅亨说待会儿见。随后梅亨吩咐女仆把艾瑞琳安全送回房间，并且让其他人都退下去。随着大门缓缓关上，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看着女儿从头到尾连个正眼都没给自己，大公只能自嘲的笑了笑，看来这个当父亲的确实是彻底被嫌弃了。
大公看着梅亨，依旧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调侃说女儿好像很怕他，甚至又想叫梅亨亲爱的。结果话还没说完，梅亨直接把手里的文件狠狠砸在了他脸上。梅亨冷冷地表示，这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报应。大公倒是一点没生气，把文件拿开后，额头上还顶着个红印。梅亨直接把一份报纸拍在桌上，上面登着斩杀巨龙的新闻。他看着消息，质问大公到底干了什么。大公却一脸轻松地解释，说想离开北方城堡可没那么容易。梅亨无语地反问，这就是他跑去猎龙的理由吗？大公还嬉皮笑脸的调侃，问梅亨是不是在担心他，甚至又叫他亲爱的。梅亨直接警告他，再这么叫就要去投诉他骚扰了。玩笑过后，梅亨神色严肃地问他，既然这么麻烦，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赶回来？大公看着梅亨，提醒他是否还记得当初给过自己的那个忠告。那是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梅亨曾对大公说过，如果艾瑞琳真的倒下，再也醒不过来，他真的能保证自己不会后悔吗？原来大公这次回来，全是因为梅亨当初的这句话。梅亨听完，显然不太相信这个说辞，追问他真的只是因为这个吗？大公却反问他，难道这还不够成为理由吗？听到这个回答，梅亨气得不行。这几年他一直催着大公回来，结果这家伙根本不当回事。梅亨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愤怒地质问他，既然要回来，为什么不早点回来，非要拖到现在？面对梅亨的怒火，大公却依旧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甚至笑着表示，如果能死在梅亨手里，那也是他的荣幸。梅亨根本不信他的鬼话，觉得大公只是在嘴硬，既然知道会后悔，当初又何必大老远跑到北方去？大公靠在椅子上，语气突然变得有些深沉，说自己只是做了一笔交易。听到交易两个字，梅亨心里咯噔一下。大公无奈地耸了耸肩，表示自己立下了禁言誓约，所以具体的细节根本没办法透露。梅亨听到这个词，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那是一种绝对无法违背的强力契约，一旦违背，代价惨重。梅亨怎么也想不通，大公为什么要用这种契约束缚自己，甚至像个流放者一样跑到北方去。大公突然问起药水的事，叮嘱梅亨一定要让艾瑞琳每天按时吃，这药极其珍贵，哪怕是一滴都不能浪费。大公笑着调侃起来，说以梅亨的性子，肯定早就偷偷去查这药的来历了。确实，这瓶每个月按时送来的神秘药水，是唯一能缓解艾瑞琳病痛的东西。当时不管是神殿还是魔塔，对艾瑞琳的怪病都束手无策，这药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为了搞清楚药的成分，梅亨顺着线索一路查下去，结果却查到了皇宫里头，线索最终指向了皇宫深处的禁地。梅亨心里清楚，再查下去怕是要大祸临头，只能选择把这个秘密彻底埋葬。梅亨终于忍不住问出了口，那瓶救命的药水是不是大公送来的？他一直留在北方，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大公微微一笑，反问他还能有谁？听到这个回答，梅亨整个人都愣住了。梅亨无奈地叹了口气，抱怨他为什么不早点说。大公却解释道，这种事在通讯里说太危险，万一被别人听去就麻烦了。这理由确实让人没法反驳。其实梅亨之前也怀疑过，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大公居然会为了女儿在那种鬼地方待那么久。看着眼前的大公，梅亨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难道当初他潜入皇宫也是为了这件事吗？大公看着梅亨，又忍不住调侃起来，说梅亨现在真是越来越有当妈的样子了。听到这调侃，梅亨也是一脸无奈，根本不想搭理他。大公收起了笑脸，说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梅亨和艾瑞琳之间似乎建立起了真挚的感情，这确实让他感到意外，因为在他的印象里，梅亨一直是个极有分寸且从不越界的人，不管是财富还是地位，大公给什么，梅亨就接受什么，从来没有过多的奢求。可如今，梅亨却对艾瑞琳倾注了前所未有的关心。面对大公的探究，梅亨却有些自责。他坦言自己其实并没有把艾瑞琳照顾得那么好，甚至在过去，为了能在大公回来时顺利抽身，他还刻意和艾瑞琳保持过距离，把他一个人冷落在一旁。梅亨心里满是自责，觉得自己可能把事情搞砸了。要是换个人来照顾艾瑞琳，他或许能成长得更健康快乐。大公一边走过来一边解释，说自己当初把艾瑞琳托付出去，并不是指望能被照顾得完美无缺，毕竟梅亨本来就没经验，有些疏忽也是理所当然的。梅亨有些想不通，既然这样，那当初为什么还要交给他？大公停下脚步，直言，因为那个人是梅亨，那可是自己唯一信任的人了。听到这个回答，梅亨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咬了咬牙，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既然自己是唯一被信任的人，那他必须得问个明白。梅亨看着大公，问，既然自己是唯一被信任的人，那艾瑞琳真的是他的亲生女儿吗？面对如此敏感的话题，大公脸上依旧挂着招牌微笑，看起来和平常没有任何区别。但梅亨实在太了解他了，怎么可能轻易被这负面剧骗过去？就在这一瞬间，大公的一个细微动作彻底出卖了他内心的慌乱。他虽然表面上稳如泰山，但那只紧紧扣住椅背的手，指关节已经微微泛白。这个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公，在这一刻内心显然已经彻底动摇。梅亨不由得想起了很久以前，那时候他还是个无依无靠的孩子，被牵着手带进了这座古老的庄园，从一个懵懂的流浪到后来成为这个家族的摄政王，他在这里见证了太多的秘密。他记得那天，大公突然在一堵死墙前停下，这让跟在后面的梅亨十分纳闷。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大公便转过头吩咐他，让他老老实实守在原地。接着，大公拿出一把散发微光的钥匙。梅亨心里非常清楚，这个家族隐藏秘密的手段绝对超乎所有人的想象。随着古老钥匙的转动，那扇隐藏的沉重石门缓缓开启，门后藏着的正是哈尔伯恩家族的秘密档案馆。
这里只有觉醒了力量的直系后裔才有资格踏入半步，里面封存着这个家族数百年来的所有禁忌与秘密。梅亨虽然在庄园待了半辈子，也只见过家主进出过寥寥几次，他自己更是从未踏足其中。不过有一点他心知肚明，在现任大公之后，这个家族的全部传承注定要落到艾瑞琳的肩上。要是没有了直系血脉的引导，这扇大门就将永远尘封在黑暗之中。哈尔伯恩家族的无数秘密将永远被埋葬在历史的尘埃里。虽然这6年来为了艾瑞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守护时的反应也绝对做不得假，但每当梅亨看到大公对艾瑞琳那副冷漠至极的态度，他就怎么也无法相信这两人会是亲生父女。梅亨心里闪过无数种可怕的可能，如果艾瑞琳真的不是直系后裔，那他就必须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想尽办法去保护她的安全。想到这里，梅亨深吸一口气，直视着眼前的大公，逼他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回答。大公却只是淡淡的反问，他是从哪里听到这种荒谬谣言的？梅亨根本不吃这一套，直言大公心里比谁都清楚，这绝对不仅仅是谣言那么简单。大公有些纳闷，问梅亨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偏偏在今天提起这件事。梅亨解释道，这颗怀疑的种子在他心里压了很久，但因为担心通讯被旁人窃听，所以才一直拖到现在当面质问。看着大公脸上那抹意味深长的笑，梅亨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这家伙又露出这种让人看不透的表情，这让梅亨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那时候他还是个在街头流浪的孤儿，是大公亲手把他带回了庄园。那时的大公单纯又善良，不仅给了他最好的生活，还教会了他什么是信任和友谊。可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真诚的少年变成了如今这副深不见底的模样？其实这6年来，不管遇到多少挫折和困惑，梅亨之所以还愿意留在这里效忠，全是因为心里还记着当年那个拉他出泥潭的少年。在梅亨心里，哪怕全世界都背叛了大公，自己也有责任替他守好这个家，所以他索性把话挑明，直言艾瑞琳根本不可能是大公的女儿。大公停下脚步，调侃梅亨怎么这么肯定。梅亨直接拆穿他，说自己从小就看着大公和各种女人交往，这种事怎么可能瞒得过他的眼睛。大公听完不仅没有慌乱，反而笑着问梅亨，既然早就看穿了，为什么还要陪着他演这出戏？梅亨懒得跟他开玩笑，逼着他赶紧给个准话。大公非常肯定地表示，艾瑞琳就是他的亲生骨肉，身上流着的绝对是哈尔伯恩家族的血脉。大公话锋一转，问梅亨是否还记得曾经在这个庄园里住过的另一个人，那个和艾瑞琳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女人。艾瑞琳独自在花园里散步，微风吹得她有些睁不开眼，结果女仆们一看到她，居然感动得当场哭了出来，直呼大小姐竟然会自己出来散步。艾瑞琳心里一阵无语，其实她只是嫌屋里太吵，想出来清静清静。毕竟大公一回来，府里的气氛就变得有些微妙，大家表面上规规矩矩，但只要大公一走开，女仆们就忍不住凑在一起八卦，讨论大公这次是不是不走了。看着这群兴奋的下人，艾瑞琳心里很清楚，这大概就是普通人对大公的崇拜。要不是自己提前看过小说，说不定也会被他这副外表给骗了。虽然大公的突然出现确实吓了他一跳，但说到底，这个便宜父亲根本就不是他关心的人。其实习惯了大公的存在之后，艾瑞琳对他只剩下尴尬和好奇。毕竟不管是前世还是这辈子，他都从来没感受过什么父爱。走着走着，他突然发现自己走上了一条熟悉的路，这正是他以前经常和佩西恩一起走的地方。看来习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不过他不知道的是，旁边的灌木丛里，女仆们正拿着相机疯狂拍照，甚至连第52本相册都准备好了。艾瑞琳继续往前走，感叹自己现在的身体确实比以前好多了。以前走一圈就累得不行，现在居然还能一边走一边发呆。可当他走到某个拐角时，回忆却突然涌了上来，这里正是他当初对佩西恩说狠话，让他再也不要来见自己的地方。艾瑞琳坐在长椅上，想起以前自己只要一喊累，佩西恩就会贴心的给他送水过来，可现在身边空荡荡的，这让他第一次忍不住开始好奇，那个平时总围着他转的家伙现在到底在干什么。此时的佩西恩正无精打采的趴在桌上生闷气，明明茶会都已经结束了，他却还是不能去庄园找艾瑞琳，这让他觉得非常郁闷。面对佩西恩的满脸怨念，格里亚姆也是一脸无奈，毕竟大公现在已经回到了庄园，为了安全起见，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拦着殿下了。佩西恩假装听不懂格里亚姆的劝告，格里亚姆直接戳穿了他，让他别再继续装糊涂了。这下子佩西恩彻底装不下去了，直接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大喊着现在的情况有多严重。结果喊完之后，他居然直接在地上撒泼打滚的大哭起来。看着平时高冷的殿下，现在毫无形象的在地上打滚，格里亚姆也是一脸无奈，这简直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奇观。看来殿下这是直接从郁闷升级到了暴怒撒泼模式。格里亚姆心里直叹气，其实自己比殿下更想哭。就在这时，手下急匆匆的走进来汇报情况。听完手下的汇报，格里亚姆整个人都愣住了。一旁的佩西恩见状，立刻从地上蹦了起来，急切的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格里亚姆没有隐瞒，直言大公已经进宫了。听到这个消息，佩西恩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个让人讨厌的家伙，他急匆匆的跑了出去，格里亚姆在后面根本拦不住。佩西恩拔腿就跑，急着要去庄园见艾瑞琳。格里亚姆在后面追得气喘吁吁，看着自家殿下这副急切的模样，格里亚姆心里直叹气。他知道殿下喜欢艾瑞琳，但没想到居然陷得这么深，这副不管不顾的架势，简直和当今皇帝年轻时一模一样。
当年的爱德华皇帝还是皇太子时，可是个出了名的花花公子，整天到处惹是生非。直到那一天，爱德华遇见了阿泽尼，并且对他一见钟情。从那以后，这个出了名的花花公子直接变成了只为他活的痴情男，开启了漫长的追妻之路。不过阿泽尼可不吃这一套，一开始对他根本没有好脸色，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讨厌他。但不管被拒绝多少次，爱德华就是不肯放弃，甚至直接在外面死缠烂打，放话见不到人就绝不离开。爱德华这一等就是8个小时，甚至有下属多看了阿泽尼3秒就被他揪着不放，整个帝国没人能拦得住他。可谁能想到，为了追到心上人，他竟然能疯到这个地步。在一个暴雨天，他直接拿刀抵在自己脖子上，当场撂下狠话，要是得不到他的爱，自己活下去也没意思。这股连命都不要的狠劲，彻底改写了2个人的关系。阿泽尼的心终于动摇了，他直接扔掉雨伞走上前，捧起他的脸答应了这份感情。其实在这之前，为了能见阿泽尼一面，他甚至在阳台上闹着要寻死，把底下的侍从们吓得够呛。大家都以为阿泽尼是被逼答应的，可谁能想到，阿泽尼事后却对格里亚姆说，他哭着表白的样子其实挺可爱的。听到这话的格里亚姆直接无语，原来这俩人根本就是天生一对。看着佩西恩跑开的背影，格里亚姆无奈地摇了摇头，有那样极端的父母，这位皇太子的性格只会更加疯狂。果不其然，佩西恩现在满脑子都是艾瑞琳，不管不顾地往前冲。格里亚姆最担心的就是万一艾瑞琳出了什么意外，以佩西恩这极端的性子，怕是会做出无法挽回的疯狂举动。皇帝主动跟大公打了个招呼，大公却显得有些幽怨，觉得2人前几天才刚见过。皇帝忍不住调侃他，上次明明只是露个面就走了，根本算不上正式见面。大公却把责任推给皇帝，抱怨要是他参加了茶会，根本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事。一提到茶会，皇帝整个人直接破防了，大哭着说自己其实比谁都想去。他甚至开始脑补孩子们围着叫爸爸，阿泽尼在身边陪伴的温馨画面，嫉妒大公能独自享受这一切。大公让皇帝放心，说自己根本没机会享受茶会，因为皇后阿泽尼直接把他给赶走了。当时阿泽尼虽然说话客气，但那眼神和语气分明就是让他赶紧滚蛋。听完大公的解释，皇帝叹了口气，表示原谅他了，接着便切入正题，询问大公关系进展如何。大公端起茶杯，淡淡的回答自己为了讨好他们，甚至跑去抓了一只龙。听到这个消息，皇帝整个人都惊呆了，这才明白之前的风波是怎么回事。他直揉太阳穴，抱怨大公太不够意思，好歹自己也是当年交易的见证人，怎么连个气都不通一声。大公却是一脸冷漠，反问自己为什么要说，这态度直接把皇帝给整无语了。接着大公开始大吐苦水，说那巨龙的残骸成了烫手山芋，整个帝国都因为这事闹翻了天。皇帝让他把剩下的龙残骸全都送到皇宫里来，帝国会按市场价买下来。大公听着听着，突然打断了他，神色认真地问了一个问题：你儿子是不是对我女儿有意思？皇帝被问得不知所措，他突然一拍大腿站了起来，大喊着开会时间到了，拉着大公就要往外走。但大公根本不吃这一套，冷着脸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逼着皇帝必须回答。皇帝只能继续装傻充愣，打着哈哈转移话题。结果大公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阴冷，甚至直接问能不能除掉他儿子。皇帝一屁股坐回椅子上，试图跟大公讲道理，问他到底是从哪听到的风声。皇帝冷冷地回答自己什么都没听说，只是在之前的茶会上亲眼看到佩西恩紧紧抱着艾瑞琳，那副深情的样子傻子都能看出来。皇帝听完心里直犯嘀咕，暗自庆幸那天阿泽尼及时赶走了大公，不然指不定要闹出什么乱子。而且皇帝心里很清楚，大公和佩西恩的性格天差地别，这2人要是碰在一起，绝对水火不容。但大公显然不打算就这么算了，身为父亲，既然知道了这件事，就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管。皇帝觉得，既然佩西恩是真心的，而且自己儿子条件也不差，不如2家直接结个亲家。结果大公根本不买账，觉得皇帝是在开玩笑。皇帝赶紧强调自己是认真的，屋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谁能想到大公下一秒直接拔出剑，冷冷地问能不能干掉他。这下把皇帝吓得够呛，赶紧劝他别在议会上闹事。大公这才不情愿地收了手。皇帝没好气地催促大公赶紧走，别再磨蹭了。2人一边往议会厅走，大公一边警告皇帝，让他那个儿子离艾瑞琳远点。皇帝有些纳闷，问他为什么这么反对。大公的回答很简单，他只希望女儿能过得幸福。皇帝调侃道，难道还要看艾瑞琳自己的意愿？结果大公态度非常坚决，直言被困在皇宫里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得到幸福的。皇帝只能无奈地笑笑，提议以后找机会再细聊。大公也毫不示弱，冷冷地回了一句随时奉陪。大公瓦勒这次回到首都，表面上整天到处闲逛，实际上有一大堆公务等着他。好在繁杂的事务可以直接丢给代理人梅亨，这也让梅亨习惯了当苦力。不过有2件事，瓦勒必须亲自解决。第一件是去觐见皇帝，第2件则是参加机密会议，与皇帝和5位大公共同商讨帝国的核心要务。随着会议召开，各大公陆续在会议室落座，看着空置已久的位置，终于有人坐了。斯菲罗姆公爵忍不住开口调侃了几句，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瓦勒直接戳穿了对方的心思，调侃他高兴的根本不是见到他，而是冲着他带回来的龙残骸。斯菲罗姆公爵倒也大方承认，说瓦勒
总是能看穿他的想法。接着他切入正题，提出想要收购瓦勒手里的龙副产品，还自信地表示整个帝国绝对没有比他们出价更高的。瓦勒虽然承认他们家有钱，但还是笑着摇了摇头，表示自己那份早就已经交出去了。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原来他早就把东西交给了皇帝。这下斯菲罗姆公爵彻底傻眼了，千算万算没算到被皇帝截了胡。瓦勒还嫌不够刺激，笑着让他等萨伦圣骑士团到了，自己去跟他们核对。面对这个结果，斯菲罗姆公爵也只能垂头丧气的认栽。瓦勒看了看会议室，发现还有2个位置空着。皇帝解释道，格拉姆瓦特大公因为去探索新遗迹，所以无法出席这次会议。至于另一位伊迪克尔斯大公，多亏了某个人，他现在还被困在南方帝国呢。瓦勒装作一脸无辜，皇帝直接点名，说自己指的那个某人就是瓦勒。皇帝凑过去八卦，问瓦勒当年到底干了什么，能让对方记恨了整整6年。瓦勒却开始装傻，敷衍地回答自己什么都没说，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皇帝对这个回答可不买账，反问他如果只是没说什么，对方能记恨整整6年吗？瓦勒有些心虚的解释，说自己当时只是要求对方归还被强行带走的姐姐。听到这番话，皇帝只觉得一阵无语，后悔自己真不该提起这个话题。原来这背后牵扯到了哈尔伯恩家族当年的丑闻。前任哈尔伯恩大公为了利益，竟然强行把女儿，也就是瓦雷的姐姐西奥妮，嫁给了南方帝国的摄政王。当时大家都以为这只是谣言，根本没当回事。但如果他们知道真相，绝对不敢这么轻视。不管这算不算家族私事，瓦勒跑去要人家的妻子，这行为简直就是在挑起战争。皇帝叹了口气，说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自己也不想再追究责任，但他还是忍不住追问瓦勒，是不是到现在还想着要把姐姐接回来。瓦勒听了只是微微一笑，哼着歌没有正面回答。皇帝有些无奈地表示，自己确实很遗憾事情会变成这样，但为了大局着想，避免战争才是最好的选择。相信大公能明白他的意思。穆维斯克大公在身后叫住了瓦勒，听到声音，瓦勒停下了脚步。穆维斯克大公有些好奇地问瓦勒，怎么这么快就要走？瓦勒有些无奈地回答，要是再待下去，斯菲罗姆大公肯定会来找他的麻烦。穆维斯克大公一听就明白了，毕竟龙的残骸还在那摆着，确实是个麻烦事。他突然感慨起来，说其实不光是自己，大家都没料到瓦勒会回王都，甚至以为瓦勒这辈子都会死在北方的那个城堡里。瓦勒原本没打算回来，但一想到如果不来，自己肯定会后悔。对方听到这话，有些玩味地重复着后悔这2个字。他主动提起茶会的事，夸赞瓦雷的女儿非常可爱。瓦勒有些意外，问他是不是见过艾瑞琳。对方得意地表示自己当然见过，而且艾瑞琳和他儿子相处得很好。听到这话，瓦勒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在他的印象里，艾瑞琳胆小的就像一只受惊的猫。他本以为女儿很难交到朋友，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穆维斯克大公笑着劝瓦勒，既然这么久没见女儿了，待会儿见面态度最好温和一点，毕竟不管大人们之间有什么恩怨，孩子都是无辜的。瓦勒有些哭笑不得，觉得自己又不是什么冷血动物，这点分寸还是有的。眼看时间差不多了，穆维斯克大公主动提出告辞，说有人还在等着自己。他大声提醒瓦勒一定要记住温柔和友善。瓦勒无奈地挥了挥手，搞得自己好像会欺负女儿一样。可还没走几步，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一转头发现那个白发红眼的小家伙居然一直跟在自己身后。这迷你版的爱德华到底想跟他到什么时候？被发现后，佩西恩倒是一点也不慌，直接主动开了口向大公打招呼。后面追上来的侍从格里亚姆已经累得直喘粗气了。客套完之后，佩西恩直接开门见山地质问为什么不让他去哈尔伯恩庄园。瓦勒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小子一直死缠烂打的跟着，是因为被拒绝了拜访请求。其实让他去庄园倒也不是不行，不过瓦勒可不打算这么轻易答应。瓦勒眼珠一转，提出只要佩西恩回答一个问题，就同意让他去庄园。佩西恩虽然有些警惕，但还是问他到底是什么问题。瓦勒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说咱们今天可是第一次见面，你这明明是来求人办事的，怎么态度还这么嚣张？这一句话直接把佩西恩给问得哑口无言了。他有些警惕，不明白大公为什么要问这个。瓦勒觉得自己能看穿对方的心思，佩西恩索性不再隐瞒，大声质问大公，难道真的不知道原因吗？自己就是讨厌他。瓦勒倒是一点也不生气，反而有些无奈地追问原因。佩西恩低下了头，说出了心里的实话，因为大公抛弃了艾瑞琳。在佩西恩看来，大公根本不配当一个父亲。他大声质问大公，知不知道艾瑞琳难过时是什么样子？知不知道他平时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以前不闻不问，现在却突然跑出来，只会让艾瑞琳感到为难。说到这里，佩西恩气的手都攥紧了。他指着大公大声警告，要是敢在帝都让艾瑞琳受委屈，就算他是大公也绝对不会放过他。旁边的侍从吓得够呛，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提前写好辞职信。大公听完只是淡淡的表示自己记住了，这反应让佩西恩还以为自己占了上风。谁能想到大公突然转过脸，语气一下子变了。他冷笑着反问，要是不原谅你，又能把我怎么样？而且你到底算艾瑞琳的什么人？这一连串的致命追问直接把佩西恩给问懵了。他一下子泄了气，支支吾吾地承认自己既不是家人，也算不上是真正的朋友。大公可
没打算放过他，继续冷冷的追问：既然你什么都不是，凭什么来威胁我？佩西恩被说的直接蹲在地上，整个人都快碎了，但他还是不服气的小声反驳，说自己比任何人都要喜欢艾瑞琳。虽然现在自己什么都不是，但他真心希望艾瑞琳能快点好起来，能多笑一笑。说到这里，佩西恩突然来了精神，指着大公大声警告，让他这个当父亲的最好尽点责，要是敢让艾瑞琳受委屈，自己绝对会把他抢走，自己做他的父亲。大公整个人都愣了一下，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非常离奇的想法，难道这小子想娶的人根本就不是艾瑞琳，而是梅亨吗？想到这里，大公再也忍不住了，直接当场放声大笑起来。这突如其来的爆笑把旁边的佩西恩整得一头雾水。大公一边笑一边调侃他，要是想娶梅亨，直说就行了。佩西恩急得大声反驳，说自己根本不是这个意思。看着急得直跳脚的佩西恩，大公表示自己会真心期待那一天的。这下佩西恩是彻底解释不清了。大公大度地表示，既然之前说好了，那就允许佩西恩来庄园拜访。说完这句话，大公便转身离开了大厅。看着大公离去的背影，佩西恩整个人都糊涂了。他明明是跑来宣战的，而且也顺利拿到了去庄园的许可，可为什么心里总有一种输得精光的感觉？最近这段时间，艾瑞琳在庄园里过得十分舒心，因为建国祭马上就要到了，皇室聚会也跟着暂时取消，她终于不用再去应付那些小屁孩。不管是烦人的双胞胎，还是总是缠着他的佩西恩，甚至连那个跟踪狂都没再出现。本以为能安安静静享受清闲，可偏偏还是有让人头疼的事。窗户外面突然贴上来一个怪人，正红着脸冲他打招呼。艾瑞琳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几天庄园外面总有怪人转悠，这些狂热的家伙贴在窗户上，一脸兴奋地盯着他看，这让艾瑞琳感到非常不舒服。更奇怪的是，这里明明是2楼，这些人到底是怎么爬上来的？就在这时，女仆尤妮推门走了进来，一看到窗外的家伙，就气不打一处来。尤妮直接抄起扫帚把人轰了下去。看到这一幕，艾瑞琳这才松了口气，看来能被物理驱赶就不是鬼魂。还没等他缓过神来，房间里又传来了脚步声，紧接着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原来进来的人是梅亨，他一进屋就紧张地抱起艾瑞琳，关切地询问他有没有受伤。艾瑞琳赶紧解释自己没事，毕竟那些人只是在外面看着，并没有真的闯进来。听到这话，梅亨虽然松了口气，但脸色却变得有些阴沉，甚至提议要把那些人关起来。这反应着实把艾瑞琳吓了一跳。看着窗外还在被驱赶的家伙，梅亨忍不住追问他们的身份。艾瑞琳本想敷衍过去，说这些人不值得他费心，可梅亨却根本不打算就这么算了，他直接点破了那些人的身份。原来他们是刚从北方归来的萨伦圣骑士团的骑士。听到骑士团这3个字，艾瑞琳顿时愣了一下，他突然反应过来，最近在庄园外面转悠的怪人身上穿的好像都是制服，这么说来，他们应该就是传闻中和父亲一起去屠龙的那些骑士。不过在这些人里，似乎有一个家伙显得格外特别，甚至还嚷嚷着以后要成立一个巨龙保护协会。梅亨抱着艾瑞琳走在走廊里，有些无奈地解释道，这帮人估计是6年来的第一次休假，所以才兴奋得有些得意忘形。梅亨提醒艾瑞琳，接下来的日子里可能还会经常在庄园附近看到他们，不过要是觉得烦，直接把他们当成空气就行了。艾瑞琳虽然嘴上答应着，但心里还是觉得有些不自在。梅亨抱着艾瑞琳走在走廊里，突然有些关切地问他，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烦心事？艾瑞琳听了一头雾水。梅亨解释说，虽然自己能从管家那里知道一切，但他担心艾瑞琳心里还藏着连管家都不能说的秘密。听到这话，艾瑞琳在心里仔细盘算了一下，其实自己根本没什么好烦恼的。要说唯一瞒着梅亨的事，也就是之前那个跟踪狂了。不过那家伙最近一直没出现，应该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烦恼，那大概就是早餐之后能不能再多吃一个马卡龙。除了这个，他是真的无忧无虑。艾瑞琳脑海中突然闪过佩西恩的身影，甚至想起了2人在一起时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这突如其来的回忆让艾瑞琳有些不知所措，她忍不住开口叫了梅亨一声。梅亨有些疑惑地低头看着他，问他怎么了。艾瑞琳犹豫了一下，有些好奇地问梅亨，他的心有没有因为谁而漏跳过一拍，就是那种2个人对视时感觉时间都停止了的心动。听到这个奇妙的问题，梅亨一下子愣住了，他看着怀里有些局促不安的艾瑞琳，心里顿时明白了，这丫头是在打听他有没有谈过恋爱。梅亨有些无奈地坦白，自己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埋在公文堆里，根本没机会体验这种心动的感觉，而且只要自己还在为大公效命，这辈子估计都别想恋爱了。毕竟自己连婚都没结，就已经的天天帮大公带孩子了。梅亨看着怀里有些慌乱的艾瑞琳，突然觉得逗这小丫头还挺有意思。艾瑞琳为了帮梅亨出气，甚至主动提出要去帮他做大公。梅亨笑着安慰他，说自己早就已经亲自处理过了。不过梅亨还是有些好奇，问艾瑞琳为什么突然问起心动的事。这一问直接把艾瑞琳给问心虚了，她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梅亨有些纳闷，难道这丫头最近有了喜欢的人？可自己天天看着她，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啊。梅亨开始在脑子里排除嫌疑人，他想到艾瑞琳见到皇太子时确实有些吃惊，但那看起来更像是和瓦勒有关。接着梅亨脑子里冒出一个离谱的想法，难道是因为他自己？不过这个猜测显然是南辕北辙。梅亨继续推测，这丫头是不是在担心，如果自己以后恋爱了，就会丢下他不管？还没等梅亨想明白，艾瑞琳就又凑了过来，一脸认真的追问，所以
他真的从来没有对谁心动过吗？看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艾瑞琳，梅亨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梅亨突然有些自责，自从瓦勒回来之后，自己就一直忙于各种公务，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忽略了艾瑞琳。他明明对自己发过誓，绝对不会再让这丫头感到不安。想到这里，梅亨直接伸手一把将艾瑞琳搂进了怀里。这突如其来的拥抱把艾瑞琳整得有点懵。梅亨抱着她，轻声安慰，让她不用担心，自己绝对不会因为那个无赖回来就有所改变。无论发生什么，自己都会一直陪在她身边，就算以后分开了，也绝对不会丢下她不管。看着梅亨认真的样子，艾瑞琳眨了眨眼。他能感觉得到，梅亨这会儿心思明显飘到别处去了。虽然这根本不是他原本想问的问题，但能听到梅亨这么在乎自己，他心里还是挺高兴的。艾瑞琳笑着答应了下来。结果梅亨话锋一转，突然提起了另一件事。他说，监护人委员会最近都在担心他，听说他不仅不好吃饭，而且除了散步，连一点运动都不做。这一问直接让艾瑞琳心虚的不行。他试着把话题往瓦勒身上引，问梅亨是不是因为瓦勒才这么紧张？因为之前梅亨特意叮嘱过他，说瓦勒那个人性格古怪，甚至干得出欺负小孩这种事，要是遇到麻烦，一定要立刻告诉他。可艾瑞琳仔细想了想，上次见面的时候，瓦勒根本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要是梅亨不在身边，对方恐怕理都懒得理他。在他看来，梅亨纯粹是瞎操心。虽说两人住在同一个庄园里，但他们的生活区域完全分开。艾瑞琳平时不是待在书房，就是窝在自己的房间里，而大公则一直待在别馆。听说他大部分时间都独自待在别馆深处的隐秘房间。就在这时，庄园里传来了骑士们的交谈声，有人在打听大公的下落，得到的回答是，大公又去了别馆深处的画廊，只要他在庄园，就一定会去那里。那个地方可不简单，据说里面挂满了哈尔伯恩家族所有直系后代的肖像画。艾瑞琳在走廊里听到路过的骑士们在小声议论，听说那个神秘的画廊只有家族的直系后代才能进去，当然梅亨是个例外。听到这儿，艾瑞琳一下子想通了，难怪梅亨有时候会黑着脸往别馆走，嘴里还嘟嘟囔囔的。直系后代的肖像画听起来确实让人有点好奇，不过艾瑞琳可不想为了满足好奇心去冒撞见父亲的风险。想到这儿，她转身就准备回房间，结果还没走两步，她就猛地停了下来。迎面走来一个穿着华丽白西装的男人，正是大公瓦勒。大公一看到他，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艾瑞琳整个人都纳闷了，这里可是庄园的主楼，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儿？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身体太弱产生幻觉了。毕竟梅亨现在不在身边，按理说大公根本不会往这边走。为了确认是不是自己看错，他偷偷用余光瞄了一眼，结果这一看直接让他傻眼了。伴随着清晰的脚步声，大公居然真的直奔他走了过来。艾瑞琳在心里直叹气，自己费了老大劲甩掉那些人，就是想一个人清静。早知道会在这里碰上麻烦，他还不如老老实实待在房间里。可现在后悔已经晚了。脚步声越来越近，他整个人直接僵在了原地。大公走到他面前，单膝跪下，笑着叫他亲爱的女儿，还问他为什么一直躲着自己。见艾瑞琳没说话，大公继续追问，是不是因为一个陌生男人突然跑来当他的父亲，让他觉得有些困扰？艾瑞琳有些慌了，赶紧开口否认，说自己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大公看着他笑了笑，说自己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不过大公并没有生气，反而觉得有些欣慰，因为这丫头今天总算愿意开口回答他的问题了。大公轻轻碰了碰他的耳侧，笑着表示，看来自己今天走这条路还真是选对了，多亏了这样，自己才能和迷路的女儿好好聊聊。艾瑞琳被这美言暴击晃了神，在心里拼命警告自己，千万不能被这家伙的脸给骗了。他一把拍开大公的手，没好气的反驳说自己根本没迷路。结果大公也不生气，反而笑着调侃他，照这个速度下去迟早会迷路。艾瑞琳一脸警惕的盯着他，问他为什么突然开始关心自己。大公被问的有些哭笑不得，理所当然的回答，因为自己是他的父亲啊。听到这个回答，艾瑞琳一时间有些无言以对。结果大公还得寸进尺，笑着提议，既然这样，不如现在就直接叫声爸爸来听听。艾瑞琳在心里疯狂吐槽，两人满打满算也就见过4次面，这家伙怎么好意思提这种要求？见艾瑞琳没反应，大公还笑着继续催促他。虽然大公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但艾瑞琳却觉得有些不对劲。他根本看不透这个男人，唯一能确定的是，每次两人对视的时候，他都能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一股若有若无的排斥感。艾瑞琳有些想不通，既然这样，他又何必在这里演戏？艾瑞琳索性不再拐弯抹角，直接盯着大公说，你其实很讨厌我吧？大公愣了一下，连忙否认说自己没有。可易瑞琳根本不信，一口咬定他就是讨厌自己。大公有些无奈，再次强调自己真的没有这个意思。艾瑞琳让他别再自欺欺人了，说自己对别人的恶意和敌意可是非常敏感的，谁也别想骗过他。接着艾瑞琳往前走了一步，直接伸手碰了碰对方的脸。大公下意识地避了一下。艾瑞琳说自己光是这么碰一下，就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身上传来的排斥感。结果大公听完，眼神突然变了，反问他真的确定吗？看着突然笑出声的大公，艾瑞琳整个人都懵了，完全搞不懂这家伙在笑什么。大公顺势握住他的手，笑着解释说，如果自己真的讨厌他，根本连理都不会理他，毕竟他从来不勉强自己做不想做的事。接着大公还笑着调侃他，问是不是
他自己因为害怕才故意躲着他。听到这话，艾瑞琳在心里直犯嘀咕，自己根本不是因为害怕，她只是觉得明明是这家伙以前从来不来看她，现在反而倒打一耙了。艾瑞琳把憋在心里的话全都说了出来，她一直以为大公讨厌自己，甚至觉得对方离开庄园也是因为不想看到他。既然不是真的讨厌，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他一次都没有来看过自己？面对这个质问，大公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没有说话，只是温柔地摸了摸艾瑞琳的头。看着眼前的大公，艾瑞琳突然有些不知所措，明明对方脸上还挂着笑，可看起来却像要哭了一样。艾瑞琳还没来得及细想，大公就突然叹了口气，说如果自己当初真的留下来，事情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自己可能会一不小心直接动手杀了他。这句话一出，艾瑞琳整个人都僵住了，她半天没回过神来，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这家伙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真的动了杀心？艾瑞琳心里直发毛，这难道是在提前预告谋杀吗？他居然还好意思说不讨厌自己。艾瑞琳实在忍不住了，战战兢兢地问他，是不是现在就想对自己动手？大公想都没想，斩钉截铁地否定了。他收敛起刚才的语气，极其认真地对艾瑞琳说，只要是为了他，自己愿意做任何事。艾瑞琳更纳闷了，明明刚说出了那么可怕的威胁，脸上却看不到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他到底为什么会露出这种表情？还没等艾瑞琳想明白，大公直接抱起他，问他要不要现在一起去见妈妈。艾瑞琳这才意识到，刚才大公说的那些可怕的话，既不是谎言，也不是玩笑，而是他发自内心的真心话。几分钟后，大公直接抱着艾瑞琳来到了梅亨的办公室。看到大公亲自把人抱过来，梅亨有些疑惑。大公嬉皮笑脸的开口，说是他们的女儿想见他，甚至还亲昵的喊了一声亲爱的。结果话还没说完，耳边就传来一阵呼啸声，一支钢笔擦着他的脸，直接死死的钉在了墙上。看着这惊险的一幕，艾瑞琳整个人都看傻了。她以前还真不知道，原来钢笔还能当暗器飞。夜深人静的时候，艾瑞琳已经在房间里熟睡了，而此时的别馆走廊里，瓦勒正独自往前走着。传闻中，哈尔伯恩家族的前任家主莫登以前经常走在这条走廊上，嘴里还总是念叨着一些奇怪的话。在别馆最深处的那扇门前，瓦勒停下了脚步。据说只有拥有哈尔伯恩家族真正血统的后代，才能成为开启那扇门的钥匙。随着一声脆响，那扇尘封已久的大门终于被瓦勒缓缓推开。推开那扇神秘的大门后，瓦勒缓缓走了进去。门后是一条长长的画廊，墙上挂满了历代成员的肖像画，但奇怪的是，这些画像全都被黑影给遮住了。伴随着瓦勒的脚步声，耳边响起了古老的誓言，那些保守着家族和帝国秘密的人将永远活在无上的荣耀之中，就像哈尔伯恩家族那不可动摇的权威一样。就在这时，前任家主莫登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他低沉地告诫瓦勒，作为哈尔伯恩家族的子嗣，永远不要忘记，这世上的一切你都有资格去争夺。瓦勒继续在画廊里往前走，耳边那个低沉的声音还在继续。那声音得意地宣称，家族掌握的秘密能让一切成为可能。帝国的渔民根本不知道幕后的真相，他们不过是被操纵的木偶，只会为真正的统治者哈尔伯恩欢呼。在这世上，根本没人敢与他们为敌。莫登冷酷地告诫瓦勒，要彻底抛弃同情和人性这些软弱的东西。他还特别提到，瓦勒和他的姐姐不同，只有瓦勒才配继承他的王国。话音落下，莫登黑影般的手死死地搭在了瓦勒的肩膀上，他用瓦勒姐姐西奥妮的安危来威胁瓦勒。他冷笑着问瓦勒，如果真的在乎姐姐，难道也想失去她吗？听到这番威胁，瓦勒并没有妥协，只是冷冷地让莫登滚开。话音刚落，莫登的幻影便开始闪烁，随后彻底消散在空气中。瓦勒继续独自往前走，看着墙上那些历代成员的画像，他心里满是厌恶。每次来到这个别馆，他都会遇到这种恶心的事情。他真的很讨厌这个地方，可是他却不得不继续往前走。瓦勒的耳边响起了姐姐温柔的声音，姐姐曾叮嘱他一定要幸福，哪怕这个别馆里全都是恶心的幻觉，瓦勒也必须一次次回到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唯一在乎的人。瓦勒停下脚步，看着眼前的肖像画，脸上露出了难得的温柔笑容。他轻声打了个招呼，说好久不见。画里的人是他的姐姐西奥妮，也是他无论多么渴望都再也见不到的人。故事翻开了新的一页，寂静的房间里突然传来了痛苦的咳嗽声。艾瑞琳的身体状况突然急剧恶化，她痛苦地捂住嘴，却怎么也止不住喉咙里的心甜，鲜血直接染红了衣襟。这一幕把身边的侍女吓坏了，在一旁惊慌地呼喊着她，可咳嗽声却根本停不下来。医生无奈地告诉梅亨，艾瑞琳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现在的药物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让她提前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听到这个消息，梅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房间里只剩下侍女压抑的哭声。躺在床上的艾瑞琳极其虚弱，她吃力地朝梅亨伸出手，问能不能最后再牵一次她的手。看着眼前的艾瑞琳，梅亨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艾瑞琳反而轻声安慰他，让他不要为自己难过，随后慢慢握紧了他的手。躺在床上的艾瑞琳用尽最后的力气，轻声对梅亨说自己没事。听到这句话，梅亨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他紧紧握着艾瑞琳的手，趴在床边不断的道歉，说这全都是自己的错，可是再多的后悔也无济于事了。就在初冬来临前的一天，艾瑞琳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那个迟迟没有露面的大公瓦勒终于赶了回来。看着浑身被雨水淋透的瓦勒，梅亨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梅亨冷冷地质问他，难道抽空过来一趟就这么难吗？非要等到人没了才出现？她可是你唯一的女儿，
你以前对他不管不顾，连看都不看一眼，到了现在这一步，你难道觉得这样也无所谓吗？面对梅亨的质问，瓦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保持沉默。看着眼前这个男人，梅亨彻底失望了。他冷冷地对瓦勒说，自己已经受够了他的不负责任，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那就彻底结束吧。梅亨决定离开这个地方，并告诉瓦勒，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来打扰他了，让他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去吧。临走前，梅亨丢下最后一句话，以后两人再也不要见面了。这一走，就真的再也没有回头。就在梅亨离开后不久，大公瓦勒也彻底消失了。曾经看似永恒的家族荣耀，也随着他们的离去开始走向终结，只留下了关于大公的各种黑暗传闻。就在这时，艾瑞琳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她感觉自己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里似乎有哈尔·伯恩大公的身影，可是还没等她细想，梦境的内容就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了。紧接着，她注意到自己的手背上那个奇怪的印记居然在隐隐发光，这让她有些纳闷。自从那个跟踪狂消失之后，这个印记就再也没动静了，怎么今天突然亮了起来？还没等她琢磨明白，房间的床帘突然被一把拉开，女仆笑着走了进来，惊讶地发现艾瑞琳居然已经醒了，说自己本来是打算来叫她起床的。艾瑞琳有些纳闷，问女仆自己今天是不是要出门。女仆摇了摇头，说今天并没有安排行程。可话还没说完，外面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房间的大门被猛地推开，两个小小的身影一路小跑着冲了进来，正是希尔和诺尔这对双胞胎。他们一边跑一边扯着嗓子大喊救命。看着这两个不请自来的家伙，艾瑞琳整个人都懵了，这大清早的他们到底在闹样？大清早房间里就吵个不停，希尔和诺尔你一言我一语，急着向艾瑞琳解释他们的来意。看着这两个语无伦次的家伙，艾瑞琳感到非常无奈。就在这时，艾瑞琳注意到门外还站着一个人，哈伦正一脸委屈地躲在后面。看着站在门口局促不安的哈伦，艾瑞琳主动招手让他过来，顺手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艾瑞琳好奇地问他是不是和那对双胞胎一起的。哈伦摇了摇头，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伸手指向了窗外。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窗外正有一个人拼命挣扎。原来哈伦大清早跑过来是为了见他的叔叔，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窗户上就贴上来一张热情的脸。杰伦直接冲进房间，一把抱起哈伦，兴奋地转圈。艾瑞琳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人居然是哈伦的叔叔。还没等他多想，旁边的双胞胎又开始吵闹起来。原来他们的父亲发了话，只要能带回庄园里龙的副产品，就能满足他们一个愿望，所以这两个小家伙才跑来求助。艾瑞琳立刻看穿了对方父亲的算计，这是想利用小孩子空手套白狼。不过骑士团送来的礼盒里刚好有他们想要的东西，既然送上门来，艾瑞琳可不打算做亏本买卖。她直接开门见山地询问，如果把东西给他们，他们能拿出什么来交换？双胞胎可怜巴巴地表示，除了钱他们什么都没有。艾瑞琳微微一笑，大方地让他们把钱收回去。她今天想要的不是金币，而是要这两个小家伙帮她做点事。听到艾瑞琳的要求，双胞胎顿时傻眼了，完全没搞懂自己能帮上什么忙。最近有一件事一直让艾瑞琳非常在意，那就是佩西恩这个名字总是莫名其妙的在脑海里闪过。自从上次茶会之后，只要一想到佩西恩，她的心跳就会有些不正常。这种奇怪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艾瑞琳脑子里全是佩西恩的影子，甚至琢磨着要不要去皇宫找他。她赶紧警告自己清醒一点，这简直是疯了。她觉得这肯定只是因为自己是个颜控，单纯看上了对方的长相，绝对没有别的意思。为了验证这个想法，她停下脚步，死死盯着眼前的双胞胎。如果自己真的是个颜控，看着这两个漂亮的小家伙，也应该有感觉才对。既然要测试，那就干脆测试个彻底。艾瑞琳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直接抱住了眼前的希尔，这一下把希尔整个人都给整不会了。整个走廊瞬间安静的有些诡异，大家都看傻了眼。希尔回过神来，纳闷地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可艾瑞琳却发现自己毫无感觉。既然希尔没有效果，艾瑞琳转头看向了一旁的哈伦，毕竟哈伦更符合她的审美，要不在他身上也测试一下。艾瑞琳又突然抱住了眼前的哈伦，这下把哈伦整得不知所措。可奇怪的是，艾瑞琳发现自己还是毫无感觉。面对哈伦这种长相，她的心跳竟然毫无波澜。旁边的双胞胎还在跟着起哄，连守卫们都开始小声八卦起来。艾瑞琳这下终于松了口气，看来之前总是惦记着佩西恩，只是因为最近太寂寞了。艾瑞琳还在心里自我安慰，却没想到此时此刻，佩西恩正站在不远处，看着艾瑞琳紧紧抱着哈伦。佩西恩手里的礼物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整个人彻底僵在了原地。艾瑞琳听到动静转过头，看着有些反常的佩西恩，艾瑞琳慌乱地问他什么时候来的，可佩西恩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往后退了一步，他直接转身跑开了。这下艾瑞琳彻底慌了，她急忙追了上去，大声喊着佩西恩的名字。她心里满是纳闷，为什么自己非要向他解释？明明刚才面对其他人时毫无波澜，现在看着佩西恩的背影，他的心跳突然彻底乱了节奏。佩西恩对他来说到底有什么特别的？艾瑞琳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旁边的守卫们忍不住小声嘀咕，觉得这情况真是越来越糟糕了。杰伦还凑到哈伦身边开玩笑说，他这下可算是有机会了。听到这话，哈伦整个人都无语了，心里只觉得一阵委屈，这明明是他们两个人的误会，怎么最后倒霉的反而是自己？夜幕降临，整个庄园都陷入了死寂。佩西恩失魂落魄地走在长廊上，整个人就像是丢了魂一样。
旁边的女仆们见状，忍不住在一旁交头接耳，大家都在小声嘀咕：这位皇太子白天明明很高兴，怎么现在变成了这副失落的模样？看来他和艾瑞琳大小姐之间绝对是出了什么天大的误会。佩西恩一屁股瘫坐在沙发上，心里别提有多郁闷了。西鲁亚看着反常的佩西恩，他纳闷地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作为侍从的格里亚姆也是一问三不知，这让西鲁亚感到十分无语。格里亚姆哭丧着脸拼命解释，当时殿下跑得实在太快了，自己根本就没来得及反应，他甚至开始后悔，当初就不该让殿下跑这一趟。西鲁亚听得一阵头大，觉得这家伙根本是在胡言乱语，索性不再理会他。西鲁亚径直走到沙发旁边，轻声唤着佩西恩的名字，接着他直接把一只大白猫递了过去，想要用这个小家伙来轰轰他。西鲁亚傲娇地表示，只借给他1天时间，让他赶紧打起精神来，别再无缘无故的闷闷不乐了。交代完这些，西鲁亚直接转身离开，临走前还不忘叮嘱那只大白猫，天亮之前必须自己走回家去。随着脚步声渐渐远去，空荡荡的房间里又只剩下佩西恩一个人了。他有些委屈地撇了撇嘴，随后紧紧抱住怀里的猫咪。他努力地自我安慰，觉得一个拥抱根本代表不了什么，毕竟自己以前也抱过艾瑞琳很多次。可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因为艾瑞琳从来没有主动抱过他，更没有像昨天那样抱得那么紧。而且仔细想想，艾瑞琳好像只对哈伦一个人温柔，每次有什么好事情，他也总是第一个选择哈伦。想到这里，佩西恩整个人都阴沉了下去，他手上的力道不由自主的加重，这下可苦了怀里的大白猫。大白猫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直接一爪子抓伤了佩西恩，然后趁机溜之大吉。听到动静的格里亚姆急忙冲了进来，发现佩西恩的手受伤流血了，顿时吓得不轻。可佩西恩根本不在乎自己的伤口，反而一脸委屈地看着格里亚姆。如果艾瑞琳真的喜欢哈伦该怎么办？他甚至还纠结着自己是不是应该主动帮他们撮合。听到这话，格里亚姆整个人都傻了。就在这时，侍从突然推门走了进来，他收到了哈尔伯恩家的消息，艾瑞琳主动提出想要见佩西恩一面，可还在气头上的佩西恩毫不犹豫地直接拒绝了这次会面。没过多久，侍从就来到了艾瑞琳面前，委婉地转达了佩西恩的意思，声称殿下最近的日程安排太满，实在抽不出时间来见面。听到这个消息，艾瑞琳整个人都傻眼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一想到佩西恩现在可能正气的不行，艾瑞琳就觉得头疼不已。他仔细一琢磨，终于想明白了其中的原因，那家伙肯定是因为昨天看到自己抱了哈伦，所以才故意躲着不见他。虽然被拒绝了，但旁边的丽娜赶紧出声安慰他，说皇太子殿下平时那么忙碌，以前能经常过来已经很难得了，这次肯定只是抽不出空而已。可伊瑞琳心里很清楚，她必须尽快把误会解释清楚。她的脑子里全是佩西恩的身影，思绪早就乱成了一团。以前两人闹别扭的时候，她虽然也会觉得不舒服，但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心里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堵得慌。艾瑞琳叹了口气，琢磨着必须得想个办法见佩西恩一面。旁边的女仆看着她这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开始在一旁小声嘀咕起来。丽娜突然提起了即将到来的建国祭舞会，尤妮也跟着兴奋地搭腔，说这次舞会不仅有小孩子的游玩区，最重要的是皇太子殿下肯定也会出席。一听到皇太子这3个字，艾瑞琳顿时来了精神。丽娜还在一旁念叨着，要是自家小姐也能去就好了。还没等女仆把话说完，艾瑞琳唰的一下站起身来，急切地追问自己能不能也去参加。女仆笑着一口答应下来，说这就去帮他问问大公。而且大公现在刚好就在梅亨的办公室里。此时的办公室里，梅亨正忙着处理手头的工作，而大公就坐在他的对面。梅亨一边翻看着手里的文件，一边冷不丁地提起，听说大公前几天居然用性命威胁过艾瑞琳。这句话一出，大公没好气地吐槽道，真没想到那丫头连这种事都往外说。梅亨冷着脸警告大公，让他在艾瑞琳面前说话注意点，要是艾瑞琳受了一丁点伤，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大公却一脸无所谓地表示自己其实也没说什么，可梅亨根本不信，要是没说什么，那丫头怎么会吓成那样？大公笑了笑，顺势打听起梅亨的秘密，问他到底是怎么当上艾瑞琳母亲的。这可把梅亨气得够呛，不过他显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确认。他收起笑容，盯着大公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艾瑞琳到底是不是他的亲生女儿？面对梅亨的质问，大公有些不耐烦地表示自己早就已经给过答案了，可梅亨根本不买账，觉得他那含糊其辞的回答根本算不上什么解释。大公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反问梅亨到底还想知道些什么。梅亨一字一句地表示自己只要真相。大公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表示自己可没有在开玩笑。梅亨缓缓提起了当年的往事，问大公是不是忘了当初自己进入这个庄园的时候，大公曾经亲口许下的誓言，绝对不会对他有任何隐瞒。可现在呢？梅亨冷冷地质问他，是不是把所有事情都瞒着自己？看着梅亨这副刨根问底的架势，大公无奈地笑了笑，终于还是妥协了。他承认梅亨确实有权知道真相。大公缓缓开口，说出了那个隐藏多年的秘密。可谁能想到，听完大公的话之后，梅亨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他忍不住追问，这难道是真的吗？面对梅亨的质疑，大公只是反问了一句，自己什么时候骗过他？梅亨听完大公的话，整个人瞬间气炸了，质问他是不是真的疯了，做事难道完全不考虑后果吗？可大公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只是在一旁玩味地笑了笑。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紧闭的房门突然被推开，艾瑞琳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大喊着要找妈妈帮忙。结果他一抬头，眼前的画面直接让他看傻了眼。只见梅亨正把大公压在身下，这姿势怎么看都极其暧昧。梅亨吓得赶紧松手，慌忙解释什么事都没有，这才尴尬的把这事糊弄了过去。艾瑞琳找到梅亨，非常肯定地表示自己一定要去参加建国祭舞会。梅亨有些担心，觉得那种地方人多眼杂，艾瑞琳肯定会觉得不舒服。可艾瑞琳却一脸淡定，表示经历过之前的茶会之后，这点小场面根本不算什么。听到这话，梅亨反而更加担心了，甚至怀疑艾瑞琳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急忙吩咐女仆去叫医生。艾瑞琳哭笑不得，赶紧解释自己真的没事。就在这时，大公也凑了过来，笑着表示既然这样，那就没有理由不带他去了。听到大公松口，艾瑞琳顿时高兴坏了，这下终于有机会去见佩西恩了。大公笑着表示带他去舞会当然没问题，不过这天底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他顺势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艾瑞琳肯开口叫他一声爸爸，他就立刻答应。这可把艾瑞琳给难住了，他纠结了半天，在对方期待的目光下，终于慢吞吞的开了口。可谁能想到，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艾瑞琳硬是把爸爸2个字给拐弯抹角的喊成了豆娘。这一下直接把大公给整无语了，而艾瑞琳自己也后悔的不行，只能在大公面前拼命捶桌子发泄。看到艾瑞琳这副懊恼的样子，大公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松口答应带她去参加舞会。这可把艾瑞琳给高兴坏了。不过大公有些好奇，这丫头平时最讨厌这种人多的场合，怎么这次突然转了性？艾瑞琳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其实她心里很清楚，自己这次去舞会就是为了去找佩西恩，把误会解释清楚。更重要的是，以前每次自己遇到困难或者躲起来的时候，都是佩西恩主动跑过来找他，而这一次他不想再被动的等待了，他要主动走到佩西恩的身边去。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建国祭舞会这天，整个皇宫张灯结彩，现场别提有多热闹了。艾瑞琳坐在马车里，看着外面人山人海的景象，忍不住对旁边的梅亨感叹：今天来的人可真不少啊。梅亨在一旁解释，今天是建国祭的第一天，因为皇帝和皇后都会出席，所以几乎所有的贵族都到齐了。说起这个建国祭，其实是为了纪念第一任国王在古神遗迹上建立人类王国而设立的，这是一个纯粹属于人类的庆典，甚至连其他种族的使者都被禁止入内。艾瑞琳虽然早就听说过这个庆典很隆重，但当他真正走下马车的那一刻，还是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撼到了。看着眼前金碧辉煌的舞会大厅，艾瑞琳整个人都看呆了。虽然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她怎么也没想到现场居然会奢华到这种程度，到处都是穿着华丽礼服的贵族，大家伴随着音乐优雅的起舞。这热闹的场面让艾瑞琳一时间有些看花了眼。就在这时，大公迈步走到了他的身边，笑着调侃起来，问他现在是不是满意了，毕竟之前他可是吵着闹着非要来。还没等艾瑞琳回答，大公接下来的称呼直接让周围的人炸开了锅，他居然当众叫艾瑞琳宝贝女儿。这句话一出，旁边围观的贵族们全都傻眼了，大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公一出场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得不说他今天打扮的确实挑不出毛病。看着一直盯着自己的艾瑞琳，大公又开始自恋起来，问他是不是被自己的帅气迷住了。艾瑞琳虽然心里嫌弃，但还是礼貌的叫了他一声阁下。结果大公根本不买账，非要艾瑞琳叫他爸爸，这厚脸皮的程度让艾瑞琳彻底无语。大公还跑去跟梅亨告状，说艾瑞琳说话的语气跟梅亨一模一样。梅亨直接一句话怼了回去，说那是因为艾瑞琳是他的女儿。这下轮到大公郁闷了，明明是自己带艾瑞琳来的，结果现在反而成了多余的那个人。看着不理自己的艾瑞琳，大公忍不住抱怨起来，觉得他对自己实在是太冷淡了。旁边的梅亨直接泼了盆冷水，说这都是他以前自作自受的报应。大公倒是不在乎，反而凑到艾瑞琳身边，笑着调侃，说他不仅词汇量丰富，反应也挺快。他甚至猜测艾瑞琳可能是继承了母亲的聪明才智。艾瑞琳听得一头雾水，反驳说梅亨又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自己怎么可能像他？可大公却摇了摇头，认真的纠正他，自己指的是他的亲生母亲。听到这句话，艾瑞琳整个人都愣住了。大公看着他，语气温柔的解释，他的亲生母亲美丽善良又聪明，而艾瑞琳简直和他一模一样。看着大公认真的样子，艾瑞琳心里却泛起了嘀咕，这可真是太奇怪了。在他的记忆里，关于自己亲生母亲的话题，在家里明明一直都是绝对的禁忌啊。大公轻轻拉起艾瑞琳的手，行了个温柔的吻手礼。他笑着叮嘱艾瑞琳，希望她能继续保持下去，自己也会更加努力。交代完这些，大公便准备离开。他叮嘱艾瑞琳好好享受今晚，要是遇到什么麻烦，随时可以去叫他。看着大公离去的背影，一旁的梅亨走了过来，他看着艾瑞琳，轻声问他，难道就一点都不好奇关于自己亲生母亲的事情吗？听到梅亨这么问，艾瑞琳这才反应过来，他淡淡的回了一句没关系。艾瑞琳看着梅亨，认真的表示，在自己心里，梅亨就是他唯一的妈妈。听到这话，梅亨温柔地笑了笑，并向他承诺，等时机合适的时候，一定会把关于他亲生母亲的事情全部告诉他。艾瑞琳乖巧地答应了。梅亨拉起他的手，提议先别想这些烦心事，一起去舞会里好好放松一下。两人手牵手走进了热闹的舞会大厅。可一进大厅，艾瑞琳的目光就忍不住四处搜寻，心里直犯嘀咕：佩西恩怎么还没到？难道是要和皇后一起入场吗？就在他分神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动静，
艾瑞琳下意识地转过头去，一个粉色长发的女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她的身后。艾瑞琳整个人都愣住了，她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这个人。这粉色长发的女人居然是克洛伊。克洛伊就是这本小说里的女主角。盯着眼前的克洛伊，艾瑞琳心里直犯嘀咕，这感觉和她见到佩西恩时完全不一样。对方身上那股清新明亮的气息，简直就像自带主角光环，让人根本无法移开视线。看着闪闪发光的克洛伊，艾瑞琳心中满是挫败感。这种主角独有的耀眼光芒，是她无论如何也模仿不来的。就在她看得出神时，身旁的梅亨转过身，提议去宴会厅的另一边。可艾瑞琳却像石化了一般，只是死死盯着克洛伊离去的方向。梅亨立刻察觉到了异样，关切地询问他怎么了。艾瑞琳的视线里闪过一个身影，梅亨眼看他状态不对，连忙伸手扶住他，紧张地询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艾瑞琳这才猛地回过神来，他的视线里闪过一个身影，他只来得及丢下一句马上回来，就急匆匆地拨开人群跑了出去。梅亨在身后根本来不及阻拦，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跑远。艾瑞琳在拥挤的人群中拼命奔跑，双眼紧紧锁定前方那抹粉色身影。此时他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绝对不能把人跟丢了。与此同时，在舞会大厅的2楼，瓦勒正独自站在围栏旁，冷冷地俯视着下方热闹的人群。身旁的皇帝缓缓走过来搭话，问他到底打算什么时候下去，毕竟他已经在这里站了很久了。皇帝劝他下去和底下的贵族打个招呼，毕竟大家很久没见到他了。可瓦勒却冷淡地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已经在大厅里看到了好几位来自天空之塔的高阶魔法师。皇帝一眼就看出这只是托词，瓦勒绝对隐瞒了真正的理由。看着闷闷不乐的瓦勒，皇帝忍不住出言调侃，让他今天好歹笑一笑。瓦勒却有些不服气，反问皇帝是不是对他的长相有什么意见。皇帝无奈地笑了笑，吐槽瓦勒只要私底下没人，就立刻把贵族礼仪抛到九霄云外。他实在很好奇，平时总是笑脸迎人的瓦勒，今天怎么一直拉着个脸？既然今天特意为了女儿打扮，好歹也露个笑脸。可瓦勒根本不领情，直接冷冷地回了一句没必要，转身就准备离开。看着一脸疑惑的皇帝，瓦勒接着解释说自己的女儿现在恐怕更想和他的妻子待在一起。皇帝整个人都听懵了，当场愣在原地。妻子吗？这信息量也太大了吧！他赶紧追上去想问个清楚，可瓦勒头也不回，丢下一句等会回来，就直接离开了现场。这下可把皇帝给气坏了，在后面连声呼喊，可人家根本就不理他。贵族小姐们正聚在一起兴奋的八卦，都在传大公对女儿有多温柔。这一幕全被旁边的贵妇听了去，听着大家都在围着哈尔伯恩家转，贵妇气得不行，觉得这些人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居然敢当着他的面嚼舌根，看来是忘了谁才是社交界的老大。贵妇冷冷地盯着那些人，决定等建国记忆结束就动手收拾他们。临走前他还忍不住嘟囔，后悔当初没能彻底毁了那个丫头。贵妇刚从舞会里气冲冲地走出来，还没等她走远，身后突然传来一个阴冷的声音，直接叫住了她。贵妇整个人都僵住了。紧接着，那个神秘人直接抛出了一个问题，问她是不是也同样讨厌哈尔伯恩家。听到这话，贵妇心里顿时升起一股凉意，警惕地转过身去，对方却主动伸出手，声称有一个让她无法拒绝的合作提议。看着眼前这个被兜帽遮得严严实实的怪人，贵妇心里直犯嘀咕，根本摸不清对方的底细，但哈尔伯恩这个名字确实戳中了她的痛处。结果对方一开口就直接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声称自己有办法给哈尔伯恩家致命一击。这一招不仅能彻底推翻他们不可动摇的地位，甚至还能斩断他们和皇室之间最深厚的信任。听到这里，贵妇虽然有些紧张，但还是忍不住开口追问到底该怎么做。看着上钩的贵妇，神秘人露出了得逞的笑容，凑到他耳边低声诱惑起来，问他难道就不想知道这个家族极力隐藏的那个秘密吗？面对神秘人的诱惑，贵妇根本没有犹豫，直接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她表示自己当然想知道，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地催促对方赶紧把秘密说出来。看着彻底上钩的贵妇，神秘人露出了得逞的笑容，接着他拿出了一个闪烁着红光的宝石。艾瑞琳提着裙摆一路狂奔，脑海中的思绪彻底乱成一团。按照原本的小说剧情，女主角克洛伊大放异彩后才会被皇后一眼相中，顺理成章地进入皇室社交圈。按理说克洛伊现在绝不该出现在帝都，难道是剧情再次发生了偏差？就像之前大公提前回来那样，还是说自己根本就认错了人？就在他惊疑不定的时候，一转头，克洛伊竟然就在身后，两人瞬间撞了个满怀。这一撞把对方吓得不轻，克洛伊慌忙拉住艾瑞琳，连声道歉，询问他有没有受伤。艾瑞琳整个人愣在原地，看着那只紧紧拉着自己的手，她终于能够确定，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眼前这个女孩就是原著中真正的女主角克洛伊。还没等艾瑞琳缓过神来，克洛伊又开始自责起来，觉得是自己粗心下到了对方，这让艾瑞琳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明明是自己急匆匆撞上去的，怎么对方反而先道起歉来？克洛伊一脸担忧地看着他，轻声惊呼，他的额头都撞红了。艾瑞琳轻声回应自己没事，可她的双腿却有些发软，因为就在这一瞬间，脑海中所有混乱的线索终于彻底串联在了一起。为什么府邸的气氛会发生改变？为什么佩西恩的态度会不一样？甚至连大公都提前回城。他原本以为是剧情彻底崩坏，直到现在他才恍然大悟，根本不是什么剧情偏离，
那些所谓的改变，其实只是原著小说里从未写出来的幕后真相。原来舞台下的真实世界一直都在悄悄运转着，他必须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根本不是为他准备的。舞台中央的聚光灯永远只属于克洛伊和佩西恩，一旦属于主角的故事正式开演，自己这个多余的配角迟早会被世界彻底遗忘，甚至连生存的痕迹都会被抹去。巨大的无力感瞬间将他包围。就在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关切的询问。克洛伊有些不舍地松开手，再次向艾瑞琳道歉后退了回去。走在前面的神秘人停下脚步，转过身询问克洛伊为什么突然停滞不前，是不是遇到了熟人？克洛伊连忙摇头否定，解释说只是被陌生人撞了一下。神秘人却看穿了他的心思，调侃他怎么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就像是被勾走了魂魄一样。克洛伊有些不好意思的红了脸，说刚才那个女孩实在太漂亮了，简直就像个精致的糖雕洋娃娃，不仅长相绝美，身上还散发着香甜的气息。克洛伊兴奋地跟神秘人比划着，说自己刚才差点忍不住抱住对方。神秘人只是无奈地笑了笑，提醒他趁现在好好享受舞会，因为等天空之塔的人一到，他们可就有的忙了。克洛伊乖巧地答应着，可走着走着还是忍不住回头张望，心里期盼着能与他再次相遇。梅亨一追上艾瑞琳，就忍不住开始唠叨起来，责备他不该在宴会上乱跑，万一出了意外，后果不堪设想。艾瑞琳只能乖乖听着，连声保证自己接下来会听话，乖乖待在休息室里。为了让梅亨放心离开，艾瑞琳还特意提醒他，刚才有很多人在找他，让他赶紧去忙正事。虽然艾瑞琳表现得很听话，但梅亨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他最终还是妥协了，叮嘱艾瑞琳在这里好好休息，一旦有什么事就立刻叫他。艾瑞琳乖巧地答应着，看着梅亨渐渐远去的背影，艾瑞琳其实很想任性一次，像个真正的孩子一样赖在他身边不走。可他心里很清楚，梅亨今晚还有很多要紧事处理，自己绝不能在这个时候添乱。等梅亨彻底走远之后，艾瑞琳转过身，也准备离开这个房间。旁边的女仆见状赶紧跟了上去，有些担心地询问她要去哪里。艾瑞琳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去花园。艾瑞琳独自来到花园，本来大老远跑这一趟就是为了能见佩西恩一面，可谁能想到光是和女主角打了个照面，就让她彻底乱了阵脚。看着自己这副狼狈的样子，她开始动摇了，以现在这个状态，真的还能去见佩西恩吗？还没等艾瑞琳想出个所以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直接叫出了她的名字。这下根本不用她再纠结，因为她想见的那个人此时此刻就站在她的身后。佩西恩温柔地开口，我一直在找你。她怎么也没想到佩西恩会找到这里来，按理说她现在应该在客房里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才对。佩西恩慢慢走上前，有些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一个人待在外面。艾瑞琳倒也直白，说自己就是特意来找他的，毕竟之前想见他却被拒绝了。这下子佩西恩顿时有些尴尬，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自己最近确实太忙了。艾瑞琳却根本不买账，直接拆穿他是在撒谎。佩西恩这下急了，连声保证自己绝对没有骗人。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实话，佩西恩甚至主动拉住了艾瑞琳的手。他有些委屈地解释道，自己这段时间一直跟着母亲，忙着筹备建国祭和接待使臣，所以才连训练都没时间去，更别提去找他了。不过说到这里，佩西恩又忍不住调侃起来，说自己没去训练，艾瑞琳应该高兴坏了吧。看着眼前这个笑着和自己说话的男孩，艾瑞琳却有些失神。她低头看着两人交握的手，一时间有些恍惚。明明以前牵过无数次手，可今天手心传来的温度却热得有些反常，心跳的声音根本藏不住。艾瑞琳终究还是心软了，没好气地嘟囔着，就放过你这一次。听到这话，佩西恩笑着答应下来，还温柔地跟他道谢。看着眼前这个人的笑容，艾瑞琳彻底没辙了。她知道不管自己怎么逃避，其实早就已经陷进去了。艾瑞琳突然彻底想通了，之前所有的顾虑和纠结，这一刻全都没了意义。她曾经无数次困惑，为什么自己的情绪只会被他牵动？为什么看他受伤自己会难受？又为什么那么害怕会和他疏远？可佩西恩根本没想那么多，直接拉住他的手，大方地承认自己有多想他，还笑着夸他今天好看的不行。看着眼前这个满眼都是自己的男孩，艾瑞琳终于找到了答案。对他来说，佩西恩早就超越了普通朋友的分量，他是真的很想永远陪在这个人身边。可残酷的现实却像一盆冷水，无情地浇了下来，因为他比谁都清楚，他们两个人的命运其实早就已经被写好了结局。一想到这里，艾瑞琳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整个人委屈的不行。这下可把对面的佩西恩给吓坏了，他赶紧凑上前，关切地询问，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甚至直接凑过去，用额头贴住他的额头，想看看他是不是生病了。看着眼前的佩西恩，艾瑞琳心里一阵阵发酸，她甚至开始后悔，如果自己从来不知道克洛伊的存在，如果不知道佩西恩有多温柔，是不是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难受了。看着委屈的不行的艾瑞琳，佩西恩赶紧蹲下身子，轻声询问他怎么了。犹豫了半天，艾瑞琳还是问出了那个一直憋在心里的话，那天你为什么要跑？是因为你看到我抱了哈伦吗？面对这个问题，佩西恩有些失落地低下头，自嘲地说了句，你一直都对他挺特别的。看着佩西恩这副吃醋的模样，艾瑞琳有些无奈，伸手戳了戳他的额头，让他别再皱着眉头了。接着他主动解释起来，说自己当时抱哈伦只是为了确认一件重要的事情。这话一出，佩西恩
就急得嚷嚷起来，说不管是什么重要的事，直接跟他做不就行了？尤其是拥抱这种事，艾瑞琳一眼看穿了他的小心思，问他是不是只是想抱抱。没想到佩西恩倒也坦率，直接大方的承认了。艾瑞琳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忍不住笑出了声，非常爽快的答应了。佩西恩这下可不客气了，直接扑过去把人紧紧抱住。佩西恩笑得合不拢嘴，对他来说，只要能和艾瑞琳待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事了。接着他轻声问了一句：“你也是这么想的，对吧？”艾瑞琳心里很清楚，自己不该对佩西恩陷得这么深，可感情这种事，哪里是理智控制得住的？就在他纠结的时候，佩西恩轻声唤了他的名字。看着佩西恩主动伸过来的手，艾瑞琳彻底缴械投降了。面对这样一个满眼都是自己的人，他怎么可能还立得起防备？他没有犹豫，直接把手搭了上去。虽然答应了跳舞，但艾瑞琳心里还是有些打鼓，小声嘀咕着自己根本不会跳，万一踩到脚可就尴尬了。佩西恩却只是温柔的笑了笑，让他不用担心，因为他很乐意当他的第一个舞伴。佩西恩温柔地安慰他说，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就算跳错了也没关系，哪怕踩到他的脚也无所谓，反正一切有他在。艾瑞琳终于放下了顾虑，随着佩西恩数起拍子，两人在安静的花园里迈出了第一步。远处隐约传来舞会的音乐声，不知不觉中，两人的步伐越来越默契，在这个只属于他们的角落里，彻底沉浸在了这支舞中。艾瑞琳心里突然有了一种预感，就算这场甜蜜的梦境结束了，就算自己迎来了最后的结局，她也绝对不会忘记这一刻，仿佛这一刻就是永恒。瓦勒独自走在安静的庭院里，可还没走几步，异样感就排山倒海般袭来。自从他来到王都之后，能力的副作用就一天比一天严重，如果只是剧烈的头痛，他还能咬紧牙关硬撑过去。可现在情况已经彻底失控，哪怕是在庄园外面，那些诡异的幻觉和声音也像狗皮膏药一样死死缠着他。以前在北方的战场上，他根本不需要分清真假，只要把眼前能动的东西全部斩杀就行。可这里是规矩森严的王都，他根本没办法大开杀戒，只能生生承受着这无尽的折磨。虽然这该死的副作用总是给他带来痛苦的幻觉，但偶尔也会显现出他最想见的人。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姐姐，瓦勒一时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幻影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脸，轻声叮嘱他一定要获得幸福。虽然这触碰没有任何温度，但对瓦勒来说却成了此时唯一的心理慰藉。回想起以前的日子，在前任家主铁腕统治的时期，在那个冷酷无情的庄园里，唯一能让瓦勒感受到一丝温暖的，就只有他的姐姐西奥妮了。那时候的西奥妮总是抱着他，小声地在他耳边低语，他说除了他们两个，这个家里的其他人全都是疯子。也正因为这样，西奥妮打心底里讨厌这个家，毕竟父亲打着家族秘密的幌子，在暗地里做尽了坏事，而母亲也被关在阁楼里，一天天变得疯疯癫癫。他对这个冷酷的家族根本没有任何感情，他曾经拼尽全力去反抗那个男人的控制，可当他彻底变成眼中钉的时候，还是被无情地推向了深渊。哪怕他声声哀求拒绝，也根本无济于事，最终还是沦为了政治联姻的牺牲品。父亲甚至冷冰冰地警告他，这辈子好歹发挥点作用。面对这样残酷的命运，西奥妮除了绝望，什么也做不了。他虚弱地呢喃着，自己只想要再多一点时间，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他很清楚，一旦自己撑不下去了，年幼无辜的弟弟瓦勒就会彻底落入那个恶魔的手中。一想到这里，西奥妮就感到无比的绝望和不甘，可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她最终还是支撑不住，重重地倒了下去。周围顿时乱成了一团，女仆们惊慌失措地大喊着去叫医生。父亲的声音冷酷的没有一丝温度，他警告瓦勒，姐姐已经完成了她的使命，让她收起无用的担心，去履行自己的职责。看着最真实的姐姐在眼前倒下，瓦勒心里除了愤怒，就只剩下深深的无力感。他恨那个毁掉一切的男人，却什么也做不了。这种无能为力的痛苦，在母亲选择用自杀来解脱的那天，彻底刻在了他的骨子里。父亲突然痛苦地咳嗽起来，甚至吐出了鲜血。他死死捂住嘴，怎么也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他想不通，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而瓦勒只是静静地站在窗前，神色里满是哀伤。那一年，瓦勒只有16岁，刚好是姐姐被迫接受联姻的年纪。就在母亲离世的那天，父亲却只关心家族的利益，甚至把一切都伪装成意外。瓦勒终于忍不住当面揭穿了谎言，控诉是父亲亲手害死了他们。然而面对儿子的指控，父亲只是不屑地冷笑。在父亲眼里，瓦勒的挣扎毫无意义，因为他们骨子里其实是一类人。父亲在临死前给瓦勒留下了最恶毒的诅咒，他断言瓦勒迟早会落得一样的下场，总有一天也会被自己的孩子亲手杀死。说完这句话，那个男人就彻底咽了气。瓦勒本以为父亲死后一切痛苦都会结束，可谁能想到这句诅咒就像是复古之居。没过多久，瓦勒的身体就出了问题，正如父亲所预言的那样，他开始被无尽的幻觉折磨。瓦勒被幻觉折磨得越来越严重，那些声音和画面已经到了根本无法忽视的地步。不过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目前还没有人发现他的异样。就在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阵笑声，这个声音太熟悉了，让他下意识地转过头去寻找。顺着声音看过去，他竟然看到了艾瑞琳和佩西恩，两人正紧紧地抱在一起。看着眼前这温馨的一幕，瓦勒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甚至开始怀疑，这到底是真的，还是自己又一次产生了幻觉。看着眼前笑得灿烂的艾瑞琳，瓦勒心里有些触动，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女孩露出如此轻松的笑容。另一边，宴会厅里正热闹非凡，可梅亨却根本高兴不起来。面对各大贵族家族的轮番围攻，他早就已经精疲力竭了。外面的人已经开始对他进行了攻击，可梅亨却根本不顾，反而是不断地向他们施压。最终，梅亨
为了躲清静，梅亨只能找机会偷偷溜上2楼。可即便如此，楼下寻找他的呼喊声依然没有停过。在这场混乱的宴会中，那个欠他一个解释的家伙，居然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见了踪影。既然躲不过去，瓦勒索性不再隐瞒，决定把那个尘封的秘密彻底公开。他看着眼前的梅亨，直接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承认艾瑞琳根本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这让梅亨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立刻追问起艾瑞琳的真实身世。瓦勒终于说出了那个名字，正是艾瑞琳，其实是西奥尼的孩子。听到这个答案，梅亨无奈地叹了口气。最不想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更糟糕的是，西奥尼如今已经是南方摄政王的妻子。梅亨只觉得事情变得无比棘手，因为这意味着瓦勒当年带走的可是南方帝国掌权者的女儿。那个疯子居然敢做出这种事！好在那边目前还没动静，估计还不知道艾瑞琳的存在。可这种天大的秘密到底还能瞒多久？一旦被对方察觉，后果根本无法想象。就在梅亨心烦意乱的时候，旁边传来了一个声音，指名道姓的要找他谈谈。梅亨转过头去，看到一个披着紫色斗篷的神秘人，那不怀好意的笑容让人心里直发毛。这个突然出现的神秘人一开口就直奔主题，说要和梅亨谈谈关于艾瑞琳的事。佩西恩正拉着艾瑞琳的手，说要带她去谁都不知道的秘密基地。微风吹过庭院，落叶掉进水池里，泛起涟漪。瓦勒只觉得自己的脑子难得清醒了过来，看着水面上的金色光芒，瓦勒这才意识到，原来被诅咒折磨的根本不止他一个。就在这时，地上的金色光芒突然汇聚起来，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神明身影。瓦勒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主动开口问他，怎么今天有雅兴走到神殿外面来了？神明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说自己活了这么久，也就只有小孩子的纯真能让他提起点兴趣，还顺便警告瓦勒，最近在神殿附近晃悠的有点太频繁了。可瓦勒根本没把这警告当回事，反而笑着调侃说，这整座皇宫都是神明的地盘，不管愿不愿意，他们迟早都会碰面。听到这话，神明只觉得他狂妄自大，冷冷地骂了一句愚蠢。他嘲讽瓦勒虽然能感知到他的存在，但要是没有允许，他连自己的指尖都碰不到。接着他又冷哼一声，说瓦勒的嘴倒是挺硬。顺着神明的视线看过去，正是拉着手的艾瑞琳和佩西恩。神明这才反应过来，问瓦勒是不是为了这个孩子才眼巴巴地跑来找他。瓦勒看着那个方向，笑着承认了。神明调侃说，这孩子真是既奇特又迷人。听到这话，瓦勒立刻沉下脸来，警告神明离他的宝贝女儿远点，他绝不会让女儿和神明扯上关系。神明有些无奈，抱怨自己不过是夸奖了一句，接着他化作金光，并表示看在瓦勒答应了他特殊请求的份上，这次就不计较他的无礼了。瓦勒随口讽刺了一句，这可真不像他一贯的作风。接着瓦勒又追问他，既然他对巨龙的恨意那么深，为什么不自己动手解决？以神明的能力，明明轻而易举。神明的声音在空中回荡，他说如果可以的话，自己早就动手了，可偏偏只有人类才能彻底结束巨龙的生命。神明看着远处的2个孩子，忍不住叹了口气，直说真是太遗憾了。不过他话锋一转，又说这2个孩子在一起看着倒还挺般配的。瓦勒开口打听，既然已经亲眼见过了，他到底觉得怎么样？神明叹了口气说，这事还真不好说，不过瓦勒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孩子能活到现在本身就已经是个奇迹了。听到这个回答，瓦勒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去。神明接着解释，折磨这孩子的根本不是什么疾病，也绝对不是什么诅咒。瓦勒猛地停下脚步，有些不甘心地追问，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能治好他吗？神明转过头看着他，无奈地表示，连他也无能为力，最多也只能帮这孩子拖延一下时间。他劝瓦勒最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因为那个孩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瓦勒猛地转过身去，冷冷地丢下一句，既然这样，那他们之间就没什么好谈的了。神明在身后追问他要去哪，瓦勒头也不回地往前走，直言自己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一个连他女儿都救不了的人身上。神明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忍不住冷笑了一声，嘲讽他真是个无理的家伙。不过他并没有强行挽留，只是在瓦勒临走前意味深长地警告了一句，让他走路的时候最好小心点，因为在这看不见的暗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已经盯上他了。瓦勒心里泛起了嘀咕，到底是什么东西？佩西恩死死拉着艾瑞琳的手，非要他答应明天走之前必须再见一面。佩西恩在临走前轻轻在艾瑞琳额头上吻了一下，温柔地跟他说了晚安。艾瑞琳整个人都懵了，她呆呆地摸着额头，半天都没回过神来。还没等2人多说几句，格里亚姆就在一旁大声催促，说时间紧迫，必须立刻出发。佩西恩只能一边答应着，一边飞快地转身跑开。看着佩西恩离去的背影，艾瑞琳的心跳却开始莫名加速。旁边的女仆看破不说破，还打趣问要不要故意走慢点，好让这甜蜜的余温多留一会儿。艾瑞琳害羞地答应了。就在2人准备回去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喊。艾瑞琳疑惑地转过头，发现来人居然是莱斯利。莱斯利一脸兴奋地跑了过来，直言自己为了找他，可是把周围都翻了个遍。看着对方这反常的热情，艾瑞琳心里不禁有些犯嘀咕，毕竟无事不登3宝殿，他这么焦急找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此时莱斯利的手里正死死攥着一颗散发着异样光芒的红色宝石。谁能想到莱斯利二话不说，竟然直接当着艾瑞琳的面把那颗红色宝石给捏碎了。随着宝石碎裂，一股诡异的红色能量唰的一下蔓延开来。艾瑞琳还没反应过来，
就感到一阵强烈的电流穿过全身，这种极度不安的预感让他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看着莱斯利脸上那抹得逞的坏笑，艾瑞琳立刻意识到对方这回是动真格的了。头顶上巨大的水晶吊灯突然剧烈摇晃起来，紧接着整个宴会厅唰的一下彻底陷入了黑暗之中。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现场一下子乱成了一团，到处都是惊恐的尖叫和呼喊声。过了好一会儿，宴会厅的灯光才重新亮起，可刚刚还热闹非凡的宴会厅，怎么一眨眼的功夫，里面的人就全都不见了。另一边，艾瑞琳吃力的从地上爬了起来，感觉浑身酸痛。可当他看清周围的景象时，整个人都懵了。这里的桌椅、酒杯，甚至吊灯，居然全都诡异的漂浮在半空中，散发着紫色的光芒。看着这完全违背常理的画面，艾瑞琳心里直犯嘀咕：自己这到底是到了什么鬼地方？看着这诡异的场景，艾瑞琳总觉得似曾相识，这感觉简直和之前在沙里特庄园时一模一样。难道说自己又被卷进了平行世界？虽然直觉告诉他应该立刻逃跑，但奇怪的是，艾瑞琳心里却出奇的平静。或许是因为这已经是第二次经历了，又或者是因为这次自己并不是孤身一人。艾瑞琳转过头去，看着身旁那个正害怕的直发抖的莱斯利，莱斯利吓得嚎啕大哭，直嚷嚷着自己只是听了妈妈的话，现在只想回家。艾瑞琳本想上前安慰几句，问他要不要紧，可莱斯利根本听不进去，只是一味的哭喊着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莱斯利像是察觉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直接拔腿就跑。这下可把艾瑞琳给整无语了，话还没说完呢，人就已经跑得没影了。这地方明明什么都还没发生，他这么大喊大叫的乱跑，只会把危险引过来。虽然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微妙，但要是放任管，迟早会惹出更大的乱子。可问题是，艾瑞琳今天折腾了一整天，实在是没有力气再去追他了。艾瑞琳一边在走廊里寻找，一边试着呼喊莱斯利的名字，想让他赶紧回到自己身边。可不管他怎么呼喊，周围都没有任何回应，那个胆小的姑娘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这让艾瑞琳心里有些犯嘀咕，事情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和上一次的混乱不同，这里不仅没有看到任何怪物，反而安静的有些诡异，没有脚步声，没有说话声，甚至连一丝风声都听不到。这种死一般的寂静，反而比直接面对怪物更让人心里发毛。这感觉就像是自己正一步步走进某个精心布置好的陷阱里，在这个空旷巨大的宫殿里，就像只剩下自己这一个活人，面对完全未知的困境，艾瑞琳一时之间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在极度不安的情况下，她越发思念起梅亨来，要是梅亨现在就在身边，自己或许就不会这么无助。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微弱的呼喊，似乎是有个小孩子在叫妈妈。这声音让艾瑞琳警觉起来。大公在皇宫里走着，虽然只有那么一下，但他能感觉到皇宫周围的结界确实动摇了。为了以防万一，他特意去检查了结界石，可奇怪的是，结界石明明完好无损，这让大公有些想不通。既然结界石没事，难道是有人直接对结界动了手脚？可到底会是谁呢？如果连皇宫里那位神明都把对方称为看不见的存在，那这个暗中出手的家伙实力绝对深不可测。虽然觉得麻烦，但大公还是打算在事情闹大之前去处理一下。不过他很快发现，皇宫里的星级魔法师们似乎也已经察觉到了结界的异样。既然有人管了，大公便打算直接当个甩手掌柜，觉得让他们去查就行，反正自己也懒得管别人的闲事，只要把这事通知给爱德华，就算交差了。可还没等他松口气，周围的空间突然唰的一下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大公看着这道裂缝，心里很清楚，这玩意儿一旦打开，今晚肯定要有人倒霉被吞噬进去。他本想直接离开，可就在这时，空中突然传来神明的声音，警告说瓦勒的女儿已经被卷入裂缝了。听到这个消息，瓦勒整个人都陷入了痛苦之中，他不顾危险，直勾勾地朝着那道恐怖的裂缝冲了过去。看着眼前这几个碍事的魔法师，瓦勒直接冷声警告，立刻去通知陛下，让他赶紧派人来处理这里的状况。还没等魔法师们反应过来，瓦勒整个人唰的一下，直接凭空消失在原地。这下可把魔法师们给吓傻了，他们半天都没回过神来，只觉得这家伙简直是疯了，居然敢直接闯进那种危险的地方。这个所谓的平行世界，其实就是现实世界的阴影。普通人要是敢踏进来，一眨眼就会被幻觉吞噬，彻底疯掉。不过艾瑞琳应该不会有事，毕竟在两个世界之间穿梭，本就是他们哈尔伯恩家族的本能。神明本来还打算给瓦勒带路，结果瓦勒根本等不及，自己就先急吼吼地冲了进来。虽然瓦勒平时看着冷冰冰的，但他对艾瑞琳的感情那可是真真切切的。瓦勒心里很清楚，这个平行世界其实是属于神明的领域，艾瑞琳一直有神明的庇护，按理说他在这里应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可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是，那个看不见的未知存在似乎也已经悄悄溜了进来。瓦勒独自走在空旷的神殿里，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他停下脚步，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异样。瓦勒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祈祷艾瑞琳千万别乱动，只要能平平安安的待在原地就好。瓦勒推开沉重的大门，一路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他一边平复着呼吸，一边在房间里仔细搜寻着。突然，椅子后面传来一阵轻微的动静，瓦勒松了一口气，慢慢朝那个方向走了过去。躲在椅子后面的艾瑞琳吓了一跳，还以为是妈妈找过来了。瓦勒有些抱歉地蹲下身子，温柔地告诉她别害怕，来的人是他。看着躲在角落里的女儿，瓦勒温柔地蹲下身，满脸歉意地告诉她，这次只有他一个人赶来。看着突然出现的父亲，
艾瑞琳彻底愣在原地，甚至怀疑自己产生了幻觉。可还没等他开口询问，瓦勒就笑着否定了他的猜想。艾瑞琳在心里犯嘀咕：难道自己是在做梦吗？没想到父亲又一口否定，这下艾瑞琳彻底懵了。难道他能听到自己的心声？看着女儿吃惊的模样，瓦勒忍不住笑出声来，解释说自己其实什么都听不到，只是他的心思全都写在脸上了。不过看到女儿还有精神胡思乱想，他悬着的心也总算放了下来。感受着父亲手套上传来的温度，艾瑞琳终于确定这不是幻觉，父亲真的找到他了。可看着眼前的瓦勒，艾瑞琳心里却五味杂陈。她一直盼着有人能来救自己，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不顾危险冲进来的人，竟然是平时对自己冷冰冰的父亲。艾瑞琳原本以为来救自己的会是梅亨或者佩西恩，看着眼前的瓦勒，艾瑞琳有些不敢相信地问：“您真的是一路找过来，专门来救我的吗？”听到女儿的疑问，瓦勒温柔地回答：“当然了。”艾瑞琳还是有些想不通，忍不住追问为什么。听到这话，瓦勒忍不住笑了一声，觉得女儿这个问题有些傻。他一把将艾瑞琳抱了起来，眼神里全是温柔，说自己怎么可能不来呢？毕竟你可是我的女儿啊！看着突然抱住自己的父亲，艾瑞琳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他忍不住小声提醒瓦勒，说这里真的很危险，随时可能会受伤，甚至遇到什么可怕的怪物。可瓦勒却根本不在乎，反问那又怎么样？接着他把艾瑞琳抱得更紧了，温柔地说，因为自己的女儿就在这里。随后瓦勒叹了口气，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她，靠在父亲的肩膀上。艾瑞琳突然注意到他身上全是汗水，难道这个男人真的在这片又大又黑的废墟里发了疯一样到处跑着寻找自己吗？艾瑞琳以前一直觉得他是个奇怪的人，对自己总是冷冰冰的，可现在看着为了救自己而满身大汗的父亲，他的心里突然有些动摇了。在艾瑞琳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开些无聊的玩笑，说的话也从来不当真。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男人居然还有这样的一面。瓦勒温柔地叫着女儿，说他一定被吓坏了。艾瑞琳心里有些异样，她小声嘟囔着，说自己其实一点都不害怕。瓦勒又关切地问，有没有受伤？刚才有没有摔倒？艾瑞琳摇了摇头，说自己没事。她一直觉得父亲瓦勒对她的好，不过是在外人面前演戏，只是在履行一个父亲的义务，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爱意。艾瑞琳突然有些动摇了，也许一直以来在两人之间划清界限的其实是她自己。过去艾瑞琳总是心存防备，甚至不敢真正去直视父亲的眼睛，可直到现在她才彻底看清，瓦勒其实一直在用他那笨拙的方式，默默地守在自己身边。意识到这一点的艾瑞琳主动伸手拉住了瓦勒的衣角，她鼓起勇气开口问道，那爸爸你呢？这一声久违的称呼让瓦勒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以为是自己听错了。瓦勒反应过来后，立刻开始耍赖，笑着问艾瑞琳刚才说了什么，非要他大声再说一遍。艾瑞琳直接扭过头，让他别装傻，甚至赌气的改口叫回了殿下。听到这生疏的称呼，瓦勒忍不住叹气，调侃女儿真是不坦率。不过他还是温柔的摸了摸女儿的头，笑着说，能听到女儿担心自己，他已经很高兴了。瓦勒抱着艾瑞琳，准备带她离开这里，可大门刚刚打开，瓦勒脸色骤变，他顺势捂住艾瑞琳的嘴，示意她千万别出声。瓦勒把一个护身符塞进艾瑞琳手里，神色凝重地叮嘱她抓紧这个，一直往前走，不管听到谁叫她的名字，都绝对不能回答。看着父亲这副交代后事的样子，艾瑞琳心里越来越不安，忍不住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自己又该怎么办？瓦勒只是温柔地笑了笑，催促他赶紧走，千万别回头。还没等艾瑞琳多问，他就被强行推走。看着瓦勒渐渐被黑暗吞噬，他只能在心里绝望地呼喊着爸爸。在一片混乱的废墟中，烟雾里突然传来了一个神秘的声音，对方慢条斯理地念叨着，说自己特意赶来就是为了见这位大小姐一面。瓦勒刚一站稳，就发现眼前多了一个神秘的斗篷人，对方似乎对他的出现感到很意外。瓦勒冷冷地看着对方，直接戳穿了这家伙的身份，原来就是这个神秘人，暗中对皇宫的结界动了手脚。听到这话，神秘人显然有些吃惊，没想到在这个地方居然有人能直接看到自己的存在。瓦勒根本不想废话，直接质问对方到底有什么企图。毕竟因为这家伙的所作所为，他的女儿艾瑞琳差点就没命了。等艾瑞琳再次睁开双眼，四周已经陷入了一片死寂的漆黑，刚才还在身边的父亲，此刻已经彻底失去了踪影。艾瑞琳强压下心头的慌张，看着手里突然发光的罗盘魔导具，那是父亲临别前塞给他的唯一线索。脑海中不断回想着父亲的叮嘱，抓紧罗盘，一直往前走，不管听到谁叫你的名字，都绝对不能回头。既然有这种保命的传送道具，父亲为什么不和他一起离开，反而要独自留在那么危险的地方？一想到这里，他就忍不住为父亲捏了一把汗。但回想起父亲刚才那温柔的笑容，艾瑞琳咬紧牙关，下定了决心，他必须立刻找到出口。等平安回去见到那个男人，他一定要把爸爸这两个字叫个够。艾瑞琳在黑暗中一步步摸索前行，他想起梅亨曾经说过，大公的实力早就强悍到不似人类，就算被丢进地狱最深处，他也绝对能毫发无损地走出来。想到这里，艾瑞琳的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她一边小声重复着父亲的叮嘱，一边死死盯着前方的道路，绝不回应黑暗中传来的任何声音。可看着前方那扇紧闭的沉重门扉，她的心跳还是不由自主地开始加速。其实从刚才开始，艾瑞琳就隐约感觉到这片黑暗中潜伏着极其恐怖的存在。果不其然，四周突然响起了刺耳的怪笑，仿佛有无数双恶毒的眼睛在暗中窥视。她拼命回忆那些温暖开心的画面，试图让自己保持冷静，可周围的笑声却越来越大。还没等她
找到应对的办法，手里的罗盘魔导具突然发出一声脆响，瞬间裂成了碎片。唯一的指路明灯彻底熄灭，无尽的黑暗瞬间将他吞没。与此同时，佩西恩正在皇宫里发了疯一样的狂奔，声嘶力竭地呼喊着艾瑞琳的名字。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仅仅离开了一小会儿，局势就彻底失去了控制。现场只剩下瘫坐在地上哭泣的女仆。对方颤抖着说：“刚才闪过一道强光，等光芒散去后，艾瑞琳和莱斯利就凭空消失了。”无尽的悔恨瞬间将佩西恩淹没。早知道会发生这种意外，无论如何他都不会离开艾瑞琳半步。佩西恩直接甩开了身后的格里亚姆，独自在空旷的皇宫中疯狂搜寻。艾瑞琳一碰到莱斯利就立刻失踪，这绝对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可现在到底该去哪里找他？佩西恩急得双眼通红。就在他近乎绝望的时候，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座古老神秘的建筑，以及一尊静静伫立的巨大雕像。直觉告诉他，这里或许藏着找到艾瑞琳的唯一线索。佩西恩猛地推开尘封已久的沉重大门，脑海中浮现出儿时的记忆。这里是皇宫中最隐秘的圣殿，除了皇室成员，平时严禁任何人靠近。父亲曾对他说过，这座圣殿中居住着一位神明般的超然存在，并且与他们家族有着极深的渊源。为了救回艾瑞琳，佩西恩已经顾不上什么禁忌，他对着空旷的圣殿大声呼喊，只要能帮他救回艾瑞琳，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空荡荡的圣殿里一片死寂，佩西恩在心中疯狂祈祷，只要能让声音传达给那位存在，他愿意承受一切后果。就在他以为不会得到回应时，周围的虚空中突然亮起漫天金光，一个空灵而戏谑的声音在半空响起，调侃他求人的态度还算诚恳。佩西恩顿时愣在原地，他没想到传说中的神明竟然真的存在。可还没等他开口哀求，那个声音却淡淡的表示根本不需要和他做任何交易。神明语气平静地告诉佩西恩，艾瑞琳的父亲已经动身去救他了。听到这个消息，佩西恩不仅没有放松，眼神反而变得更加冰冷。他低声表示自己绝对无法信任那个男人。看着突然发怒的少年，连神明都感到有些意外。佩西恩顾不上解释太多，既然神明知道大公的行踪，就一定知道艾瑞琳被困在何处。他态度坚决地请求神明指引方向，他必须亲自去把艾瑞琳带回来。看着满脸担忧的佩西恩，那个神秘的声音再次在圣殿中回荡，表示自己确实可以提供帮助，但神明的恩赐从来都不是免费的。对方用冰冷的语气逼问佩西恩，为了救那个孩子，他到底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是一半的寿命，还是一只手臂，又或者是一只眼睛？漫天金光化作无形的压力笼罩下来，神明步步紧逼，试图用这些残酷的条件彻底吓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凡人。面对神明充满恶意的刁难，佩西恩没有丝毫退缩，毫不犹豫地回答愿意付出自己的全部。这出乎意料的回答让原本抱着玩乐心态的神明瞬间愣住。佩西恩眼神坚定如铁，他曾向艾瑞琳发誓会保护她的安全，就绝不会允许她再次陷入危险。在佩西恩身上，神明看不到任何权衡利弊的算计，只有一股纯粹到极致的执念。这种不掺杂任何杂质的灵魂，在勾心斗角的皇宫里显得如此罕见。神明突然低声笑了起来，对这个少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佩西恩突然感觉有一只无形的手正在轻轻抚摸自己的头顶，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周围的金色光芒瞬间暴涨，狂暴的力量将他整个人卷入半空。神明笑着表示自己改变了主意，决定帮他这个忙，反正自己也有个一直想教训的家伙。不过神明也发出了警告，接下来的道路将会无比艰难。神明空灵的声音在耳边渐渐远去，只留下一道充满庇护力量的祝福。佩西恩还没站稳，就直接从半空中的金色通道中坠落下去，一路上他被各种漂浮的杂物撞得七荤八素，最终狼狈地摔在了一张柔软的床上。等他挣扎着睁开双眼，打量着这片完全陌生的诡异空间，他顾不上身上的疼痛，立刻焦急地呼唤着艾瑞琳的名字。另一边的宫殿里正电闪雷鸣，瓦勒正与一个神秘人对峙。看着眼前的敌人，瓦勒直接握紧了手中的佩剑，这把剑上正闪烁着奇异的光芒，看来这一战是避无可避了。面对严阵以待的瓦勒，神秘人却只是露出一抹诡异的笑。瓦勒没有多说废话，直接拔剑冲了上去，两股力量狠狠地撞在了一起。瓦勒在交手中发现不对劲，自己的特殊能力明明没有失效，却怎么也看不透眼前这个神秘人的真面目。对方身上就像罩着一层迷雾，根本摸不清底细。就在这时，神秘人却突然露出一抹诡异的笑，他一口道破了瓦勒的身份，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哈尔伯恩大公。瓦勒冷冷地转过头，问对方是不是认识自己。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瓦勒手里的剑直接亮起刺眼的光芒。既然知道他是谁，还敢对他的女儿下手，这简直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可面对瓦勒的怒火，神秘人却显得异常冷静，甚至有些玩味地表示自己也是迫不得已。他反问了瓦勒一句，说他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吧。那个女孩简直是个异类，看起来柔弱的一碰就碎，却能彻底免疫他的魔法。他不仅是第一个能看穿隐身的人，甚至还能直接直视他的存在。神秘人越说越兴奋，直言这么瘦弱的身体里居然藏着这么强大的灵魂，简直太让人入迷了。瓦勒彻底被激怒了，他带着满腔怒火，唰的一下狠狠劈了过去。瓦勒冷冷地质问对方，这和现在对艾瑞琳下手到底有什么关系？神秘人却耸了耸肩，说瓦勒误会了，自己只是想带走那个孩子，根本没打算伤害他，他的真正目标其实另有其他。听到这话，瓦勒眉头紧锁，追问对方到底在找什么。神秘人只是神秘地笑了笑，说自己是在寻找某样东西，
还没等瓦勒继续追问，神秘人突然动了手，黑雾唰的一下缠绕上来，直接将瓦勒手中的剑震得粉碎。神秘人语气里满是挑衅，劝瓦勒别再白费力气，反正根本碰不到他。神秘人拍了拍身上的灰，说自己挺忙的，现在准备要走。瓦勒冷冷地盯着他，根本不打算放对方离开。神秘人却反过来警告瓦勒，说这片空间已经被严重污染，就算是哈尔伯恩家的人，一旦被困住，也别想轻易逃脱。佩西恩拿着剑冷冷地警告他，还是先担心自己吧。神秘人冷笑一声，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话音未落，无数道黑雾唰的一下爆发出来，直接朝瓦勒扑了过去。瓦勒一剑狠狠劈了下去，可谁能想到，神秘人唰的一下化作黑雾，直接在他眼前凭空消失了。看着空荡荡的四周，瓦勒明白自己被耍了，连自己的能力都对这家伙无效，对方很可能是个死不了的怪物。但现在根本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因为他很清楚，眼下还有更糟糕的危机。由于那个神秘人的所作所为，平行世界正在发生可怕的异变，这片空间被污染的速度比瓦勒预想的还要快，要是再不抓紧时间，他恐怕也要被彻底困死在这里。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女儿，可还没等他走多远，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在轻声呼唤他的名字。瓦勒立刻停下了脚步，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诡异空间制造的幻觉，绝对不能上当。他狠下心准备继续往前走，可那个声音却再次响起，叫他亲爱的弟弟，说自己真的很想他。听到这句呼唤，瓦勒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还没等他回过神来，一只手已经死死拉住了他。被那只手拉住后，瓦勒发现对方身上居然带着温度，这和之前那些冰冷的幻觉完全不同，甚至连身后的触感都真实的可怕。那个女人靠在瓦勒背上，轻声向他道歉，说对不起，没能保护好他，把他一个人丢下。听到这些话，瓦勒沉默了，他心里满是疑惑，为什么这个本该消失的人，给他的感觉却如此真实？另一边的艾瑞琳正深陷黑暗，四周全是诡异的嘲笑声，就像有无数恶灵在耳边低语。艾瑞琳拼命克制住恐惧，在心里一遍遍默念着父亲的叮嘱，绝对不能回头，也不能给任何回应。他努力去想那些开心的事，去想那个自己最想见的人。在这一刻，他想到了梅亨，只要能撑过去，就一定能见到他。艾瑞琳在脑海中不断描绘着梅亨在等他的画面，这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走了一段路后，他发现周围那些刺耳的笑声并没有真的逼近，原来这些怪物只能出声吓人，根本碰不到他。手里的罗盘也完好无损，继续为他指引方向。艾瑞琳告诉自己，马上就要到了，只要再坚持一下就好。可就在这时，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把红光小提琴，琴弦声突然在黑暗中响起。艾瑞琳一分神，手里的罗盘彻底碎成了渣，他顿时反应过来自己刚才破戒了，这下彻底完蛋了。还没等他想出对策，四周突然亮起刺眼的强光，场景瞬间切换，他居然站在了舞台中央，聚光灯直接打在他身上。艾瑞琳整个人都傻了，看着眼前熟悉的红色幕布和地板，艾瑞琳只觉得浑身发冷，心里发毛。这地方他实在太熟悉了，旁边那架大钢琴也空无一人，连个伴奏的影子都看不到。就在这时，空荡荡的观众席深处突然传来了一声冰冷的呼唤，而那个声音叫的正是他前世的名字。这个本该被遗忘的声音，如今却像噩梦般再次在耳边响起。黑暗中的人影缓缓开口，命令他必须看着自己的眼睛，还一遍遍重复着那句令人窒息的话，说他是自己唯一的希望。艾瑞琳孤零零地站在聚光灯下，整个人被恐惧彻底淹没。这一幕正是艾瑞琳最厌恶的噩梦开端。记忆回到了前世的某一天，在他演奏完之后，他的老师艾玛纽埃尔突然叫住了他。老师看着他，问了一个让他不知所措的问题，问他有没有哪怕一次是为自己而演奏的。艾瑞琳当时整个人都愣住了，根本不明白老师的意思。老师叹了口气解释说，他的演奏确实完美无瑕，但听起来却没有任何灵魂，他从来没有在琴声里听到过真实的他。老师由衷的希望，哪怕只有一次也好，他能不为了任何人，只为了自己的快乐去拉琴。起初艾瑞琳根本听不懂老师的意思，在他心里，小提琴不过是博得母亲欢心的工具，每一次登台演奏，琴声里唯独缺少了他自己。可那个问题就像一道魔咒，在他心里越扎越深。到了那场最关键的大比赛，当年那些话已经彻底成了套在他身上的枷锁。这下麻烦了，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他要怎么挣脱这个死结？艾瑞琳想起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当他看到母亲脸上那扭曲的表情时，他终于彻底醒悟了，原来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和牺牲，在母亲眼里根本毫无意义。看着母亲冷漠离去的背影，艾瑞琳彻底迷茫了。他看着手中的琴，忍不住问自己，这么久以来，他到底在为什么而演奏？从那天起，小提琴成了他无法触碰的梦魇，他再也拉不出任何声音。虽然他也曾尝试过妥协，想靠演奏重新赢回母亲的关注，甚至拼了命想找到属于自己的音乐。为此，他无数次练到手指流血化脓，一遍遍更换被血水浸透的琴弦。可无论他怎么挣扎，都再也找不到拉琴的意义了。艾瑞琳以为换了个身份重新开始，就能彻底抹去这些痛苦的过去，看来是他太自大了。看着面前那个无助哭泣的自己，艾瑞琳忍不住开始假设，如果当年他放弃去讨好母亲，直接从那个房间里走出去，或者如果他从没听说过母亲的学生拿到第1名的消息，事情是不是就会完全不同？如果真是那样，他那天晚上就不会在街上拼命奔跑，只为了去见母亲一面，也就不会发生那场惨烈的车祸，彻底结束了他那短暂的一生。
想到这里，艾瑞琳整个人都有些站不稳了。就在这时，黑暗中突然出现一个黑影，在耳边轻声呼唤他的名字，对方语气里满是嘲讽，问他喜不喜欢这个故事。那个神秘的声音再次响起，开始疯狂动摇艾瑞琳的意志。他说，无论付出多少爱，最后的结局都只有被抛弃，甚至还拿梅亨和佩西恩来刺激他，说这两个人现在虽然在乎他，但迟早也会像以前那些人一样，找个替代品把他甩掉。这番话直接戳中了艾瑞琳的痛处，周围的黑暗中伸出无数只黑手，想要将他彻底拖下去。那个声音还在耳边不停地蛊惑，说他反正也活不了多久，就算醒过来也只有痛苦，不如直接在这里睡过去。伴随着清脆的碎裂声，周围的空间彻底崩塌，艾瑞琳直接被黑暗吞噬，整个人不断向深渊坠落。他只觉得身体越来越沉，就像掉进了无底深海，意识也开始渐渐模糊。可即便到了这一步，他心里反而觉得轻松了，至少这一次他没有重复当年的悲剧。虽然大家一开始会难过，但只要能换来他们的安全，他觉得一切都值了。本以为自己会彻底消失，一切都会归于平静，可就在这时，一道强光刷的一下亮起，直接打破了这片死寂。黑暗中竟然传来了急切的呼喊声，一声声叫着他的名字。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只手突然伸了过来，死死地拽住了他。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幕后黑手气得大喊不妙。佩西恩大声呼喊着，拼命想要唤醒艾瑞琳。在这片刺眼的强光中，艾瑞琳只觉得这光芒熟悉的就像佩西恩一样。佩西恩拉着他，急切地想带他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可艾瑞琳却让他自己走。听到这话，佩西恩整个人都懵了。艾瑞琳心里很清楚，有些结局根本无法改变，她甚至觉得自己迟早会被别人替代。看着一脸震惊的佩西恩，艾瑞琳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她向佩西恩道了歉，求他放手自己离开。在艾瑞琳看来，不管眼前的佩西恩是真是假，她都不想再连累对方了。这一切本就不是佩西恩的错。说完这些，她主动松开了那只紧握的手。谁能想到佩西恩根本不打算放手，直接一把将艾瑞琳搂进怀里。他整个人慌得不行，连声安慰着怀里的人，怪自己来得太晚，才让他受了这么多委屈。为了找到这里，他其实已经拼尽了全力。看着有些失神的艾瑞琳，佩西恩把心里话全说了出来，他绝对不会把她一个人丢下，更不想看到她难过。佩西恩近乎哀求地看着他，求他以后别再推开自己。佩西恩温柔地发出邀请，想带他一起离开这里。听到这句话，艾瑞琳整个人愣住了，原本混乱的思绪在这一刻突然变得无比清晰。他缓缓伸出手，轻轻碰了碰佩西恩的脸，真实的触感告诉他，这不是梦境。佩西恩真的穿过黑暗，来到了他的身边。看到艾瑞琳有了反应，佩西恩终于松了口气，关切地询问他的状况。看着眼前拼命救自己的人，艾瑞琳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这家伙还真是让人拿他没办法。艾瑞琳在心里默默想着，自己就像个傻瓜，总是反复掉进同一个深渊，但每一次佩西恩都会拼命把他拉出来。在前世那个冰冷的世界里，他只要犯一点错，就永远得不到原谅。可在这个世界，一切都变了。佩西恩一次又一次牵起他的手，温柔地鼓励他，告诉他没关系，只要重新站起来就好。看着眼前的佩西恩，艾瑞琳终于下定了决心，她再也不想一个人待在黑暗里了。佩西恩笑着向他承诺，他们以后会一直在一起，只要艾瑞琳需要，他每天都会陪在他的身边。听到这些，艾瑞琳忍不住试探着问，如果他想要的是一辈子呢？听到这个回答，佩西恩笑得更开心了，他毫不犹豫地大声回应，就算永远在一起也完全没问题。艾瑞琳在心里默默感叹，这大概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了。心情放松下来的艾瑞琳忍不住捏了捏佩西恩的脸，笑话他是个笨蛋。佩西恩急得大声反驳，可艾瑞琳只是调皮地转过身，根本不打算理他。佩西恩急忙追上去，喊着要带他回去。艾瑞琳笑着安慰他，说自己已经彻底想通了，不会再被那些可怕的念头困住。佩西恩有些好奇，问他接下来打算做什么。艾瑞琳要向过去那个痛苦的自己彻底说再见。这一次他心里无比轻松。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一旁的佩西恩整个人都懵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头顶的聚光灯刷的一下全部亮起，伴随着一阵狂风，周围的场景彻底变了样。佩西恩有些摸不着头脑，问他们这到底是在哪？艾瑞琳这才彻底明白，之前看到的那些奇怪景象竟然全凭他的一个念头就变出来了。一旁的佩西恩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直言自己从没见过这种建筑，还以为头顶上亮着的是什么神奇道具。可伊瑞琳心里很清楚，既然这个噩梦是为了彻底击垮他，那这里的一切必然会和当年完全一致。手中那熟悉的小提琴，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席，甚至连观众席正中央母亲那令人窒息的严苛注视，也都原封不动地重现了。艾瑞琳缓缓举起了小提琴，这大概是她最后一次面对这个困扰她两世的噩梦了。一旁的佩西恩有些不知所措，可伊瑞琳心里很清楚，她现在之所以有勇气站在这里，完全是因为有佩西恩陪在身边。艾瑞琳轻声开口，让佩西恩听好了。尽管心里还在害怕，她还是咬紧了牙关。随着琴弓划过琴弦，那道尘封已久的琴声终于在空旷的舞台上响了起来。这一下，连佩西恩都彻底愣住了。那些曾经拼命追求的目标，还有那些所谓的荣誉，其实从来都不属于他。但这一次的演奏却完全不一样了，那些沉重的枷锁和束缚，在这一刻彻底烟消云散。琴声在空旷的舞台上回荡，他只觉得整个人无比轻松，没有了母亲的逼迫，也没有了前世的阴影。现在这个舞台上只剩下他自己
还有他最爱的小提琴。原来自己真正的琴声听起来是这个样子的。在这一刻，艾瑞琳终于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还活着。可就在这时，台下的黑影再次开口，叫出了他前世的名字。那个声音冷冰冰地责备他，说他又一次让人失望了，为什么不听话？要是换做以前，艾瑞琳早就崩溃了。可这一次，他脸上却露出了笑容。他演奏的这首曲子是埃尔加的《爱的礼赞》，这也是当年母亲第一次为他演奏的旋律，那里面曾经全是爱。艾瑞琳看着台下那个冷漠的黑影，突然想通了，对方不记得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这根本不是他真正的母亲，不过是他记忆里产生的一场幻觉。就算这样，看着手中的小提琴，他还是在心里默默说了一句：“妈妈，祝你幸福。”那些曾经得到的爱，他会好好珍藏在心里。至于以后，他自己也要开开心心的活下去。随着这个念头落下，琴声变得无比轻快，连琴身都开出了花朵。就在这时，台下那个一直折磨他的黑影突然动了一下，紧接着伴随着清脆的碎裂声，那个可怕的幻影竟然开始瓦解了。看来这一次，艾瑞琳是真的要彻底走出噩梦了。整个黑暗的空间开始大面积崩塌，刺眼的光芒唰的一下透了进来，照亮了这片死寂的舞台。艾瑞琳站在舞台中央，终于停下了手中的演奏。他知道这一次是真的要结束了，那些纠缠了他两世的噩梦，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烟消云散。他将永远告别过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虽然岁月早已流逝，过去的记忆也渐渐模糊，但瓦勒依然会频频想起姐姐，想起他当年对希望的执念。姐姐曾经温柔地告诉他，无论未来的日子多么艰难，心里都必须留着一束光，只有这样才能在居心叵测的人身边存活下来，并在时机成熟之际彻底夺回属于自己的人生。姐姐坚信属于瓦勒的机会终会到来，她笑着劝告瓦勒，当那一天真正降临时，绝不要有半点犹豫，勇敢去奔赴属于他自己的未来。看着眼前崩溃倾颓的世界，瓦勒的语气里满是无助，他全然不知接下来该何去何从。曾经发誓要拼命守护的人，如今却只能对他说一句对不起。瓦勒心中填满了愧疚，恨自己没能将他拉出深渊。哪怕眼前这个姐姐仅仅是平行世界里的虚幻投影，他也宁愿对方会怨恨他、诅咒他、怪他亲手毁掉了一切计划。可当他转过头，姐姐却只是温柔地凝视着他，脸上没有任何怨恨。姐姐温柔地开口，说自己真的很想念他这个弟弟。瓦勒心中泛起疑惑，问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姐姐微笑着回答，说自己当然是来接他离开的，如今时局紧迫，必须立刻出发。说完，他便牵起瓦勒的手走向前方。看着眼前熟悉的身影，瓦勒心里非常清楚，他的声音与步伐确实和姐姐毫无二致。可虚幻的终究只是泡影，只要自己轻轻触碰，这道幻影就会瞬间烟消云散。想到这里，瓦勒只觉得无比凄凉与可悲。就在瓦勒深陷绝望之际，耳边突然响起一阵悠扬的琴声，他有些不敢置信，这旋律听起来竟然是小提琴声。还没等他想明白原委，周围笼罩的黑暗世界骤然剧烈动荡，漫天耀眼的光芒撕裂了阴霾。看着眼前不可思议的巨变，瓦勒整个人彻底愣在了原地，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奇迹。就在此时，耳边再次传来姐姐的呢喃，他隐约听到虚空中飘来一段熟悉的旋律，那声音清澈又自由，一如他们幼年时的纯真。原来是艾瑞琳正在倾情演奏小提琴，那琴声仿佛化作无尽的繁花，正一点点驱散所有的绝望与阴霾。看着眼前全身心演奏的艾瑞琳，佩西恩整个人都听得入迷了。他从未听过艾瑞琳竟能拉出如此唯美的曲调，仿佛整个世界都随之明亮了起来。可随着乐音流转，佩西恩却冥冥中察觉到了不对劲，明明家人就在眼前，他却总觉得艾瑞琳离自己越来越远，仿佛下一秒就会凭空消失。这种莫名的不安让他不由自主地揪紧了衣角。而舞台之上的艾瑞琳终于卸下了所有的顾虑，嘴角浮现出久违的释怀微笑，美妙的音符化作漫天流光，一路飘向了未知的远方。在遥远而空旷的教堂内，神秘人哼着悠闲的小调，大摇大摆地闯入了这片禁忌领地。就在此时，四周的空间突然剧烈波动，一道冰冷的声音凭空炸响，质问是哪个不知死活的赶来撒野。紧接着，神明骤然降临，一口破译了神秘人的身份。面对斥责，神秘人不仅没有丝毫畏惧，反而笑得愈发肆意。他摘下兜帽，直言不讳地调侃：“要是不把事情闹大，你根本就不肯现身相见。”神明冷哼了一声，显然对他这种无理的闯入极为不满。切言却依旧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劝对方不必如此小气，自己不过是弄出了点小风波。随即他又话锋一转，表示若对方早些露面，局势也不至于发展到这一步。最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平日里作风沉稳的对方，今天居然破天荒地动手反击了。神明冷冷地发出警告：凡人若是与神明纠缠过深，注定不会落得好下场。佩西恩这孩子虽然尚且年幼，却比谁都清楚踏入神殿的代价。况且这两个孩子的所有举动，自始至终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根本轮不到切言来瞎操心。神明随即转过头厉声质问，费尽心机将他逼现身，究竟怀着什么企图？切言却毫不客气地径直坐下，坦言自己是来寻求合作的。神明当场果断拒绝，表示自己可不会买任何人的账。切言却意味深长地笑了，直言他们的利益完全一致，因为神明心中真正的目标正是那条沉睡的巨龙。切言开门见山，坦言自己此行是为了猎杀几位高手。听到这番狂言，神明忍不住厉声质问，问他是不是依旧怨恨那颗凶星，甚至企图以此毁灭整个世界。
切言却发出一阵冷笑，表示自己可没兴趣玩这种无聊游戏。倘若不能将世界与命运绑在一起，那漫长无尽的岁月该有多么枯燥。说话间，他缓缓抬起手，掌心里浮现出艾瑞琳拉琴的虚影。切言嘴角上扬，表示好不容易找到了如此有趣的戏码，若是现在就将其毁掉，未免也太可惜了。这首能洗涤妄念的旋律，确实让人感到有些意外。虽然演奏者的力量尚显微弱，却已经在悄然动摇他的掌控。估计用不了多久，周围那些被操纵的傀儡也该陆陆续续清醒过来了。切言注视着这一幕，嘴角忍不住勾起一抹邪异的弧度。这个看似纤弱的小姑娘，每次都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事到如今，仅仅在旁观上已经无法让她满足，她要把这个独特的女孩完完全全掌控在自己手中。佩西恩一边用力鼓掌，一边按捺不住激动的喝彩，直言这是他听过最震撼的演奏，还打趣追问艾瑞琳到底是什么时候偷偷练习的。看着佩西恩如此兴奋，艾瑞琳反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虽然是自己主动邀请他来聆听，可当曲终人散，他却觉得分外害羞，就像把隐藏最深的自我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了对方面前。艾瑞琳只觉得自己的内心从未像此刻这般轻松释放，曾几何时，她甚至以为自己这辈子都再也无法逃离那片可怕的阴霾了。艾瑞琳轻声呼唤着佩西恩，还没等佩西恩反应过来，艾瑞琳已经飞身扑入他的怀中，死死地紧抱住了他。谢谢你，谢谢你，从未选择放弃我，哪怕我曾经一心想要缩进黑暗里。看着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的佩西恩，艾瑞琳露出了无比灿烂的笑容，表示自己如今终于明白该如何勇敢地走出这片困境了。还没等佩西恩理清思绪，艾瑞琳已经落落大方地牵起了他的手。艾瑞琳笑颜如花地高声欢呼：“快跟我来，大家肯定都在前方等待我们了。”建国日舞会如期举行，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失踪事件已经被悄悄压了下去。这本是一场足以引起恐慌的灾难，多亏了皇帝爱德华反应够快，直接把这事包装成了惊喜活动。那些被卷入其中的人大多安全返回，虽然有人精神有些失常，但魔法师一出手，直接抹去了他们的记忆。至于我，似乎已经找到了离开这里的路。艾瑞琳兴冲冲地拉着佩西恩往前跑，嘴里还喊着走这边，结果他其实根本不认路，直接带着人迷失了方向。幸好瓦勒及时赶到，一手抱着艾瑞琳，一手拎着还在挣扎的佩西恩，把这两个小家伙给带了回来。面对瓦勒的训诫，艾瑞琳只能乖乖认错。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什么，连忙拉住瓦勒打听有没有在里面看到一个棕发女孩。瓦勒听得一头雾水。艾瑞琳解释说，那个女孩叫莱斯利，自己刚遇到她，周围就发生了奇怪的异变，两人还一起被卷了进去。仔细想想，对方当时好像还提到过是专门来找她的。艾瑞琳向瓦勒解释，那个叫莱斯利的女孩哭着跑开了，自己这才在里面跟丢了她。瓦勒听完若有所思。就在这时，瓦勒顺手拎起了旁边的佩西恩，听到莱斯利的名字，佩西恩整个人都愣住了。看到他这个反应，瓦勒心里立刻有了数。艾瑞琳一脸认真的请求爸爸一定要把莱斯利也救出来，因为凭他自己根本无法脱身。既然宝贝女儿都开口了，瓦勒自然不会拒绝。不过他可不是出于好心，只是单纯想把这桩麻烦事彻底了结。随后瓦勒叮嘱两个孩子，让他们先回宴会厅去。而此时，在城堡的另一角，一个贵妇人正带着莱斯利在暗中搜寻，她嘴里还念叨着这里应该藏着哈尔伯恩家族的秘密文件。看着周围阴暗的环境，莱斯利吓得直发抖，哭着哀求妈妈赶紧离开这里。谁知母亲不仅没有安慰他，反而严厉的低声呵斥，让他闭嘴。母亲咬牙切齿地表示，自己大老远跑来可不能空手回去，而且自己做这一切全都是为了莱斯利。就在这时，紧闭的大门突然被推开，一道光线直接照了进来。完了，这下彻底暴露了。谁能想到，来人二话不说，直接一把将莱斯利拎到了半空中。看着被吓坏的莱斯利，大公冷笑了一声，说还以为是什么厉害角色，原来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旁边的贵妇人彻底慌了神，结结巴巴的想要解释，但大公根本不想听她废话，直接打断了她，冷冷的表示，既然敢在哈尔伯恩的地盘上偷看秘密，就要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大公开始清算这对母女的罪状，他们不仅在外面四处散播谣言，甚至还让艾瑞琳陷入了危险。更不可原谅的是，他们竟然毁了自己和女儿难得的第一次出行。看着被魔法剑包围的女人，大公脸上露出了冰冷的笑容。他慢条斯理地表示，既然大家有的是时间，那就留下来好好聊聊，直到天亮为止。面对这无法逃脱的绝境，贵妇吓得大哭起来。到了第二天，这件事情终于有了结果，报纸上登出了昨天的消息，贝尔法特侯爵夫人和莱斯利在突发事件后晕倒，被紧急送去治疗了。看着报纸上的报道，艾瑞琳忍不住叹了口气，幸好自己之前让爸爸去找他们，不然这两人怕是连命都没了。想到这，艾瑞琳心里还有点小自豪，觉得自己这次反应挺快，算是救了他们一命。不过比起那对母女，艾瑞琳现在更关心眼前的人。她看着一直守在床边的梅亨，有些担心地问，他从大清早就一直守在这里，真的没关系吗？梅亨却一脸认真地回答，自己必须时刻监测大小姐的身体状况。艾瑞琳有些无奈，表示自己现在能吃能睡，身上也一点都不疼，真的已经没事了。但梅亨根本不敢掉以轻心，毕竟这才过去一天，后遗症可能还没显现出来。上次艾瑞琳去反转世界，可是足足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听到这，艾瑞琳虽然觉得有道理，但看着梅亨有些疲惫的样子，她突然反应过来。艾瑞琳忍不住追问，梅亨昨晚
是不是整夜都没睡？看着梅亨愣住的表情，艾瑞琳心里顿时明白了，他肯定是因为担心自己，才在床边守了整整一夜。梅亨还想嘴硬，说自己昨晚睡得挺好，但艾瑞琳一眼就看穿了，直接戳穿他，说撒谎可不是好习惯。见瞒不过去，梅亨只好承认自己昨晚确实有些辗转反侧。接着他有些自责的表示，昨天发生的事情全都是因为自己的疏忽，他甚至记不清自己是不是喝多了，只记得过了某个时间点，脑子里就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想到自己作为护卫，竟然在陪同大小姐的时候出现这种失误，梅亨心里满是愧疚。他觉得要是自己昨晚能一直守在艾瑞琳身边，事情绝对不会变成这样。看着梅亨又把所有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艾瑞琳有些心疼，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梅亨，安慰他这只是一场意外，让他不要再自责了。况且昨天失去记忆的可不止他一个人。艾瑞琳说，反转世界本来就很诡异，他只是像其他人一样被卷进去了，让梅亨别太在意。接着艾瑞琳又补充道，而且爸爸当时很快就来救他了。听到这话，梅亨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有些不敢置信的追问，艾瑞琳刚才是不是叫了那个人爸爸？艾瑞琳有些不好意思的承认，说事情就这么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这下梅亨心里可不是滋味了，他忍不住在脑子里幻想那个男人得意成什么样。想到这，梅亨心里酸溜溜的，怎么也想不通艾瑞琳怎么这么快就认可了那个家伙。他有些无奈的叮嘱艾瑞琳，以后还是尽量离那个男人远一点。看着梅亨有些别扭的样子，艾瑞琳心里暗暗发笑，谁能想到平时对大公冷冰冰的梅亨，现在居然也开始吃醋了。艾瑞琳直接扑进梅亨怀里，大声安慰他说，不管别人怎么想，梅亨永远是他最喜欢的人。听到这话，梅亨也忍不住笑了，调侃说自己毕竟是他的妈妈，这都是应该的。艾瑞琳有些意外，没想到梅亨现在居然这么坦然的接受了妈妈这个角色。梅亨温柔的看着艾瑞琳，感叹时间过得真快，艾瑞琳一天天在长大，甚至今天看起来整个人都比昨晚要明亮轻松得多。艾瑞琳微微一愣，难道是因为昨晚拉了那首曲子？那些痛苦的记忆确实纠缠了她太久太久，虽然心里的伤口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但至少从昨天开始，一切都在慢慢好转。就算还会留下一些痕迹，那又怎么样呢？因为现在陪在他身边的这些人会毫无保留的接纳他的一切，有这些就已经足够了。就在这时，梅亨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说今天早上皇宫送来了一份礼物。艾瑞琳有些意外，皇宫怎么会突然送礼物过来？梅亨解释说，这是皇太子特意送给他的。原来这份特别的礼物是佩西恩专门为艾瑞琳定制的专属联络法器。佩西恩在投影里笑着解释，因为皇宫有结界阻挡，普通法器根本无法联系，他因为太想念艾瑞琳，才特意做了这个送给他。看着眼前的神奇法器，艾瑞琳觉得新鲜极了，毕竟以前只看梅亨用过，没想到自己现在也有了一个。为了给两个孩子留出空间，梅亨很识趣的悄悄退了出去。看到艾瑞琳收下礼物，佩西恩笑得特别灿烂，直言以后随时随地都能见面了。看着佩西恩那治愈的笑容，艾瑞琳心里暖洋洋的，甚至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明明该说谢谢的是自己才对。然而还没等他感动完，佩西恩突然话锋一转，笑着说，最重要的是以后能随时监督他的身体状况了。听到这，艾瑞琳脸上的笑容直接僵住了。果不其然，佩西恩立马开始追问他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有没有乖乖按照食谱来吃。看着投影里一脸认真的佩西恩，再想想自己早上刚吃的大鱼大肉，艾瑞琳只能心虚的打了个哈哈。佩西恩在投影里继续追问，不仅要按时吃药，饭后还得做有氧运动，甚至连早上送去的健身器材也得赶紧用起来。艾瑞琳听得一阵心虚，只能支支吾吾的应付，说药已经吃了，至于运动吗？晚点一定会做的。一听这话，佩西恩立马眯起眼睛，直接戳穿了他的缓兵之计。为了防止艾瑞琳偷懒，佩西恩早就留了后手，他在送来的箱子里特意塞了一份超厚的健身计划表，催促他今天就要开始执行。看着箱子里那叠厚厚的计划书，艾瑞琳忍不住暗自吐槽，这家伙到底是想见他，还是单纯想来当监工的？但看着投影里喋喋不休的佩西恩，艾瑞琳心里却生不出半点反感。要是换做以前，他早就想方设法躲着了，可今天听着这些唠叨，心里反而暖洋洋的，因为他很清楚，在这个世界上，佩西恩比任何人都在乎他的身体，永远都把他放在第一位。为了不辜负佩西恩的关心，艾瑞琳也下定决心，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运动。虽然他心里其实直打鼓，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坚持下去，但为了能活得长长久久，他还是决定拼一把，至少得试一试才行。看到艾瑞琳这么有干劲，投影里的佩西恩也跟着兴奋起来，大声给他加油打气。两人约定好晚上再联系后，佩西恩这才依依不舍地挂断了通话。看着恢复平静的魔法球，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只剩下艾瑞琳一个人坐在桌前。因为昨天发生的意外，哈尔伯恩家族决定缺席接下来的建国日舞会。虽然艾瑞琳觉得自己没事，但为了她的安全着想，大家还是决定把她保护起来。这下她只能通过联络法器和佩西恩保持联系了。就在艾瑞琳暗自叹气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直接让她惊呼出声。谁能想到切颜竟然会悄无声息的突然出现在她身后？看着有些惊慌的艾瑞琳，切颜反而笑了起来，调侃她是不是见到自己太高兴了。艾瑞琳有些无奈，毕竟任谁被这么吓一下都没法保持冷静，而且切颜已经很久没露面了，她还以为对方早就把她忘了，没想到今天会突然过来。切颜看着
活蹦乱跳的艾瑞琳，确认他确实没有受伤，这才稍微放下了心。切言突然开口说，艾瑞琳昨天经历的那些危险，其实全都是因为他。艾瑞琳有些不敢置信，难道昨天发生的一变，幕后黑手竟然是切言？谁能想到切言居然大方的承认了，还笑着问他是不是才知道。这下艾瑞琳彻底明白了，难怪昨天的场景和之前在沙里特的时候一模一样。切言有些无奈的解释，自己当时一直在试图联系他，想带他安全离开，结果却被他给无视了，而且他当时弄出那些动静，只是想给他当个手电筒照明而已。听到这个解释，艾瑞琳忍不住小声抱怨，觉得切言这做法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切言并没有生气，反而温柔地拉起艾瑞琳的手，他轻声表示，只要最后能帮到他就行，至少因为那个魔法，他在里面的行动没有受到太多限制。虽然切言承认利用了他，但他也特意强调自己绝不会让他受一点伤。艾瑞琳这才反应过来，难怪当时行动那么轻便，原来也是切言在暗中帮了忙。看着艾瑞琳没说话，切言笑着问他是不是因为被擅自利用生气了。艾瑞琳有些无语，毕竟就算生气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犹豫了一下，艾瑞琳开口问切言，以后是不是还会像这样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切言微微一笑，反问他，难道想让他彻底消失吗？艾瑞琳当然想让他消失，毕竟这家伙不仅神出鬼没，还把整个皇宫搅得天翻地覆，甚至随便打开奇怪的大门。在艾瑞琳看来，这分明就是个随时会爆炸的危险人物。就在艾瑞琳暗自祈祷，希望他赶紧消失的时候，切言却直接给他泼了盆冷水。他笑着表示，让艾瑞琳趁早放弃这个念头，因为自己其实还挺喜欢他的。还没等艾瑞琳反应过来，切言就伸手捏住了他的脸颊。艾瑞琳有些含糊不清的追问，他说的喜欢到底是什么意思？结果切言笑眯眯的回答，就是字面上的喜欢。这下艾瑞琳彻底无语了，毕竟昨天差点把他逼入绝境的，可就是眼前这个口口声声说喜欢的人。这所谓的喜欢，未免也太让人吃不消了。切言看着一脸无奈的艾瑞琳，还顺便提醒了他一句，说不管他愿不愿意，他天生就有一种奇怪的体质，总是会吸引像他这样危险的家伙。就在这时，切言突然想起了什么，他说在这栋宅子里不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家伙吗？宴会厅里突然骚动起来，原来是本该缺席的哈尔伯恩大公竟然破天荒的现身了。旁边的一位老贵族见状，绝不能放过这个搭讪的好机会，急匆匆的就想迎上去。一旁的贵族赶紧拦住了他，因为凭他的直觉来看，现在过去简直就是送死。果不其然，此时的大公浑身散发着可怕的低气压，因为能力的副作用，他现在的脾气简直糟糕到了极点。大公径直往前走，为了弄清楚那个神秘人提到的起点，他曾去向那位神明寻求答案，结果对方只丢下一句废话，说自己虽然长生不老，但也不是什么都知道。这态度显然是在隐瞒什么。大公心里很清楚，对方绝对知道内情，既然这条路走不通，看来只能去翻找哈尔伯恩家族的秘密档案了。大公此时状态极差，只想赶紧坐马车回领地去。可就在他准备上车的时候，身后却突然传来了一声呼唤。大公有些烦躁的回头，今天真是什么事都不顺，偏偏在最后关头又碰上了最不想见的人。大公冷冷地问，皇后陛下，您怎么会在这？皇后双手环抱在胸前，语气里满是挑衅，反问他难道自己出现在皇宫是什么稀奇的事吗？这两人一碰面，气氛立刻变得剑拔弩张起来。大公看着眼前的皇后，说话可是一点都不客气。他冷冷地表示，自己和皇后陛下之间关系可没好到需要特意跑来互相寒暄的地步。皇后缓缓垂下眼眸，声称自己对大公早就没有任何留恋。可大公的嘲讽却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无情戳穿了他的谎言。最想让我死的人，不正是你吗？面对无法否认的过去，皇后最终还是承认了，她确实依然痛恨大公。只要想到孩子受过的苦，她的恨意就无法掩盖。大公冷冷地看着皇后，直言当初西奥妮为了他而牺牲，但他向皇后保证，绝不会碰姐姐深爱过的任何东西。之所以留着皇后的命，只因为她曾是姐姐的挚友。说完这些，大公转身准备离开，表示两人已经无话可说。皇后却在身后叫住了他，抛出了那个隐藏已久的问题。他直视着大公的背影，一字一句地质问，艾瑞琳真的是你的女儿吗？听到这句话，大公的脚步瞬间停滞。皇后紧接着抛出重磅炸弹，质问大公西奥妮是不是还活着。听到这个名字，大公的身体猛地一震。皇后厉声指责他，如果真的那么在乎，当初就该早点站出来帮他姐姐，而不是以为自己知道的就是全部。面对皇后的声讨，大公并没有给出想要的答案，只是冷冷的回应，一切就如你所知道的那样。他冷漠地提醒皇后，建国祭的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与其在这里为过去后悔，不如早点回到属于你的位置。说完这些，大公头也不回地离开，只留下皇后独自站在原地。几天后，哈尔伯恩府邸一片死寂，皇宫里的建国祭宴会热闹非凡，但这些繁华都与这里无关，因为大公已经整整失踪了3天。艾瑞琳看着墙上的寻人启事，心里别提有多郁闷了。虽然家族早就宣布缺席宴会，大公的失踪暂时没引起乱子，但艾瑞琳心里却很不是滋味。明明之前已经下定决心要主动去向爸爸问好，结果现在连人影都抓不到。艾瑞琳的心情低落到极点，一旁的梅亨也满脸无奈。艾瑞琳终于坐不住了，忍不住开口叫了梅亨一声。艾瑞琳忍不住猜测，爸爸是不是故意在躲着他？没想到连无所不知的梅亨这次也无奈地摇了摇头，直言自己猜不透大公的心思。梅亨叹了口气，表示自己有急事要找大公商量，可对方现在根本不肯露面。自从前几天从皇宫回来，大公的身体状况
就急转直下。梅亨怀疑他正把自己关在肖像馆里，但那个地方防守极其严密，一旦大门紧闭，除了拥有直系血统的人，任何人都别想进去。艾瑞琳有些惊讶地追问：“难道连梅亨你也不行吗？”梅亨有些遗憾地笑了笑，表示自己没有哈尔伯恩的血脉，所以这件事只能拜托艾瑞琳了。看着眼前紧闭的沉重大门，艾瑞琳心里直打鼓。梅亨直接给艾瑞琳下达任务，让他进去把那个混蛋给拽出来。为了激励艾瑞琳，梅亨甚至发布了系统紧急任务，直言如果是艾瑞琳的话，一定能够办得到。艾瑞琳直着自己一脸懵圈，这任务怎么突然落到他头上了？为了让艾瑞琳动力满满，梅亨特意准备了丰厚的奖励，只要能把大公带回来，不仅有美味的点心，他还会亲自给艾瑞琳读故事书。一听到有故事书和点心，艾瑞琳立马来了精神，直接点击接受任务，嘴上还傲娇的表示自己其实早就对肖像馆好奇了。梅亨笑着叮嘱他一路小心，自己会在这里一直等着他。艾瑞琳信心满满的答应下来，转身朝着紧闭的大门跑去。看着宏伟又神秘的肖像馆，艾瑞琳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这间肖像馆大得超乎想象，简直就像个艺术博物馆。不过艾瑞琳很快发现不对劲，墙上的画作少得可怜，甚至还有被撕毁的痕迹。这里简直像刚经历过一场恶斗。大厅里空荡荡的，根本看不到爸爸的身影，看来1楼是找不着人了。就在艾瑞琳准备往里走时，角落里一个被白布盖着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幅放在地上的画作。为什么只有它被单独放在地上？难道是还没画完吗？带着一丝好奇，艾瑞琳伸手掀开了白布，等她看清画上的内容，却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画里的人竟然有着和她一模一样的脸，还有那一头标志性的浅金色长发，连那双玫瑰色的眼睛也一模一样。耳边响起一个温柔的声音，轻声唤着我亲爱的孩子。这突如其来的熟悉感让艾瑞琳瞬间全明白了，画里的这个女人竟然就是她的亲生母亲。可是母亲到底是什么身份？难道是来自其他王国的公主吗？为了弄清楚母亲的来历，艾瑞琳赶紧看向画框下方的名字，只见上面写着西奥尼西格利亚哈尔伯恩。艾瑞琳突然发现一个大问题，这根本说不通。要知道这间肖像馆里挂着的全都是哈尔伯恩家族的直系血亲，如果母亲是哈尔伯恩，那爸爸也是哈尔伯恩，这关系可就太乱了。越琢磨越不对劲，这豪门秘辛也太劲爆了。他果断决定把白布盖回去，这种事情还是少知道为妙。反正也没有证据证明现在的爸爸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对他来说，只要能管饱管够，谁是亲爹根本不重要。当务之急还是得赶紧把人找到离开这里。就在这时，空旷的房间里突然传来痛苦的闷哼，艾瑞琳顿时警惕起来，这声音到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艾瑞琳顺着声音的方向一路寻了过去，那声音听起来断断续续，像是有人在痛苦的呻吟。她加快脚步往里走，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穿过空旷的走廊，她终于看清了前方的景象，只见一个人正靠在椅子上，看起来状态非常糟糕，整个人虚弱到了极点。艾瑞琳定睛一看，这不正是她一直在找的爸爸吗？原来大公之所以如此痛苦，是因为他又被困在了那个可怕的噩梦里。整个府邸里一片死寂，仆人们都在无声的哭泣，空气里弥漫着雨水的气味，还夹杂着白百合的冷香。而最让他彻底崩溃的是，他最宝贝的女儿艾瑞琳，此时正毫无生机地躺在花丛中，身体已经彻底冰凉。这个残酷的噩梦简直就是要了他的命。在他看来，只有一切都彻底结束，女儿才不会再感到痛苦。可他甚至都没能让女儿幸福过一次，无尽的愧疚几乎要将他彻底吞噬。就在他深陷绝望无法自拔时，一只小手突然搭在了他的肩膀上，耳边传来了艾瑞琳焦急的呼喊声。这一声清脆的爸爸直接把大公从噩梦中拉了回来。他猛地睁开眼，清醒过来，看着眼前安然无恙的女儿，一时间有些回不过神来。艾瑞琳走上前去，却发现大公的眼神完全没有焦距，整个人看起来浑浑噩噩的。他瞬间反应过来，爸爸是为了救他才过度使用能力，结果导致了现在这种痛苦的后果。听到动静的大公缓缓抬起手，轻轻碰了碰艾瑞琳的脸颊，感受到手心传来的温度，大公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他以为自己还在那个可怕的噩梦里，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女儿还活着。看着父亲这副反常的模样，艾瑞琳心里顿时警惕起来，这绝对不是正常的清醒状态，难道这就是过度使用能力的副作用吗？艾瑞琳关切地询问爸爸，是不是又做噩梦了？大公叹了口气，承认自己每次都会做同一个梦。当艾瑞琳追问是什么梦时，大公无奈地坦白，那是一个不断失去他的梦，无论他做出怎样的选择，结局都无法改变。更可怕的是，在梦里他甚至会亲手了结他，只因为看着他痛苦，或者自己已经彻底疯了。而一旦梅亨也离开，梦里的他就会彻底失控，变成一个毫无理智的怪物，因为梅亨是唯一能拉住他的人。听完这些，艾瑞琳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大公却只能无奈地摇头，表示自己也找不到答案。大公整个人陷在痛苦的抑郁中，他说如果把女儿交给别人，他会死得更快，可如果自己来养，他甚至连话都还没学会就会夭折，他只能一遍遍重复着自己必须把她照顾好。看着眼前的父亲，艾瑞琳忍不住轻轻唤了一声。在他的记忆里，这个男人每次出现都是那么可靠，可现在他却显得无比脆弱，就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被什么沉重的东西彻底压垮了。艾瑞琳不知道究竟是怎样可怕的记忆才会变成如此折磨人的噩梦，但对大公来说，那绝对是无法承受的痛苦。大公提到的那些噩梦，在心里留下了无法抹平的伤口。艾瑞琳听到这里，突然反应过来，
哪里不对劲？如果梦里的父亲是在极度痛苦中才动手，那之前那些可怕的威胁，难道根本不是在警告他，而是父亲在害怕自己失控？艾瑞琳猛地抬起头，直截了当地问爸爸：“当初说的那些狠话，是不是指梦里发生的那些事？”大公有些别扭扭地转过头，承认自己当时确实是害怕会在无意中伤害到他。这一刻，艾瑞琳彻底全想通了，原来那根本不是什么死亡威胁，而是父亲最真实、最无助的坦白。亏他之前还以为自己随时都会丢掉小命，搞了半天全是误会。看着眼前虚弱的父亲，艾瑞琳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大公有些无奈地问他笑什么，艾瑞琳笑着调侃他说：“他今天看起来比自己更像个小孩子。”这确实让人哭笑不得。之前那些莫名其妙的冷漠，还有那些听起来吓人的狠话，原来全都是因为这个男人在害怕自己会失控伤害他。看着眼前这个别扭的父亲，艾瑞琳主动伸出了手。虽然平时安抚父亲的工作都是梅亨在做，但今天既然只有他在这里，那这个责任就只能由他来担了。艾瑞琳一把抱住了父亲，温柔地告诉他自己就在这里。他还开玩笑地安慰他，说自己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就算再次失去也没关系，大不了就重新再来一次，反正他最擅长等待了，因为他相信爸爸一定会来救他的。听到女儿这么懂事的话，大公的心一下子被触动了。艾瑞琳接着说，既然爸爸之前说过不讨厌他，那他其实也不讨厌爸爸，而且从现在开始，他想要和爸爸更亲近一点。听到这，大公有些纳闷了，忍不住问他为什么态度变了，明明之前只肯叫殿下，甚至连理都不想理他。艾瑞琳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那是因为爸爸是男生，而且年纪还比他大。听到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理由，大公也是彻底没脾气了，只能无奈地笑了起来，直言自己真是拿这个女儿没办法。艾瑞琳看着爸爸那张帅气的脸，忍不住在心里嘀咕，长成这样简直就是人生赢家了。大公笑着问他，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找他吗？艾瑞琳认真的回答，是佩西恩说生病了也得吃东西，他猜爸爸肯定还没吃饭。大公老实承认自己确实还没吃，接着一把将艾瑞琳抱了起来，提议两个人一起出去吃点东西。艾瑞琳赶紧补充道，吃完饭还要一起去散步才行。大公笑着答应了他的要求，眼神里全是温柔。艾瑞琳有些扭捏的开口，似乎还有别的话想说。大公耐心的鼓励他，让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艾瑞琳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道，让爸爸陪他玩。大公自然是满口答应，直接把女儿抱了起来。就在这时，两人推开门走了出来，梅亨整个人都愣住了。只见艾瑞琳正骑在大公的脖子上，梅亨赶紧劝艾瑞琳下来，生怕他摔着。艾瑞琳本想和爸爸好好相处，才过了3个小时，他就彻底后悔了，气鼓鼓地宣布再也不玩了。看着在地上撒泼的女儿，大公一脸无辜，完全不懂女儿为何突然变卦。其实原因让人一言难尽。大公带他玩的都是奇葩游戏，比如站在剑刃上玩平衡，把旁边的女仆丽娜吓得半死；还有大公骑着他的小3轮车，逼得他在后面拼命追赶，甚至还和他玩丢球接球的游戏，累得他像小狗一样直喘粗气。想到这里，艾瑞琳就气不打一处来，质问爸爸是不是把他当成了狗。大公却摸着他的头解释，多运动才能身体健康。看着女儿气呼呼的样子，大公又温柔的提议，要是不喜欢就换个游戏继续玩。艾瑞琳气得大喊让爸爸放手，还赌气说再也不想和他亲近了。看到这一幕，梅亨在一旁夸奖艾瑞琳做得好，大公则坐在地上装可怜，叹气说爸爸现在很伤心。艾瑞琳忍不住在心里吐槽，梅亨平时怎么忍受这个幼稚鬼的？没想到梅亨直接附和，说这确实是他这辈子最糟的选择。面对大公的装可怜，艾瑞琳毫不留情的吐槽说爸爸全身上下只剩这张脸能看，让他以后好好保养这张脸。听到这话，大公直接愣住了。梅亨在一旁调侃说艾瑞琳说话的语气简直和爱德华一模一样。艾瑞琳好奇地问爱德华是谁，梅亨解释说那是帝国的皇帝。听到这里，艾瑞琳彻底无语了，原来自己这个幼稚的爸爸以前连皇帝都敢欺负。艾瑞琳决定今天就到此为止，直接让梅亨抱走自己，大声宣布游戏结束。这时大公笑着凑了过来，神秘兮兮地表示自己其实准备了礼物，问他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听到礼物2个字，艾瑞琳顿时有些心动了。她猜测爸爸大概是去皇宫附近买了个玩偶吧，虽然心里很好奇，但艾瑞琳还是傲娇地表示自己只是去看看，绝对不是想玩。梅亨在一旁顺着他的话说不想玩就不玩。大公笑着走在前面带路，还调侃说如果他看完改变主意，随时可以玩。看着大公那副轻松的模样，艾瑞琳气得直咬牙，心想这家伙以为自己这么容易被收买吗？缠了他整整3个小时，现在想用一个独角兽或者巨龙玩偶就打发他。艾瑞琳在心里暗暗发誓，自己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妥协的。谁能想到，艾瑞琳嘴上说着不要，结果还是被彻底收买了。因为爸爸送的这份礼物，既不是普通的玩偶，也不是什么故事书，而是一整屋子琳琅满目地乐器。大公大方地表示，这些现在全都是他的了。看着满屋子的钢琴和竖琴，艾瑞琳忍不住在心里惊叹，这规模简直能直接组建个乐团了，而且每个乐器都保养得非常好。艾瑞琳有些疑惑地问爸爸，为什么突然要送他这些？大公有些别扭地回答，只是觉得他可能会需要。就在这时，大公突然闭上眼，轻轻哼起了一段熟悉的旋律。听到这个旋律，艾瑞琳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不正是爱的礼赞吗？难道自己在噩梦里的演奏？爸爸其实全都听到了。
大公笑着夸赞旋律真好听，好奇地问是不是梅亨教他的。艾瑞琳只能含糊地敷衍过去，总不能直接坦白，这是自己上一辈子学会的吧。看他一直盯着小提琴，大公便贴心地让他挑一把，说听得出来他很喜欢这个。听到喜欢这2个字，艾瑞琳在心里无奈地笑了笑，不过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没办法拒绝小提琴。从第一次拿起琴弓的那一刻起，直到再也无法演奏的最后一天，小提琴早就不只是一个乐器，而是他倾尽上一世全部执念的寄托。艾瑞琳熟练地将小提琴架在肩上，一旁的梅亨双手抱胸，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艾瑞琳闭上双眼，轻轻拉响了琴弦，随着弓弦的滑动，美妙的音符流淌了出来。这首曲子正是著名的小星星。虽然这只是一首只有3分钟的短小乐曲，但那温柔舒缓的旋律，就像夜空中闪烁的繁星一样，治愈着每一个听众的心。琴声传遍了整个房间，丽娜和旁边的女仆们全都被这琴声吸引了。谁能想到一个这么小的孩子，竟然能拉出如此动人的旋律？艾瑞琳完全沉浸在音乐中，熟练地演奏着这首承载了她无数回忆的曲子。一曲终了，艾瑞琳在心里暗自叹气，用现在这具幼小的身体，连完整拉好一首曲子都这么费劲。她忍不住想，要不是前几天有那个人的暗中帮忙，自己根本没办法完成完美的演奏。要是这具身体能再健康一点就好了。就在他有些沮丧的时候，旁边的丽娜突然激动地大喊，直呼这是她听过最棒的演奏。艾瑞琳整个人都懵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周围的仆人们就纷纷鼓起掌来，大家都被这美妙的琴声深深打动，甚至有人感动地哭了出来。看着大家如此热烈的反应，艾瑞琳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不知道他们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激动。而一旁的大公看着这一幕，心里却满是骄傲，因为大家显然都被他女儿的演奏给迷住了，能让听众感到幸福，这可比任何完美的演奏都更有价值。看着仆人们一个个感动的稀里哗啦，甚至觉得小姐是在为他们牺牲，艾瑞琳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她心里其实也美滋滋的，甚至开始琢磨，如果只是偶尔的话，自己以后是不是可以再拉给他们听。看着女儿这副傲娇又可爱的模样，大公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突然认真地叮嘱艾瑞琳，以后要尽量避免在魔法师或者人多的地方演奏。艾瑞琳有些不解地问，为什么？大公叹了口气解释说，人类的本性就是这样，一旦发现美丽而特别的事物，就会忍不住想要占为己有。与此同时，手下向伊迪克尔斯大公汇报，哈尔伯恩大公最近在帝都现身了，而且身体状况还非常好。伊迪克尔斯大公听完若有所思，他记得哈尔伯恩大公6年前就被流放到了北方，这让他忍不住怀疑，难道皇帝当年下达的惩罚现在已经结束了吗？帝国的皇室和5大公爵家族都拥有让帝国走向繁荣的特殊能力，但伴随而来的还有各种棘手的国际事件。每当危机来临，皇室都会派伊迪克尔斯公爵出面解决，他能将周围人的好感度直接数值化。凭借这项能力和高超的外交手腕，他的谈判成功率高达 99.9%， 被称为外交的化身。然而这一次他却遇到了对手，能让伊迪克尔斯公爵感到棘手的人，就是南方帝国的摄政王路德维希。路德维希主动提起哈尔伯恩大公已经返回首都的消息，并借此试探伊迪克尔斯公爵的态度。伊迪克尔斯公爵表示自己不清楚帝国内部的消息，却被路德维希当场拆穿，说他的眼线早就遍布各处。伊迪克尔斯公爵只能推测大公是擅自回来的。路德维希立刻抓住画柄，质问大公是否能随时凭意愿回来。面对路德维希的步步紧逼，伊迪克尔斯公爵只能无奈表示，在帝国根本没人敢违抗大公，就连皇帝陛下的处境也十分艰难。他希望对方能看在皇帝这6年来的诚意上。听到诚意2个字，路德维希冷笑一声，突然逼近，嘲讽伊迪克尔斯公爵确实能说会道，并警告他最好庆幸这3寸不烂之舌保住了命。说完，路德维希便转过身去。伊迪克尔斯公爵松了一口气，此时他看到路德维希头顶的好感度只剩下了可怜的25点，他根本无法看透这位摄政王的心思。然而路德维希却突然开口，打听伊迪克尔斯对哈尔伯恩家族了解多少。伊迪克尔斯只能以2家没有往来为由，表示对方知道的应该比自己更多，毕竟路德维希的妻子就是哈尔伯恩家族的千金。然而仅仅是提到这件事，就让路德维希的脸色变得极其阴沉。伊迪克尔斯立刻意识到自己似乎触碰到了对方的雷区，而在路德维希所掌控的南方帝国城堡里，这确实是绝对不能被提及的禁忌。在这座城堡里有3大禁忌，首先是主动提起哈尔伯恩大公，其次是挑战路德维希的权威，而最后一个禁忌就是绝对不能在他面前提起西奥尼。对于这些事情，任何人都不该过问，更不能抱有任何好奇心。面对路德维希阴沉的脸色，伊迪克尔斯只能尴尬地笑着打圆场，试图缓和这紧张的气氛。因为在过去的6年里，在这座城堡中已经完全找不到关于西奥尼的任何痕迹。艾瑞琳突然注意到天空中漂浮着一座岛屿，身旁的女仆丽娜告诉她，那是魔法师的圣地天空之塔，只有高阶魔法师才能进入。这种地方在帝都现身极其罕见，虽然官方没有公布具体原因，但丽娜推测这可能与建国纪之后的社交活动有关。中大陆即将举办大型拍卖会，艾瑞琳看着窗外，得知建国纪的活动才刚刚开始，她忍不住在心里感叹，这种社交场合对内向的人太不友好。梅亨在一旁补充道，哈尔伯恩大公缺席了大部分活动。他来到了大公房间，上前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大公表示自己只是勉强支撑，
梅亨指出大公在艾瑞琳面前伪装得很好，大公却觉得这不算什么。看着大公疲惫的样子，梅亨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大公主动提起两人还没聊完的话题，但他脑子里想的却是婚礼的事，这让一旁的梅亨十分无语，甚至警告他再这样就先给他办葬礼。玩笑过后，梅亨把话题带回正轨，询问他接下来的具体打算，尤其是关于艾瑞琳的抚养权问题。梅亨严肃地指出，如果真相在此时被公之于众，他们在法律上将处于绝对的劣势。艾瑞琳的抚养权其实属于摄政王路德维希，一旦被对方发现艾瑞琳落户在哈尔伯恩，摄政王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大公却冷冷地表示，自己同样不打算坐以待毙。这番话让梅亨大惊失色，他立刻警告大公，这种行为极易被判定为叛国罪。但大公的态度异常坚决，甚至直接打断了梅亨关于皇帝的劝说。他表示自己已经不在乎任何后果，无论是被送上断头台，还是与摄政王开战导致大陆分裂，都无法动摇他的决定。大公直接表明了自己的底线，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艾瑞琳永远是他最先考虑的人。